完美世界下界荒域，火皇宫后山，一块被岩浆环伺的岩石之上，一个7、8岁的少年正闭目盘坐在那里，缓缓吐纳着充斥在天地间的火灵之气。只见他身周的火灵之气此刻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汇聚过来，最后在上空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云漩涡。随后火云倒灌冲顶，尽数没入少年体内，伴随着一声雷鸣巨响，少年身上弥漫的炎火之息顿时出现了一阵微弱的变化。少年的气息提升了，但是提升的并不多。没想到突破斑血境极境居然这么困难。半晌后，少年睁开双眸，眼中不禁闪过一缕不甘之色。他叫朱晨，乃是一名胎生穿越者。不过跟其他的胎生穿越者不同，他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颗垂挂在火神树上的蛋。因破蛋之日天生朱雀异象，沿袭冲天，被火皇认为是太古朱雀转世的人族。于是自出生之日起，他在火国便被冠以了圣子之名，受万民朝拜，其地位更是在人皇之上。然而朱晨心里很清楚，这下界8域不过是牢笼世界，人族示弱，即便是火国圣子，在那些太古遗种和纯血生灵眼中也只是蝼蚁罢了。更何况根据他之后所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完美世界的时间线正是荒天帝10号应劫的那段岁月。且不说那就连荒天帝都无法平定的黑暗动乱，光是即将到来的那场荒域大劫，以他目前斑血境极境的实力，怕是也很难自保。已经没时间了，看来眼下只能先提升修为，把荒域这场大劫渡过去再说。至于以后能否成仙，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唉，好不甘心啊！朱晨忍不住感慨道。他现在的肉身力量已经达到106000斤，开辟洞天绰绰有余。先前之所以不开洞天，是因为他想要凭借体内的朱雀血脉突破极境，因为只有在每一个境界都突破极境，他才有资格与荒天地比肩，然后去争那一丝超脱的机会。奈何事与愿违，他的天赋跟资质终究是比不上那位应劫之人。这7年时间，他耗尽火国无数资源滋养肉身，参悟古文，也只能止步于此。大劫将起，他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在斑血境徘徊了。开辟洞天，势在必行。定，检测到宿主心中极度不甘，系统被成功激活。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朱晨心头一动，系统，金手指，我居然还有金手指！他本以为自己身上的太古朱雀血脉和火国圣子的身份已经是金手指了，没想到竟还有系统没被激活。恭喜宿主获得多子多福系统，宿主只需要在异性体内成功留下自己的子嗣，便可复制对方全部修为，日后对方若是修为继续精进，皆可反哺给宿主，阴阳协调，生生不息。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闻言，朱晨直接傻眼了。多子多福，妈的，这系统不是硬逼着他开后宫吗？他前世虽然是个夜夜笙歌的海王，但是这一世他已经决定洗心革面，要做一个正直的好人，岂能再去干这种丧尽天良的龌龊事情？等一下，这系统刚刚说什么？复制对方的修为？那我要是现在就去把柳神拿下，岂不是可以直接登顶仙王了？定，朱晨正想着，耳边又再次响起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恭喜宿主成功激活专属系统，获得大主角气运，额外奖励盘古精血。盘古精血液运一丝，立志本源，用来习骨断体，可激发身体潜能，得开天神力。系统提示：检测到完美世界同时存在2个主角，触发主角聊天群开启条件，宿主因大主角气运成为聊天群群主，是否立刻开启聊天群？盘古精血，主角聊天群群主身份。卧槽，又给2个金手指！朱晨喜出望外，这哪是系统啊？这分明是亲爹好不好？开启！朱晨毫不犹豫，果断开启了聊天群。系统提示：主角聊天群建立成功，开始搜索位面主角。斗破位面，萧炎加入聊天群；斗罗位面，唐三加入聊天群；凡人修仙位面，韩立加入聊天群；仙逆位面，王林加入聊天群；火影位面，漩涡鸣人加入聊天群；舞动乾坤位面，灵动加入聊天群。提示：聊天群人数暂时达到上限，群主继续提升，实力可解锁更多群成员名额。诸位都是各个世界的位面之子，拥有主角气运傍身，希望大家相互交流，共促成长。本群严禁打架斗殴。随着聊天群开启，朱晨的眼前顿时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聊天框。萧炎，我勒个去，马爸爸的业务现在都做得这么大了吗？我人都穿越了，聊天群居然也能跟过来。群里率先说话的人是萧炎，身为蓝星穿越者，他对聊天群这种东西并不陌生，所以很快就适应了过来。见有人说话，其他人在观察了一会后，也都陆续加入了其中。唐三，这个聊天群是什么东西？你们又是谁？武魂殿的走狗吗？你们竟然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侵入我的精神世界，看来也有取死之道。灵动，楼上的好狂妄，你叫什么名字？敢不敢报上名来？萧炎，他的弹幕前面不是写着自己的名字吗？你没看到？灵动，什么是弹幕？萧炎，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字。灵动，原来如此，多谢提醒。萧炎，不客气。漩涡鸣人，大家好，我叫漩涡鸣人。灵动，你好。有萧炎这个话痨在，这个才刚刚建立的聊天群很快就热闹了起来。众人侃侃而谈，相互交流着彼此世界的事情，气氛还算融洽。只有韩立和王林这2个老六觉得这个聊天群出现的实在诡异，
还在潜水观望当中，并没有急着冒头。朱晨在观察了一会后，也加入了进去。朱晨，大家好，我是这个聊天群的群主，以后请各位多多关照。萧炎，群主，这个聊天群才刚刚建立，大家都是各个世界的位面之子，你凭什么说自己就是群主？群主，朱晨撤回了一条成员消息。朱晨，怎么样？现在你总该相信了吧？萧炎，我靠，你竟然真的是群主！萧炎虽然心里非常不服，但是见到自己的消息能被朱晨随意撤回，他也只能认命了。看来这主角命也有强弱之分啊！自己纵然是斗破位面的命运之子，还是一名穿越者，可依旧是无法坐上这群主之位。想必这个叫朱晨的家伙，在各方面必定要强于自己，所以才能坐上这群主之位。灵动，既然你是群主，那这个聊天群是你建立的吗？朱晨，不是，我只是开启者，并非建立者。灵动，那这个聊天群是谁建立的？朱晨，系统。灵动，系统，这又是什么东西？朱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些主角的金手指，比如你手里的石符，萧炎那高于常人的灵魂力量和存有药老灵魂体的那剑，都属于金手指。此言一出，灵动跟萧炎顿时都瞪大了双眼。他们手里的这几样东西都是绝密，就连他们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没想到这个聊天群的群主居然一清二楚，莫非对方拥有通天之能，可以窥视到他们的秘密不成？灵动，你是怎么知道我手里有一枚石符的？灵动思量半晌，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在聊天群里向朱晨问出了这个问题。萧炎也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药老的来历太神秘了，既然这位神通广大的群主知道他们的底细，那他或许可以通过对方多了解一下药老的情况。对于萧炎和灵动提出来的问题，朱晨并没有隐瞒。聊天群的小说他以前也看过不少，那里面的主角基本上都会将自己伪装成全知全能的大神，然后通过自己所了解的剧情忽悠其他位面的主角，以此来谋取好处。但他不屑这么做，原因有二，其一是蝴蝶效应，每个位面都存在着天道意识。他虽然熟知萧炎等人的剧情线，但是他的介入以及这个聊天群的出现，这些剧情线后期必然会出现变故，而那种变故不是他能够左右的。到时候他费尽心力在群里打造的全知人设肯定会崩塌，得不偿失。其二是这个聊天群里的人大部分都是赤诚之人，除了那个唐三外，其他人都是可以深交的。就比如韩立和王林这两个修仙界的老六，你若是对他们坦诚相见，他们就会将你当成挚友，可你要是跟他们玩心思，说不定以后就只能在魂幡里面做兄弟了。所以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朱晨决定直接摊牌。朱晨，诸位，我知道你们对我的身份肯定非常好奇，我也不瞒你们，事实上你们都是我看过的小说或者动漫里面的主角。朱晨一边在聊天群里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一边利用群主权限将自己记忆中的斗破、舞动、斗罗等一系列的小说内容整合起来，然后依次分发给了群里的每一个人。朱晨，这些小说里面有着你们过往的经历，还有你们未来会遇到的事情，你们可以看一下，真假如何，我想你们应该可以自己斟酌出来。斗破事件，萧炎在接收到自己的斗破文本后，立刻迫不及待地查阅了起来。第一章，陨落的天才；第8章，神秘的老者。萧炎现在虽然只是斗者，但是灵魂力量已经远超常人，一目十行完全没有问题。他在简单的翻阅了前面几章后，赫然发现这小说里面描述的内容竟跟自己的经历一模一样，就连自己小时候偷摸熏儿的事情在上面也是写得一清二楚，心中不由大惊。坏了，难道我真成小说人物了？萧炎顿了顿，随后又继续往下翻去。他要先看看药老的身份，然后再亲自找药老确认一下。片刻之后，萧炎的惊呼声顿时从他藏身的山洞中传了出来。卧槽，远古8族药族的8品巅峰炼药师，九转斗尊修为，我师父竟然是大佬！听到萧炎这些话，药老顿时被吓得从内界里跳了出来。小子，你竟然知道老夫的真实身份？凡人修仙界乱星海某处偏僻的洞府内，韩立收起刚刚炼制好的青竹风云剑，犹豫了一下后，还是接收了朱晨传过来的凡人文本。他如今已经是结丹初期的修士，区区几百万字的小说文本，只需要神识扫描几息便能全部阅完。然而在用神识阅完这凡人文本后，饶是以韩立100多年的心性，也是忍不住大惊失色。我居然是道祖重修！这些年来他历经生死，从一名小小的凡人修炼到如今的结丹期，可谓是九死一生。没曾想这一切竟然都是另一个自己安排好的，难怪自己能够在七玄门那种凡人山头捡到长天平这种玄天之物。不过很快韩立便收紧心神，开始细细揣测起来。此人知道我过往的经历，也许只是在用大神通窥探我的记忆，未来事情是否真如他所言，还有待考证，不能轻易下定论。仙逆世界，朱雀星地底深处，正在闭关修炼古神诀，王林在阅完自己的小说文本后，那闭眸许久的双眼终于是缓缓睁了开来。婉儿，看来王某的心中终究还是放不下这一丝情缘啊。话至于此，王林的眼眸深处突然闪过一缕不屈之意。既如此，那王某便只能逆天一战了。此时此刻，不光是萧炎等人，唐三、
灵动还有漩涡、鸣人也都接收了朱晨上传的信息。不过除了漩涡、鸣人和灵动之外，其余4人对于朱晨上传的这些小说内容都还抱着一丝质疑的态度，并没有完全相信。而朱晨在上传完这些小说内容后，也是立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朱晨，诸位，我现在上传的小说内容只是你们原来的故事线，里面是没有聊天群存在的，但现在你们已经成为了这聊天群中的一员，未来必然会发生变数，所以小说里面的内容你们只能作为参考，千万不要过于依赖，否则只会坑了自己。萧炎，你说的是蝴蝶效应吧？这个我明白，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有了这本斗破小说作为依据，我以后绝对能少走很多弯路。对了，你下次要是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萧炎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萧炎刚刚已经跟药老坦白了一切，就连这个聊天群的事情，他也跟药老说了。药老对此深受感动，于是也没有再对他隐瞒自己的身份。在得到药老的求证后，萧炎心中对朱晨已经产生了信任感，他很感激朱晨能告诉自己这些。不过他现在并没有什么能够报答朱晨的，只能对朱晨做出承诺。朱晨举手之劳而已。萧炎兄弟，你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你以后是地品炼药师，说不定我还真有用得着你的地方。朱晨说这话可不是在恭维萧炎，炼丹师这个行业可是香饽饽，不管在哪个世界都是抢手货，完美世界中也有炼丹，搞不好他下次真的会去找萧炎炼丹。萧炎，没问题，到时候你只要说一声，我马上就给你练。萧炎此刻的态度深深触动了群里的其他人，他们刚刚也都接收了朱晨上传小说文本，现在萧炎为表谢意，对朱晨许下承诺，他们又岂能故作不知？灵动，朱晨兄弟，我没萧兄厉害，不懂炼丹，但是我打架在行，以后你要是打架缺人，我随叫随到。王林就先讲究因果，朱道友，你的这份人情，王某暂且记下，日后必还。韩立、韩某也是。众人纷纷表态感谢朱晨，这让朱晨有些意外，自己不过试了一点时间，把一些小说文本发了过去，没曾想居然一下子收获了这么多位面主角的人情债。萧炎跟灵动的世界虽然不强，但他们以后都会去大千世界，战力还能进一步提升。黑暗动乱这2人或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边荒一战的话，绝对会是一大助力。尤其是萧炎这货的炼丹之术，即便是放在其他位面，也绝对不容小觑。至于那韩立跟王林，就更不用说了，这2位都修仙界的超级大佬，前者乃时间道祖，感悟混沌本源后，更是能够截断时间长河，回到过去；后者更狠，连天道都敢一战，战力绝不输仙王级别的强者，搞不好连准帝都能碰一下。当然，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眼下最重要的是先确定一下这些人的实力境界。朱晨，诸位，这聊天群有个穿界功能，以后大家若是遇到麻烦，是可以跨界援手的。不过大家所在的世界位面等级不同，修为境界也不一样，为了避免以后出现援手不敌反被杀的情况，大家能否透露一下自己目前的修为境界？灵动在下刚刚踏入碎体境，可能还无法帮到你们，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提前唤醒了符石内的天妖雕，有他的帮助，我的修为日后必能突飞猛进。萧炎，碎体境在你那里强吗？灵动，我这里一共有13个修为境界，碎体境只是第一步，让萧兄见笑了。萧炎，不见笑不见笑，说起来我也才刚刚迈入斗者境界。灵动，莫非斗者境也是萧兄那边的修炼第一步？萧炎，那倒不是，我这里的修炼第一步是凝聚斗之气，斗者算是修炼的第2步吧。灵动和萧炎一见如故，2人很快就在群里坦白了各自的修为境界。唐三见灵动只是刚刚开始修炼的菜鸟，眼中顿时露出了一抹不屑之色。唐三灵动，刚刚说话那么狂，我还以为你是自己世界的一方巨擘呢，没想到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修炼的菜鸟。灵动，看你这说话的语气，难不成你已经是自己世界的一方巨禽了？唐三，巨擘算不上，我这方世界的最强修为境界是100级成神，而我现在已经是33级的魂尊了。此外，我跟萧炎一样，也是一名穿越者，在穿越之前，我是另一方世界的最强者，内门长老都无法做出来的至高暗器，我只需偷瞄一眼便能做出来。朱晨之前上传的斗罗只是第一步内容，因此唐三目前还不知道神之上的那些境界。萧炎见唐三也是穿越者，心里不禁一阵激动。萧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唐兄，没想到你也是一个穿越者呀，话说你是几年穿越过来的？唐三，什么几年？萧炎，就是公元几年啊？你穿越的时候港岛回归了吗？国足踢进世界杯48强了没？火箭队拿下湖人队了吗？唐三，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萧炎，我靠，你连国足 NBA 都不知道，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穿越者？唐三，不可理喻。唐三骂骂咧咧地关闭了聊天群。他是从一方武侠世界穿越到斗罗大陆的，而萧炎则是从现代的蓝星穿越的，2人前世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因此萧炎说的那些信息，唐三怎么可能听懂呢？碎体境、斗者、魂尊，这3个家伙的修为怎么都这么低？看来七神下界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帮不上什么忙了。看着萧炎3人的聊天内容，朱晨不由得叹了口气。萧炎和灵动的修炼体系虽然进展神速，但2人修炼到至高境界也要10几年时间，而3000道州收割下界8域的时间已经不到8年。
这两人若是不修炼到自己世界的最高境界，对他的帮助可以说微乎其微。不对，突然朱晨眸光一动，瞬间想到了什么。灵动刚才说他已经提前唤醒了藏在石符内的天妖雕，如此说来，因为他的介入，舞动乾坤的剧情线明显已经被提前了。正如萧炎先前所言，他们在得到自己的剧本后，以后在修炼意图上绝对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搞不好这两人真的能在8年内修炼到五祖和斗帝的层次。至于那唐三，算了，这货就是来凑数的，留在群里就当一乐子看吧。就在朱晨思索这些事情的时候，聊天群里又弹出了一条弹幕：王林，王某修道400余载，如今的修为是化神中期。王林的回答非常简单，但却带着一股不屈的霸气。朱晨虽然给了他仙逆世界的文本，让他知道了自己只是无数轮回中的一道轮回身，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复活李木婉，但他不想自己的人生被别人掌控，哪怕掌控他的那个人是他自己。我命由我不由天，就算是为了复活李木婉，他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复活。嘿嘿，总算是来了一个能镇场子的。朱晨嘴角露出一抹笑意，化神中期在修仙世界虽然不怎么样，但王林身上至宝众多，若是再加上古神本尊的实力，即便连阴变七怕是也能一战。他已经决定七神下界的那一战，这王林必须要有一席之位。朱晨想了想，正准备在聊天群发言，不料这时韩立的弹幕却是先一步出现在了聊天群中。韩立王林，王前辈在下也是修仙世界的，不过在下的修为目前只是结丹期，王前辈倘若有时间，可否在修炼上指点在下一二？王林，哦，世间竟有如此巧合之事。两位同为修士的人见面，心中不免有些感触。对于韩立来说，化神期的王林无疑是自己在修炼意图上的前辈。这个聊天群拥有跨界援助的功能，若是他能够在这里结交一名化神期修士，以后也算是多了一份保命的手段。见韩立在群里说起修炼指点的事情，朱晨不禁想起了聊天群里的另外一项功能——功法共享。朱晨，诸位，说起修炼一事，其实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修炼功法上传到共享页面，大家一起修炼，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绝对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朱晨为表诚意，我先来吧。朱晨一边说着，一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身上的朱雀宝术上传到了聊天群中。提示：群主朱晨上传了朱雀宝术。朱晨的朱雀宝术乃是血脉中的天生传承，其内共有10级之术，比原著中10号修炼的朱雀4级更强，威力仅次于十凶宝术。火皇之所以将其尊为圣子，与之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整个火国只有他修炼了完整的朱雀宝术。很快，聊天群里便出现了一连串的提示音：萧炎下载了您上传的朱雀宝术，灵动下载了您上传的朱雀宝术，唐三下载了您上传的朱雀宝术，王林除了漩涡鸣人，所有人都下载了朱雀宝术。从聊天群下载地功法神通，包含了上传者的心得和感悟，下载之后直接就能顿悟，融会贯通。萧炎，我去，朱兄霸气啊！我师父说你这宝术的威力已经比得上天阶斗技了。萧炎在得到朱雀宝术后第一时间发来了反馈。灵动紧跟着发言：灵动，我刚才也给雕爷看了一下，他说你这技能已经达到领武学以上的层次，我现在虽然能够修炼，但是无法将这武学的威力发挥到极致。朱兄，你这份礼太大了。萧炎跟灵动对朱雀宝术的威力赞不绝口，不过朱晨在听到他们的话后却是陷入了沉思。斗破世界里的天阶斗技和武动世界里的领武学虽然厉害，但朱雀宝术内蕴太古朱雀之威，威力应该远不止于此吧。朱晨，你们两个是用什么能量催动朱雀宝术的？萧炎，斗气啊，不然还能是什么？灵动，我用的是元力。果然，不同的能量催动宝术后的威力是不一样的。斗气和元力跟天地灵力有着本质上的差距，故此他们两人施展朱雀宝术的威力就差了些许。不久，韩立跟王林也发来了反馈信息：韩立，朱兄，你这朱雀宝术的威力确实不错，多谢。王林，朱道友，你能修炼这等宝术，修为怕是也不低吧？朱晨，实不相瞒，我也才刚刚迈入修炼意图，目前还处在人道领域的第一层次，斑血境。朱晨如实道出了自己的修为境界。既然选择走坦诚相待这条路，那这种事情他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不过有人在得知他的修为境界不高后，眼中却是露出了不屑之色。唐三，有趣，我还以为你能被选为群主，实力必定不俗，没想到竟然也是个菜鸟。灵动，妈的，你这个也是什么意思？给老子说清楚。提示：唐三已经被群主。朱晨，禁言24小时。朱晨唐三，以后说话注意分寸，念你初犯，今日小已惩戒，若是再犯，别怪我不讲情面。灵动，朱兄干得漂亮，这种口无遮拦的人就该好好惩戒一番。萧炎，同为穿越者，没想到这个唐三的素质居然这么低，动不动就瞧不起别人，我萧某人休与他为伍。可恶，这个朱晨竟然敢进我言，还威胁我。根据玄天宝录第3条，他也有屈死之道。斗罗世界，唐三咬牙切齿的喃道，眼中满是怒意。哥，你怎么了？屋内刚刚睡醒的小舞见自己哥哥心烦意乱，小眼一眨，立刻熟练地跳入了对方怀中，感受着小舞那白皙的触感，唐三心中的怒意这才稍稍平复了一些。
他深吸一口气，随后低头看向怀中美人，一脸认真的说道：“小五，如果我告诉你，我现在和其他世界的人有联系，你信吗？”闻言，小吴脸上表情微微一变，轻声道：“你说的是神界吗？我以前听我母亲说，如果我们能够修炼到100级，成神之后是可以飞升神界的，不是神界，而是另外的世界。”唐三在思索片刻后，最终还是将聊天群的事情告诉了小五，包括斗罗小说的事情。然而听完他的叙述，小五却是忍不住笑了出来：“哥，你现在编故事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厉害了，这个世界如此真实，怎么可能会是小说呢？”说完，他突然握住唐三的手，并大胆地将其引导到了自己身上。唐三脸颊微红：“小五，你这是干什么？”小五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继续握着他的手掌在自己身上游走。唐三看似不为所动，但心中已经泛起了阵阵涟漪。我的等级高出小五这么多，没想到还是抵挡不住他的媚术，看来他还真是我的软肋啊！罢了罢了，反正小五始终是我的女人，中他的媚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一关迟早都要面临。想到此处，唐三便彻底放开了自己，开始转手为攻，不断突破小五的防线。房间内渐渐弥漫出一股青春的气息，同时还伴随着小五时不时发出的轻吟声。小五的呼吸开始渐渐急促起来。然而就在唐三卸去伪装，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小五却是突然脱离了他的控制。只见他踮着脚尖，轻飘飘地落地唐三面前，深情款款地说道：“哥，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你看看，小五是真实的小五，不是什么小说人物。还有你说的那些什么小说内容，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们那个群主真有编造别人未来的能力，那他岂不是神了吗？”听到小五这话，唐三也是瞬间清醒了过来。小五，你说的没错，我们的未来只有我们自己能决定。那小说后面的剧情把我写成双标男，还说我是为了拿到你的10万年魂环才故意设计害你的，纯属胡扯。我唐三堂堂7尺男儿，岂能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唐三拉住小五的双手，义正辞严地说道：“小五，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对你的爱是真诚的，没有任何杂质。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天打五雷轰。”话音未落，小五的手指就贴了上来。哥，我相信你，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对不对？只要有我在，这世上就没人敢伤害你，除非他们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唐三信誓旦旦地保证道。这一波操作直接把初化人形的小五迷的不要不要的，差点就润了。接着唐三话锋一转，又开口说道：“不过话说回来，我那个便宜群主虽然修为低下，但他上传的宝术威力倒是不错，来，我带你瞧瞧。”他拉着小五来到屋外，随后双手掐诀，直接向小五展现了朱雀宝术的前4级。他的禁锢领域一经施展，竟以他自身为中心，将方圆5米内的空间都禁锢住了。虽说只有0.25秒的禁锢时间，但也让小五惊讶地捂住了小嘴，忍不住拍手叫好。而第2击流火更是让他获得了堪比猎豹的速度，并且能在空中短暂飞行。第3击裂天就更厉害了，雀啸长空，燕尾横扫，竟将虚空都烧出了扭曲感。第4击火雨他没有施展，因为魂力不够了。天呐，哥，你这个魂技真是那个什么群主给你的吗？这也太厉害了吧！见唐三演练完毕，小五立刻跳着跑了过来。此刻的唐三已经累得满头大汗，只见他喘着粗气，声音有些虚弱地说道：“这个不是魂技，而是一种名为朱雀宝术的技能，此术一共有10击，以我目前的能力，只能打出前3击，不过要是拼尽全力的话，或许可以打出第4击。”天呐，前3击就这么已经厉害了吗？小吴眼中露出崇拜之色，他没想到唐三在那个神秘的聊天群里竟然获得了这么厉害的技能，太好了，3个月厉害，那我以后在这人类城市行走就更安全了。小五如是想到。就在这时，他忽然间想起了什么，转身看向唐三问道：“对了哥，你那个叫朱晨的群主，他现在已经能够打出第几击了？”提起这个将自己禁言的家伙，唐三心中就来气，他嘴角一勾，不屑道：“他现在才刚刚开始修炼，好像还处在什么斑血境的层次，能够打出第1击估计就不错了。”小五好奇地眨了眨眼睛，问道：“斑血境，这是什么等级？很强吗？”唐三道：“谁知道吗？反正听名字就知道不怎么样，那是他们那边最低级的境界。你觉得他能强到哪里去？”小五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原来是他们那边最低级的等级啊，看来还是哥你厉害，你现在已经是38级的魂尊了，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魂宗了吧？快了。唐三攥拳紧握，眼中露出了一股强烈的自信，等突破到魂宗，拿到万年魂环，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什么淬体斗者，结丹化神，在我面前不过蝼蚁罢了。与此同时，聊天群内，萧炎等人为了回馈朱晨的赠与之恩，也都纷纷将自己弟功法拿了出来。萧炎，朱兄，你的朱雀宝术对我十分受用，我跟师傅商量了一下，决定将焚诀共享出来，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提示：萧炎上传了焚诀。萧炎焚诀的品阶虽然只是黄阶低级，但要是收集到足够多的异火，将他的等级不断提升，他的潜力绝对不会低于天阶高级功法。王林、王某这里也有一门功法和一个神通之术。提示：王林上传了神道术。提示：王林上传了极尽神识。
这2门功法神通皆是王林早年间所修之术，虽说现在对他已经不堪大用，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却是难得的上乘之法，尤其是对还没有结阴的韩立来说更是如此。王林热神道术可凝聚分身，分身修炼到跟本体相同境界，融合之后可突破桎梏。王某能够修炼至今，这门功法功不可没。王林至于这极尽神识，乃是王某通过黄泉生窍诀意外获得的一门神通，此术堪称同阶无敌。王某当年刚刚结丹之时，便依仗此术轻松灭杀了不少同阶修士，其中不乏一些结丹后期大圆满的强者。王林不过成也极尽，败也极尽。此神通在结阴之前固然无敌，但越往上限制越大，甚至可能成为你们无法突破的瓶颈。诸位若要修此神通，需慎重。能够凝聚分身的晋级功法，同阶无敌的神通之术，不愧是化神期的前辈，一出手就是如此逆天之物。韩立对萧炎上传的焚诀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对王林上传的神道术和极尽神识却是如获至宝，他连忙将这2门功法神通下载了下来。不过在拿到这2门功法神通之后，韩立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朱晨和王林前辈如此慷慨，可他自己身上好像并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回馈给他们。清源剑诀吗？不行，这功法现在残缺不全，只能修炼到结丹期，对王林前辈来说等于是废物。大眼诀的话，王林前辈连极尽神识都拿出来了，自己这个版本不全的神识功法好像也拿不出手啊。韩立思索片刻，最后只能将目光落在了自己的掌天平上。韩立，诸位在下跟王林前辈都是修仙世界的人，有王林前辈在这里，在下身上的那些功法就不拿出来献丑了。不过在下有一物，或许对你们大家都有用。韩立上传了物品掌天平绿叶4瓶。韩立，此物乃至宝掌天平吸收月华凝聚而成，能够催熟灵草，炼制丹药，同时还具备了强大的修复能力，可治疗脏腑损伤甚至元婴。不过直接饮用风险极高，最好拿其他灵液或者露水稀释一下。萧炎，这东西居然能够炼制丹药，灵动哈哈，还能修复伤势呢，这可太好用了。萧炎和灵动各自接收了一瓶绿色，朱晨也拿到了一瓶，最后那瓶被王林拿了。这时萧炎突然发现物品数量不对，他们聊天群里一共有7个人，除去韩立自己不拿，那也就是6个人，可这个绿叶怎么才4瓶？萧炎，韩兄，你是不是漏发了2瓶？韩立，抱歉，这绿叶收集条件极为苛刻，在下目前也就只有4瓶。发完弹幕后，韩立转头便看向了洞府石桌上那摆的满满当当的小瓶子，这些灵液是他闭关这些年来收集到的。他并非小气之人，只是现在聊天群里跟他聊得来的只有朱晨、王林、萧炎和灵动4人，另外那2人他并不熟，所以他并没有赠灵液的打算。好浓郁的元力，这些人拿出来的东西怎么都这么好？灵动打开绿叶闻了闻，瞬间感觉精神抖擞。这瓶绿叶虽然不多，但里面蕴含着的元力气息却是异常浓郁。他只是隔着瓶口闻了一下，居然就有了一种即将突破的感觉。这时一个声音突然从石符内飘了出来，你刚刚说那人赠送的灵液里面都是灵气，但是到了你手上就变成了元气，看来我们之前的猜测是对的，你们相处的世界不同，所以他们那里的东西来到我们这里就会发生一些改变，然后成了更加适合你的东西。声音的主人正是此前被灵动提前唤醒的天妖雕。灵动激动道，这样不是更好吗？好个屁，如果我们所在的世界位面等级要高于他们，那自然是好事，但要是相反呢，那我们拿到的东西就是被削弱的，懂不懂？管他呢，反正我能用就行。灵动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心思单纯，读书不多的他可没去那么多门门道道，他现在最在意的是自己该拿什么东西去回馈给群友。自己拿了朱晨他们那么多好处，总不能干吃不吐吧？雕爷，你也给我拿点好东西出来吧，我那几个刚刚认识的群友都太大方了，我拿了他们那么多东西，要是不拿出一点来回馈他们，我寝食难安啊。灵动收起掌天平绿叶，思索片刻后，最终还是将主意打到了天妖雕身上。没办法，他一个刚刚离开家族的淬体境小渣渣，身上可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玩意，现在只能靠石符里的天妖雕了。雕爷，我身上倒是有点存货，但我劝你还是别拿出去比较好。石符里面很快传出了天妖雕的声音。为什么？灵动一脸疑惑地问道。别问了，你拿出去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听到这话，后知后觉的灵动这才反应过来，看来自己所在的位面等级还是太低了呀，都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灵动叹了口气，就准备将石符收回，但就在这时，他突然身躯一震，目光紧紧地定格在了石符上面。有了，灵动，诸位，我现在能力有限，没有什么好东西能拿出来跟你们分享，不过我这里有一枚石符，如果大家有需要，我可以借给你们。灵动，我这石符能辅助修炼，提纯药材，完善功法，中和精神力与元力，甚至还能炼丹，堪称全能型修炼神器，应该会对大家有所帮助。这小子倒是大方，居然连祖石都拿出来了。朱晨刚刚接受韩立的掌天平绿叶，转眼就看到了灵动的弹幕，心中不禁对他有了一丝敬佩。这祖石乃是舞动乾坤位面中排名第2的天地至宝，持有祖石者不但能够进入梦境空间修炼，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且还能借祖师之力快速恢复伤势，在战斗中掌握主动权。炼丹和寻宝的功效就不说了，都是极强的辅助功能。不过最让朱晨感兴趣的还是祖师能够完善功法的能力。下界八域有很多残缺地功法，比如月蝉刺身身上残缺的真龙宝术和真皇宝术，还有补天阁内残缺的鲲鹏宝术。如果祖父能够将这些残缺地功法修复完善，对他来说绝对是一大助力。完了，我的优势全没了。斗破世界。听完灵动对石符的介绍后，萧炎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本以为群里就自己一个炼丹师，心里还想着以后可以靠炼丹之术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呢。结果灵动转身给他来了一手王炸，对方这石符不但能提纯药材，还能直接炼丹，那他这个炼丹师岂不是白瞎了？仙逆世界。正在陪伴周如的王林看到灵动发来的信息，眼中不由闪过一缕金芒。我即将与红蝶一战，这石符能在战斗中快速恢复伤势，或许可以对我起到一定的帮助。他虽看过仙逆文本，已然知晓此战结局，但任何东西都会存在变数，他不得不谨慎一些。更何况在与红蝶一战后，雪域国国主李元峰和那巨魔老祖还会联手围杀他，此战甚是凶险，他必须要提前做点准备才行。朱道友的朱雀宝术威力不凡，还能禁锢空间，可作为一大杀器使用。寒力的灵液内含强大的灵力，必要时也可作为一种依仗。若是我提前叫来孙泰，再有这石符协助，说不定能一举反杀他们。看着群里众人相处融洽，并且相互之间都获得了不少好处，朱晨深感欣慰。看来他此前的决定没错，跟这些人玩心眼子是不行的，只有坦诚相待才是真理。想到此处，朱晨的目光又不自觉地落到了唐三这个名字上。这家伙的人品有待考证，如果真是养不熟的白眼了，那就不能怪他了。群里的其他人若是想要跨界去其他位面，必须要经过原位面主人的同意，但他身为群主，可以直接进行跨界，不需要别人同意。倘若这唐三以后还是这样目中无人，那他就只能去斗罗世界进行收割了。那个下水道世界虽然不大，但里面多少还是有点资源的。那个冰火两仪眼就很不错，实在不行的话，抓几只10万年的化形魂兽过来炼丹也不是不行。漩涡鸣人，各位大哥，我被人追杀逃不掉了，你们能不能过来救救我啊？就在朱晨思索之际，许久未曾说话的漩涡鸣人突然发来了一条弹幕：朱晨，发生什么事了？朱晨急忙回应了一句，他刚才还在奇怪这个喜欢说话的嘴遁少年怎么突然沉默了呢？原来是遇上麻烦了。漩涡鸣人，我也不知道啊，我刚刚就是去了一趟火影爷爷那里，问他我是不是4代火影的儿子，他承认了，不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漩涡鸣人用自己组织的语言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原来刚才朱晨在将火影忍者文本发给他后，他在片头看到自己是4代火影波风水门的儿子，为了求证真假，他当即就去火影办公室询问了猿飞日斩。猿飞日斩当时也很惊讶，但出于对波风水门的愧疚，他只是安慰了鸣人一番，就让鸣人回去了。然而在回去的路上，鸣人就遭遇了一群面具男的袭击。灵动兄弟，快开跨界门，我来助你。萧炎，我也来。看到群友有难，热心肠的萧炎跟灵动都很想过去帮忙。不过这个时候，刚刚还在说话的漩涡鸣人却是没了动静。朱晨，看来鸣人兄弟那边的情况很危险，已经来不及看聊天群里的信息了。灵动这个笨蛋，刚刚说那么多话，早点开跨界门不就好了？萧炎，我们的群友不会就这样少到一个吧？朱晨，别担心，我过去一趟就行了。灵动，他没开跨界门，你怎么过去？朱晨，我跨界不需要那种东西。灵动啊！灵动听得一头雾水，但萧炎却是瞬间想到了什么。萧炎，我明白了，朱兄是群主，他肯定有特殊权限。灵动厉害，不愧是群主。关闭聊天群后，朱晨立刻打开了跨界功能。下一秒，只见他身形一阵闪烁，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火影世界木叶村根部基地，一对戴着动物面具的根部忍者正扛着昏迷中的漩涡鸣人快速疾驰。就在这时，一阵诡异的扭曲空间突然凭空出现，将他们拦了下来。时空间忍术，小心，注意警戒！这对根部忍者的反应速度极快，那片空间刚刚扭曲成型，他们就立刻闪身退到了几十米开外。下一刻，只见那片扭曲的虚空中，一个身穿锦衣华服，看上去只有7、8岁的少年迈步走了出来，正是跨界而来的朱晨。怎么是一个孩子？可能是变身术，别被他的外表迷惑。团藏大人有令，拦路者可就地处理。那些根部忍者相互对视一眼，没有过多犹豫，立刻拔刀朝朱晨杀了过去。团藏这次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漩涡鸣人带回去，任何人阻拦皆可当场击杀。眼前这个少年看似年龄不大，但一个会是空间忍术的家伙，又怎么可能会是普通人？因此他们一出手就是全力，没有丝毫留手的意思。找死！朱晨屈指一弹，一抹红色雷霆顿时如流光般闪烁而出，直接贯穿了那些根部忍者的身躯。仅一个照面，这群根部忍者便全部倒在了地上，气息全无。这亡灵的极尽神识还挺好用。朱晨走过去，将昏迷中的漩涡鸣人叫醒。漩涡鸣人看到眼前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少年，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才好奇地问道：“你是谁啊？”朱晨笑了笑：“你不是在群里求救吗？我现在过来救你了。”啊！
你是那个聊天群里的人啊？漩涡鸣人揉了揉脑袋，正准备再开口说些什么，不料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却是先一步从前方的黑暗中传了出来：小鬼，老夫不知道你使用手段杀了聒噪。未等那个声音落下，朱晨便抬手一挥，再次释放出一道极境神识窜入了那方黑暗阴影。极境神识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团藏连伊邪奈奇都没来得及使用，就当场饮恨了。鸣人看到眼前这个少年随意就能秒杀像团藏这样的影级强者，顿时张大了嘴巴，连说话都结巴了。大哥，你刚刚是怎么做到的呀？王林在群里上传了一种名为极境神识的神通，你要是想学也可以去下载。朱晨淡然开口，随后他伸手卷起团藏的尸体，背后朱雀羽翼一展，直接破开根部基地的穹顶，来到了木叶村上空。接着一个充满威严的声音蓦然散开，瞬间笼罩了整座木叶村。袁飞日斩呢？出来见我！当这个声音落下的那一刻，木叶村里的忍者顿时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就好像有一块千斤巨石压在了他们身上，差点让他们喘不过气来。袁飞日斩面色沉重地带着转请小春和水户门言来到火影办公楼顶，看到被斩双翼、悬空力在空中的朱晨，三人的脸色皆是一变。阁下是谁？找老夫何事？袁飞日斩目光凝视着朱晨，语气中充满了惊恐之色。没什么大事，我就是过来通知你一声，以后漩涡鸣人就是我罩的。我不管刚才那件事是你默许的，还是团藏自己私下所为，但下一次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能做到吗？朱晨的声音犹如一道晴天霹雳，瞬间把袁飞日斩三人惊在了原地。这哪是通知啊，分明是赤裸裸的威胁！该死，这个长着翅膀的家伙给我的感觉好像超过了当年的初代大人。鸣人什么时候结交了这样的朋友？袁飞日斩心里暗自揣测道。火影大人。就在这时，卡卡西和麦特凯等一众木叶精锐也都来到了火影大楼顶上。袁飞日斩回头看了卡卡西等人一眼，除了团藏，木叶村的顶尖战力如今已经全都聚集在了此处，可他却生不出一丝反抗的心思，因为朱晨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他不敢冒险。沉默了片刻后，袁飞日斩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旋即抬头望向立在半空中的朱晨，咬牙道：老夫能做到。明智的选择。朱晨淡淡的点点头，随后抬手一挥，果断将团藏的尸体丢到了袁飞日斩脚下。如果你刚才敢有什么小动作，这家伙就是你们所有人的下场。看着已经生机全无的团藏，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团藏大人竟然死了！火影大人，这家伙来我木叶村，还杀了团藏大人，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麦特凯双拳紧握，身上那狂暴的查克拉不断涌现而出，大有一副想要动手的架势。卡卡西见状，连忙将他拦了下来：凯，别冲动，团藏大人跟三代大人都是二代大人的学生，他也有着接近影级的实力，那人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杀掉他，实力绝对远远超过了影级，我们在这里动手只会毁了村子。麦特凯虽然很不甘心，但听到卡卡西的话，他最后还是冷静下来。见袁飞日斩等人没有轻举妄动，朱晨在看了一眼根部基地的方向后，也转身消失在了虚空之中。看到这一幕，袁飞日斩等人的脸上又再次露出了无比震撼的神情。这人能够随意遁入空间，在时空间忍术的造诣上明显已经超过了二代和四代。袁飞日斩很庆幸自己刚才没有动手，不然的话，对方光靠这一手时空间忍术，他们就算想要留他也绝无可能，到时候只会迎来对方的疯狂报复。朱晨离开之后，袁飞日斩立刻下令将今天这件事封锁了起来，包括团藏被杀的消息。之后他又亲自召见了鸣人，将其英雄之子的身份还给了他。鸣人背后现在有高人罩着，对方的安全如今已经不需要他们再去操心了。其实袁飞日斩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刚才之所以在朱晨面前选择妥协，除了朱晨本身的震慑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鸣人是他们木叶村的忍者，对方背后有高人，不就是等于他们木叶村背后有高人了吗？团藏的死虽然可惜，但他们却是因此结交了一个更厉害的强援，这笔买卖绝对不亏。可恶，这个吊车尾居然是四代火影的儿子，这怎么可能？木叶学校的训练场上，宇智波佐助狠狠一拳砸在木桩上，将自己的拳头砸得鲜血淋漓。他本以为鸣人跟自己一样都是没人疼的孤儿，没想到才半天时间不见，那个吊车尾就变成了英雄之子。与此同时，完美世界从火影世界回来后，朱晨发现自己刚才的修炼之地已经围满了不少人，火皇、火灵儿还有火国的那些列阵境强者几乎全都聚集到了这里。朱晨，你刚刚去哪里了？真是担心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被人拐走了呢。看到朱晨回来，火灵儿立刻小跑着来到了他面前，关切地询问道。朱晨看了一眼围过来的火皇等人，开口道：你们来这里多久了？火灵儿眨了眨眼睛，不到半炷香的时间。怎么了？没什么。朱晨伸手摸了摸火灵儿的头，这丫头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一直喜欢黏在他身边，只有在他闭关修炼的时候才不会来打扰。这次对方主动过来，就连火皇都亲自出动了，估计是暗中保护他的那些人看到他莫名消失，所以去报了信。对于火皇和火灵儿等人的关心，朱晨心里一直都是非常感激的，因为他能感受到
这些人是真心在拿自己当家人。朱晨，你刚刚是不是修炼了什么空间神通？这时，火皇也带着其他人走了过来。对，朱晨淡淡的点了点头，他并没有将关于聊天群的事情透露出来，因为这方世界的强者太多了，要是他拥有跨界聊天群的事情泄露出去，保不齐会被哪些人盯上。10号当年不过是拿了一个完整的鲲鹏宝术，就被无数大教势力觊觎，他目前还没有成长起来，必须得谨慎一些才行。没想到你在斑血境就学会了空间类神通，不错。火皇十分欣慰地看了朱晨一眼，随后抬起手，将一瓶金色液体送到他面前，这是金身液，可以进一步锤炼肉身。本皇听灵儿说，你想要突破斑血境极境，此物对你或许会有帮助。看着火皇递过来的那瓶金身液，朱晨心中微微有些触动。这金身液就算是在补天教那样的上界大教中，都是极其珍贵之物。按照他对火国当前的境况了解，火皇身上根本不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显然，为了得到这瓶金身液，火皇定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陛下，你放心，倘若有朝一日我修为有成，定会护佑火国子民永世安康。朱晨收起金身液，随后一脸认真地看着火皇说道：“好，有你这句话，本皇就放心了。”火皇微微颔首，露出满意之色。随后他又话锋一转，提醒朱晨道：“不过你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凡事尽力就好。你如今在斑血境的造诣已经超越纯血生灵，达到了极境圆满，历来突破肉身极境的人少之又少。若势不可为，你也不用去强求，水到渠成也能功成身就。”说完这句话后，火皇便带着火国众人转身离开了。朱晨，我先回皇宫等你，你修炼完了记得来找我玩啊。火灵儿对着朱晨挤了一个俏皮的鬼脸，随后也屁颠屁颠的跟着火皇离开了这里。这丫头，朱晨笑着摇了摇头，他跟火灵儿在这7年时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他能够感觉到这种感情并非亲情。以前的他只想着修炼，一心只求超脱，对于儿女私情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多子多福系统，那他以后的修炼路子肯定是要换一换了。10号，你是应劫之人，女人只会影响你修炼的速度，这些7情6欲的因果就由我来替你承受吧。朱晨盘膝而坐，随后将一滴散发着莹莹金芒的血液取了出来。这一滴血液就是系统之前奖励给他的盘古精血。盘古乃是洪荒神话中的开天大神，实力凌驾在万圣之上，在这方世界恐怕连祭道之上的强者都不及他分毫。尽管只是一滴精血，但里面却是蕴含着一丝盘古大神开天辟地时的励志本源。若是能够将其炼化，断骨洗髓，定能让他在肉身之力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极致力量。想到此处，朱晨便不再迟疑，果断将这滴盘古精血融入到了自己的眉心。轰！霎时间，一股恐怖到令人窒息的血气瞬间以朱晨为中心，朝四面八方扩散而出。紧接着，只见一束耀眼的血光自穹顶而落，破开层层云雾，带着无可阻挡的气势，直接落在了朱晨身上，将他牢牢地护在了其中。这些血光开始不断洗涤他的肉身，淬炼他的骨骼。他的体内开始传出阵阵音爆之声，仿佛有无数条雷龙在其内咆哮，震耳欲聋。不过这些情况外界的人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当朱晨融入这滴盘古精血的那一刻，他的身体就与外界彻底隔离了。在那些暗中保护他的火国强者眼中，他此刻只是盘膝坐在那里，进行着简单的吐纳修炼，并无异状。片刻之后，笼罩在朱晨体外的那些血光开始快速收拢，最后尽数没入了他的体内。当朱晨再次睁开双眸的那一刻，他的身上也同时流出了一大滩黑色的污浊之物。这一刻，他的身体终于彻底脱胎换骨，超越了所有的太古生灵，即便是仙古时期的师兄也无法与之媲美。他的潜力被无限提升了。此外，他的肉身力量也在盘古精血的洗炼下突破了极限。现在的他只需单臂一晃，就能够打出超越20万斤的恐怖力量。而且这还不是极限，他的肉身已经拥有了开天之力，只要有足够多的资源吸收，他的肉身之力还能继续提升，永无上限。从此以后，他的肉身之力将不再有极境一说。这盘古精血的效果当真是绝了。朱晨握紧右拳向前轻轻一挥，拳锋所过之处竟直接炸出了一阵音爆之声，仿佛空间都被扭曲了。他这一拳不仅蕴含了恐怖的肉身之力，而且还裹挟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规则之力，那是力之本源的力量。虽说只是一丝丝，但也足以轰杀一切斑血境的纯血生灵。就算是动天境的纯血生灵，在他这一拳下，怕是也很难承受住。不过，最让朱晨惊讶的还是那盘古精血带给他的肉身成长潜力。盘古大神当年身化万物，与天地万物有着天生的亲和力，而被那滴盘古精血洗涤之后，他也获得了这种能力。现在的他只需要静下心来吐纳呼吸，肉身便能与天地产生共鸣，然后主动的去吸收天地本源，不断提升。倘若我一直闭关修炼，吸收天地本源，肉身之力定能快速成长，日后做到一力破万法也不是不可能。但主修肉身总归会有缺陷，有弱点，而且这样也会浪费我的系统优势。朱晨思索片刻，随后将一卷半透明的玉简拿了出来。这枚玉简上面记载着亡灵的神道术功法，此术能够凝练出一个特殊的分身，分身与本尊可以分开修炼，
共同进步，且随时都能融合，战力暴增。如果他能够借此术凝练出一个分身的话，或许就能完美的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了。不过在此之前，他还得再做一件事情。朱晨 ，Dad 灵动兄弟，你之前说如果我们有需要，你会把自己的祖符借给我们，这话还算数吗？灵动当然算数，你现在就想借吗？朱晨，朱晨没有拐弯抹角，因为在灵动这种单纯的人面前，讲话还是直白一点比较好，不然对方听不懂就糟了。提示：灵动向你发来一件物品，祖符。灵动并未饰言，很快就把自己手里的祖符送了过来。灵动，朱兄，你用完记得还我，我现在修炼还得靠他。朱晨，放心，我很快就好。萧炎 ，Ned 灵动，灵兄，我现在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灵动，怎么了？萧炎，没什么，就是单纯的佩服你而已。妈呀！我记得这祖符是灵动兄弟的金手指吧？这么重要的东西，这家伙居然敢直接借人，这心可真大。萧炎替灵动狠狠地捏了一把冷汗，他没想到灵动这家伙竟然这么大方。功法神通之类的东西共享出去倒是没什么，因为给别人共享他们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但对方那祖符可是珍贵的特殊物品啊，要是借给别人，别人不还怎么办？难道他不知道现在这年头借钱的才是大爷吗？完美世界。朱晨在接下灵动送来的祖符后，立刻将那枚记载着神道术的玉简送了进去。是的，他就是想借助祖符的力量修复神道术，因为据他所知，这神道术也是一门残缺地功法。亡灵当年从战神殿获得的神道术，不过是前人拓印下来的残篇罢了。如果他能够修复神道术，然后再修炼完整地功法，那效果绝对会更佳。哗！随着朱晨祭出神道术玉简，祖符空间内顿时出现了一道道光影，神道术地功法内容开始在光影上显化而出。光影显化出来地功法内容要比玉简上的多了不少，显然这些通过祖符显化出来的内容才是完整版的神道术。没想到灵动那小子说的群主竟然这么年轻，真是后生可畏啊！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朱晨身后响起，怎么雕爷想换主人了？朱晨不动声色地笑了笑，他刚才进入祖符空间的时候就用神识察觉到了天妖雕的存在，所以对天妖雕的出现并不意外。不过话说回来，这天妖雕能借着祖符跨界而来，不知道萧炎身后的药老能不能做到。放屁，雕爷我可是很忠心的，呸呸呸，雕爷我可是很重情义的。灵动那小子虽然笨了点，但很合雕爷我的胃口，我可不会背叛他。天妖雕立起身子，一边打量着朱晨，手舞足蹈的比划道。朱晨没去理他，在将完整的神道术记录下来后，他便直接将祖符还给了灵动。朱晨，灵动兄弟，多谢你的祖符，你这份恩情我记下了。灵动，小意思，不过你用的好快，我还以为你要借个几天才会还我呢。朱晨，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很快就好。萧炎见朱晨跟灵动聊得火热，也跟着插了进来。萧炎，朱兄，你这话很容易让人误解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真的很快呢。朱晨自然知道这萧炎是在开黄腔活跃气氛，不过作为一个男人，他能允许别人说自己懒，说自己色，但唯独不能说他快，因为这已经是关乎到尊严问题了。为了惩罚一下萧炎，他直接把对方的老底揭了出来。朱晨，你一个偷摸女人还练春药泡妹子的猥琐男，也有脸说我？群里的人见萧炎还有这种癖好，顿时都鄙夷起来。灵动，萧兄，没想到你竟是这种人。亡灵 Dead 萧炎，你之前说自己是炼丹师，结果就是一个练春药的。韩立，韩某生平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人。之前韩某送你的那瓶灵液，你最好炼正金丹药，否则下次修药再得到灵液。漩涡鸣人，各位大哥，春药是什么东西啊？萧炎的天塌了，他刚才就是想跟朱晨开个玩笑，没想到竟因此引出了自己的黑历史。萧炎，大家不要听朱兄胡说啊，他这是在诽谤我，他诽谤我啊！为了维持自己在群里的人设，萧炎赶紧向灵动等人解释起来，自己以前是偷摸过薰儿，不过那时候他并没有非分之想，只是看那小丫头文文弱弱的，想要用斗气温养对方的身体罢了。至于炼制春药的事情，那不过是小说剧情里的内容，他如今连那个云韵和紫金翼狮王都没遇到呢，怎么可能会去炼那种玩意？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听完萧炎的解释，其他人对他的鄙夷这才缓和下来。萧炎，我今天在这里向大家保证，萧炎此生绝对不会去炼制春药，请大家相信我。呼，好险好险，差点人品不保。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有一副劫后余生的感觉。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紧张？是不是你那个聊天群里又发生什么事情了？一旁的大树上，药老的灵魂体正靠在那里，手里津津有味地翻阅着陡破文本。没什么，就是那个群主翻出了我的黑历史，还好我及时站出来解释清楚，不然我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萧炎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心有余悸地说道。药老继续看着手里的文本，你小子的黑历史确实不少，如果这本小说里说的都是真的，那你以后怕是艳福不浅啊。嘴里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的人是薰儿，结果呢？等一下，我先算算，小医仙、云韵，还有那蛇人族的。老师你别说了。萧炎直接打断了药老，义正言辞道，我喜欢的人只有薰儿，其他人都只是意外，
尤其是那云岚宗的云玉。既然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断然不会再与他产生纠葛。唉，药老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合上手里的斗破文本，随后轻飘飘地来到萧炎面前，一脸认真地说道：“其实为师觉得你应该要把自己知道的剧情利用起来，比如你可以先拿下那个云玉，然后想办法跟他成亲。这样一来，待3年之后，你那个未婚妻见到你，不但不敢跟你动手，还得跪下来喊你一声师母，岂不快哉？”各位读者爸爸，这本书马上就要上推荐 PK 了，大家要是喜欢这本书的话，还请追读一下，让我顺利晋级，拜托了拜托了。完美世界。朱晨在揭开萧炎的黑历史后，便直接关闭了聊天群，开始钻研起了那卷完整版的神道术。从祖父空间内修复地功法神通和从聊天群内下载地功法神通不一样，必须要自己领悟和研习才行。至于最后能够学会多少，就得看个人的天赋了。不过之前在下载那神道术残篇的时候，朱晨已经接受了亡灵对神道术的感悟和心得，其中还包含了对方在凝练分身时的经验。故此在研习这完整版的神道术时，他的进度可以说非常快，仅仅只是用了1天时间，朱晨便熟悉了凝练分身和融合分身的法门。而且作为完整版的神道术，他发现用这个神道术凝练出来的分身，在与本尊融合后的效果要远超残篇分身，甚至能将自身的修为直接拉升一个大境界。比如本尊和分身都为金丹后期，那么两者在融合之后，其修为可以瞬间暴涨到元婴后期，这就是完整版神道术的霸道之处。朱晨并没有隐瞒自己利用祖父修复神道术的事情，他再次打开聊天群，准备将完整版的神道术上传。不料下一秒，一个提示音突然弹了出来，警告：神道术不是完美世界地功法，您无法上传。看来在聊天群只能上传自己世界地功法，其他世界地功法只能修炼，无法重复上传。朱晨目光一闪，旋即立刻切换到了聊天页面。1天时间没来，群里依旧热闹非凡。朱晨看了一眼聊天弹幕，发现大部分都是灵动、萧炎，还有已经恢复英雄之子身份的漩涡鸣人在闲聊，而且3人的聊天话题正是他。事情的起因是他们发现了朱晨是个7、8岁的毛孩子。萧炎，我去，鸣人兄弟，你不会骗我吧？朱兄他真的只有7、8岁吗？漩涡鸣人，真的，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也很惊讶，不过他的实力是真厉害，一下子就把我们木叶村的团藏杀了，那可是和火影爷爷一样厉害的人物呢。漩涡鸣人，而且他在离开之前还特意飞到天上，直接喊话威胁了整个木叶村，连火影爷爷都被吓住了。如果不是他，我现在可能还是人人唾弃的妖狐，根本成不了英雄之子。因为朱晨昨天那霸气的跨界援助，漩涡鸣人现在已经彻底成了他的小迷弟。他发的每条弹幕中几乎都充斥着对朱晨的尊敬和崇拜。灵动雕爷上次回来也跟我说了，朱兄的年纪确实不大，这一点我也可以证明。萧炎，没想到我之前竟然一直在喊一个7、8岁的孩子朱兄。萧炎有些感慨，他本以为朱晨跟自己一样，也是一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不曾想对方居然只是个7、8岁的熊孩子，这也太离谱了。灵动，任何世界都是实力为尊，朱兄的实力比我们强，叫他一声朱兄，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萧炎，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总觉得怪怪的。灵动，你是不是还在怪朱兄昨天揭你老底的事情？萧炎，怎么可能？我萧炎又不是那种斤斤计较之人，而且我昨天已经自我反思过了，开玩笑也要有度，说一个男人速度很快，这确实是一个侮辱性的词。萧炎本来就是那种落落大方的人，昨天的事情他虽然一开始很尴尬，但后来跟群里的人澄清之后，他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了。这时鸣人又发来了一条信息：漩涡鸣人，对了，朱晨大哥他已经1天没说话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灵动，我听彪爷说他昨天好像是用祖父修复了一门功法，我估计他应该是在钻研那门功法吧。萧炎，我去，朱兄这么勤奋吗？看来我也不能懈怠了，我还有3年之约，必须要加油修炼了。朱晨跟王林虽然在聊天群里上传了一些不错地功法神通，但任何手段都是需要自身修为托底的，这一点萧炎心里非常清楚。昨天因为聊天群突然出现，他出于对跨界聊天的好奇，所以和灵动在群里聊了一整天。此刻听到朱晨正在钻研功法，他这才想起自己身上还背负着3年之约。朱晨身为聊天群群主都能这么勤奋，自己又岂能继续玩物丧志，荒废修炼？药老的成婚大计，他可不屑去做。灵动，那我也要去修炼了，我身上也有大仇未报。萧炎，林兄，我发现自己跟你很聊得来，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灵动，当然，不然我也不会跟你聊这么长时间了。萧炎，哈哈，咱俩这么投缘，说不定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呢。对了，你下次找那琳琅天报仇的时候，记得叫上我，我去给你镇场子。这2人昨天在群里聊了很长时间，彼此都谈及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萧炎已经知道了灵动的童年经历和家庭变故，而灵动也能体会到萧炎当年被退婚时的无奈。正是因为如此，2人才相识1天，就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타觉。灵动，那你下次上云岚宗的时候，也记得喊我一声，我别的不会，我会帮你。萧炎，我去，朱兄这么勤奋吗？看来我也不能懈怠了，我还有3年之约，必须要加油修炼了。朱晨，跟王林虽然在聊天群里上传了一些不错地功法神通，但任何手段都是需要自身修为托底的，这一点萧炎心里非常清楚。昨天因为聊天群突然出现，他出于对跨界聊天的好奇，所以和灵动在群里聊了一整天。
打架一定全力以赴。萧炎，好，一言为定。灵动，一言为定。两人说完就准备下线去修炼。就在这时，朱晨的弹幕突然出现在了群里。朱晨 ，dead 亡灵，我昨天用灵动兄弟的祖符修复了你的神道术，发现可以将完整版的神道术还原出来，你下次也可以试试。亡灵，此话当真？朱晨，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反正我已经成功了。不过那完整版的神道术只能在祖符空间观摩记录，无法拓印，学会了之后也无法上传到聊天群。我准备去寻找凝练分身的材料了，上来就是通知你一声。亡灵，多谢朱道友告知。亡灵说完便将2份凝练分身的材料发给了朱晨。亡灵，王某不喜欢欠人人情，这2份材料是王某当年凝练分身时用剩下的，你且拿去吧。朱晨，谢了。朱晨眉毛一挑，毫不客气地接下了那2份材料。这王麻子倒是大方，自己不过是上来告诉了他神道术能被祖师修复的消息，他就直接送了2份凝练分身的材料。看来能在修仙世界疯狂舔包的人，还真的个个都是大款啊！漩涡鸣人，朱晨大哥，你回来了呀！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出现，鸣人顿时激动坏了，连忙发言和朱晨打起了招呼。管朱晨叫大哥这个想法是他昨天想了很久才决定的。他觉得自己的年龄虽然比朱晨大，但朱晨的行事作风却比自己沉稳多了。再加上朱晨昨天还特地跨界过来救了自己，自己叫对方一声大哥，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朱晨，鸣人啊，怎么样？现在木叶村没人欺负你了吧？朱晨也适时地问了一下鸣人的情况。火影位面低，世界等级虽然很低，但是他们的忍术中却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技能，比如影分身、替身术、轮回天生之术，还有医邪纳奇。这几个忍术，即便是放在玄幻修仙世界，那也是极强的术法神通。关键是看怎么用，跟鸣人打好关系，兴许可以从对方身上弄到这些技能。漩涡鸣人，没有，火影爷爷现在已经恢复了我英雄之子的身份。现在村子里的人虽然还是很害怕我，但是已经不再敌视我了。我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对了，我刚刚听你们在说什么分身，这个我很擅长啊。你们要是想学的话，我可以上传给你们。鸣人大方地说道。他昨天闲来无事，一直在群里翻看前面的聊天记录，对聊天群能上传功法这件事情，他现在也已经知道了。他甚至还下载了朱晨几人上传的那些功法，只不过查克拉的能量等级太低了，他修炼出来的东西根本无法和朱晨几人相比。朱晨，这感情好啊，你就把自己最擅长的影分身和替身术上传到群里吧。朱晨没想到这憨小子居然好说话，自己都还没提这件事呢，他就主动送来技能了。漩涡鸣人，好，那我马上传。鸣人也是非常爽快，说干就干。几秒钟后，提示漩涡鸣人上传了多重影分身之术，提示漩涡鸣人上传了替身术。萧炎，鸣人兄弟给力。灵动，还好我刚刚没下线。寒力，影分身，莫非是身外化身之术？亡灵，此术竟然能一次性算出这么多身外化身。唐三，这个分身技能不错。众人看到有人上传新技能，立刻下载了下来。朱晨也下载了。漩涡鸣人在火影里用影分身，一招先吃遍天。他对影分身使用心得和感悟，甚至已经超越了开发这个技能的千手飞剑。朱晨等人在下载完后，立刻就掌握了多重影分身精髓，而且因为每个世界能量体系不同，他们分出来的影分身作用也要比漩涡鸣人施展出来的影分身更强。不过对韩立来说，那替身术的作用却是要远远大于多重影分身，因为有了这个替身术后，他发现自己的保命手段又多了一个。作为对鸣人的回馈，韩立也是大方的赠送了他一瓶灵液。然而某人看到韩立把自己的灵液在群里送了一个遍，却唯独没有送给自己，顿时坐不住了。唐三带韩立，韩立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忘记了？韩立何事？唐三可在下也是聊天群的一员，希望韩立兄弟能一视同仁。韩立，唐道友有话还请直说。唐三抽了抽嘴角，这才继续发言。唐三在下的灵液呢？他本来是想旁敲侧击的提醒韩立一声，不料韩立根本不吃他这一套，因而他只能厚着脸皮直接开口讨要了。别人都有的东西，唯独他没有，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然而韩立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直接把唐三的脸都憋红了。韩立，韩某何时说过要给你灵液了？群里的其他人看到唐三吃瘪，顿时都笑了。灵动，笑死人了。唐三，我们大家可是都在群里做出贡献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但别人要是想借我的祖符，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借了。灵动，你再看看你自己，朱兄他们上传地功法神通，你是一个也没落下，全部都下载了，可你自己却一点贡献都没有。韩兄他又不是眼瞎，怎么可能会赠你灵液？灵动，哦对了，说起韩兄送的那瓶灵液，奈原力是真的浓郁，我用露水稀释了好几遍，吞服之后竟也令我的修为增长了不少。唐三之前嘲讽过灵动，因此现在看到唐三被韩立区别对待，灵动也是最开心的一个。而作为灵动的好兄弟，萧炎自然也没有闲着。萧炎，唐三兄弟，同为穿越者，我本来应该站在你这边的，但是你现在做出来的事情着实有些不妥，我萧某人生平最瞧不起的就是你这个光吃不吐的家伙了，希望你能好好反省一下。朱晨 dead 唐三，你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朱晨也是毫不客气地附和了一句。斗罗世界的那些魂技他虽然都看不上，但唐三这种光吃不吐的行为确实令他反感。漩涡鸣人，朱晨大哥说的对，你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你看连我都给群里做贡献了，你是怎么好意思白拿的？看到朱晨也在教育唐三，漩涡鸣人也紧跟着发了一条。王林跟韩立虽然没有在群里说话，但他们心里对这个叫唐三的群友也已经失望透顶，这种人根本不配成为他们的群友。斗罗世界，史莱克学院南侧，可恶，这些混蛋竟然敢这么说我！看到灵动等人发来的弹幕，正在蹲坑的唐三差点气得把刚拉出来的东西缩了回去。昨天晚上他已经去找玉小刚亲自验证过自己的身世了，现在的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是昊天宗的少宗主，因而心性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变得更加高傲了。早上看到戴沐白，他甚至都不屑叫对方戴老大了，直接叫了对方一声沐白，因为在他眼里实力才是地位的象征。而他现在不仅仅是天下第一宗昊天宗的少宗主，未来更是会成为海神和修罗神的双神位继承者，注定举世无敌。对方区区一个星罗帝国的皇子，根本不配成为他的老大。然而此刻唐三怎么也没想到，灵动和萧炎这些人竟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凡唐门弟子不可轻易招惹是非，但如有主动侵犯者，须以雷霆还之。这些人欺我太甚，有朝一日我唐三定要让他们为自己今天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有些人就是这样，一边喊着自己绝对不会走小说后期的路线，想要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结果在看到自己以后会成为荣登双神位的神王后，心中那股高人一等的傲气顿时就抑制不住地展露了出来。此刻的唐三虽然还没有成为神王，但却已经将自己当成了未来的神王，王不可入，这是他现在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不过连活两世，唐三也是一个懂得隐忍的人。当年他在唐门为了偷学玄天功、玄玉手、紫极魔瞳、控鹤擒龙、鬼影迷踪、暗器百解等等一系列功法图鉴，可是归在人后做了好几年的瘾君子。为此他现在虽然记恨羞辱自己的灵动等人，但却并没有立刻跟他们撕破脸皮。君子报仇10年不晚，更何况这些人身上确实有不少好东西，现在跟他们闹掰绝非明智之举。想到此处，唐三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怒火。随后他也在群里发出了一条弹幕：唐三，诸位可能是误解我了，我唐三绝非你们嘴里说的那种只吃不吐的卑鄙之人，我身上的确有不少绝学，但家师曾经叮嘱过，那些绝学都是宗门之谜，必须要用命去守护，绝不可外传。唐三，不过今天为了自证清白，我愿将本门一项绝技献出，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在思索片刻后，唐三果断将控鹤擒龙这项唐门绝技上传到了聊天群。唐三，这控鹤擒龙乃是唐门内外兼修的无上绝学，此术一共分为2部分，分别是控鹤功和擒龙功，讲究的就是一个掌控以及对魂力的运用，可4两拨千斤，化攻击于无形，修至大成，能凭空抓住目标，控制目标。学会此术，不亚于拥有了2个超级魂技。唐三自信满满的解释道，他这控鹤擒龙虽然比不过朱晨上传的那个朱雀宝术灵活多变，但作为唐门的不传之秘，此术的威力也是极强，尤其是在控制方面更是绝顶。他觉得像萧炎和灵动这种初入修炼之途的菜鸟，绝对会被自己这门绝技拍案叫绝，说不定很快就会跑来找自己认错，从此以后对自己刮目相看。是的，他就是想借此术在群里立威，他要让群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唐三不是任何人能够招惹得起的。萧炎见唐三把控鹤擒龙介绍的这么牛逼，也是很快下载了下来并加以实践。不过这个控鹤擒龙的威力却是让他大失所望。萧炎，你这什么破玩意，威力还比不过我的西掌呢？你确定这是你们世界的超级技能？唐三，你一个刚刚开始修炼的菜鸟懂什么？控制技能的优势在于绝对的控制领域，你见过哪个控制技能是带有很强的破坏力的？唐三真是要被气吐血了，自己拿来立威的唐门绝学，此刻居然会被一个刚刚才踏足修炼之途的小鬼说的一文不值。如果不是怕朱晨再送自己一个禁言套餐，他高低都要问候一下萧炎的家里人，真是岂有此理。不过生气归生气，但唐三并没有把萧炎的话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眼里，像萧炎跟灵动这种刚刚开始修炼的菜鸟，根本没有资格对自己的唐门绝学评头论足。还有那个便宜群主朱晨也是，对方的朱雀宝术虽然威力不凡，但宝术强并不代表实力强，毕竟对方上次也说过自己才刚刚开始修炼，修为境界还停留在第1层，估计实力也强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自己一个蓝银缠绕就能干掉他了。就在唐三思索之际，王林和韩立也在群里相继发了言。王林，你这控鹤擒龙怎么感觉跟王某在炼气期时学的引力术差不多？韩立，昂前辈所言甚是，在下也是这么觉得。韩立虽然没有学过王林说的引力术，但同在修仙世界，类似的灵力牵引之术他也学过，所以对唐三上传的这个控鹤擒龙，他的评价只有4个字：不学也罢。唐三冒号2位，你们说的炼气期是你们那边的第几层修为境界？王林和韩立是群里少有的2位能让唐三看得上眼的人，此刻见到这2人也在评价自己的
控鹤擒龙，他立刻站出来给予了回应。然而王林和韩立的回答却是让他当场愣在了原地。王林炼气乃是修仙者的入门阶段，引力术则为炼气期的入门法术。实不相瞒，以这所谓的控鹤擒龙之术，恐怕连引力术1/10的威力都比不上。韩立列下觉得这门功法更像是凡人用内功修炼的武技，只不过他可以用灵气发劲，故而有了一丝威能。若是放在修仙界，怕是难登大雅之堂。王林，你的评价很中肯。唐三，以后这种东西你就不要上传了。王某这段时间还要闭关，没时间去下载这些垃圾。已经是化神期的王林本不会因为这种小事特意去艾特一个人，但是这次唐三的做法实在是让他深感不耻。明明只是一个凡人都能修炼的武技，却被对方吹得天乱坠，这不是在拿他们当猴子耍吗？萧炎的那本焚诀虽然也不怎么样，可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修士来说还是有点可取之处的。而唐三的这本控鹤擒龙简直是一无是处，他要是想学这种东西，随随便便去一趟一级修真国就行了，要多少有多少，还用得着在这跨界聊天群里下载。灵动唐三，听到了没？以后这种垃圾货色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见大家都在评价唐三上传的控鹤擒龙，灵动也连忙跟着附和了一句。他现在有祖父和雕爷在，一般的武学早就已经入不了他的法眼了，更何况是一个出自玄幻地砖世界的辅助技能。而朱晨此刻更是连评价都懒得评价，直接退出聊天群去凝练分身了。这些人欺我太甚。看着灵动等人发来的弹幕，唐三不禁勃然大怒。他觉得韩立肯定是不想给自己灵业，所以才故意贬低自己的控鹤擒龙的呢。至于灵动那些人，要么是在故意针对他，要么是看到韩立贬低他的唐门绝学后，为了下次再从韩立身上索取灵业，所以才对韩立趋炎附势，满口胡言。这些混蛋，等我下次成就神王之位，定要让你们追悔莫及。唐三咬牙切齿，越想越气，他握紧双拳，体内的魂力开始如汹涌的浪潮般暴涌而出，恐怖的气浪翻滚，竟将南侧的门直接震飞了出去。我去，是谁在里面啊？拉个屎都能把门崩飞。奥斯卡此刻刚好提着裤带跑进来上厕所，差点被那扇弹飞出去的侧门撞到。糟糕，有人来了！唐三来不及擦拭，连忙夹断末端，提起裤子，若无其事地从单间里走了出去。小三，你怎么在里面？刚刚那个拉屎崩飞侧门的人该不会是你吧？奥斯卡看到唐三从南侧走出来有些意外，连忙询问了一句。我最近等级有所突破，刚才推门的时候没把控住力道。唐三随便编了个借口，旋即话锋一转，用冷漠的语气对奥斯卡道，还有，以后不要再叫我小三，你没那个资格。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南侧。小三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说话这么冲？望着唐三离去的背影，奥斯卡站在厕所门口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小奥，我刚刚听到一声巨响，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没事吧？这时正好在附近晃悠的戴沐白也赶了过来，奥斯卡连忙将刚才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告诉了他，同时还用肢体动作比划了一下唐三之前离开厕所单间时提起裤子的样子。戴沐白闻言神情微微凝重了些许，他拖着下巴分析道，小三最近确实是有些反常，早上我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竟然直接喊我沐白了。奥斯卡听后有些惊讶，不是吧？我记得他之前不是一直都喊你戴老大的吗？怎么一夜之间就直呼你名讳了？戴沐白没有说话，唐三直呼自己名讳，他倒是不会去计较，只是当时对方在看他的时候，那眼眸深处明显带着一种上位者俯瞰下位者时带有的神态，这种感觉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奥斯卡见戴沐白沉默不语，便又凑上来继续问道，戴老大，你说小三他会不会是跟小五分手了，所以才会这样的？我以前被人拒绝的时候心情也会很差。别胡说，小三跟小五的关系很好，我早上就是看到他从小五房间里走出来的。戴沐白神色凝重的呢，难道我想应该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小三的压力太大，所以才会如此反常。我们大家是兄弟，这个时候更应该要陪在他身边。戴沐白的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奥斯卡此刻的注意力却是放在了另外一件事上。我去，小三跟小五这就睡在一起了，他们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我跟蓉蓉可是连手都没牵过呢。奥斯卡羡慕坏了，他们史莱克7怪除了经常去外面叫鸡压制邪火的胖子外，其他人都是情侣，可是这3对情侣当中，唯独他跟宁荣荣的发展进度最慢。小三跟小五经常当着他们的面搂搂抱抱，就差现场直播了。戴沐白就更不用说了，这货经常跟朱竹清跑去学校后山的小竹林幽会，美其名曰提升默契度、磨合武魂融合技，但谁都知道他们两个在那里干什么，唯独他想要靠近宁荣荣一点，都会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两人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像是情侣，反倒是更像舔狗与捞女之间的相互救赎，实属惨的一逼。唐三上传垃圾功法的事情在聊天群里只是一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其他人的情绪。只不过唐三下线之后，大家的注意力便全都放在了灵动身上，因为朱晨之前的提醒，大家现在对他那块祖符都有了很大的兴趣，尤其是韩立，他现在身上修炼地功法都是残缺不全的残篇，就连主修的清源剑诀也少了最后5层，
以及威力最大的2种剑阵。虽说那后5层对应的修炼境界是化神到炼虚后期，对现在的他来说还为时尚早，但韩立本来就是喜欢那种未雨绸缪的人。以前不知道清源剑诀还有后5层也就算了，但是现在知道了，他心里面总感觉空落落的，没有安全感。于是在跟灵动相互聊了一会后，他就厚着脸皮打起了对方祖符的主意。韩立 get 灵动，林道友，你的祖符可否借在下一用？灵动，没问题，我之前说过，你们谁想借都可以找我开口，除了那个唐三。灵动也是爽快，毫不犹豫的就把祖符丢了过去。而他直爽的性格也是受到了亡灵的赞许。他修仙400余载，一生杀戮无数，也被很多人算计过，身边能够相信的友人可以说屈指可数。如今在这个聊天群里能够结识到朱晨和灵动这些人，让他那估计清冷的修仙生涯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温度。他很喜欢这种感觉，因而在心里也开始珍惜起来。而另一边，在拿到灵动送来的祖符后，韩立也是立刻开始修复起了清源剑诀和大眼诀。在祖符的帮助下，他成功修复了清源剑诀，获得了此术最后5层的修炼方式，以及其中所记录的春离剑阵和清盘剑阵。不过这2个剑阵跟大庚剑阵一样，上面都被下了禁制，只有到了相应境界才能参悟其中神通的描述，哪怕是祖符修复出来的影像也同样无法立刻参悟。为此，韩立只能拿出玉简，用指尖灵力一点一点地将祖符还原出来的剑诀影像刻录下来。在他眼中，祖符毕竟是别人的东西，迟早是要还的。而这清源剑诀内设有禁制，须得多次参悟才能领会其中奥秘，用玉简刻录下来，带在自己身边，能够随时观摩，这样才有安全感。与此同时，完美世界就在韩立忙活的时候，朱晨也开始用亡灵给的材料，专心凝练起了神道术的分身。亡灵当年修炼的神道术是残篇，因而他修炼出来的分身也有着一定缺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寿元问题。神道分身一开始的寿元只有半甲子，也就是30年，只有分身修为突破至元婴，方能将寿元继续延长。而朱晨此刻凝练的是完整版的神道分身，并不存在寿元短缺的问题，只要本尊不灭，分身就能一直存在。其次是修为上面的限制，残缺版本的神道分身凝练出来之后，修为会百不存一。亡灵曾经的神道分身在诞生之时，本尊修为都已经结丹了，可分身却只有炼气3层，由此可见一斑。但完整版的神道分身则没有这样的限制，本尊修为是什么境界，凝练出来的分身就是什么境界。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修为越高，凝练分身的难度就越大。不过朱晨并不用担心这个，他现在的修为才般血境，有亡灵对神道分身的心得感悟帮助，他凝练这神道分身的难度并不大。然而就在朱晨以各种天才地宝凝练神道分身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变故却是悄然发生了。只见先前那滴已经被他炼化过的盘古精血，居然从他的眉心深处自己飞了出来，然后主动融入了那具神道分身体内。紧接着，一股恐怖到令人窒息的血气顿时从那具分身体内扩散了出来。怎么会这样？朱晨掐动诀印，连忙检查起这具神道分身的情况，结果却意外发现，这具分身竟然已经跟那半滴盘古精血彻底融合了。他用完整的神道术成功炼制出了一具可以和自己融合的神道分身，只是因为那半滴盘古精血的意外出现，让这具神道分身发生了变异。跟普通的神道分身不同，这具分身没有一丝神通之力，但体内却蕴含着一股惊人的血气，肉身力量更是强大到令人发指。更离谱的是，他跟朱晨本尊一样，也能继续通过吸收灵气强化肉身，而且因为舍弃了神通之力的关系，他吸收的天地灵气全都反哺到了肉身上面，让肉身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了。我之前只是用那滴盘古精血息骨断体，激发了自己的无限潜力，没想到这分身竟然跟剩下来的那半滴盘古精血彻底融合了。朱晨只是思索了片刻，便明白了其中缘由。不过这样更好，盘古精血蕴含的能量太过恐怖，他根本吸收不了，滞留在体内时间久了，反倒会成为一种隐患。现在这具分身替他消化了剩下的一部分，倒是无意间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以后这具分身可以作为纯肉身力量的容器修炼，专门研究力之大道。待日后肉身之力修炼大成，跟本尊融合，就等于是完整的继承了盘古的力量。只是这具分身以后怕是不能再叫神道分身了，得叫肉道分身。这个名字不错。与此同时，几十里外的一片岩浆地带竟然是灵身。圣子殿下才不过般血境，怎么可能修炼出灵身？圣子殿下身怀太古朱雀血脉，继承了完整的朱雀传承，绝非我等能比。他定是用了某种传承秘术凝练出了这道灵身。不愧是圣子殿下。守在暗处的那几个火国强者在看到朱晨凝练出一具灵身后，顿时都惊呆了。分化灵身，那可是只有尊者境强者才能做到的手段，没想到朱晨在般血境就做到了。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恐怕会在荒域乃至整个下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此间事了，我也该突破了。荒域大劫将至，朱晨自然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般血境，他准备开辟洞天了。不过在此之前，
他得先去找一个安静的闭关之地。毕竟肉道分身需要静心吸收天地灵气，锤炼肉身，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不行。其实朱晨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中意的地方，就是火国都城火神树内的那间密室。那间密室乃是火国圣皇的安息之所，整个火国能够进入其中的只有2人，一个是火皇，一个就是他。火皇是他未来的老岳父，肯定不会加害于他。另外，那密室里的黄金古棺下面还封着一片神秘的上古战场。火国有难之时，那上古战场的英灵会显化守护火国，有招法阵守护，分身在那里修炼，绝对安全。想到此处，朱晨便不再迟疑，他心念一动，直接和分身融合，随后背后幻化出一对朱雀羽翼，双翅一震，瞬间化作一道长虹，消失在了天边。回到火国都城后，朱晨马不停蹄，径直朝火神树的根部飞驰而去。葬着火国圣皇的那口黄金棺材就摆在火神树根部，那里有一扇朱雀池炼制的门户，进入其中便是圣皇密室。然而，就在朱晨来到火神树面前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却是突然从他身后响起。朱晨停下脚步，回头看去，只见一身龙袍的火皇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自己身后，对方的肩膀上此刻还站着一只肥嘟嘟的红羽小鸟，正是火国的祭灵朱雀。这只朱雀并非纯种的太古朱雀，只是拥有一丝朱雀圣血的朱雀后裔罢了。朱晨从小就管他叫愤怒的小红。陛下找我何事？朱晨看向火皇问道。你的修为。火皇一脸诧异地打量着朱晨，心中大为震惊。这小子此刻的修为明明已经突破了斑血境，为何我在他身上没有感受到洞天神环的气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陛下，我想找个地方闭关，提升境界。朱晨的声音打断了火皇的思绪。火皇回过神来后，立刻欣慰地摸了摸长须，道：好，看来你终于想通了。既如此，那本皇这就为你寻一处闭关之地，让你安心开辟洞天。洞天境在他眼中虽然依旧是蝼蚁，但朱晨有着最纯正太古朱雀圣血，只要对方勤奋修炼，假以时日，必定能够登顶尊者绝巅，说不定还能在这法则不全的下界点燃神火，成就真神。到那时候，他就可以放心的将自己的女儿和火国的万千子民交给对方了。不用，我自己已经找好闭关的地方了。朱晨直接拒绝了火皇的好意。火国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圣皇密室，还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加安全的呢？你小子该不会是想去火神树里的密室吧？这时，站在火皇肩上的小红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开口提醒道：那里面可是藏着一个很危险的东西，你最好不要去那里闭关。朱晨自然知道小红说的是第三杀阵，不过他并不担心这个。第三杀阵和那片上古战场都被那口葬着火国圣皇的黄金棺材封印着，只要他不去动那口黄金棺材，就不会有事。你们放心，我自有分寸。朱晨对火皇和小红点了点头，随后不再言语，当即转身飞进了火神树根部，消失在了那里。你一个7、8岁的小屁孩，能知道什么分寸？小红十分不爽地嘟了嘟嘴。话虽如此，但他那张鸟脸上却是罕见地露出了一丝担忧之色。朱晨跟火灵儿曾经去过火国祖地，可以说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可不想看到这小子出事。朱晨这孩子从小就稳重，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火皇对朱晨倒是非常放心，他深深地望了一眼朱晨消失的方向，旋即转头看向小红，沉声问道：你这次从祖地出来，是不是荒域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对。说起这个，小红的神情突然变得凝重起来，她扭头望向石国所在的方向，开口说道：荒域的苍莽山脉最近离火滔天，鸟鸣贯穿九霄，这是异宝即将现世的征兆，我想过去看看，若是能够将那件异宝抢来，或许可以对朱晨这小子以后的修炼有所帮助。火皇目光微微一凝，需要我帮忙吗？小红摇摇头，不用，朱晨闭关需要有人守着，你还是待在这里替他护法吧，区区一件异宝，以我的本事很快就能拿到手。说完便扑腾着他那对小肉翅飞向了空中。然而就在小红遁入空中的那一刻，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凤鸣声响起，只见他的身体顿时化作了一头如山峦般大小，身上披着赤火羽翼，威风凛凛的朱雀神鸟。大劫将起之际有异宝现世，也不知道是福是祸。火皇望着小红遁走的方向，叹了口气，随后也转身回到了火皇宫。不过他的一缕神念却是留在了此处，若是这里发生什么情况，仅凭这一缕神念，他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与此同时，火神树内的圣皇密室中，朱晨已经开始了修炼。他让分身盘膝入定，开始静心沟通天地，吸收万物灵气，锤炼肉身，而自己则是随便找了一个角落，席地而坐，开始感悟起了这方天地的秩序和法则。在完美世界，修士若要开辟洞天，必须要在体内或体外开辟出一方天地，即洞天。洞天可以是一个通道，净土或世界，用于沟通无垠虚空，夺取天地造化。洞天的数量越多，则修士的修为越高。随着朱晨进入感悟状态，很快一个金色的洞天虚影便在他的眉心处缓缓凝聚了出来。当这个洞天彻底显化的那一刻，朱晨身上的修为气息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刻，朱晨终于开辟出了洞天神环，成功踏入到了洞天境。然而这还没完，当第一个洞天完全显化之后，他的额间竟又渐渐出现了一个金色的神环虚影。给我开！朱晨一声暴喝，那个神环虚影
开始快速凝实，最后彻底出现在了他面前。第二个洞天显化了。若是换成别人，在突破斑血境时能够一口气开辟出2个洞天，肯定会欣喜若狂。但朱晨此刻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10号能够一口气开出3个洞天，而他却只能开出2个，这不是说他不如10号吗？看来没有原始真解还是不行啊。朱晨有些不甘地叹了口气。原始真解是大道的载体，蕴含着对修炼本质、天地规则和大道治理的深刻阐释与理解。10号能够在突破斑血境时一口气开辟出3个洞天，就是因为修炼了原始真解。如果他也修炼了原始真解，修炼速度定然可以变得更快。砰砰！就在这时，在他身前环绕的那2个洞天神环突然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好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牵扯着他们，想要将他们脱离出去。怎么会这样？朱晨脸色大变，他环顾四周，最后将目光落在了那具肉道分身上面。他能感受到自己刚刚开辟出来的这2个洞天，竟然跟这具分身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联系。是因为盘古精血的关系吗？朱晨眸光闪动，好似明白了什么。这具分身是由他体内分离出去的那半滴盘古精血所化，而这2个洞天也是从他体内凝练出来的东西，两者之间必然有着一定的关联。既然你们想要构建联系，那我就让你们构建。朱晨冷哼一声，果断放开了对洞天的控制，让他们自己飞向了分身。毫无意外，失去了束缚，那2个洞天几乎是瞬间融入了分身体内，没有一丝阻碍。但很快，朱晨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奇怪，洞天已经融入分身体内了，为什么我跟他们的联系还在？而且他双手掐诀，试图沟通那2个洞天。下一秒，只见那2个跟分身相融的洞天竟又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只不过再次显化的这2个洞天已经不再是金色的了，而是妖异的红色，跟血一样。而且洞天外面还被赋予了2个耀眼的神环，2个洞天紧紧相连，宛若一体。洞天神环，这朱晨喜出望外。10号的洞天在经过数次蜕变后才练出神环，没想到他这2个才刚刚开辟出来的洞天，居然就出现了神环。而且这2个血色洞天上面散发出来的气息，要比他刚才开辟出来的金色洞天强了无数倍。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一次的洞天交融，他竟发现那具分身似乎变成了一个类似元神的存在。他可以直接将对方放进自己的洞天世界，对方虽立身于洞天世界，但依旧可以吸收外界的天地灵气，淬炼肉身。没想到这个神道分身居然被我练成了一个类似元神的存在，而且这2个洞天神环似乎跟这分身也产生了一丝联系。朱晨目光一凝，旋即握紧右拳，在2个洞天神环的加持下，一拳轰出。砰！随着一阵刺耳的音爆传开，他身前的虚空竟然剧烈的震动了一下，拳劲所过之处，空间都出现了明显的扭曲感，好似随时都会崩裂。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拳风从他的拳头上呼啸而出，径直撞在了几10米开外的密室墙上。轰的一声巨响，尽管有招法阵保护，这间圣皇密室连同上面的那棵火神树，竟也出现了一阵微弱的震感。因为神环交融，分身的力量也被传导了过来吗？仅仅只是传导过来的力量，就已经能够打出这般惊人的威势，这要是彻底融合，怕是力量还会变得更加恐怖。朱晨收回拳头，眼中不禁露出一抹欣喜之色。他本以为自己只是开了2个普通的洞天，没曾想因为那低盘古精血的影响，这2个洞天居然极尽升华，演化成了2个拥有无上力量的神环洞天。更重要的是，由于分身立于洞天之内，现在的他即便不融合分身，也能借助一些分身的肉身力量。不过洞天境终究是洞天境，修为还是太弱了。他现在的年纪跟10号差不多，10号在荒域大劫的时候修为只是列阵境，若不是柳神守护，对方在那些上界教主面前也只是蝼蚁罢了。而他没有柳神守护，若是想要在那场荒域大劫中活下来，只能靠自己。看来原始真解必须要尽快弄到手，这样修炼速度才能提升上来。其次是多子多福系统，柳神这样的仙王巨头，以我现在的实力肯定是吃不消的，但是别的女修或许可以尝试一下了。朱晨沉默良久，随后将分身收入洞天，转身离开了密室。与此同时，火皇宫内，就在朱晨一拳撼动火神树的那一刻，正在指导火灵儿修炼的火皇似有所感，脸色不由得变化了一下。圣皇密室里的防护阵法怎么受到冲击了？因为担心朱晨出事，他立刻拉起火灵儿的手，消失在了原地。几息之后，火神树外一道通天光柱轰然落下，光柱之中，神色凝重的火皇带着火灵儿从其内迈步走出。恰好这时，已经开辟完洞天的朱晨也从圣皇密室中走了出来。朱晨，刚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圣皇密室内的防护法阵会受到冲击？火皇目光炯炯地盯着朱晨，询问道，语气中既有质问又有担忧，仿佛是一个父亲在责备自己那顽皮的孩子。抱歉，我刚刚突破修为，在里面试了一下宝术的威力。朱晨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他刚刚就是想随便打出一拳，看看拳头上面蕴含的力量有多大，哪曾想那一拳竟轰出了拳风，撼动了守护圣皇密室的法阵。得亏那个法阵是对外防御的，不然他可就惨了。见朱晨已经突破到洞天境，火皇也没有再去责怪他，而是用气息感应起了他的洞天数量。刚突破修为就连续开了2个洞天，不错，连开2个洞天就不错了。
真是没见过世面。朱晨忍不住撇了撇嘴。火灵儿听到朱晨已经是动天境了，那张稚嫩的小脸上顿时露出了无比惊讶的表情。他急忙小跑过来，抓起朱晨的胳膊捏了捏，然后又绕到他身后仔细的打量道：“朱晨，你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怎么这么快？是不是父皇他又给你什么好东西了？快说！”火皇陛下确实给了我不少帮助。朱晨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火皇这几年对他的照顾，他一直铭记在心，绝不会忘。因此，为了报答对方，他已经决定，就算以后自己身后会跟着很多女人，他的女儿火灵儿也将会是正宫之首。火皇，我谢谢你。哼，我就说嘛，本公主天赋绝艳，而且也同样身怀朱雀血脉，要不是父皇将资源都给了你，本公主也早就已经是动天境了。火灵儿又迈着小脚绕到了朱晨面前，双手环胸，用一脸不服的表情看着朱晨说道。朱晨知道这丫头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自然不会在意。事实上，火皇对自己这个女儿也是十分疼爱，他曾经也给过火灵儿很多东西，可这丫头在拿那些东西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这个朱晨有吗？如果朱晨已经有了，他才会拿，但要是朱晨没有，他就会故意找各种借口嫌弃那个东西，然后让火皇拿去给朱晨。对此火皇也是非常无奈。那这个给你。朱晨过去抓住火灵儿那粉嫩的小手，然后将一瓶金参液放在了他的掌心上。金参液，这不是父皇给你的吗？你怎么送给我了？不行不行，这个我可不能要，父皇会打死我的。火灵儿满脸惊讶，急忙又把金参液塞回了朱晨手中。朱晨淡淡一笑，我现在已经是动天境了，金参液对我来说用处已经不大，倒是你现在还在搬血境，这东西对你的用处应该会更大。说完又把金参液递到了火灵儿手中。看着珍贵无比的金参液此刻被这两小鬼递来递去，火皇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了几下。这金参液要是放在外面，那可是能被无数人争抢的宝贝，没想到自家这两个小鬼还嫌弃起来了。其实金参液对任何境界的修士来说都是能够起到淬炼肉身的效果的，但朱晨现在已经有肉道分身在替他不断用天地精气磨砺肉身了，效果要比金参液强了无数倍，故此才舍弃了金参液。在朱晨的坚持下，从来不舍得用好资源的火灵儿终于是接下了那瓶金参液。接着朱晨又拿出焚诀送给了火灵儿，这焚诀乃是斗破世界最顶尖的地级火系功法，火灵儿修炼的正是火系神通，这东西对他来说能够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朱晨自己也修炼了焚诀，而且他已经将体内的朱雀神火引入了焚诀当中，将焚诀的等级从黄阶低级提升到了天阶低级，灵力直接暴涨了一大截。显然他天生的朱雀神火威力已然超过了斗破世界的大部分异火，否则的话这焚诀的等级也不会一下子提升这么多。荒域只是下界8大牢笼里的其中一域，天地规则不全，资源更是有限。焚诀在这里虽然算不上什么顶尖功法，但由于其能吸收神火进阶的特性，依旧是让火灵儿和火皇大吃了一惊。这对父女怎么也没想到，朱晨手里居然还藏着这种好东西。抱歉啊，大家，昨天不小心写了个毒点，我自己也是糊涂了。多子多福怎么能让分身上呢？我真是该死。现在已经修改了，主角不修分身了，改修元神。然后主角意识到自己的修炼速度还是太慢，要开始干正事了。知错要改正，挨打要立正。感谢今天那位读者爸爸的提醒，今天这一章早点发，顺便跪求一波推荐票和月票，谢谢大家。陛下，我想去荒域的苍莽山脉历练一番，你的天马车能不能借我一用？朱晨在跟火灵儿介绍了一会修炼焚诀需要注意的事情后，便是立刻进入正题，向火皇讨要起了对方的座驾。拿到原始真解是他眼下最迫切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他准备去一趟石村，看看能不能从那石云峰手里借原始真解一关，顺便探望一下未来的柳神大老婆。不过从火国去苍莽山脉路途遥远，自己飞过去太累也太费时间，搞不好还会遇到一些难以对付的凶兽，因而朱晨便将主意打到了火皇的天马车上。火皇的天马座驾能够日行36000里，迅如疾雷，关键是还有一个宽敞的车厢，坐在里面不要太舒服。以前去火国祖地的时候，他跟火灵儿就是坐着这个座驾去的。你说什么？你也要去苍莽山脉？火皇听到朱晨要去苍莽山脉，还以为他也要去那里抢夺一宝，立刻提醒道：你的修为虽然已经突破到了动天境，但我听纪灵说，这次去那里争夺一宝的太古生灵实力都很强，以你现在的修为，过去无异于自寻死路，此行万万不可。他的语气异常坚定，说是提醒，但实际上就是在警告朱晨，以他如今的修为，去那里就是送死。然而在火皇嘴里听到一宝这2个字后，朱晨却是瞬间明白了一切。苍莽山脉的一宝，那不就是至尊殿堂的传承吗？他之前还在奇怪，小红那家伙以前一直都是待在火国祖地的，怎么这次突然跑到火国都城来了？原来原因在这里。看来现在的时间线已经到了4大凶兽争抢山宝的时候了吗？朱晨偷偷地看了一眼火皇，他知道自己这位准岳父性格谨慎，肯定不会自己去涉险，于是他便以自己要去抓洋鱼修炼为由，需要火灵儿帮忙，拉着火灵儿就离开了。哎，孩子，
本皇不让你去，也是为了你好啊。最近苍蟒山脉附近群兽聚集，就连穷奇和朱燕娜等强大的太古凶兽都出现了。以你现在的修为，去那里绝对十死无生。以火皇的老谋深算，自然清楚朱晨心里的小算盘是怎么打的。不过他并不担心朱晨耍样，因为对方和火灵儿身边都有他派去的火国强者在暗中保护。倘若他们偷偷的去苍蟒山脉，那些火国强者势必会过来通知自己。只要他们两人不是在瞬息之间就到苍蟒山脉，他就来得及去拦截。朱晨带走火灵儿后，并没有去城外抓洋鱼，而是拉着他的手开始在都城闲逛起来。朱晨，你不是要去抓洋鱼吗？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啊？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被朱晨这样明晃晃的牵着小手，火灵儿的脸已经烧得通红，但他并没有把手收回来，因为两人小时候就是这样逛街的。或许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他的心里已经渐渐接受了朱晨，也认定了朱晨就是他想要厮守终生的男人。荒域的人族通常比较早熟，尤其是那些接触修炼的修士更是如此。别看火灵儿现在只有7、8岁，其实该懂的东西他都已经懂了。灵儿，你想去苍蟒山脉玩玩吗？朱晨明面上不动声色地拉着火灵儿闲逛，神识传音却是已经落入了火灵儿耳中。火灵儿一听朱晨要带自己出去玩，眼睛都亮了。不过他现在还不会传音，只能尽可能地压低自己的声音，对朱晨小声说道：我当然想了，我做梦都想去外面玩呢，可是父皇他不同意啊，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好，那待会你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我们肯定能溜出去，而且还不被那些跟屁虫发现。朱晨在给火灵儿传完音后，便是立刻换出了聊天群，因为萧炎和灵动这2个话痨都跑去修炼了，群里此刻倒是显得极为安静。最近的弹幕还是漩涡鸣人的自拍照。朱晨打开群员名单，目光瞬间定格在了韩立的名字上。朱晨 det 韩立，韩兄在吗？韩立，朱道有找，在下何事？韩立很快给了回应。朱晨，太好了，我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事，需要借你的引灵砂一用，还有你的敛气术，能不能也给我一份？韩立，你竟然知道在下有引灵砂这件法宝？韩立刚发出这条弹幕就后悔了，他们这些人的小说文本都是朱晨发来的，对方又岂能不知道自己有一件引灵砂呢？于是他又立刻发出了第2条弹幕。韩立，刚刚是在下唐突了，在下现在正在闭关，引灵砂这件法宝暂时用不上，你借去吧，至于敛气术，在下马上上传。朱晨，多谢你这个人情我记住了。韩立没有再说话，而是默默地将引灵砂这件法宝传给了朱晨，接着又将敛气术上传到了群里。然而看到韩立答应的这么爽快，朱晨心里反倒是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那敛气术也就算了，可是这件引灵砂可是韩老魔现如今的跑路神器啊，对方这么爽快就把这件神器借给自己，这不太正常了。算了，先搞定山宝的事情再说吧。事出突然，朱晨也没有去多想什么，他在将引灵砂拿到手后，便是立刻将其交给了火灵儿，接着又用神识传音将敛气术、口诀和韩立对此术的感悟心得读给了对方。火灵儿本就聪慧，再加上有韩老魔的感悟心得相辅，这种基础的法术几乎一学就会。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朱晨跟火灵儿确定了一下计划，随后从路面小贩手里买来一袋面粉，用力一捏，砰！面粉轰然炸裂，溅起了大量粉尘，两人的身影瞬间被粉尘淹没。但就在下一秒，他们又从粉尘中暴掠而出，扇动双翅，以惊人的速度朝城外飞遁了出去。不好，圣子殿下跟公主殿下想要甩开我们，快追！那些在暗中保护他们两人的火国强者见状，立刻追了上去。然而他们并未注意到，此时的街巷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杂物堆旁，有一团肉眼无法察觉的透明人影，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此地。哇，朱晨，你这件宝衣可真有用，披在身上别人都看不见我了。还有你这个可以变身的宝术是在哪学的呀？看上去好好玩啊！别废话了，赶紧去偷天马车。哦，好。借着引灵砂和敛气术的掩护，火灵儿以最快的速度朝火皇宫附近的马厩疾驰而去。而此刻的朱晨则是已经用变身术变成一只蛤蟆，躲进了火灵儿怀里。没办法，引灵砂只有一件，他要是不用这个办法，两个人根本藏不下。说起这变身术，还是漩涡鸣人上次在上传多重影分身的时候一起上传的。之前那两个引走火国强者的人，也是朱晨用影分身和变身术做出来的假货。不得不说，火影世界的那些忍术虽然威力都不怎么样，但有时候还真的挺管用，至少比某个低悬位面的那些垃圾魂技有用多了。有了引灵砂和敛气术的掩护，朱晨跟火灵儿很顺利的就从马厩里把那辆天马车偷了出来。之后两人便坐着天马车一路朝荒域的苍蟒山脉飞驰而去，转眼间就离开了火国都城的范围。还好本宫知道马厩后门的守卫是值班巡逻的，不然就算有你这件隐身宝衣，我们想要偷父皇的座驾怕是也不容易。怎么样，本宫厉害吧？第一次离开自己父亲监管的火灵儿显得异常激动，他在车厢内不断手舞足蹈着，时不时的掀开车帘看看外面的风景，时不时的又凑到朱晨面前，眨着他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询问朱晨待会去苍蟒山脉玩什么。朱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火灵儿的问题，
因为他此刻也很犹豫。他原本的打算是直接去石村借原始真解，顺便用韩立给的灵液跟柳神搭个线。长天平的灵液又称参天造化漏，内蕴时间法则之力，对那些修为顶尖的大修士来说，乃是极其珍贵的大补之物。即便是被稀释了数遍后的灵液，也能让无数低阶修士趋之若鹜。如果他以此物跟柳神搭上线，绝对能够引起柳神的重视。到时候借原始真解一关肯定是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刷一波柳神的好感度，为以后能够拿下柳神奠定深厚的基础。总之，朱晨既然决定去石村，肯定是有所准备的。毕竟第一次去女方家里，怎么可能空着手呢？但是自从得知山宝已经出事的情况后，朱晨心里却犹豫了。据他所知，那山宝就是至尊殿堂的传承，里面不仅藏着六道轮回天宫、后鸾鸟等一些太古遗种的珍贵宝术，更有十凶宝术草字剑诀。这些东西即便是放在上界9天10地，那也是能被无数人争抢的珍宝。如今传承就在眼前，他又怎么可能没有想法？对了，朱晨，我之前听父皇说，现在的苍茫山脉有很多太古凶兽聚集在那里，好像是在争夺一件非常厉害的异宝，就连我们火国的纪灵朱雀大人都去了。你说我们两个现在去那里，会不会得到那件异宝啊？嘿嘿，如果我们能够拿到那件异宝的话，我想父皇他一定会对我们刮目相看的。就在朱晨沉吟之际，火灵儿的声音也适时地传入了他耳中。这些话本是火灵儿的无心之词，但是落在朱晨耳中，却是更加坚定了他心中想要争夺山宝的想法。其实我们想拿到那件异宝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必须得好好筹划一番才行。凡人修仙世界，此刻乱星海某处的一座别院内，韩立正皱着眉头坐在石凳上，目光凝视着桌上那张虚天殿残图，眼中愁色隐显，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现在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就在刚刚，跟他相识的一位金丹修士来找他了。对方说看中了他在阵法上面的造诣，想邀约他一同去探寻一座古修士的洞府遗迹，事后好处平分。这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放在之前，他断然不会去多想什么，顶多就是立刻去准备一些保命跑路的法器，以备不时之需。但是现在他却是犹豫了。金青来找我帮忙的时间，跟朱道游给我的那本凡人修仙小说上的分毫不差，看来这小说里面讲述的果真是我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如此说来，金青他们这次寻到的那座古修士遗迹，应该就是那玄古上人为了夺舍不下的陷阱了。倘若我应邀去探那座遗迹，势必会跟小说中描述的一样，取魂会被那玄古上人夺舍，而我也将会在那里显象还生。朱道友虽然说过，我们在得知自己的未来后，今后发生之事极有可能会产生变数，可此地实在是过于凶险，我断不可前往。斟酌再三后，韩立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次的遗迹行动。张铁是他早年间在七玄门认识的挚友，对方现在虽然已经被他练成了身外化身，但却是他目前为数不多的真朋友。倘若此行对方会被那玄古上人夺舍，那这古修士遗迹他不去也罢。至于那金青，他之前在谈话中已经好言相劝，暗示对方不要轻易去涉险，奈何对方对那古修士洞府甚感兴趣，对他的劝告不为所动，他也没有办法。韩立重重地叹了口气，接着又将那张虚天殿残图收到了手中，暗自思索道：玄古的洞府我可以不去，但是这虚天殿内有我天大的机缘，若是不去，恐怕会令我留下心魔。虚天殿内有虚天鼎、补天丹、九曲灵参、狼首玉如意和钱蓝冰焰等诸多宝物，这些宝物对他以后的修炼有着莫大帮助。若是错失良机，他绝对会后悔终生。对于虚天殿这个副本，韩立心里是非常想去的，但是他看过小说，知道虚天殿一行强敌环伺，不提那夺舍归来的玄古这次会不会出现，光是那正魔两派的元婴期修士就不是他能够抗衡的。所以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决定找聊天群里的人帮忙。正因为如此，此前朱晨来借引灵砂和敛气术的时候，他才会答应的那么爽快。他虽然不了解朱晨那个世界的具体修为，但一个能随意给出像朱雀宝术这样强大法术的人，想必再弱也不会弱到哪里去。就在韩立盘算着下次要找谁来助自己一臂之力的时候，聊天群里突然又有人艾特了他一下。他本以为是朱晨来还自己引灵砂了，结果打开聊天群后才发现，那个艾特自己的人居然是自己最厌恶的唐三。唐三带韩立，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那个什么灵液就了不起，要说灵液仙草的话，我这边也多的是。唐三在艾特完韩立后，又在后面接连发了几张实物图片。聊天群里的实物图片能够将物品最真实的一面体现出来，不管是仙草的药灵之气，还是宝具的微压气息，都能让别人清晰地感受到。而唐三此刻发来的东西，正是他之前在冰火两仪眼中拿来的一些仙品灵草，其中还有阴阳双全的泉水。哼，区一瓶灵液，我斗罗世界又不是没有，而且我这里还有大量的仙品灵草，你拿什么跟我斗？韩立是吧？你不是想要拿灵液羞辱我吗？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如何羞辱我。唐三在发完那几张实物图片后，心里顿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感，仿佛体内的奇经八脉都被打通了。之前从南侧栅门离开后，他本来是想静下心来好好修炼一番，为接下来的魂师大赛做准备的。可是韩立没给他灵液这件事情，却如同一根尖刺插在他的心里，
让他久久无法忘怀。在他眼里，韩立把灵液分给了群里的每一个人，就连那个傻不拉几的漩涡鸣人都有份，唯独自己没有，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若是不去找回场子，他无法静下心来修炼。为了能够打击韩立，让对方明白羞辱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愚蠢，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从独孤博那边坑来的药草拿了出来。这些药草虽然都是他跟戴沐白等人用剩下的，但也都是举世难寻的仙品级灵草。他相信群里的人在看到这些东西后，肯定会对自己刮目相看，以后再也不会小觑自己了。萧炎，这些灵药确实是好东西，我师父说，要是拿来炼丹的话，说不定可以炼制出4品丹药。在群里挂着炼丹师名头的萧炎率先发了言。他虽然厌恶唐三，但有一说一，对方这次拿出来的东西确实不错，至少在乌坦城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级别的灵药。有着天妖雕指导的灵动也很快知道了这些灵药的价值。不过他这个人性子比较直，他不喜欢唐三这个人，所以就算对方真的拿出了好东西，他也会嗤之以鼻。灵动气，不过是一些灵药吗？跟谁没有事的？有本事拿点厉害地功法出来。灵动发完弹幕，转身就把雕爷叫了出来。他想让雕爷也给自己一点灵药，这样他就可以去群里打压唐三了。雕爷闻言只能送了他一个滚字。他一直在祖符内沉睡，直到最近才苏醒，上哪去找灵药给这小子？漩涡鸣人不懂什么是灵药，索性直接闭麦，准备当个吃瓜群众。而王林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唐三发来的图片，就继续跟周如去玩了。他如今的修为已经到了化身中期，一般的灵药仙草自然是瞧不上眼的。朱晨此刻正在跟火灵儿商量谋取山宝的事情，对于唐三跟韩立的私人恩怨，他也没去搭理。不过他相信，如果这唐三继续去跟韩立作对的话，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毕竟两人的智商根本不在同一个层级。这个唐三在群里刻意叫我，似乎对我很有成见，不知他的修为如何。既如此，那我就先顺他的意好了。韩立拖着下巴若有所思地沉吟了片刻，随后心念一动，果断从储物袋里取出一瓶被稀释了无数遍的灵液，发给了唐三。这瓶稀释灵液还是他以前在炼气期时拿来培育低阶灵草用的。韩立，堂兄，之前是在下眼拙，不知堂兄你也是培育灵药的大师，这是在下的赔礼，希望堂兄能够笑纳。呵呵，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见韩立认怂，唐三的嘴角都裂开了，连忙在群里发言。唐三，现在知道也不迟，你的东西我暂且收下，不过我要提醒你，我并不是贪图你的东西才特意给你发这些图片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不要以为自己所在的世界是修仙界，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以后在这群里见了我唐三，把头低下做人。唐三在发完这些话后就有点后悔了，这韩立毕竟是修仙世界的修士，实力定然不俗，自己现在这么嘲讽他，要是他记仇怎么办？算了，我以后可是坐拥双神位的神王，就算他以后会是修仙界的仙王，最多也就是跟我平起平坐，我何惧他？片刻之后，唐三冷哼一声，眼中再次露出不屑之色。这韩立在看到他这些仙草后，对他的态度就变了，可见对方那个所谓的修仙世界肯定也不怎么样。而他坐拥冰火两仪眼，以后像这样的仙草还能源源不断的培育，对方拿什么跟他斗？一念至此，唐三心里的那股傲气又再次膨胀了不少。他将韩立送来的灵液取出，打开瓶盖闻了一下，瞬间一股精纯的魂力蓬勃而出，竟让他感受到了一股通体被魂液洗髓的感觉。看来这韩立手里的灵液还真是好东西，难怪灵动那菜鸟对这玩意的评价如此之高。唐三小心翼翼地将这瓶灵液收好，准备以后自己突破瓶颈的时候再用。接着他又将目光挪到了自己那瓶阴阳泉液上面，嘴角轻轻一勾，我这阴阳泉液虽然无法辅助修炼，但却是剧毒之物，其价值也不输他那瓶灵液。韩立，堂兄所言极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之前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堂兄莫要记恨。韩立此时又发来了一条信息，他的这种捧杀行为顿时让唐三心中更加得意起来。然而还没等唐三说些什么，韩立紧接着又发来了一条信息，韩立，堂兄，在下有一事相求，不知堂兄能否助在下一臂之力？哼，果然是有求于我，看来他终于是知道我的厉害了。唐三不屑冷笑，随后立刻在群里发言，唐三，我跟你不熟，为什么要帮你？韩立，如果堂兄愿意帮在下，在下愿意再奉送3瓶灵液，当然若是堂兄为难，那此事就当在下没说过。萧炎，韩兄，你遇到了什么难处？说出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灵动，大家都是兄弟，如果能帮，我一定赴汤蹈火。萧炎跟灵动已经把韩立当成了朋友，此刻见到韩立有难，他们两人第一时间便站了出来。不过韩立却是婉言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韩立，多谢萧道友和林道友，只是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十分凶险，两位目前修为不足，怕是很难帮到在下。唐三带萧炎灵动，看到没？以后想做出头鸟，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耐，出来混靠的是实力，不是嘴皮子功夫。灵动，妈的，出来单挑！灵动实在忍不了了，这个唐三简直比琳琅天还要令人厌恶。唐三，呵呵，一个才刚刚开始修炼的菜鸟，连挑战我的资格都没有，你还是哪凉快哪歇着去吧。萧炎，操，我受不了了，灵动兄弟，我支持你干他。
韩立，大家莫要争吵，此事是在下引起的。你们若是为此事闹得不愉快，在下可就成罪人了。韩立见林动和萧炎又跟唐三杠上了，连忙站出来打了圆场。接着他又话锋一转，直接跟唐三坦白了那古修遗迹的事情。他希望唐三能够出手帮忙，跟自己一起去那遗迹寻宝。至于报酬，除了之前答应过的那3瓶灵液外，此行所获皆可平分。唐三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在跟萧炎和林动吵了一架后，他担心自己这次要是拒绝韩立，这2个家伙可能会拿此事大做文章，说自己胆小，空有一身修为却毫无作为。于是在权衡了一会利弊后，他最终还是接下了韩立的组队邀请。唐三，我可不稀罕你那个遗迹里的东西，天材地宝我自己多的是。不过既然你这么诚恳的求我，那我就跟你走一趟吧。不过我们事先说好，这次拿到的东西我要先挑。韩立可以。韩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唐三提出来的要求。随后他又从怀里取出一张传音符箓，轻言道：英兄，在下已经考虑好了，这次的古修洞府，在下愿与你们一同前往，跪求一波追毒。唐三会死的，大家放心，他现在已经渐渐成为人神共愤的角色了。聊天群后面会随着主角修为提升增加功能，踢人就是其中一个。哈哈，韩老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明天我来找你，你今天晚上好生歇歇。传音符上很快响起了金清爽朗的声音。韩立神色复杂地收起传音符，旋即重重地叹了口气，轻声地喃道：英兄，你我虽相识一场，但韩某这次真的不能涉险，能帮你的，韩某自会鼎力相助，至于最后结局如何，就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说完便转身进入了屋内。一夜无话。次日清晨，韩立早早地准备好了一切，趁那金清还没来，他先在群里艾特了一下唐三。韩立@唐三，唐兄，你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唐三早就准备好了，不过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唐三很快发来了回信。见状，韩立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韩立，何事？唐三，我要10瓶灵液。萧炎，卧槽，你他妈这是在坐地起价啊！萧炎刚刚在山洞外面撒完尿，本来是想上来看看群里有没有人在聊天的，结果刚好看到唐三和韩立的对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这唐三昨天明明都已经跟韩立谈好了报酬，结果现在韩立马上就要动身前往那处古修洞府了，这货居然又想做得起价，而且还狮子大开口，直接翻了3倍多，这也太无耻了。萧炎以前见过很多无耻之徒，但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这唐三这么不要脸的。此刻正在群里潜水的林动也看不下去了，紧跟着发了言：林动，韩立兄弟，这个唐三就是在耍你，你也别找他了，我来帮你。萧炎，我也可以帮你，我现在的修为虽然不高，但我老师可以上我，只要老师上了我，我就可以发挥出斗皇级别的实力，帮你应该够了。林动萧炎，兄弟，你要不要看看自己现在在说什么？唐三原来是个基佬，难怪说话这般恶心。漩涡鸣人，天呐，没想到萧炎大哥你竟然是这种人，我现在在开发的后宫之术尺度都没你大。萧炎回去看了一眼自己刚刚发的信息，天都塌了。萧炎，我靠，我他妈是被这个唐三气的语无伦次了，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刚刚的意思是我老师的灵魂可以附在我身上，他操控我的身体，可以发挥出一部分他原来的实力。听完萧炎的解释，林动那紧缩的定眼这才放松下来。林动，原来如此，你刚刚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是为了那啥才跟我称兄道弟的。萧炎，怎么可能，老子可是直男，你别听那个傻逼唐三乱说，心里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林动，哈哈，我也觉得是这样。林动，对了兄弟，你师父以前是什么修为？他很厉害吗？林动现在已经知道了雕爷以前的修为乃是死玄境巅峰，实力非常强悍，所以他很好奇萧炎背后的药老究竟是何修为，能够成为自己兄弟的老师，应该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吧。萧炎，你说对了，我师父以前可厉害了，他曾经是9转斗尊巅峰的修为，在我们斗破世界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强者了，实力恐怖如斯。说起药老的实力，即便是已经看过斗破小说的萧炎也是十分的自豪。在现如今这个没有斗帝、斗圣强者都足不出户的时代，9转斗尊巅峰兼8品巅峰炼药师的身份已经是含金量极高的存在了。放眼整个中州大陆，谁人不知他老师药尊者的大名？然而在听到萧炎的师父曾经只是一名尊境强者后，有人却是忍不住笑了出来。唐三，我还以为你师父有多厉害呢，原来也是一个废物。萧炎有个师父的事情在群里并不是什么秘密，唐三本来还会因为这个尚且惧他几分，没曾想对方的师父修为居然只是斗尊。他虽然不知道斗尊在萧炎那个世界到底有多强，但想必应该跟自己这边的魂尊差不多，毕竟斗尊跟魂尊之间也就是差了一个字而已。他们是修炼斗气的，所以叫斗尊，而他是修炼魂力的，所以叫魂尊。大概就是因为力量体系不同的关系，故才有此差别。9转斗尊巅峰听起来挺霸气，说不定就跟他们这里39级的魂尊差不多，都是只要更进一步就能突破的瓶颈期。至于对方炼药师的身份，呵呵，他师父玉小刚还是理论无敌的大师呢。想到此处，唐三心里顿时平衡了许多。原来这世上并不是只有他找了一个废物师父，
萧炎，草泥马，你师傅很牛吗？出来单挑！萧炎见唐三敢这样羞辱自己的授业恩师，眼睛都红温了。灵动兄弟，要单挑也是我先上，你排后面去。灵动也看不下去了，两人纷纷向唐三申请跨界请求。然而在得知萧炎的师傅跟大师一个德行后，唐三已经连跟他们说话的想法都没了。在他眼里，没有利用价值的群友跟垃圾没什么区别。唐三冒号两个菜鸟，滚一边去吧，我都懒得跟你们废话。说完又把矛头对向了韩立。唐三，怎么样韩立，你考虑好了吗？我只要10瓶灵液就出手帮你，你也别说我做得起价。实不相瞒，我这里的魂师精英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放弃自己修炼的时间来帮你，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如果换做萧炎和灵动那两个废物，我都不跟他们废话。提示：萧炎发来跨界请求。提示：灵动发来跨界请求。哼，两个废物还想浪费我的时间？若非群里禁止打架斗殴，我直接废了你们两个。唐三看都没看就直接插掉了萧炎和灵动发来的跨界申请。随后他脸色一正，转身看向了正在床上吸收灵液的小舞，眼中渐渐露出一抹宠溺之色。小舞此刻在吸收的就是韩立给的灵液。昨天他见小舞依旧是不肯把相思断肠红服用，于是便挤了一滴灵液给对方，希望对方可以吸收里面的魂力，增长修为。而这滴灵液的效果也是超乎他的想象，小舞仅仅只是吸收了1个晚上，体内的魂力就暴涨了1大截。1滴灵液相当于10天时间的苦修。对此，唐三对韩立手里的灵液也是愈发渴望，这才有了开头坐地起价的那一幕。看来这灵液真是好东西。唐三拿出那瓶灵液，眼眸深处不禁闪过一缕贪婪之色。玄天宝录第69条，见钱撒网。如果有人有求于自己，可先答应下来，然后另行加码，尽量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韩立，你上次辱我太甚，这次我必要你倾家荡产。没想到这群里竟然还有这种人。活了100多年的韩立显然也没想到唐三竟然会在此时坐地起价。好在他别的没有，这种被稀释了无数遍的灵液要多少有多少。韩立抬手一挥，只见一瓶瓶装着稀释灵液的小玉瓶便从储物袋中飘出，依次落在了他脚下。这些灵液也都是他以前在炼气期时培育低阶灵草用的。像这种被稀释了无数遍的废液，他还有几百瓶。取出这些灵液后，韩立便立刻在群里回了信息：韩立，堂兄，这种灵液收集起来颇为困难，实不相瞒，在下手里现在也只有10瓶存货了。不过既然堂兄想要，那在下自然不会小气，只要堂兄能够助我探的那处古修遗迹，你要的10瓶灵液在下定双手奉上。唐三，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爽快人，不过你得先给我5瓶作为定金，还有另外5瓶你也要发来实物图片，我要先验货，万一你以次充好，那就别怪我了。韩立，可以。韩立没有拒绝唐三的要求，因为如果换成是他也会同样如此。谨慎是任何高阶修士的立身之本。唐三在收到韩立发来的5瓶灵液和另外5瓶灵液的实物图后，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韩立的智商这么低，随随便便就能被我坑来这么多灵液，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成为修仙世界的位面之子的。这时聊天群突然弹出来一条信息，提示韩立对你开通了凡人修仙世界的跨界限制，你现在已经可以进行跨界传送了。看到凡人这2个字，唐三的嘴角顿时压不住了。原来这韩立所在的修仙世界是一个跟修仙者和凡人共存的低级位面，难怪他的智商这么低。一个将凡人作为前缀的世界，那肯定是没什么头了。小五，你在这里好好修炼，我有点事情要去别的世界一趟，午饭可能来不及吃了。唐三走到床前，看着正在修炼魂力的小五说道：哥，你这是要去哪啊？会有危险吗？小五缓缓睁开眼睛，望向唐三的眸光中充满了担忧之色。唐三之前已经跟他透露了聊天群的事情，所以对唐三此刻说的这些话，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非常担心。放心吧，那就是一个以凡人开头的低级位面，你男人我可是未来的神王，怎么可能会在那里遇到危险？唐三自信满满的说道。随后他当着小五的面打开了跨界传送功能，又狠狠地装了一波。而就在唐三前往凡人修仙世界的时候，萧炎跟灵动等人却是看着韩立刚才发到群里的那几张实物图片陷入了沉思，因为他们发现韩立送给唐三的那些灵液能量波动居然非常弱，甚至连他们手里的1/1000都比不上。不过这种事情看破不说破，他们都没有在群里说出来，只是在心中暗自发笑。怪不得韩立刚刚会答应那唐三的无理要求，原来是对方收到的东西根本货不对版。凡人修仙世界，唐三通过跨界功能直接来到了韩立所在的别院，而此刻一身素衣的韩立已经早早等在了那里。见唐三传送至此，韩立习惯性的用神识扫了一下他的气息，结果却发现这唐三身上的修为居然堪比炼气期。这家伙的修为不是跟萧炎的师傅一样都是尊境强者吗？怎会如此之弱？莫非他们世界的尊者境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不对，如果是返璞归真，我现在应该感觉不到他的修为。看来他定是修炼了一门比炼气术更高明的神通，故意隐藏了自己的修为。韩立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他在感受到唐三如今的修为堪比炼气期后，并没有露出轻视之色，反而心中多了一份警惕。堂兄，你终于来了。韩立收起神识，
客气的上去和唐三打了声招呼。我来了。唐三一脸傲气的点了点头，同时也开始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相貌平平无奇的男人。然而韩立此刻也已经用脸气术隐藏了自身修为，在唐三眼里，他现在就跟一个凡人一样，没有丝毫修为波动。呵呵，什么金丹修士，我看也不过如此。唐三轻蔑一笑，旋即直接开门见山道：“别浪费时间了，直说吧，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是哪？”语气中充满了不耐。唐兄，待会在下还有一位友人要来，我们暂且等等他。还有人要来，真是麻烦。就在两人说话之际，一道盾光突然闪烁而至，直接落在了他们面前。来人正是金青。唐三被对方的现身方式吓了一跳，刚想甩出袖箭射击，却见韩立好似认识眼前之人，为了保住面子，他也只能强行收起脸上的惊讶之色，挺直身子站在了韩立身旁。此人居然拥有飞行技能，实力定然不弱。唐三暗自打量着那个金青，心中大为震撼。飞行技能在他们斗罗大陆可是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能掌握的神技，就连他现在都没有。没想到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甚至比韩立还丑的家伙，竟然已经掌握了这个技能。韩老弟，我来接你了。金青来到这里后，先是热情地跟韩立打了声招呼，这才转身看向唐三：“韩老弟，你府上这是有客人吗？”韩立直言道：“这位是唐道友，此次他会随在下一同前往。”没问题，既然是你韩老弟的朋友，那就随我们一同前去吧。金青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这次来找韩立，就是看中了对方在阵法上面的造诣。至于对方身边跟着是驱魂还是别人，对他来说并无所谓。因为此次探墓还约了其他人，金青并没有在韩立这边待太久，两人只是随便的客套了2句，便各自施展遁术前往了那处古修洞府。不过他们刚离开没多久，就又重新折返了回来，因为唐三没跟上来。唐兄，你逗留于此，是否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韩立站在空中好奇地看着唐三问道。唐三憋着红脸，双拳紧紧攥着，过了好久才从嘴里挤出几个字来：“我不会飞。”韩老弟，你这朋友怎么连御物飞行都不会啊？金青一脸诧异地看向韩立问道。御物飞行是他们修仙世界最低级的法术，就算是那些低阶的炼气期修士都会。没想到韩立的这个朋友居然连此术都不会使，韩立此刻也是有些无语，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金青了。这唐三在群里不是说自己很厉害的吗？如今怎会连御物飞行都不会？莫非这家伙并没有隐藏修为，而是真实修为就是堪比低阶炼气？看着韩立两人望向自己的奇怪目光，唐三现在只想找条地缝钻进去，太丢人了。这个世界的人怎么都会飞啊？难道在这里飞行技能都是烂大街的吗？等一下，这时唐三忽然想到了什么，他思绪一转，连忙望向韩立解释道：“韩立，每个世界的修炼体系不同，在我们那里，飞行技能这种东西是不被提倡的，因为人一旦学会了飞行，就会依赖飞行，从而忘记对自己肉身的修炼。你们这样以后在肉身强度上还如何进步？”为了能在两人面前表现出自己在肉身上的强悍之处，唐三说完，又施展玄玉手，直接捏碎了一块从地上捡起来的石头。韩立、金青，韩老弟，你这朋友看着还挺有意思啊。不过他刚刚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你听得懂吗？金青愣了一下，脸上不禁露出古怪的神情。这唐三的话，他自然是听明白了，对方应该是在强调自己是体修。可是体修跟御物飞行好像也没直接关系吧？还有，这家伙最后捡起一块石头捏碎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是想表达自己可以徒手碎石吗？可这不是凡人武者都会的把戏吗？金兄有所不知，我这位朋友修炼地功法跟我们不同，故此才无法轻易驾驭飞行之术。韩立若有所思，小声解释道。唐三徒手碎石的行径他也不是很理解，但对方说的话他却是听进去了。每个世界的修炼体系和修炼方式都不一样，想必这唐三所在的世界，御物飞行和飞行遁术并非主修之道，所以才不善飞行。一念至此，韩立也没有再说废话，他抬手一挥，果断祭出神风舟，卷起唐三便遁离了此地。好快的飞行速度！感受着前方迎面扑袭而来的劲风，唐三的嘴巴都快吹歪了。他连忙运转魂力护住全身，这才稍微好受了一些。然而他并不知道，韩立的这艘神风舟已经算得上是一件非常不错的飞行法器了。此舟不但飞行速度迅雷如风，其上还有屏蔽风阻的阵法，能够隔绝掉绝大部分的风阻之力。若非如此，在这种飞行速度下，他怕是早就已经被吹飞了。而就在韩立三人离开之后，又有2道盾光突然从另一个方向疾驰而至，悄无声息地落在了这楚别院。盾光内是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子和一个身穿黑衣、头戴斗笠的魁梧壮汉，正是韩立本尊和他的身外化身取魂。金兄，那具影分身是韩某用大半灵力所化，他的身上还带着韩某诸多镇奇法器，以及1/3的是金虫和傀儡。而那唐三，我虽不知他具体修为，但他自称为尊，又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位面之子，想必也有着不少厉害手段。希望这次你们能够脱离被那玄蛊迫害的命运，逃出升天。望着唐三等人离去的方向，韩立的眼眸深处不禁闪过一丝复杂之色。是的，刚刚和唐三一同离开的只是他的一具影分身，不过那具影分身身上凝聚了他大部分灵力，
诸多手段皆可施展。此外，他还将一部分傀儡和噬金虫也交到了对方手上。而他之所以要费尽周折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想看看那处古修遗迹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不是跟朱晨给他的那本修仙小说一样，从而进一步求证小说内容的真实性以及他自己的未来。至于为什么要把唐三叫来帮忙，则有2个原因，主要是他想通过此次的古修洞府摸清楚这唐三的具体修为，如果对方真拥有不俗的修为，配得上那尊之一字，那他的朋友金青便能化险为夷，安全地度过此劫。但若是对方修为不济，殒命于此，那他也算是替聊天群除去了一个隐患。毕竟此人贪得无厌，心术不正，且对自己已经有了敌意，留在群里始终是个祸患，不如趁此机会除掉。与此同时，斗破世界，萧炎在关掉聊天群后，也是跟着药老开始了新一天的修炼。因为萧炎在聊天群里学到了很多其他世界的技能，药老在指点他的时候也稍稍做了一些改变。在功法上，他让萧炎依旧主修焚诀，但是在斗技上面，他则是让萧炎主修朱晨的朱雀宝术。萧炎是通过聊天群下载的这门神通，因而也获得了朱晨对此术的心得和感悟。如今的他虽然只能施展出朱雀宝术的前4技，可即便如此，此术的威力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和药老的想象。药老觉得自己都不用把燕分式浪尺拿出来丢人现眼了，这朱雀宝术仅前4技的威力就已经堪比天阶斗技，若是10技全部施展出来，搞不好威力能够凌驾在天阶斗技之上。放着这样的神通不学，去学那破地阶斗技，这不是纯属浪费时间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焚诀和朱晨的朱雀宝术都属于火系神通，两者相辅相成，简直天作之合。萧炎若是专修此神通宝术，搞不好未来的成就还要远远超出那本斗破小说的结局。魂天地算什么？区区小道儿，我徒儿可是未来的斗帝强者。就在药老意想飞飞的时候，一股强大的斗皇气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感应范围内。莫非是那个女斗皇来了？药老脸色一正，赶紧拉来正在修炼的萧炎。恰逢这时，魔兽山脉上空，只见一道青色的倩影裹挟着斗皇羽翼，以惊人的速度从远处飞掠而来。师徒俩的目光几乎在瞬间被2座若隐若现的雪白山峰吸引。好汹涌的气势！萧炎跟药老异口同声地惊叹了一句。待那女斗皇消失在天际尽头，药老突然嘴角一歪，用胳膊顶了顶萧炎的肩膀，斜斜笑道：“小子，你的机会来了，快去多炼几瓶春药。”然而听到这话，萧炎的眉头却是瞬间皱了起来。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云韵就是那蓝嫣然的师傅，又怎会去主动招惹那个女人？他伸手擦掉鼻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转身看向药老说道：“老师，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这种趁人之危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如果我去了，我想你也会看不起我的吧？”好小子，果然有老夫当年的风范。药老没想到自己新收的这个弟子竟能有如此心性，眼中的欣赏之色不禁更加浓郁了几分。如果萧炎刚刚真的接受了他的提议，他虽然不会说什么，但心里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赏识对方。毕竟那小说里的萧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跟云韵发生误会的，自己事先全然不知情。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小子已经看过了那本斗破小说，要是他再继续去干这件事的话，那就是有意为之了。此等行径跟禽兽有什么区别？看来我这次的收徒眼光不错，这小家伙可比那韩风正直多了。药老看着萧炎，欣慰地点了点头，旋即继续开口说道：“你能坚守本心，这一点令为师刮目相看。但那紫金翼狮王身上的兽火相当不错，你要是能够拿到手，焚诀就能进阶，还有那半生紫金元和紫灵晶也不能错过。所以我们还是得跟上去看看。”经过这次的事情，药老对萧炎的喜爱已经更胜以往，他已经决定自己一定要倾尽所有，帮助这位正直的弟子快速成长起来。有那本斗破小说提到的未来信息，他相信自己在培养萧炎这条路上绝对会更加顺利。搞不好等到3年之约的时候，自己这个弟子能够以斗尊之姿踏上那云岚宗，脚踹那蓝嫣然，掌劈云灵，手撕云山。至于那藏在暗处的雾护法，也绝对不能放过。魂殿之人必须得死。话说萧炎那聊天群好像还有一个跨界功能，要是到时候他能叫来那些异世界的朋友过来撑个场子，那就更好了。毕竟那雾护法一死，魂殿很有可能会立刻派人来调查这件事情。如果那些人肯过来帮忙的话，他自己也能安全一些。时光荏苒，转眼几天时间就过去了。完美世界，经过几天的长途颠簸，朱晨跟火灵儿终于是驾着天马车来到了苍莽山脉。这苍莽山脉位于大荒深处，从火国都城来这里原本没有几个月时间是绝不可能到的，至少以朱晨现在的修为还不行。不过火灵儿知道火国那里有一个传送阵，能够直接通往十国境内大荒边缘的一座古遗迹。正是因为有了那座传送阵，他们才只用了几天时间便来到了这片凶兽遍地的荒芜之地。大荒这里虽然灵气稀薄，但却栖息着许多实力强横的太古遗种，有些厉害的太古遗种实力更是达到了烈阵境或者尊者境。比如10号早期杀掉的那只酸泥，便是一头尊者境的顶级劣势者。朱晨如今的修为才刚刚突破洞天境，即便有那盘古精血所化的元神分身加持，
也仅能跟名文静修为的太古遗种一战，在这里根本不敢嚣张，毕竟那低盘古精血他还没有完全炼化。不过他也不担心自己会被那些厉害的太古遗种盯上，大丈夫能屈能伸，打不过难道就不能跑吗？他有聊天群群主权限在手，只要心念一动，就能直接跨界前往其他世界。亡灵那个杀神早期被强敌追杀的时候，还经常躲进天逆珠呢。韩立那个老六就更不用说了，群里的兄弟都是榜样，他作为群主，自然也要以身作则。朱晨，你要找的地方我找到了，应该就在前面，只要翻过那座山就到了。就在朱晨思索之际，火灵儿突然拿着一张地图靠了过来。朱晨凑到近前看了一眼，发现火灵儿找到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湖泊，那个湖泊附近还有一个模糊的村落标志，想必就是十国的第一祖地石村了。不过眼下这座石村怕是已经在柳神的庇佑下搬离了此地，因为他们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这苍莽山脉已经有多处地方发生了塌陷，大量的岩浆此刻正在沿着的奉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出去，岩浆内弥漫着的毒气足以杀死一切没有修为的妇孺儿童。不出意外，那些为了争夺山宝而来的太古凶兽，现在恐怕已经开打了。走，我们先过去看看。朱晨的目光从地图上收回，随后驾着天马车直接朝那处湖泊飞驰而去。几分钟后，两人顺利的来到了那处湖泊，这里如今也已经塌陷，湖底只有大量的淤泥堆积着，上面还有不少被烤干的鱼尸，散发着阵阵腐臭味。朱晨带着火灵儿下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在确定这里就是石村附近的那处湖泊后，这才轻轻地点了点头。这里就是一个干枯的湖泊呀，我们来这里干什么？火灵儿一脸好奇地问道。朱晨回过头来，正准备说些什么，不料这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兽吼突然从远处响起，那声音回荡在山谷之间，其内裹挟的威压气息竟将方圆数十里地的荒山全都震裂了。无数凶兽飞鸟被惊得四下逃窜，好可怕的气息！这兽吼的主人怕是已经达到了尊者境修为。朱晨，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火灵儿缩了缩脖子，因为害怕，他下意识地挽住了朱晨的胳膊。别怕，有我在。朱晨伸手抚了抚火灵儿的秀发，接着心神一动，将身上的神环洞天显化而出，把那辆天马车收进了洞天世界。这座驾是他们偷出来的，可不能弄坏了。火灵儿看到朱晨将那2匹天马收入洞天，顿时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我的天呐，朱晨，你的洞天竟然连活物都能收进去啊！朱晨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其他修士的洞天虽然也能存放东西，但他们都只能存放一些没有生命特征的死物。可他的神环洞天在跟那盘古精血融合之后就发生了变异，不但能够存放死物，还能将活着的生物放入其中。而且他还发现，随着自己修为不断提升，他洞天里的世界好像也在不断扩大。我以前在一卷古籍中读到过一篇关于仙古纪元的古史传闻，据说那个时代曾有修士将一方雏形宇宙炼化存于体内，那雏形宇宙若是能够不断成长起来，或许可以演化一方真正的天地。你的洞天能够将活物收入其中，莫非也是一方雏形宇宙？火灵儿若有所思地分析道，眼中充满了震撼。然而朱晨此刻却是顾不得许多，他急忙取出引灵砂劈到火灵儿身上，然后自己用变身术变成一根黄瓜，躲进了火灵儿胸前的空地。啊，朱晨，你在往哪钻呢？抱歉，我不是故意的。你快给我出来！嘘，别说话，快用敛气术隐藏气息，有大家伙要来了。不行，你先给我出来！火灵儿此刻哪里还听得进去这个？他面红耳赤地抓住朱晨变的黄瓜，贝齿轻咬下唇，正准备抽出。然而就在这时，一头身比山高、白手赤足的巨猿蓦然从天而降，重重地落在了两人前方的大湖附近。轰隆！大地轰然一震，那巨猿落地时掀起的冲击力将周围的岩层都震塌了，地面层层崩裂，一道道裂缝如同狰狞的巨蟒迅速蔓延开来，差点波及到朱晨这边。竟然是朱燕！火灵儿原本就慌乱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捂着小嘴轻喃道，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这朱燕可是跟他们火国祭灵朱雀齐名的太古凶兽，实力早已达到尊者境巅峰，就连他父皇见了都得退避三舍，可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火灵儿蜷缩着身体躲在引灵砂下面，或许是因为害怕的关系，他下意识地抱住了怀里的朱晨，并用双手紧紧攥着。朱晨能够明显感觉到一股坚挺的压迫感，虽然不大，但却很贴弹。没想到这丫头看着瘦瘦的，里面还挺有料。朱晨，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这只朱燕的修为可是已经达到尊者境了。火灵儿小声地呢喃着，手里抓着朱晨的力道不经意间又大了几分。他以前一直都被自己的父皇保护着，就算出门玩也会有一群火国强者相随或暗中保护，什么时候遇到过像今天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现在他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身边的朱晨了。别怕，你仔细看这只朱燕，他已经受了重伤，实力怕是百不存一了。朱晨开口说道。火灵儿闻言这才收紧心神，开始透过引灵砂仔细地打量起那只朱燕。只见那朱燕的身体表面此刻居然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裂口，那些粘在伤口附近的血浆虽然已经凝固，但看上去依旧触目惊心。这只朱燕真的受伤了，而且还很严重。此外，火灵儿还注意到这只朱燕的气息时有时无，仿佛随时都会消散，
这可是道体即将崩坏的征兆。见此情形，火灵儿也是稍稍松出了一口气。不过他并不敢打着朱燕的主意，因为像这种修为的至尊生灵，即便是身受重创，也依旧不是他们两个能惹的。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趁那只朱燕还没发现我们。火灵儿一边轻声嘀咕着，一边已经开始挪动自己那娇小玲珑的身躯，小心翼翼地往后退了出去。朱晨连忙阻止道：“你这么急着走干什么？你仔细看那只朱燕此刻正在干什么？”被朱晨这么一提醒，火灵儿这才恍然意识到，那只朱燕自从来到这里后，就一直蹲在那大湖底部，挥舞双臂，不断拨弄着里面的泥潭，看上去好像是在埋什么东西。这家伙该不会是在藏那件异宝吧？火灵儿若有所思，眼中不由闪过一缕金芒。苍莽山脉这边前几天刚好有异宝出世，吸引了大量的太古凶兽。如今这修为达到尊者境的朱燕浑身是伤的逃到这里，又急于在湖底泥潭埋下重宝，说不定就是这家伙抢到了那件山宝。就在这时，那只朱燕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一对铜铃般的双眸顿时瞪了过来。哪里来的鼠辈，藏头露尾，给我滚出来！话音落下的瞬间，只见对方两腿用力一蹬，那巨大的身体蓦然拔地而起，右臂神息浮现，一拳砸向了朱晨和火灵儿的藏身之地。不好，他发现我们了！火灵儿二话不说，起身撒腿就跑。面对这样的敌人，他根本生不起反击的念头。然而就在火灵儿转过身去的那一刻，朱晨却是毫不犹豫地撤掉了变身术，恢复了本来面貌。随后只见他背后两大神环洞天显化，一道被血气缭绕的元神从其中一个洞天内跨步迈出，瞬间与本体完成了融合。接着他双翅一震，身体直接化作一道流光，冲向了朱燕。朱雀宝术第三季裂天，轰！一人一元在半空中激烈的碰撞在一起，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朱晨的身影在朱燕法体面前渺小的如同一只蝼蚁，但两者在碰撞的瞬间，一头巨大的太古朱雀却是出现在了他身后，并对着朱燕张嘴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凤鸣之音。太古朱雀宝术！朱燕脸色骤变，眼前这头朱雀虽然只是灵力凝聚而成的虚影，但给他的压迫感却是要比之前跟自己交手的那只朱雀更强。还好眼前这个小鬼的修为只有洞天境，无法将该宝术的威力彻底激发出来，不然已经身受重伤的他绝对会栽在这里。小鬼，要是你的修为能再强一点，老子今天可能还真会阴沟里翻车。但可惜话还没说完，朱燕脸上的表情就僵住了，因为当他挥拳震开那只朱雀虚影的瞬间，一股恐怖的力量竟直接从对面那小子身上传了过来。这小子的肉身力量怎会如此恐怖？他不是人族吗？来不及多想，朱燕的身体便在空中被一股巨力震开，重重地摔在了数千米开外的一座荒山上，将那座荒山硬生生地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可恶！朱燕推开压在身上的巨石，想要从地上重新站起来，可他那即将破碎的道体却在此时到达了极限。在一声不甘的怒吼中，他那宛若山峦一般的身体竟直接化作点点金光崩散了。我的天哪！朱晨，你竟然以洞天境的修为把那朱燕给击败了呀！火灵儿站在地上，整个人都看傻眼了。那只朱燕虽然已经身受重伤，道体也处在崩毁的边缘，修为大跌，但一般的明文境修士也绝难抵御。而朱晨如今的修为才不过洞天境，竟能一击将其震飞出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是做梦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别傻站着了，快去那泥潭看看！朱晨落地后招呼了火灵儿一声，便立刻奔向了那处湖底泥潭。火灵儿连忙紧随其后，两人在那处泥潭里搜索了一会，很快就找到了之前朱燕匆匆埋下的那件东西。这是一块由天骨打磨而成的盒子，骨盒上面宝光缭绕，散发着阵阵不朽的气息，一看就知道绝非凡品。这个就是父皇所说的异宝吗？火灵儿好奇地打量着那个骨盒，眼中既有兴奋又有期待。这骨盒材质不凡，里面定是某种厉害的传承，以我们目前的实力还无法打开。朱晨淡定地收起骨盒，看向火灵儿说道：当年10号以至尊修为连续施展6种宝术才打开这东西，可见其开启难度。他们若要打开这传承，只有2种方法，要么要找一个非常牛逼的人帮忙，要么就是等以后自己修为提升上来后再开启。不过朱晨更加倾向于前者。所谓好货不留夜，拿到好东西当然要趁热打开用了，哪有留着过夜的道理？这就好比谈恋爱，能滚床单尽量早点滚床单，不然一不小心被人捷足先登就完犊子了。除非你喜欢喝别人剩下的，那我们赶紧回去找父皇吧，他是尊者境巅峰的修为，绝对可以打开这个骨盒的。火灵儿一脸期待地提议道。朱晨却是笑着摇了摇头，岳父大人修为虽高，但他也打不开这东西啊，连我父皇也不行吗？火灵儿有些意外的呢，难道？说完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朱晨刚刚的那句岳父大人，那张精致的小脸瞬间红成了一片。你瞎胡说什么呢？谁是你岳父大人了？哈哈，你都跟我出来私奔了，不就是我媳妇了吗？你少胡说，我只是出来跟你玩而已，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火灵儿被朱晨逗得满脸通红，索性直接背过了身去。也就在这时，他忽然注意到远处那先前被朱燕撞塌的荒山下面，好像有一个金色的光团在隐隐闪烁。是朱燕，那家伙居然涅槃了！火灵儿神色一怔，连忙激动地跑了过去。不就是一只宫体崩毁的猴子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朱晨摊了摊手，
刚准备跟上去看看，但就在这时，一道嘹亮的鸟鸣声突然从远处的山谷中传了过来。他抬眼看去，只见一只青色的大鸟此刻正在朝这边快速疾驰而来，而在那只大鸟背上还坐着一个穿着兽皮的毛孩子。荒天地嘛，我们终于见面了。朱晨挑了挑眉毛，嘴角渐渐浮现出一抹狡黠的笑容。他这次来苍莽山脉一共有2个目的，一是为了拿下这至尊殿堂的传承，二是去石村界原始真解一关。石村的村民们虽然淳朴好客，但他这次是要去那里见柳神的。柳神是石村的祖祭灵，身份尊贵，想必那些村民应该不会让他一个陌生人轻易靠近，因此他需要找一个引路人。而这个引路人，他早就已经想好了人选，就是眼前这前来贴图寻亲的小石号。哈哈，真的是朱叶涅槃，朱晨，你快点过来看看，这涅槃后的朱叶毛茸茸的，好可爱啊！火灵儿的声音从远处那塌陷的荒山中传了过来，而他的惊叫声也是瞬间吸引了正在朝这里赶来的石号。石号发现被毁掉的石村附近有人，立刻骑着青灵鹰从低空飞掠而去。朱晨也快速赶了过去，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赶到了火灵儿那边。你们是哪个村的？为什么会在这里？石号一脸警惕地打量着朱晨和火灵儿，而那只青灵鹰则是扶着身子靠在他身旁，摆出了一个随时都能攻击的架势。原来是个小屁孩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太古凶兽来了呢。火灵儿见来人只是一个6、7岁的乡野小孩，顿时如释重负地拍了拍胸口。刚刚这只青灵鹰飞过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太古凶兽来抢夺山宝了呢，搞了半天原来是一个小屁孩养的灵宠，可真是吓死他了。我看你们2个也没比我大多少。石号撇撇嘴，有些不爽地呢喃了一句，随后他又转过头去看了一眼站在火灵儿身旁的朱晨，见这2人似乎都没什么恶意，这才转身去了那座已经被毁掉的石村祖地。他这次是专门出来给自己的阿爹阿妈留信的，可不能误了正事。话都不说明白就走了，还真是个小屁孩。火灵儿见石号走了没去理他，而是转身看向朱晨问道，朱晨，你刚刚跟朱燕战斗的动静闹得太大，这里可能很快就会招来其他的太古凶兽，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那件被无数太古凶兽争抢的异宝如今已经被他们得到，顺路还捡了一只涅槃后的至尊生灵，这次出来的收获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现在只想尽快回去找自己的父皇好好炫耀一番，让对方夸奖一下自己。不过朱晨此刻却是另有想法，自己还没去石村探望大老婆呢，怎么可能先回去？不急，我们要打开那个古河，可能还得靠这个小屁孩。朱晨走过去刮了一下火灵儿的鼻子，随后转身跟上了石号的脚步。什么吗？那个小屁孩的修为可能还没我高呢，他怎么可能打开那个古河？火灵儿低头看了一眼还在自己怀里沉睡的朱燕，在嘀咕了几句后也立刻跟了上去。小不点。朱晨追上石号后直接喊了一声他的乳名。石号身子一僵，他停下脚步，满脸诧异地看了过来。你认识我？小不点这个名字只有石村的那些人才知道，他很好奇眼前这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家伙是怎么知道的。我不仅认识你，我还知道你的父母石子灵和秦依宁在什么地方。朱晨直言道。他做事最不喜欢拐弯抹角，哪种方法办事效率最高，他就会选择用哪种方法，而对石号这样的人以诚相待肯定是最好的。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知道我阿爸阿妈在哪？石号的语气瞬间变得激动起来，望着朱晨的眼睛都开始放光了。朱晨也没有隐瞒，他直接将石子灵和秦依宁被软禁在不老山秦家的事情告诉了石号。不过关于那2人在用力生产2胎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他怕现在的石号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说起来这个小家伙也是个可怜虫，从小被人挖骨也就算了，自己的父母在将他丢到石村后，竟然没过几年又开始养起了小号。别人家的修士都在钻研如何提升自己的修为，努力练级，他的父母倒好，光顾着去创小号了。要知道修为越高的修士孕育后代的几率就越低。那石子灵是十足天骄，秦依宁更是不老神前代圣女，2人的修为和天赋在下界都不算弱，一发入魂的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的，必然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深入浅出，这才创出了小号。想来也是可笑，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回去问问柳神，他会告诉你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朱晨说完后又在后面补充了一句。石号本来还对朱晨的话抱着怀疑态度，想要回去找族长爷爷或柳神求证一番，但是当他听到朱晨说出柳神这2个字后，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凝固了。你竟然还知道柳神？不然呢？朱晨笑着耸了耸肩，接着继续说道，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大荒就是想去见见柳神，我想见你们石村的原始真解一关，当然作为报酬我会帮你们医治柳神的旧伤。你连柳神受伤了也知道啊？石号惊呆了，柳神受伤的事情他也是前不久在族常侍云峰口中才获悉的。据说当年柳神是沐浴在一片雷海中降临到了他们石村，那个时候的柳神还只是一段毫无生机的枯木桩，后来经过多年润养才渐渐有了一丝生机，但时至今日对方也只是长出了一根柳枝而已。石号不傻，他知道柳神当年肯定是受了很严重的伤，现在正在恢复当中，只不过他们石村条件有限，无法拿出更多的东西去滋养柳神，所以柳神才会恢复的那么慢。如果眼前这个家伙真有办法医治柳神的旧伤，
或许自己可以带他们回村子试试。反正这一男一女看着也不像是坏人。行，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柳神吧。我也正好要去找柳神求证一下你刚刚说的话。此时的石浩还比较单纯，他只是在心中略微思索了一会，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朱晨。在石浩的邀请下，朱晨跟火灵儿也坐到了青灵鹰的背上，三人骑着青灵鹰一同前往了新石村。与此同时，10万里外的一个部落村内，一段焦黑的枯木桩仿佛感应到了什么，那条垂在地上的柳枝突然散发出了一阵微弱的神息。青灵鹰乃是苍蟒山脉外围的空中霸主，体内流淌着太古魔琴的血脉，而跟着石浩一起来的这只青灵鹰紫云，更是在孵化之时得柳神点化，血脉进行了返祖，其实力早已超越他的母亲老青灵鹰，尤其是在飞行速度方面，更是风驰电掣，比朱晨偷来的天马座驾更快。朱晨他们坐着这只青灵鹰在空中一路疾驰，只用了1天多时间，便横跨10万里之遥，来到了柳神所在的新石村。族长爷爷，我回来了。几人刚下地，石浩就迫不及待地跑进村子，跟一位手持拐杖、满头白发的老者讲述起了自己在石村祖地发生的事情。这位老者就是石村的村长石云峰，如果不算柳神和那只五色犬，他应该就是这村子除石浩外唯一的修士了。朱晨跟火灵儿也跟着走进了石村，在跨入村子的那一瞬，朱晨突然感受到一股若有若无的神识落在了自己身上，是柳神，他在审视自己。朱晨不动声色，继续向前走去。石村的村民们以为他们是石浩带回来的朋友，都表现得非常热情，拿来了许多水果瘦肉招待他们。喂，朱晨，我们跟着这小屁孩来这里干什么呀？火灵儿还是第一次来这种乡野部落，一时间有些不太适应，他偷偷地拉了拉朱晨的衣角，暗示他赶紧找个机会开溜。毕竟他们身上不但带着涅槃后的朱焰，还有那件传承异宝呢。要是这里的人见财起意，杀人夺宝怎么办？然而对于火灵儿的顾虑，朱晨却是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世界的人虽然也存在着尔虞我诈的卑劣行径，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还会对兄弟两肋插刀，但是在这个石村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村子的村民天性淳朴，待人真诚，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子，更何况人家柳神也看不上他们手里的东西。两人坐在石凳上吃了点水果。过了一会，石浩就领着石云峰来到了他们面前。两位小友，看你们身上的衣着，应该不是大荒中人吧？石云峰上下打量着朱晨跟火灵儿，缓缓开口道：我们是从火国来的。朱晨点点头，随后起身看向石云峰道：石浩他应该把我们的来意告诉你了吧？石云峰微微颔首，不错，小不点确实跟我说了，如果你们真的可以医治柳神的旧伤，原始贞洁我可以做主借给你们参悟。说完，他便从身上取出了一块晶莹剔透的骨片，这块骨片就是柳神带来的原始贞洁。见石云峰拿出了诚意，朱晨也没有吝啬，果断将韩立之前赠给自己的那瓶灵液取了出来。此物名为参天造化漏，乃夺天地造化之物，若是给柳神灌下，必然能对其伤势有所增益。他打开瓶子，霎时间一股精纯的灵气便从瓶内流溢而出，让周围所有人纷纷精神一振。果然是极品灵乳。石云峰眼睛一亮，他一个大荒部落的低阶修士，哪里见过这种好东西？这两个小娃子能够随身带着这种灵乳，想必在火国也绝非平庸之人，身份定然尊贵无比。没想到小不点这次外出，竟然能带回来这样的人物。从参天造化漏上收回目光，石云峰又再次看向了朱晨和火灵儿。两位小友，请随我来，我这就带你们去见柳神。说完便转身带着石浩及石村众人朝村子中央挪步而去。柳神本体所画的那段木桩就坐落在那里。朱晨没有犹豫，连忙带着火灵儿跟了上去。朱晨，那个柳神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么珍贵的灵乳给他？还有，你怎么会对这个村子还有那个叫石浩的小屁孩这么了解？难道你以前来过这里吗？不对，你一直跟我在火国都城，按理说应该不会来这里的呀。火灵儿心里此刻充满了疑惑，他本以为自己对朱晨已经很了解了，可是经过这次大荒之行，他忽然间发现朱晨这家伙身上似乎存在着许多秘密，而这些秘密不但他不知道，可能连他的父皇也毫不知情。现在不是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等回去了我再告诉你。朱晨如实说道，自己现在每天都跟火灵儿在一起，有些事情肯定是瞒不住的，所以他已经决定等此件事了，自己就把聊天群的事情告诉对方。至于完美世界原著剧情的事情，他觉得还是算了，毕竟他总不能去跟火灵儿说你本来是石浩的媳妇，现在我把你抢过来了吧。两人跟在石云峰他们身后，很快便来到了柳神所在的地方。这时一个悦耳的声音突然在朱晨耳边响起，第二个跨界而来的人，你终于来了。朱晨看了一眼石浩等人，发现他们并无异样，显然这个声音只有他能听到。柳神，你是不是已经推演过我的事情了？朱晨毫不避讳地对柳神传音。很快柳神的声音再次响起，是也不是。朱晨眉头一皱，这是什么意思？柳神继续道，吾只是推演了你的过去一角，得知汝并非此界之人，你的灵魂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这方宇宙，至于你的未来，吾看不到。不愧是绝顶仙王，竟然能算到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朱晨眼神闪烁，接着继续看向柳神问道，柳神，
你刚刚说我是第二个跨界而来的人，那第一个跨界而来的人是谁？柳神的声音突然沉寂了下来，过了一会才再次响起，那是一个邪顶而来之人，他跟你不同，他不属于过去，不属于当世，是跨越时空长河而至，而你是一个变数，你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存在牵扯了太多因果，甚至会影响到当时所有人的未来，包括我。果然是他，叶凡。朱晨目光微微一凝，一个邪顶跨越时间长河而来的人，不是跑酷王叶老黑，又会是谁呢？或许是跟朱晨透露了太多事情，承受了太多因果，此时的柳神气息突然变得暗淡了许多，其他人感受不到，但朱晨拥有极尽神识，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于是他毫不犹豫，果断将小绿瓶打开，并将其递到了柳神面前，开口道：柳神，此物对你的恢复可有帮助？有用，此物不仅蕴含无尽灵气，更有仙灵之息弥漫其中，吾若服下，必将大受裨益。柳神的声音从树桩上缓缓传出，他对这餐天造化漏的评价相当高。石云峰等人闻言，脸上全都露出了欣喜之色，小石浩更是激动地跳了起来。太好了，柳神，你赶紧把这东西服下吧，这样你的伤势就能恢复过来了。柳神没有说话，而是挥动柳枝绕到了朱晨身前。然而那条柳枝在靠近那瓶参天造化漏的时候，却是突然停顿了起来。怎么了，柳神？这参天造化漏有问题吗？朱晨皱眉问道，心想韩立那个老六该不会在这里下毒吧？此物并无问题，但它出自汝手，吾若服下，定会与汝产生极大的因果。柳神发出了一声叹息，他在犹豫。这参天造化漏不但有着浓郁的仙灵气息，而且还带着一丝法则之力，他若是将之服下，不说伤势痊愈，但也能恢复不少。可这东西是朱晨给的，他已经推演出朱晨不属于这个世界，对方的存在对他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来说就是一个变数，自己若是收下他给的东西，也必然会与之产生因果，因果缠身，业障自累，他日恐很难独善其身。就在柳神犹豫之际，朱晨突然挺身站了出来。柳神，这东西若是对你有用，你尽管拿去，此物产生的一切因果可尽加无身。轰！当朱晨开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冥冥之中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息突然落在了他身上，这股气息缠绕着他的身体，将他紧紧包裹，仿佛要在他身上留下一个印记。朱晨知道这是这个世界的大道意志，是此界所有修士所修之道，此界的修士若是以道心起事，亦或者是牵扯到因果的时候，都会受到他的关注。而他刚才说出要将柳神身上的因果全部加在自己身上的话，已经引动了大道意志。然而就在那股大道气息要在朱晨身上留下道之印记，将所有因果强行灌输到他身上的时候，柳神所画的那段木桩却是猛然间爆发出了一阵耀眼的光辉，神光笼罩之下，朱晨的身体表面也渐渐浮现出了一层淡绿色的神息，那股大道气息被隔绝出去了。随后柳神的声音也从那段木桩上传了出来，吾受汝之恩，又岂能再让汝承受这些因果？也罢，你既能来此地寻吾，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此般因果无可受之，今日因，他日果。柳神能够说出这般话，说明他已经认可了朱晨，并且愿意与朱晨签上这份因果。至于这份因果以后会引来何种结束，就不是他目前能够考虑的了，因为这牵扯到朱晨的未来，而一个本身就存在着诸多变数的人，没人可以推演他的未来，就算曾经是绝顶仙王的柳神也不行。在将朱晨身上的因果尽数引入自己体内后，柳神也是卷动柳枝，将那瓶参天造化露收了去。不过在收走参天造化漏的时候，他也送给了朱晨一片散发着阵阵生命气息的柳叶，此叶有无一缕残存意念，如且将其收下，他日若遇到强敌，可凭此叶消解。听到柳神这话，朱晨思绪一动，连忙开口问道：柳神，你这柳叶上的一缕残存意念，能发挥出你巅峰时期的多少修为？3000州，天下间无论哪个道统，无之意念皆可清算。柳神的声音徐徐回荡开来，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这柳叶上面残存的意念有多强，但他这句话的含金量却是比任何保证都更具震慑效果。石云峰等人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柳神说出这样的话，一时间都有些错愕，没想到这位从火国来的小家伙竟然能够得到柳神如此的赏识。族长爷爷，3000州是哪里啊？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10号好奇地看向石云峰问道，声音中带着些许稚嫩。石云峰若有所思地摸了摸长须，随后开口解释道，估计是这荒域的诸多城邦部落吧，柳神来历神秘，定然不是这大荒中的生灵，应该是来自大荒之外的世界。说完他又蹲下身子，轻轻地拍了拍10号的肩膀，鼓励道，小不点，你上次已经接受了酸泥精血的洗礼，以后只要努力修炼，肯定也能走出这荒域，去外面闯出一方天地的。石云峰给予了10号厚望，而10号也是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以后一定会走出荒域，去外面见识更加广阔的世界。朱晨收下了柳神赠予的那片柳叶，他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有一位绝顶仙王的残念庇佑，对他来说也算是有了一手底牌。不过他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欠别人人情，尤其是这个人情还是自己未来老婆的。因而在收下那片柳叶后，他又当即一步迈出，径直走到柳神面前，豪气开口道，柳神，你这个礼物我收下了，但我不会白收你的礼物，
我向你承诺，只要我修为有成，以后在这个世界，不论是谁，若是有人敢欺负你，我定灭他满门，诛齐全族。众人面面相觑，眼神中尽是骇然。所有人都被朱晨这句话惊了一下，这个小娃娃也太狂了吧！柳神是谁啊？那可是他们10村的祖祭灵。上次在大荒的时候，10号等人被村祭灵袭击，柳神隔着几十里地出手，直接就将那被村祭灵秒杀了。人家还用得着你这个毛孩子庇护？10村的村民们都以为朱晨是在吹牛，就连火灵儿也这么觉得。他猜测朱晨一定是上次被朱燕揍了一拳，把脑子给震坏了，要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呢？整个10村只有小10号一个人望着朱晨那意气风发的背影，脸上露出了羡慕和向往的神情。朱晨此刻的行径无意间激发了10号对变强的渴望，他觉得朱晨说的很有道理。柳神和10村的村民庇佑得了他一时，但却庇佑不了他一世，自己以后的路还是要自己去闯。他不想永远在别人的庇佑下成长，他要变强，变得很强很强，然后去保护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如果有人敢来欺负他们，那就通通镇压。你能有此心性，日后成就必然不凡。但世界之外还有世界，强者之上还有强者，汝等以后行事切勿固步自封，否则只会反受其累。柳神在听完朱晨的话后，只是给出了这样一句评价，便再次沉寂了下去。朱晨本想让柳神先开一下那件山宝的，但是一想到对方此刻还很虚弱，就没有再提及此事。自己的老婆自己疼，柳神现在已经得到了参天造化漏，只要将其炼化，修为定然会有所恢复，到时候再让他开也不迟。两位小友，老朽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呢，敢问你们怎么称呼啊？这时石云峰拄着拐杖走了过来，此时的老村长态度明显要比之前和蔼了许多，尤其是在望向朱晨的时候，那对浑浊的眼眸中更是多了一份敬重。这份敬重并非是因为朱晨的火国贵族身份，而是来源于柳神对他的庇护。柳神先前跟朱晨说的那些话，他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现在整个10村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柳神在庇佑朱晨，而柳神是他们10村的祖祭灵，能被祖祭灵特殊照顾的人，他们又岂能不敬重？我叫朱晨，她是火灵儿，火皇之女。朱晨转身看向石云峰，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和火灵儿。原来是火皇之女，难怪你们身上会有如此珍贵的灵乳。石云峰目光闪烁，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上又再次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他本以为这2个衣着华丽的小娃娃只是火国的贵族，没曾想其中一位居然还是火皇之女。不过这位老村长在大荒活了这么多年，一些眼力劲还是有的。眼前这个叫朱晨的小娃娃虽然只是道出了自己的名字，并未提及自己在火国的身份，但是那火皇之女一直乖乖地跟在他身后，隐隐间好似一副以他为主的样子。显然对方在火国的身份定然不会比那位火皇之女低，说不定也是一位皇子。石云峰一边这样思索着，一边从怀里摸出了2块宝骨，其中一块正是他先前向朱晨展示过的原始真解，另一块宝骨虽然颜色略显暗淡，但上面却是缠绕着一丝精纯的雷电之力。朱晨小友，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你现在可以参悟这原始真解了。不过这原始真解乃是柳神之物，你只能在10村参悟，切不可带出10村。石云峰将那原始真解递到朱晨手上，叮嘱了一声，接着又低头看向了自己手中的另一块宝骨。这块是小不点上次舍命带回来的酸泥宝骨，你是柳神庇护之人，这块酸泥宝骨你也尝试着参悟看看吧。对于柳神认可的人，石云峰从来不会吝啬，他大方地将那块酸泥宝骨也一并交给了朱晨。谢谢村长。朱晨接过宝骨，对石云峰道谢了一声。他身上已经有了完整的太古朱雀宝术，对于普通的太古一种宝术自然是看不上眼的，但是这酸泥宝术中蕴含着一丝雷道法则，若是将其学会，说不定他也能掌握一些雷道法则之力，这可是一件好东西。哇，没想到这村子里居然还有酸泥的原始宝骨啊！火灵儿这时也抱着朱燕凑了过来。据他所知，这酸泥宝术可是荒域10国的镇国宝术之一，其威力虽然比不上他们火国的朱雀宝术，但也是一种极为强横的高阶宝术了。尤其是这宝术内所蕴含的雷道法则之力，据说还是奈羽族的克星。族长爷爷，我能学这个酸泥宝术和原始真解吗？10号走到石云峰身边，轻轻地扯了扯他的裤腿，眼中充满了渴望。小不点别急，等着2位贵客参悟完，会轮到你的。石云峰伸手摸了摸10号的脑袋，笑着宽慰道：因为要参悟原始真解和酸泥宝骨，朱晨只能和火灵儿先在10村暂住下来。石云峰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僻静的小屋，以便他们可以安心参悟宝术。朱晨自然没有意见，10村有柳神守着，在这里修炼宝术可以说非常安全。火灵儿虽然嘴上嚷嚷着要回去，但是他那双眼睛却始终没有移开过朱晨手里的酸泥宝骨。火国跟10国虽然同为荒域的人族国度，但2国的镇国宝术却是从来不会相互借鉴。如今终于有机会可以学到10国的镇国宝术，他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2人进入房间后，并未浪费时间，立刻开始了修炼。火灵儿如今的修为只是斑血境后期，因为没有达到极境，还无法参悟原始真解的符文奥义，所以朱晨直接将那块酸泥宝骨丢给了他，让他先参悟这上面的酸泥宝术。不过
那元始真解朱晨也没有马上参悟，因为他知道元始真解一共有3个部分，分别为神隐、超脱、终极。而柳神给他的指示，神隐篇还是没有万灵图的残缺版本。虽说他知道万灵图在哪，也清楚该怎么拿到另外那2个篇章，但那样做太麻烦了。尤其是终极篇，那玩意遗落在界海尽头的终极谷地，就算是巅峰时期的柳神也难以触及，更别说是现在的他了。不过朱晨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或许可以利用这块元始真解宝骨引出其他的篇章内容。没错，就是灵动的祖石。祖石可以修复残卷功法，说不定他可以用那东西将元始真解彻底还原。之前为了谋夺山宝，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聊天群里的情况了，也不知道萧炎跟灵动他们发展的怎么样了。朱晨心念一动，当即换出了聊天群页面。此刻的聊天群里非常热闹，有不少人正在发言。萧炎，卧槽，灵动兄弟，你从山洞后面溜过去啊，不要正面上。那紫金翼狮王可是有着斗皇修为呢，我们只能智取，不能硬来。灵动，你还说，刚刚要不是你，我早就得手了。萧炎，得手个屁，那山洞里面还有一只他的幼崽。灵动，你怎么不早说？萧炎，贪多嚼不烂，饭要一口一口吃，我们还是先想办法把那只紫金翼狮王弄走吧。至于那只幼崽，鸣人兄弟，靠你了，大家做好准备，我们再来一次。漩涡鸣人，不是吧？我刚刚为了帮你们2个断后，用多重影分身把身上的查克拉都耗尽了，你让我先吃2颗冰凉丸恢复一下。萧炎，哎，要是朱兄在就好了，这样我们就更有把握拿到紫灵晶和半生紫晶元了。漩涡鸣人，朱晨大哥他已经好几天没上线了，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灵动，他可能正在闭关，要不咱们再叫别人。我记得群里还有2个修仙世界的大哥。萧炎，可他们2个也已经好久没上线了。看着这3人的聊天信息，朱晨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抹古怪之色。朱晨，你们3个在同一个地方，居然还用聊天群聊天，面对面打电话吗？萧炎，我去。朱兄，你终于上线了。漩涡鸣人，朱晨大哥。灵动，朱晨兄弟，你有时间吗？快来帮帮我们。萧炎他们看到朱晨上线都激动了起来。萧炎，朱兄你别误会，灵动兄弟跟鸣人兄弟虽然都在我这边帮忙，但我们3个并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才用聊天群进行联络的。你别说，把这个聊天群当成对讲机来用，还挺方便的。朱晨看了一眼萧炎发来的信息，接着又快速翻阅了一遍3人之前的聊天记录，很快就把事情了解了大概。原来事情的起因是萧炎这家伙不想昧着良心去和云韵产生纠葛，打算先一步去偷那紫金翼狮王的半生紫晶元和紫灵晶。不料那紫金翼狮王的警惕性太高了，实力又强，他跟药老想尽了办法都没有成功。最后萧炎只能在群里发出了求助信息。当时灵动和漩涡鸣人刚好有空，于是2人就自告奋勇地前往了斗破世界帮忙。然而他们3人现在都还没有发育起来，就算是3v1也不是那紫金翼狮王的对手。最后还是读过书的灵动想到了一个吊石离山计，他让萧炎先想办法引开那只紫金翼狮王，然后自己跑到山洞里去偷那半生紫晶元和紫灵晶。漩涡鸣人则是在外面望风。漩涡鸣人觉得灵动的这个办法非常好，对他大加赞扬。萧炎和药老本来还想从长计议的，但是看到前来帮衬自己的灵动和鸣人都想用那个办法试试，也只能硬着头皮应了下来。主要是他们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随后3人找准时机就展开了灵动的吊石离山计。谁料那紫金翼狮王在被他们3个骚扰了几次后，早就已经看穿了他们的把戏。萧炎刚想办法把他引出洞，灵动还没来得及跑进去偷东西呢，他就立刻折返了回去。萧炎见势不妙，立刻在群里让灵动赶紧撤出来。可灵动觉得自己绝对能够赶在紫金翼狮王回来之前把东西拿到手，不但没有撤退，反而还加快速度朝山洞深处跑去。然而当他跑到那紫金翼狮王老巢的时候，却是赫然发现那巢穴里居然还有一只狮王幼崽守着。灵动当时差点就崩溃了。毫无悬念，他们的这次行动最后又失败了，而且这一次因为萧炎的疏忽和灵动的莽撞，他们还差点栽在了紫金翼狮王的巢穴里。最后要不是鸣人灵机一动，对那紫金翼狮王用了针对性的后宫之术，成功迷惑了对方几秒，后果绝对不堪设想。看到这里，朱晨差点笑喷了。萧炎他们也是心大，灵动这家伙大字不识几个，5个字能当成3个字念，他们居然还让对方出谋划策，这是真不怕踩坑啊。萧炎，朱兄，我老师刚刚为了帮我，灵魂力量都消耗透支了，灵动的雕爷不能上身，没什么战斗力，我现在只能靠你了。萧炎再次发来了求助。朱晨，行，我马上过来。群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因此朱晨也没有拒绝。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正在参悟酸泥宝术的火灵儿，随后打开跨界功能，一个闪身便消失在了屋内。然而就在他跨界离开的那一瞬，10村中心祭坛那根焦黑的木桩之上，一个身裹柳衣轻纱，形体妙曼却虚幻不可见的女子，也在同一时间缓缓睁开了双眸。只见她的眼眸深处仿佛孕育着一个无边宇宙，其内有银河星辰熠熠生辉，虹膜中隐约有金色道纹浮现，散发出阵阵大道气息。柳衣女子美眸轻抬，深邃的目光落向朱晨所在的那间木屋，气息莫名消失，不在下界8域，也不在9天10地，
莫非是前往了另一个世界吗？斗破世界，魔兽山脉深处，朱晨通过跨界功能直接来到了萧炎身前。卧槽，朱兄，没想到你还真是个小屁孩啊！萧炎还是第一次看到朱晨的样子，不由得惊呼了一声。鸣人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朱晨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哈哈，我就是感慨一下，没有别的意思，你可千万别介意啊。萧炎尴尬的挠了挠后脑勺，接着他话锋一转，突然认真起来道：对了，朱兄，鸣人兄弟说你上次在他们村展现出了很牛逼的战力，可我刚刚看他除了那些李胡哨的忍术外，好像也没什么厉害的本事。我想确认一下，你能打得过那只紫金翼狮王吗？我老实说，那大家伙的实力可是堪比5、6星左右的斗皇强者呢。不好说，按照你们斗破世界的境界标准，斗皇强者已经拥有了爆成级的战力，而且那狮王还有封印术，对付起来可能有些棘手。朱晨如实说道。很多人可能都会小觑斗皇强者的实力，可朱晨却是清楚的记得，这斗破世界的斗皇战力其实已经相当恐怖了。就比如专打巅峰赛的冰皇海波东，轻易就能冰封一座城，这可是妥妥的爆成级啊！而他目前只开了2口洞天，虽说肉身之力有元神分身强化，能够越阶一战，但能不能打过那紫金翼狮王，还真不好说。除非他再和元神分身融合，借助力之法则与其全力一战。可问题是，他那元神分身前不久才刚刚沉淀下来，目前正在不断吸收天地灵力淬炼肉身，炼化那半低盘骨精血。他要是一直频繁的与其融合，那他另外那半低盘骨精血什么时候才能炼化完？哎，看来修为还是太低了呀。要是我现在的修为已经达到列阵境或者尊者境，哪里还有这种烦恼？区斗皇，弹指可灭。朱晨暗暗长叹一声，心中对力量开始变得更加渴望起来。萧炎见他面露难色，不禁皱起了眉头。朱兄，大家都不是外人，你可以跟我说实话，如果你跟那只紫金翼狮王全力一战的话，能有多少胜算？全力一战的话，大概8成胜算吧。8成？卧槽，这么高！萧炎直接无语了。他刚刚看到朱晨面露难色，还以为对方只有2、3成把握呢，结果直接来了一个8成。干！我要是有个2成胜算就干了。朱兄，你有8成胜算，这要是还不干的话，那真是天理难容啊！这时，又一个爽朗的声音突然从附近的密林中传了出来。朱晨循声看去，只见一个相貌清秀、身形瘦弱的少年刚好掀开树叶从林中走出，来人正是灵动。他原本是在另一处山头等待萧炎行动指令的，后来看到朱晨来了，便迫不及待地赶了过来。兄弟，你来的正好。萧炎见灵动过来，正准备上去相迎，然而就在这时，远处的山头却是突然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狮吼，紧接着整座山脉都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激烈的轰鸣声和碰撞声不断的从空中炸响，将森林周围那些低阶魔兽全都惊得四下逃窜了出去。糟糕，不会是鸣人兄弟跟那紫金翼狮王干上了吧？灵动脸色一变，脱口而出道。恰逢这时，漩涡鸣人的弹幕也出现在了聊天群里。漩涡鸣人带萧炎，不好了，萧炎大哥，你上次说的那个女斗皇来了。各位，主角马上就要破除了，多子多福提速修炼正式开启，请大家追读一下，拜托了。萧炎，我靠，我刚刚不是变成纳兰杰的样子把他骗走了吗？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萧炎直接傻眼了。他看过斗破，知道那云韵也是来这里寻找紫灵晶的，所以在找上那紫金翼狮王之前，他先用从鸣人那里学来的变身术变成了纳兰杰的样子，然后去主动找了云韵。当然，当时他是让药老附身在自己身上的，毕竟纳兰杰是斗王强者，会飞，药老要是不附在他身上，他可飞不了。之后，他借助纳兰杰的身份诓骗云韵，说纳兰嫣然在云岚宗修炼的时候不小心走火入魔，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势，整个云岚宗无人能医，就连那丹王古河也没辙。他这个爷爷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才特地赶来这里寻找云韵，希望云韵能够回去救治。云韵这次来魔兽山脉，就是为了给纳兰嫣然寻找紫灵晶，提升修为。他见纳兰老爷子亲自来找自己，还道出了纳兰嫣然受了重伤的事情，一时间慌了神，当即就转身折返了回去。萧炎本以为对方从云岚宗来回一次，肯定需要不少时间，而他们只需要在这段时间内拿到紫灵晶和半生紫晶元就可以了。没曾想那云韵竟然这么快就折返了回来，这让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一头紫金翼狮王已经够让他们头疼了，现在那云韵又回来了，那岂不是说他们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人类斗皇强者和一头实力堪比斗皇强者的6阶魔兽？这难度提升的可不是一点点啊！你小子倒是挺聪明，知道在动手之前先把那云韵骗走。朱晨笑着看向萧燕说道：“朱兄，你就别取笑我了，纳兰杰老爷子以前去过我们萧家，我刚好见过，记得他的样子，不然我可不敢用这个办法去骗一个斗皇强者。”萧炎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接着继续说道：“朱兄，现在那个云韵回来了，我们需要面对2个斗皇强者，这次真的得靠你了。”这时灵动突然插话道：“朱兄，面对2个斗皇强者，你有几分胜算？”此话一出，萧炎也立刻紧张地看了过来。他记得朱晨刚刚说对付那紫金翼狮王自己有8成胜算，不知道现在同时对付2个斗皇强者，对方还能有几分胜算？朱晨看着这2人清澈而又愚蠢的眼神，
差点就怀疑人生了。这灵动没读过书也就算了，萧炎这家伙好歹是上过9年制义务教育的，怎么也变得不太聪明了？那云云跟紫金翼狮王如今都已经打起来了，他们现在只要在这里做山关虎斗就行，为什么一定要冲上去掺一脚呢？坐收渔翁之利，他不香吗？你们两个笨蛋！那云云跟紫金翼狮王又不是一伙的，他们两个打起来了正好，你们趁现在赶紧去紫金翼狮王的老巢拿半生紫金元和紫灵晶，这可是个好机会。药老也看不下去了，他以灵魂状态从内界里飘了出来，对着萧炎和灵动两人就是一顿教育。诸臣注意到药老此时的灵魂体有些不太稳定，看来刚才在帮萧炎他们智斗紫金翼狮王的时候，他应该是出了大力。我去，我刚刚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萧兄，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吧。好。萧炎和灵动听完药老的教育，这才恍然大悟，两人跟诸臣招呼了一声，随后立刻运转敛气术，轻手轻脚的朝紫金翼狮王的巢穴摸了过去。萧炎还在群里艾特了一下蹲点在紫金翼狮王老巢附近的漩涡鸣人，让他随时做好准备接应，他们要来了。看着萧炎跟灵动离去的背影，诸臣一时间都有些无语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萧炎最近跟灵动走得这么近，该不会被传染了吧？这要是被传染了，那他们群里岂不是要出一堆卧龙凤雏了吗？算了，教导萧炎的事情有药老在，我又何必去操这份心呢？诸臣苦笑一声，随后也跟了上去。他们刻意避开了云韵和那紫金翼狮王的战场，小心翼翼地摸索到了紫金翼狮王的老巢。诸臣在这里终于看到了漩涡鸣人，原来这家伙用变身术把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然后一直躺在紫金翼狮王的巢穴外面望风。为了掩盖自己身上的气味，他还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了一坨魔兽粪便，并将其捣烂涂抹在了自己身边。这家伙在自己的世界被别人称之为意外性第一的忍者，脑子里果然有点东西，居然能够想到用这种方法隐藏自己，就连6阶魔兽都被他蒙了过去。就是用粪便掩盖自己气息的这个行为，属实是有点恶心了。趁着那紫金翼狮王还在外面跟云韵玩贴贴，诸臣等人立刻冲进洞穴，朝深处疾驰而去。因为担心里面的小狮王会发出叫声引来老狮王，诸臣果断发动朱雀宝术，流火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并在看到那只小狮王的瞬间，当即用朱雀宝术禁锢将其定格在了原地，然后一记重拳直接爆了他的脑袋。等萧炎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只在地上看到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兽尸体。那紫金翼狮王盘踞魔兽山脉深处多年，在自己的老巢里囤积了不少好东西，除了半生紫金元和紫灵晶外，还有不少稀有矿石和灵草宝药。那些稀有矿石诸臣看不上眼，不过那些灵草宝药倒是不错。群里有不少炼丹师，萧炎和药老会炼丹，韩立会炼丹，灵动的祖石也会炼丹，还有那王灵，算了，这货不配炼丹，他还是拿来打架比较好。总之，群里有这么多炼丹师，灵草宝药之类的资源自然是多多益善。快看，紫灵晶和半生紫金元都在那里。药老进来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紫灵晶和半生紫金元，他示意萧炎立刻去拿。萧炎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诸臣等人，抱拳道：诸位，这紫灵晶和半生紫金元对我有大用，这些东西我先收下，下次你们要是……轰隆隆，他话还没说完，这处山洞就剧烈地震动了起来。紧接着只听一声愤怒的狮吼，顿时从10几里开外的森林中响起，其声宛如滚滚雷鸣，竟传到这里，引发了山体共鸣。糟糕，紫金翼狮王跟他的幼崽血脉相连，他感受到小狮王死了，你们快点动手拿东西，拿完东西就走。药老赶紧提醒众人道。萧炎闻言不再犹豫，立刻上去将那紫灵晶和半生紫金元取了下来。灵动看上了那些稀有矿石，而诸臣则是顺手扫光了洞里的所有灵草宝药。漩涡鸣人什么都没拿，因为这里没有他需要的东西。迅速清扫完战场后，几人这才火速朝洞外跑去。吼！震耳欲聋的狮吼声不断从洞外传来。诸臣他们刚跑到洞口，抬眼就看到了一道紫色流光出现在了森林尽头。不好，是那紫金翼狮王回来了。药老脸色大变，他没想到那紫金翼狮王回来的速度竟然会这么快。大家别怕，看我的！这时鸣人突然挺身而出，双手快速结出一个手印，兽后宫之术！砰砰砰砰，随着一连串白烟炸起，只见众人周围顿时出现了积石头面目狰狞的紫金翼狮王。这些紫金翼狮王的颜色各不相同，但却都很秀丽，有的粉里带红，媚态百出，有的洁白无瑕，宛如璞玉雕琢而成。他们都是漩涡鸣人用影分身和变身术整出来的雌狮。上次鸣人就是用这个方法成功迷惑了那只紫金翼狮王，让萧炎和灵动他们成功逃离了对方的魔爪。而就在鸣人施展出他那个兽后宫之术的时候，那只疾驰而来的紫金翼狮王也是震动双翅飞到了他们这边。你们这群卑鄙的人类，本王要把你们碎尸万段！好！紫金翼狮王口吐人言，随后张嘴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无形的音浪冲击而下，竟瞬间摧毁了漩涡鸣人变出来的那些母狮子。糟糕，我的兽后宫之术对他没用了。鸣人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仿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萧炎拖着下巴若有所思，看来他应该是想换一批。药老直接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换什么换？他
他那点旁门左道，上次也就是运气好迷惑了奈子精翼狮王几秒，你还真以为有用啊？赶紧跑！萧炎张了张嘴，刚准备再说些什么，然而话还没说出口，一道人影却是突然从他身后腾空而起，双翅一震，直接朝那紫金翼狮王冲了过去。朱晨出手了，他以迅雷之势逼近紫金翼狮王，旋即一拳轰出，带着遮天蔽日的朱雀虚影与那紫金翼狮王挥下来的狮爪碰撞在一起，凤鸣之音响彻天地，无穷无尽的火焰自虚空之中涌出，弥漫在朱晨身周，将他身后的朱雀虚影凝聚的愈发真实。朱雀显化，火海滔天，恐怖的能量波动如汹涌的潮水般向四周疯狂扩散。紫金翼狮王被朱晨的这一拳震得直接倒飞而出，那庞大的身躯犹如掉了线的风筝一般，被径直砸进了数万米之外的山脉当中，溅起了大量尘埃，一击重创紫金翼狮王。这小子还是人吗？我的天呐，他这哪是8成胜算了，妥妥的碾压好不好？卧槽，早知道朱兄这么厉害，我们刚才还那么小心翼翼的干什么？直接进洞开抢就行了呀！不愧是朱晨大哥。见朱晨在空中以雷霆之势一击重创紫金翼狮王，萧炎跟灵动等人都看傻了眼。他们知道朱晨很强，但却没想到对方居然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那紫金翼狮王可是堪比斗皇强者的6阶魔兽啊，他竟然一拳就给干翻了。就在萧炎等人纷纷发出惊呼的时候，感受到紫金翼狮王还没死的朱晨又再次发动了攻击。只见他舞动双臂，在接连打出几道绝印后，蓦然向前一指，就在一声嘹亮的凤鸣声中，他身后的那只朱雀虚影顿时双翼一展，带着无边无际的火焰尾痕，直接撞向了紫金翼狮王先前摔落的那片山脉。轰隆隆！当朱雀虚影没入那片山脉的瞬间，整座魔兽山脉都剧烈震动了一下。紧接着，只见一道直径1000米的火柱轰然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将片整天空都渲染成了红色。随后，火柱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将方圆数十里山林尽数化为灰烬。火海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只兽不留。这下总该死了。朱晨张嘴吐出一口浊气，随后煽动朱雀羽翼重新回到了地上。萧炎他们此刻已经彻底惊呆了，包括药老。朱兄，你刚刚不是说自己只有8成的胜算吗？萧炎用力地吞了口唾沫，难以置信地看着朱晨问道。那只是保守估计，而且那只紫金翼狮王刚才已经受伤，实力有所下跌，我才捡了便宜。朱晨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他说这话倒不是在谦虚，那紫金翼狮王刚刚应该在云韵手里吃了亏，实力有所下跌，所以他才能将其一击击溃。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那紫金翼狮王一开始竟然想要跟他肉搏，试图用爪子来跟他对拳，结果却被他反手给压制了。后来他乘胜追击，全力激发朱雀宝术，直接给予了那畜生致命一击。朱兄，你的实力我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接下来我要以你为榜样，回去之后好好修炼，不然以后打架我感觉你都不要我了。灵动对着朱晨抱了抱拳，随后又转头看向了萧炎，开口说道：萧兄，那紫金翼狮王已经被朱兄干掉了，我也该回去了，我们后会有期。萧炎从怀里摸出一瓶丹药丢了过去，兄弟，这是炼体丹，你上次不是说自己在淬体境吗？我想这丹药应该对你有帮助，这次多谢了。灵动惭愧地摇了摇头，我这都没有帮上什么忙，你送我这个，我真是受之有愧啊。说归说，但他还是将那瓶炼体丹揣进了怀里。之后萧炎也大方给了漩涡鸣人一瓶炼体丹，这是他之前答应过2人的报酬。然而当他想要给朱晨报酬的时候，手里摸丹药的动作却是顿了一下。他原本也是想给朱晨炼体丹的，毕竟这些炼体丹是药老亲手炼制，药力醇厚，绝非他可比。可是在见识过朱晨那恐怖的实力后，他犹豫了。朱晨太强了，这炼体丹虽说是药老亲手炼制，可是对他这种级别的强者来说，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效果了吧？药老看出了萧炎的困惑，于是直接替他开口说道：朱晨小友，你刚刚在紫金翼狮王的巢穴里是不是拿到了很多灵草宝药？对。朱晨点头应了一声，大家刚才都在现场，这件事情没什么好隐瞒的。药老淡然一笑道：如果老夫刚刚没看错的话，那些药材中有好几味都是炼制6品丹药黄极丹的主药，倘若你相信老夫，可将那些药材交给萧炎，过几日老夫凑齐所有药材，帮你炼制一炉黄极丹，如何？可以，那麻烦你了。朱晨毫不犹豫，果断将自己刚才搜刮来的那些药材送到了萧炎面前。炼体丹对他来说确实没用，但这黄极丹是增加斗皇强者修为的6品丹药，他应该有用。朱兄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帮你凑齐所有药材，让老师帮你炼制黄极丹。萧炎收下那些药材，随后对朱晨抱了抱拳，便转身离开了。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在这里久留。不过在临走之前，他送给了朱晨几瓶恢复类的丹药。他觉得朱晨刚刚才跟紫金翼狮王大战一场，这些丹药应该可以用得上。过来一趟白嫖几颗6品丹药，这笔买卖还真不错。告别萧炎等人后，朱晨也是打算回自己的世界了。他准备回去之后再先找灵动借一下祖石。然而就在他打开跨界功能的时候，体内却是突然涌出了一股惊人的灵力。要突破了，是因为刚才的那场战斗吗？朱晨不知道在这种时候进行跨界会不会影响自己突破，他不敢冒这个险。于是
他当即关闭跨界功能，转身回到了紫金翼狮王的巢穴。突破在即，朱晨来不及多想，他将萧炎之前送的那几瓶丹药随手丢在一旁，然后就地盘吸，开始凝聚体内灵力，显化神环洞天。然而就在这时，巢穴外面，一个裹着青色素裙、浑身伤痕累累的长发女子，却是单手捂着胸口，踉踉跄跄的来到了此处。刚刚那只火焰大鸟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能将6阶魔兽紫金翼狮王一击轰杀！云云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洞穴外面，只见他那张惨白的俏脸上此刻还带着一丝惊诧之色，眼中眸光闪动，仿佛在回忆什么。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奇怪了，而且处处透着诡异。先是有人冒充纳兰老爷子骗他回云岚宗，后来天上又出现了一头遮天蔽日的火焰大鸟，还有那紫金翼狮王之前的状态好像也有点不对劲。他刚才来这里找到对方，原本是想用交易的方式从对方手里换取1点紫灵晶的，没曾想那畜生看到他后就破口大骂，说什么该死的人类又来耍样了。他甚至连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莫名其妙的跟对方交上了手。他如今虽然已经是斗皇修为，但也不过是3星斗皇而已，面对实力堪比6星斗皇的紫金翼狮王，根本不是对手。经过一场激烈的恶战，他最终被紫金翼狮王封印了修为。不过那紫金翼狮王也没好受，被他用风之极陨杀削掉了容角。当时他都以为自己今天就要陨落在这里了，谁料在千钧一发之际，那紫金翼狮王却像是突然感应到了什么，竟放下他，转身返回了自己的巢穴。然后那头可怕的火焰大鸟就出现了。那只火鸟能够一击轰杀紫金翼狮王，其实力怕是已经达到斗宗级别，莫非那是只7阶魔兽？云云暗自思索着，越想越是心惊胆战。他们加玛帝国如今最强的人也不过斗皇巅峰修为，要是这魔兽山脉真的出现了一头实力堪比斗宗强者的7阶魔兽，这对他们人类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算了，倘若这魔兽山脉真的出现了一头7阶魔兽，也不是我能够处理的，我还是先拿到紫灵晶回去给嫣然吧。云云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烦恼抛至脑后，目光一转，便小心翼翼地朝洞穴深处走去。魔兽弱肉强食，遵从的是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如今那紫金翼狮王已死，他的巢穴很快就会被其他高阶魔兽占领，他必须要在那些高阶魔兽赶来之前，先将这里的紫灵晶拿到手。然而就在云云刚走进洞穴没多久，一个盘膝而坐的少年却是忽然映入了他的眼帘。这少年身上散发着耀眼的神系光辉，周身还有2个血色的圆环在徐徐环绕，散发出阵阵惊人的气息。这是云云心头一震，他现在虽然修为被封，但身为一宗之主，该有的眼力劲还是在的。眼前这少年能够出现在紫金翼狮王的巢穴当中，且身上还散发着如此惊人的气息，功法诡异，明显不是普通人。联想到之前在外面看到的那只遮天大鸟，云云心中顿时想到了一种可能：魔兽化形。据说那些高阶魔兽的修为在突破至7阶之后，能够彻底幻化成人形。想必眼前这位少年应该就是之前那一击轰杀紫金翼狮王的火焰大鸟了。至于对方为什么要幻化成一个少年的模样，云云并未去细想，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彻底化为人形的7阶魔兽，最多也就是见过几个塔哥尔大沙漠深处的蛇人而已。这个女人莫非是云岚宗的宗主云韵？就在云韵打量着朱晨的时候，朱晨的神识也是落在了对方身上。事实上，在云韵踏入这处山洞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对方。前辈晚辈是无意间闯入此处的，如有打扰，还请前辈莫要见怪。云韵站在洞口，对着朱晨抱拳深深一拜，态度恭敬到了极点。你是云岚宗的宗主云韵？朱晨用神识传音道。云韵闻言不由一惊，没想到这位前辈居然认识我。晚辈正是云韵。云韵抱拳点头，又恭敬地回应了一句。他心里现在有很多疑问，但这些问题他根本不敢提出来，因为他不知道眼前这位化形大妖的脾性，言多必失，万一自己的话有哪句冲撞了对方，那就不值当了。这时一阵撕裂感突然从胸口传来，云韵贝齿轻咬薄唇，低头看去，只见自己胸前的青衫已经被嫣红的鲜血染红，而且那些鲜血此刻还在顺着她的衣服不断滴落到地上。不好，一定是刚才抱拳鞠躬的动作太大，伤口又裂开了。云韵能够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精血此刻正在快速流失，如果不尽快止血，恐怕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因为失血过多晕厥过去。在这种魔兽横行的森林，一个人类女修士若是晕倒在地上，绝对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被杀倒是小事，万一遇到像颜渊那种喜欢人类的魔兽，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此处，云韵那张原本就惨白如蜡的俏脸唰的一下又白了几分。有这位前辈在，想必这狮王巢穴里的紫灵晶已经被他取走，我继续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必须要尽快找个地方养伤，等修为恢复过来才行。云韵在心里暗自思索道。随后他忍着胸口传来的剧痛，又对着朱晨恭敬的抱拳一拜，前辈在此处修炼，晚辈就不多加打扰了。朱晨没有回话。云韵见状，心中不由一喜，他向朱晨最后抱拳一拜，就准备转身离开。然而就在这时，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声突然从洞穴外面传了进来，是颜渊。云韵娇躯一怔，刚准备迈出去的步子瞬间又收了回来。
该死，这种低阶魔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刚才那场毁灭性的大火把外围的那些低阶魔兽全都吓到这里来了？云云握了握拳，脸上露出挣扎之色。外面那些低阶魔兽都是凭兽性行事，尤其是那些岩猿，若是自己落入他们手中，绝对会生不如死。此地虽然也很危险，但化了形的魔兽已经开了灵智，多少有几分道理可讲。而且眼前这位前辈貌似还挺好说话的。在心中犹豫了片刻后，云云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前辈，晚辈此前被那紫金翼狮王所伤，能否在此处借个地方休养几日？等晚辈修为恢复，能够打开储物袋，定送上一份大礼孝敬前辈。随便，多谢前辈。见朱晨同意，云云立刻在附近找了一块有遮掩物的地方处理起了胸前的伤口。朱晨也没去管他，这云云如今修为尽失，与凡人无异，对自己根本造不成任何威胁。咦，这里居然有丹药！这时正在处理伤口的云云突然看到了朱晨之前丢在一旁的药瓶，他拿来其中一瓶凑到鼻尖闻了闻，瞬间眼前一亮，这竟然是加速恢复修为和疗伤的丹药。云云刚想拿来服用，但一想到这些东西有可能是那位前辈的，觉得不妥，于是便先起身对朱晨询问了一句：前辈，这些丹药可否借晚辈一用？等晚辈恢复修为，定当加倍奉还。随便，你想要就拿去吧。朱晨没有拒绝。萧炎送给他的丹药虽然不错，但是品质太低，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太大作用，反倒是这个云云刚才一口一个前辈的，叫得他很舒服。既然自己都是前辈了，那自然不能小气，这些破丹他想要，那就随他拿去好了。与此同时，魔兽山脉的另一边，肩扛悬重尺的萧炎正在林中快速穿行而过，不断朝森林外围赶去。如今半生紫金元和紫灵晶已经到手，他准备先去外面的城市里买点药材，一来是为了帮朱晨炼制黄极丹，二来是为了炼化半生紫金元，为自己吸收紫火做准备。这紫火虽然只是一种6阶兽火，但却可以让他的焚诀提升1级，而且通过炼化紫火，他还能获得宝贵的炼火经验，为将来炼化青莲的星火做些准备。他已经决定了，等炼化完紫火后，自己就去寻那青莲地星火。至于那专打巅峰赛的冰皇海波东，他准备等下次再去收复，反正他已经知道青莲的星火在哪了。薰儿你放心，这一次我提前了这么长时间，想必那美杜莎女王应该还没有从那莲座上取走青莲地星火，只要我跟她错过时间，就不会跟她产生感情上的纠葛，我的心里只有你。萧炎伸手摸了摸薰儿之前送给自己的那张武文紫金卡，眼中露出坚定之色，仿佛在心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美杜莎虽好，但没有薰儿像，更何况他现在连那美杜莎的面都没见过。没想到你小子还挺纯情，不过就这样错过一个斗宗级别的帮手，你真舍得吗？药老的声音从那界里传出，带着一丝感慨。那美杜莎女王可是一位能在加玛帝国横着走的斗宗强者，而且蛇人族的女人个个身材火辣，就连那不近女色的冰皇海波东都没把持住。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能够抵御住这种诱惑，呵呵，区区一个斗宗强者而已，怎能比得上我跟薰儿之间的感情？萧炎扬了扬眉毛，嘴角挂起一抹自信的笑容，接着他又继续说道：再说我有朱兄在，他能够一击轰杀那紫金翼狮王，实力怕是早已比肩斗宗强者。至于跟那蓝烟燃的3年之约，老师你放心，到时候我在群里约一下，让修仙界的韩立兄弟和亡灵兄弟也过来镇个场子，我一定不会让你被内务护法抓走的。朱晨那小家伙的实力确实不错，而且他年纪轻轻，以后定然大有作为，你能跟他结交，老师也替你感到高兴。药老没见过萧炎嘴里说的韩立跟亡灵，对他们不好评价，但是对于朱晨，他的评价却是相当之高。不过说起朱晨，药老又突然想起了萧炎刚才送给对方的那些丹药，忍不住吐槽道：我说你小子刚刚把那些恢复类的丹药送给他干什么？那些可都是我为你的修炼专门炼制的，而且以他如今的修为，那些丹药的药力怕是也不会对他有太大效果。萧炎尴尬地笑了笑，我这不是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吗？再说人家大老远的跨界过来帮我，我总不能让他空着手回去吧？药老有些无语，我当时不是已经答应给他炼制6品丹药了吗？萧炎罢手道：这不一样，老师你就别再纠结那些疗伤药了，跟这次到手的半生紫金元和紫灵晶比起来，那些疗伤药根本不值一提，反正你随手就能炼出来。他一边说着，一边探出纳戒，想要取出里面的半生紫金元和紫灵晶再欣赏一下。然而就在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却是瞬间僵在了那里。坏了，我刚刚把上次炼制的那2瓶春药也一并送给朱兄了。紫金翼狮王的洞穴深处，云云已经将地上的那些丹药全部吞入腹中。这些丹药他刚刚已经检查过了，虽说只是最基础的恢复类丹药和疗伤药，但是药力极为精纯，其品质甚至比他们云岚宗那位6品炼药师炼出来的还要高。只有2瓶叫回春丹的丹药品质略次，没有什么丹香味，估计是残次品。不过现在他想借助丹药内的药力冲破封印，也顾不上许多了。那2瓶丹药既然名为回春丹，那必然也是恢复类的丹药，只要是恢复类的丹药，就是他目前所需要的。云云盘膝而坐，双手持诀，开始调动丹药内混杂着的一丝丝斗气，
冲击紫金翼狮王烙印在自己身上的封印。随着体内的丹药一点点化开，他身上的斗气也开始变得愈发磅礴起来。果然有效果，云韵美眸流转，心中对身旁那位前辈更加尊敬起来。对方炼制的这些丹药品质是他生平仅见，药力太强了。他现在已经能够充分的确定，这位前辈的炼丹之术绝对要在丹王古河之上，说不定还是一位传说中的7品炼药师。一念至此，云韵心中顿时有了一种捡到宝的感觉。没想到自己竟然在此处遇到了这样一位斗宗级别的高级炼药师，并与之交流，看来也算是因祸得福了。然而没过多久，云韵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丝异状。她发现随着那些丹药渐渐化开，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毫无征兆地燥热起来，尤其是在小腹处，那里好似有一团邪火正在被逐渐引燃，且越烧越旺，越烧越旺，仿佛有无数条蚯蚓在体内扭动爬行，让他心痒难耐。同一时间，他那张惨白的俏脸上也浮现出了一抹异样的红晕，眼睛也渐渐变得迷离起来。这些丹药有问题。云韵虽然未经世事，但也不是小孩子了。通过自己目前的身体症状，他很快就明白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急忙调转绝印，想要将体内那些丹药逼出，但为时已晚，因为那些丹药刚刚已经在他体内彻底化开了，而且丹药与丹药相互作用，不但没有抵消药力，反而使得那种症状变得更加狂暴起来，颇有一种万马奔腾、势不可挡的感觉。如果云韵此刻没有丢失修为，这些药力他可以轻松逼出体外，可惜他现在修为被封，只能任由那些药力在自己体内乱窜。此刻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欲望。呼！也就在这时，朱晨眉间的第3个神环洞天终于成功显化，跟之前那2个神环洞天一样，这个神环洞天也跟他的元神分身交融在了一起，相互之间产生了一丝联系。虽然只是开了一个洞天，但修为增长的却是非常明显。看来这就是神环洞天和普通洞天的区别吗？朱晨缓缓睁开双眼，旋即转头看向了蜷缩在角落的云韵。这女人的异样，他刚才也注意到了。他本可离开，但犹豫了一会，还是起身走了过去。你没事吧？没事，前辈你不要过来。云韵的声音带着一丝轻颤，仿佛在极力压抑着什么。没等朱晨细想，云韵便转过身来，一把抱住了他。朱晨微微一怔，但很快就想到了什么。妈的，萧炎的家伙竟然把那药也送给自己了。云韵这越界的触碰也是瞬间点燃了朱晨心中的火气。大家都是成年人，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朱晨选择坦诚面对，而且他也想试试，在这个异世界，自己那个多子多福系统会不会有效果。云韵此刻虽然已经彻底沉迷其中，但尚还保持着一丝理智。他望着正在强行卸甲的朱晨，用轻绵绵的语气呢喃道：前辈，你干什么？朱晨嘴角一勾，毫不避讳道：我要你助我修行。可恶，这张被审核了好久，修士的根骨体魄跟凡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完美世界这种开局就以肉身力量修炼为主的体系更是如此。别看朱晨现在年纪轻轻的，但是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强壮了，该用的都能用了。而且因为被盘古精血洗炼过全身骨骼的关系，他的储备粮还特别多。一炷香后，在云韵不断的攻势下，朱晨终于是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蜕变。与此同时，一个久违的提示音也在他耳边骤然响起：叮，恭喜您在云韵身上留下子嗣，阴阳同生，您成功获得了云韵的全身修为。提示：斗破世界，云韵已经与您产生共生关系，对方若是继续增进修为，您也将获得增益反哺。竟然真的可以！朱晨眼中射出一道金芒，没想到这个多子多福系统居然还有跨界功能，看来我之前还真是低估这个系统了。朱晨能够感觉到自己才刚刚突破的境界，如今又有了巨大的提升，而且好像又要突破了。他准备起身继续开辟洞天，然而就在这时，云韵的手却是一把抓了过来。对方此刻的状态非常不好，朱晨看出他身上的丹药之力还没褪去，于是果断选择帮人帮到底。半个时辰后，山洞外面，几只逃窜至此的岩猿闻着味道摸索到了此处，听到洞内传出的声音，这几只岩猿的双眼瞬间冒起了熊熊火焰，仿佛体内的兽性被激发，顿时变得无比激动。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随后纷纷捶胸顿足地冲了进去。滚！突然，一个冷漠的声音从洞内传出，带着无尽的威压，山洞剧烈一震。紧接着，那几只刚刚冲进洞穴内的岩猿，顿时被一股恐怖的气浪震飞而出，身体如出了膛的炮弹般，重重地砸在了洞外几百米的岩墙上，将那面岩墙直接撞成了碎末。当烟尘散开，只见那几只3阶岩猿已经七窍流血地倒在地上，嘴里还淌着内脏碎片，彻底没了气息，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正在睡觉的朱晨便听到了一阵轻微的响动声。他起身看向身旁，发现竟是云韵在拾取掉落在地上的轻纱。你醒了吗？朱晨开口叫了他一声。闻言，正在弯腰拾取衣衫的云韵顿时轻颤了一下，他没有回答朱晨，而是默默地握住手中长剑，在快速套上长裙的同时，剑锋顺势出鞘，裹挟着一股强大的斗气直接刺了过来。唉，何必呢？朱晨叹了口气，他不紧不慢地抬起右手，用指尖轻轻弹了一下剑尖。下一刻，只见那柄长剑瞬间从云韵手中脱手飞出，
直挺挺地插在了一旁的岩壁上，惊起了一阵剑鸣。贼子，我敬你为前辈，你为何要辱我？云云攥紧双拳，一脸愤怒地盯着朱晨怒斥道。他的清白已毁，今天就算对方真是斗宗修为的7阶化形魔兽，他也要为自己讨要一个说法。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朱晨低头看了一眼对方裙摆下方的那抹血迹，心中略有触动。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萧炎炼制的那2瓶药，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干了就得承认，把责任推来推去的算什么男人？再说这云云现在已经跟他成为了共生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对方以后就是他的女人，对自己的女人负责有问题吗？闭嘴，谁让你负责了？我今天就算是拼个生死道消，也绝对不会任由你这化形魔兽折辱。云云银牙紧咬，声音中带着一丝决然之意。霎时间，只见一股独属于斗皇的磅礴斗气顿时从他体内暴涌而出，继而化作一股狂猛的飓风，直逼朱晨掀了过去。云云不知道自己体内的封印是何时破开的，但现在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是加玛帝国云岚宗的宗主，今日被一头化形魔兽所辱，清誉尽毁，唯有以死赎身。化形魔兽？朱晨笑了，原来搞了半天，这货是把自己当成化形的魔兽了。他伸出手指向前一点，禁锢。随着这2个字从嘴里念出，云云的身体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控，瞬间定格在了那里。你先冷静一下，我知道昨天晚上我是有点过分了，不过我有必要澄清一下，我不是什么化形魔兽，我是人族，只是我并非你们这个世界的人，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朱晨迈步走到云云面前，随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身后的4个神环洞天显化而出。看到了没？我所修之术并非你们这个世界的斗气，而是一种名为灵气的能量物质。我知道这些事情你可能一时之间接受不了，我会给你时间考虑，你可以回去好好想想。3年之后我会去云岚宗找你，顺便帮你解决云岚宗的那场大劫，算了结你我之间的因果。如果到时候你还是无法接受我，我也不会强求，你我各自安好。还有，我的名字叫朱晨，你最好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在未来这个名字将会伴随你一生。朱晨背负双手，故意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说完这些话后，他便直接打开了跨界功能，然后在云云惊愕的目光中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原地。不过在离开之前，他给云云留下了一些兽血宝药，这些东西都是他从火国带来的，虽然不是什么珍品，但对此时的云云来说已经是极为难得的好东西了。朱晨离开后，云云身上的禁锢也被自动解除了。他上前取来朱晨留在地上的那些东西，再细细打量了一番后，眼中不禁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之色。这些灵药上面散发出来的气息跟我以前见过的那些灵药截然不同，还有这些兽血，血气磅礴如海，也跟此界的魔兽有所差别。难道他刚才说的是真的？他真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朱晨的出现可以说彻底颠覆了云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不相信这世上会有人能够自由穿梭于2个世界，可是朱晨刚刚施展的法，还有他留下来的那些兽血宝药，却是让云云不得不相信。他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找朱晨问个清楚，但如今朱晨已经离开，他也只能将这些问题尽数藏在了心底。3年后吗？好，我等你，我倒要看看3年后我云岚宗会有什么样的大劫。云云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昨晚和朱晨在一起的地方，眼中闪过一缕复杂之色，随后黄意一展，转身遁离了此地。完美世界石村木屋，朱晨刚跨界回来，抬眼就看到了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双马尾少女，正在房间内来回踱着步，嘴里还嘟囔着怎么办，要不要去把父皇叫来之类的话，一副无比着急的模样。这少女自然是火灵儿。刚才朱晨突然消失在房间，把她都吓坏了。她在房间里找了一圈后，发现没找到人，就打算把这间屋子给拆了。只是当她准备动手的时候，柳神的声音却是突然传入了她的耳中。柳神告诉她，朱晨只是暂时离开了，但还是会回来的。她这才放下心来。可是她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如何能够安心的独自待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因而在苦苦煎熬了一个晚上后，她终于是受不了了。就在刚刚，火灵儿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今天朱晨要是再不回来，她就自己回去，然后把父皇叫来，就算把这个村子翻个底朝天，她也要把朱晨找到。谁知道这个村子的人是不是看中了朱晨身上的朱雀天赋，想要把他永远留在这里呢？你一个人在那里嘀咕些什么呢？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朱晨。火灵儿先是一愣，旋即立刻收起脸上担心的表情，转过身来，双手叉腰道，你这个混蛋之前跑去哪了？一整天都不见人影，害得本宫找了你那么久。朱晨刚想解释，但另一个声音却是先一步在房间里回荡了开来，他应是去了另外一个的世界。话音落下的同时，只见一个身披青色柳裙，背后笼罩无尽光环的绝色女子蓦然从虚空中迈步而出，出现在了屋内。这女子的面容秀美而细腻，肌肤在光线的映照下散发着淡淡的光泽，仿佛是经过精心雕琢的艺术珍品。尤其是那双眼睛清澈明亮，好似能够透视人心，闪烁着深邃如星空的光芒，如同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卷，令人难以抗拒。此女的角色不仅仅在于外表的精致与优雅，更在于那独特的气质与内涵。柳神，朱晨一眼就认出了这名女子，正是石村的祖祭灵柳神。柳神，你的修为恢复了吗？
朱晨压下心中的激动，开口问道：“我的伤势尚未痊愈，但已能凝聚法身，施展一些手段。”柳神缓缓转身，一双明亮的眸子落在朱晨身上，一夜之间连开2口洞天。看来你在另外那个世界亦有机缘。朱晨淡淡一笑，只是开了2口洞天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火灵儿听得一头雾水，连忙跑过来插话道：“你们2个在说什么呢？什么这个世界那个世界的，我怎么都听不懂啊？”柳神意味深长地看了朱晨一眼，淡然道：“你若有难处，无可自封50时离开。”不用。朱晨直接打断了柳神的话，接着转身看向火灵儿道：“这件事情我本来打算回去之后再告诉你的，既然你现在问起，我就现在告诉你好了。我身上有一个聊天群，能够跟其他世界的人对话，而且还可以随意去到他们的世界。我刚才就是通过那个聊天群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并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机缘，开了2口洞天。”听完朱晨的话，饶是以柳神的见识，也是微微有所动容。他曾经去过界海，领略过那里无穷无尽的万千世界，且自身也有3000小界天地供养神国。他本以为朱晨之前应该是通过某种跨界宝具去到了那样的世界修炼，没曾想对方所掌握的能力竟要比他想象中的更加高明，与其他世界的人隔界对话，还能随意去往他们的世界，即便是他也无法做到。火灵儿此刻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你说什么？你可以跟其他世界的人对话，还能去他们的世界修炼？”火灵儿瞪着双眼，用麻木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朱晨刚才说的话。朱晨点头了一声，毫不避讳地承认下来。柳神和火灵儿是他钦定的大老婆和小老婆，这些事情他们2个迟早会知道的，没必要隐瞒。火灵儿眨了眨眼睛，还想再问些什么，但一旁的柳神却是突然开口打断了他：“井满则溢，月明则落，朱晨身上的因果牵扯太多，你知道的越详细，对你日后的修行越不利。”火灵儿自然听得懂柳神的意思，朱晨身上有秘密，但这些秘密不是他目前能够接触的。此刻的火灵儿还是那个刁蛮任性的火国公主，做事只凭本心，从来不会去听别人的劝告，哪怕是他父皇，他不想理会也照样不会去理会。但是柳神现在说的事情牵扯到了朱晨，这让他不得不重视起来。朱晨是他最重要的人，他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朱晨考虑。所以你现在的修为已经是4个洞天了。沉默了片刻后，火灵儿再次开了口。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再去问朱晨跨界的事情，而是话锋一转，询问起了对方目前的修为境界。对，是4个洞天了。朱晨笑着点了点头。新开的这2口洞天，一个是他在击杀紫金翼狮王的时候水到渠成自行突破的，另外那个则是他通过多子多福系统从云云身上所获。昨天晚上趁着云云熟睡的功夫，他已经把从对方身上复制过来的修为炼化，只可惜3星斗皇的一身修为居然只能助他开辟出1口洞天。柳神这次是过来确定朱晨安全的，见朱晨没事，他很快就离开了。火灵儿也继续参悟起了那酸泥宝术。朱晨现在已经开了4口洞天，而他才搬血境后期，为了能够追上朱晨的脚步，他决定自己以后一定要加倍努力修炼。朱晨看了一眼认真起来的火灵儿，随后也找了个地方坐下，打开聊天群。萧炎朱晨，你在吗？那些丹药里面有2瓶回春丹，你可千万别吃啊。萧炎朱晨，朱兄你倒是说句话啊。萧炎朱晨，你有看见我的信息吗？萧炎刚打开聊天页面，朱晨就看到了萧炎发来的10几条信息，全是艾特他的。朱晨看了一眼萧炎发送那几条弹幕的时间，发现正是自己昨天晚上和云云在一起的时候，心中不禁苦笑了一声。他那时候自己都忙不过来，怎么可能会有空去查看这些信息？可惜那多子多福系统只有在第1次激活共生关系的时候才有效果，不然他昨天至少也能开出10几20个洞天，搞不好直接就突破化灵境了。虽然遗憾，但是通过跟云云发生的这件事情，朱晨却是意外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的多子多福系统是可以跨界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其他世界，他也能跟别人产生共生关系。一念至此，朱晨心里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王林和韩立他们的世界有着众多厉害的女修，若是他能在那里有所作为，实力必定能够得到巨大的提升。而且他还记得这个聊天群刚出现的时候曾经说过，只要自己的修为能够继续提升，群里后续的一些功能也会相继开放出来。这大千世界包罗万象，绝对不可能只有他们这几个位面，后面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位面之子入群。而一旦有位面之子入群，也就意味着对方所在的那个世界也会为他开放。这样一来，他借助多子多福系统提升修为的渠道就又能够多一些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多子多福系统所判定的共生关系具体是指什么。如果只是那种关系的话，那他要是用强的，不知道能不能行。不行不行，老子可是正人君子，怎么可能去做这种强行胁迫别人的事情？朱晨用力晃了晃脑袋，连忙将自己这个邪恶的念头抛之脑后。接着他又继续看向了聊天群内的信息。萧炎在发送完那10几条弹幕后，灵动跟漩涡鸣人也在后面相继回了几句。灵动，萧兄，你看上去好像很紧张的样子，那个回春丹到底是什么丹药？为什么朱兄他不能吃？漩涡鸣人就是萧炎大哥，你刚刚给我的那些炼体丹我回去就吃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的身体比以前强壮了很多呢。萧炎，你们2个不懂，
我给朱兄的那个回春丹跟你们吃的炼体丹不一样，那是我之前炼制的。那啥，灵动，那啥，什么那啥？漩涡鸣人，我知道了，原来那个回春丹又叫那啥，好奇怪的名字啊！萧炎，你们两个别问了，我现在只想知道朱兄他有没有吃那个药。灵动，那你等他上线再自己问问他吧，我先去修炼了。漩涡鸣人，我也是。灵动大哥，我们一起互勉。灵动，好的兄弟。几人的信息到这里就结束了。萧炎没有跟灵动和漩涡鸣人解释那个回春丹是什么药，看来他也是不想丢这个人。朱晨莞尔一笑，随后直接在群里给萧炎回了一条信息：朱晨，deck萧炎，你那2瓶春药我没吃。此话一出，原本已经安静下来的聊天群顿时又炸开了锅。灵动，我的天，原来萧兄说的那个回春丹是春药啊！漩涡鸣人，萧炎大哥，你送朱晨大哥这种药干什么？上次萧炎他们在谈论春药的时候，鸣人还不懂这药是什么，后来他特地跑去问了他的火影爷爷，这才知道这药原来是专门拿来给牲畜配种用的。只是他不明白萧炎为什么要把这种药送给朱晨。萧炎，卧槽，朱兄，你别说的这么直白啊！我才刚刚跟老师学习炼丹之术，那2瓶药是我之前拿来练手的。萧炎担心朱晨误会，连忙解释了一句。朱晨刚想回话，但见许久未曾说话的王麻子突然在群里发出了一条弹幕：王林，既然是拿来练手的，那你为何不练完就丢？留这种药在身上，分明是心术不正。灵动，王林兄弟，你闭关结束了吗？萧兄说你们修仙世界的人闭关动不动就要几年几10年的，我还以为自己下次跟你说话要以五祖的身份了呢。灵动好奇地接上话道：王林，他说的没错，但王某近期并未闭关。灵动哦，那你这几天去干嘛了？我们昨天在群里叫了你好几次，你都没回应。王林，王某自有要事。王林并没有细说这几天自己这里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与他而言也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那些不长眼的修士前来挑战他，被他一一处理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前几日那雪域国的廖凡也来了。王林知道他身上有司徒南的手臂骨，而且还是李元峰派来试探自己的，所以并未跟原著里一样手下留情，直接将其灭杀了。后来他将那2条手臂续给了沉睡中的司徒南，并在天逆珠里细细思索了一下自己跟红蝶之间的10年之约，直到刚才出来。因而昨天萧炎几人在群里叫他的时候，他根本没去留意。萧炎，王林兄弟，你可千万别误会啊，那2瓶药我本来是想毁掉的，后来不是正巧赶上紫金翼狮王的事情吗？然后就给耽搁了。为了能在群里树立起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萧炎又苦着脸解释了一句。不过这条弹幕刚发出去，他猛然间又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连忙在后面补充了一句：萧炎，那个朱晨，不对啊，朱兄，我那药无色无味，虽说没有浓郁的灵气，但也没有单独，一般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你是怎么知道那是春药的？难道你也是个炼丹师？萧炎思来想去，也只想到了这种可能。不过朱晨的回答却是让他大感意外。朱晨，我不会炼丹，是那药被别人吃了。萧炎，我去，是谁吃的？运气这么差。朱晨，云韵。萧炎，咦，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萧炎思索片刻，随后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一个青衣女子的身影。云韵，云岚宗宗主云韵。萧炎，卧槽，朱兄，你这该不会是跟那云韵奸笑？朱晨，你猜的没错，云韵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朱晨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跟云韵的关系。萧炎跟纳兰嫣然有3年之约，3年后对方会去云岚宗，而他也已经跟云韵约好了，3年后会去云岚宗见他，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他跟云韵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根本瞒不住，而且他也没想过要隐瞒。大丈夫敢做敢当。萧炎，不是，朱兄，你来真的呀？萧炎直接人妈了，他刚刚就是跟朱晨开了个玩笑，毕竟那要对人家斗皇强者应该不会有什么效果，没想到朱晨居然当场承认了下来。灵动，哈哈哈，朱兄你可以啊，我们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把那女斗皇拿下了。不嫌事大的灵动此刻也跟着把话插了进来，不过他很好奇，朱晨不还是个孩子吗？那是能行吗？萧炎，灵动兄弟，你先别打岔，朱兄，你应该知道那云韵是纳兰嫣然的师傅吧？朱晨，知道。萧炎，你既然知道他是纳兰嫣然的师傅，那你现在跟他这样，我怎么办？萧炎此时有种进退两难的感觉。经过上次紫金翼狮王的事情后，他已经把朱晨当成了是自己过命的兄弟，可如今对方却泡了自己前未婚妻纳兰嫣然的师傅，这让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要知道，纳兰嫣然前不久还来萧家找他退婚，让他受了奇耻大辱，而他当时也跟对方立下了3年之约，3年后他必会上云岚宗找纳兰嫣然一雪前耻。有这个聊天群在，再加上那本斗破小说的信息源，他相信自己拿下纳兰嫣然肯定是小菜一碟。可问题是，现在朱晨跟纳兰嫣然算是什么关系？徒弟。好家伙，搞了半天，前期反派全他妈变自己人了。就在萧炎苦恼之际，聊天群里突然出现了几条视频信息。群主朱晨上传了视频，女方打麻将出轨，离婚分走丈夫一半财产。群主朱晨
上传了视频订婚强星号案，男主不仅彩礼无法要回，还被判了3年。群主朱晨上传了视频男方婚内墙，这几条信息都是朱晨通过群主权限在脑海中构建出来的记忆画面，是他前世所见所闻。王林和灵动都是土著，他们看不懂这些东西，但萧炎是穿越者，他一下子就看明白了。萧炎，卧槽，朱兄，你这些视频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也太离谱了吧！尤其是那个订婚的，人家男方彩礼都给了，婚期也定了，而且事也没办成，竟然还被判了3年。这女的她喵的还是人吗？萧炎穿越的时间比较早，并没有见识过当代 T0 版本的小仙女，此刻看到朱晨上传的这些视频，人都傻掉了。朱晨，这些都是真人真事，我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把这些视频信息原封不动的搬运过来的。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平心而论。萧炎，行，你问吧。朱晨，你老实说，跟这些视频里的女人比起来，你还觉得纳兰嫣然对你残忍吗？萧炎啊，朱晨的这个问题让萧炎瞬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起纳兰嫣然的悔婚行为。对方悔婚肯定是错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要是跟朱晨视频里那些女主人公的自私残忍比起来，纳兰嫣然简直连他们的一个屁都比不上。首先，纳兰嫣然当时来萧家退婚的时候是全额退还了婚约信物的，这相当于是直接退还了他们萧家先前支付的彩礼。除此之外，对方还补偿了他3枚4品聚气散，这3枚丹药的价值是他们萧家信物的100倍，等于是当场返还了他100倍彩礼。最后，对方甚至还给了他云岚宗核心弟子的资格。要知道，这云岚宗在他们加玛帝国可是第1修炼宗门，这要是换成现代背景，相当于直接保送清北了。全额返还彩礼，100倍补偿，还有名校保送名额，这3种东西加起来，要是放到他前世那个世界，不论是谁，恐怕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吧。心里这么想着，萧炎突然发现自己对纳兰嫣然的恨意好像也不那么强烈了。而就在萧炎思索这些事情的时候，灵动等人也在群里对那些视频里的女主人公进行了口诛笔伐，就连一向杀人如麻的王林也忍不住发了言。灵动，妈的，这些女的真是气死我了，还有那些男的怎么都那么窝囊，要是我的话，我直接就跟他们拼了。漩涡鸣人，这些女的确实可恶，比小樱还恶心。王林，人若如此，杀了又何妨？灵动他们虽然看不懂这些视频里的很多东西，但这些事件的主观意义他们却是瞧明白了，为此他们心里也是非常的愤怒，实在是太气人了，这些女人怎敢如此？漩涡鸣人在看完这几个视频后，终于决定不再去舔小樱了，因为他觉得小樱跟这些视频里的女主人公好像有那么几分相似，所以他决定尊重原著剧情，把小樱让给自己的好兄弟佐助，祝他们幸福。萧炎，算了，反正我跟纳兰嫣然也没有太大的仇怨，朱兄你放心，到时候我上云岚宗会对他手下留情的。不过那云灵老鬼和那个魂殿的雾护法，他们必须要死。在沉默了片刻后，萧炎也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跟纳兰嫣然之间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仇怨，之所以敌视对方，更多的还是因为心里那种少年心性的不屈和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不是废物的决心。不过对于那个喜欢暗中下手的云灵老鬼，还有企图抓走他老师的雾护法，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朱晨，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平心而论，纳兰嫣然对你其实已经很不错了，这要是换成那些视频里的女主，说不定直接把你抓去云岚宗大牢安享晚年。说完这些话后，朱晨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在后面补充了一句：朱晨，对了，3年后你上云岚宗记得叫我一声，我也跟你一起去。灵动，我也去。萧炎，打架一定记得叫上我。对于打架这种事，灵动可以说是群里最热衷的，只要群里有人说有架打，他绝对会首当其冲。打不打得过没关系，先干了再说。萧炎，好，到时候我会叫你们的。不过我老师现在已经根据那本斗破里的资源信息给我规划好了未来3年里的修炼内容，按照他的估算，如果不出意外，我去云岚宗的时候修为至少也会是斗宗级别，所以到时候你们可能没有动手的机会了。灵动，巧了，雕爷也帮我准备了一份修炼计划，他说按照他的路子走，我成5组的时间最少可以缩短2年半。萧炎，是吗？看来咱们2个还真挺有缘啊。见萧炎跟灵动2人聊得起劲，朱晨也顺势跟灵动说起了正事。朱晨，灵动兄弟，你的祖石再借我用一下。灵动，不行啊朱兄，我的祖石最近都用不了了。朱晨，为什么？灵动，上次韩立兄弟他把祖石里的能量全都用完了。灵动的祖石有能量限制，这一点朱晨是知道的，只是他没想到这货的祖石能量竟然会用得这么快。不过这也不能怪灵动，毕竟那祖石以前只有他一个人在用，现在都快成为群里的共享单车了，里面的能量能用得不快吗？朱晨，灵动兄弟，等祖石充完能，记得先给我借一下，我有急用。朱晨无奈地发出了这样一条弹幕，既然祖石不能马上使用，那他就只能先预约一下了，免得又被别人抢了去。灵动，没问题，你们谁要借都可以来找我，除了那个唐三。灵动爽快地答应下来。借祖石这话是他自己之前放出去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岂能言而无信？不过群里有一个人他是坚决不借的，那就是唐三，因为他觉得唐三这家伙在群里就没憋过什么好屁，
人品肯定有问题。尤其是上次大家在分享东西的时候，别人都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物品，可那唐三却只丢了一本垃圾功法出来，敷衍了事，还吹嘘什么那是他们那边的顶级功法，简直是在拿他们当傻子耍。朱晨，行，你这个人情我记下了。灵动，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大家都是兄弟。萧炎，哈哈，灵动兄弟说的对，大家都是兄弟。朱兄，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看着萧炎跟灵动的回答，朱晨心里也是微微有些感动。这两个家伙性格直爽坦率，且重情重义，一点心眼子都没有，确实是能够深交的挚友。正想着，萧炎又在群里发来了2条信息。萧炎，对了，朱兄，你这么着急找灵动兄弟借组，是打算干嘛呀？如果是要炼丹的话，你直接把药材发给我就行了，我让我老师帮你炼，他是8品巅峰炼药师，基本上什么丹药都能炼。萧炎，如果你药材不够的话，也可以给我一张清单，我马上就要到城里了，到时候可以帮你去看看那里的药店有没有你需要的。在发完这2条弹幕后，萧炎忽然想起灵动借组时的慷慨一举，于是又在后面默默地补发了1条。萧炎，群里其他人要是也想炼制高品质的丹药，也可以把丹方和药材发来，我让我老师帮你们炼，不过那个唐三除外。他知道王林和韩立是修仙世界的修士，肯定也懂炼丹，但懂炼丹并不代表精通炼丹之道，所以他刚刚特意强调了高品质丹药这几个词。药老师8品巅峰炼药师，想必在炼丹的造诣上应该不会比那王林和韩立低。至于灵动的祖师，自从他知道那玩意需要充能后，就没再当回事了。一个需要充电的东西就跟机器一样，机器加工出来的东西能好吗？咱药老可是手动炼丹，品质保证，童叟无欺。朱晨，谢了萧炎兄弟，不过我借祖师并不是为了炼丹，而是为了修复一套功法。朱晨解释了一句，这萧炎实在是太热情了，热情的都让他有点开始怜悯药老了。灵动见朱晨这次找自己借祖时是想修复一套功法，那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灵动，朱兄，能让你出手修复地功法，一定非常厉害吧？朱晨，确实很厉害。萧炎，有多厉害？比起唐三他的那个控鹤擒龙咋样？萧炎此时也来了兴致。朱晨上次上传的朱雀宝书威力凌驾在天阶斗技之上，这次对方专程过来找灵动借祖师修复地功法，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朱晨，你这是专门来恶心我的吗？他那玩意也能叫功法？萧炎，哈哈，抱歉，我刚刚说错了，我是想说比起你那个朱雀宝书咋样？灵动，你这叫说错吗？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的，不过我喜欢。萧炎，可看破不说破，还是好兄弟。朱晨，我这次要修复地功法名为元始真解，它并非法术神通，而是一种辅助他人修炼的法门。萧炎，辅助修炼的法门，那不就是跟我的焚诀一样吗？萧炎有些失望，他本以为朱晨这次又搞到了什么厉害的宝术呢，没想到那居然是一种辅助他人修炼地功法。他如今已经有了焚诀，只要吸收足够多的异火，就能不断提升自己。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知道那些异火都在什么地方了。那斗破小说里的自己没有吸收完这个世界的异火就那么牛逼了，这次他要是把所有的异火都吞了，包括奈魂天帝身边的虚无吞炎，到时候实力必定会更加惊人。焚诀的等级超越天阶只是时间问题，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学其他的修炼之法，哪怕那是朱晨提供的。朱晨，说实话，你的焚诀跟元始真解相比，可以说屁都不是。朱晨也是无语了，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拿焚诀跟元始真解碰瓷。元始真解哪怕是神隐篇也能吊打焚诀好不好？灵动，元始真解，这就是你想要修复地功法名字吗？听上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它到底是什么功法呀？竟能让你给出这么高的评价？灵动虽然没有修炼焚诀，但也下载了这个功法。他记得雕爷之前跟自己提起过，这焚诀的初始等级虽然不高，但要是能有足够多的特殊火焰让他吞噬，日后必能成长到天武学以上的层次。如果不是他所在的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特殊火焰供焚诀吞噬，他可能还真会修炼这个功法。然而灵动怎么也没想到，就这种几乎能够无限进阶地功法，在朱晨眼中居然连屁都不是。难不成对方嘴里的那个元始真解还是某种逆天级别地功法吗？见灵动问起，朱晨也没有隐瞒，他直接在群里将元始真解的信息如实道了出来。一时间，聊天群里的所有人顿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包括正在潜水的韩立和唐三。萧炎，我去，万法之源，大道的载体，这是真的假的？王林，这世上竟有此等逆天功法？灵动，不愧是朱兄，身上都是好东西啊。韩立，解析天地大道本源，为修士提供超越常规的悟道根基，甚至还能提升修士的修炼速度和法术威力。此术若是真的，当真可以被称之为逆天之法。唐三，有这么好的东西还藏着干嘛？赶紧上传吧，让我来辨别一下真假。萧炎，咦，韩立兄弟，你怎么上线了？你们两个从那处古修洞府回来了吗？灵动，唐三，你给我闭嘴，这是朱兄的东西，他上不上传关你屁事。王林带韩立，此行收获如何？见到韩立和唐三在群里发言，所有人都惊了一下。韩立自从上次带着唐三去探那古修洞府后，就一直没有在群里说过话，因此他们都以为这两人一定是在那洞府里忙着找宝贝，所以才没空上线。没想到今天朱晨一句话，
竟直接把这两个人炸了出来。然而萧炎等人并不知道，韩立和唐三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在群里潜水，只是没有说话罢了。当然，他们两个之所以要这么做，也是有缘由的。韩立是因为自己的本尊躲在那处古修洞府外面，暂时还不知道洞府内的具体情况，他担心在群里说话会被唐三察觉到自己是在用分身探洞的破绽，故此才一直隐匿着。而唐三是因为去了那处洞府后，看到韩立他们破阵闹出来的余波都能把自己掀飞，心里终于意识到了这个修仙界的可怕之处，于是在韩立他们破阵后，他就随便找了个借口溜回了自己的斗罗世界。不过他并没有告诉韩立自己回去了，毕竟他之前已经从韩立那边提前拿了定金，要是被韩立知道自己提前回去了，那他以后还怎么在这群里混？唐三本来的打算是准备等韩立探完那处古修洞府后，再出来说自己在那处洞府迷路了，后来再去寻找韩立等人的途中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阵法，被那战法足足困了几天，最后费了9牛2虎之力才破阵离开。这样一来，他既能保证自己在群里的名声，又不用在韩立面前丢脸，而且营造出一种自己在那洞府里也出了力的假象，可谓是三全其美。总之，这两个老六都是各怀鬼胎，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几百个心眼子，尤其是那唐三，他在这段时间可谓是忍辱负重。就比如刚才萧炎跟灵动在群里阴阳他的时候，他气得肺都快炸了，可最后还是咬牙忍了下来。如果不是朱晨刚刚道出原始真解的奥义，让他们两个有所动容，忍不住在群里发了言，恐怕这两个家伙还要在群里潜水一段时间。韩立、王林前辈其实在下之前并未进那处洞府，只是以分身前往。韩立本来还想继续潜水的，但看到王林此刻特意意特了一下自己，他也只能将实情道了出来。在这个聊天群，除了对自己身份了如指掌的朱晨外，他最敬重的人就是王林了，毕竟对方可是化神中期的大能，下次去虚天殿他还想请对方过去镇一下场子呢。王林，你倒是谨慎，居然是用分身前去探洞。韩立，此行过于凶险，在下不得不小心一些。王林，你的做法很对，那洞府的主人若生前真是元婴修为，以你金丹期的极境神识是对付不了他的。王林并没有看不起韩立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相反，在得知对方的行事风格后，他反而更加欣赏韩立了。修仙本就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身边到处都充满了生死危机，若行事不小心一点，根本活不了太久。如今那些通天彻地的大能修士，以前哪一个不是这样过来的？那些嚣张跋扈之徒，现在怕是坟头草都已经几10米高了。就比如他早年间遇到的那个藤立，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在得知韩立之前是用分身前往的那处洞府后，有人却是再也绷不住了。唐三，可恶！韩立，你竟然用分身引我去那处洞府，到底是何居心？韩立，唐兄莫要着急，那虽是在下的分身，但身上却带着许多法器，该有的手段还是有的，他在里面定能助你一臂之力。唐三，去你妈的！我早就已经回自己的世界了，你自个儿在那里慢慢玩吧。唐三刚刚发出这条弹幕，顿时觉得不妥，于是又赶紧在后面加了一句：唐三，其实我早就知道那是你的分身了，只是没有揭穿你罢了。现在咱俩谁也没欠谁的，你休想从我手里再将那几瓶灵液要回去。韩立此刻也是无语了，他本以为这唐三还在那玄古洞府里呢，没想到对方居然早就已经回去了。对于唐三这种不负责任的早退行为，韩立只给了他2个字的评价：无耻。萧炎，笑死我了！唐三，我看你是在那里被吓尿了，自己逃回去的吧？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说自己看穿了韩立兄弟的分身，你要是有那本事，我倒立给你吃屎！灵动 ，det 唐三，少废话，出来单挑！萧炎跟灵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唐三拿了韩立的好处，居然一点力都没出，进去就跑，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唐三，你们2个菜鸟，我都懒得跟你们废话，滚吧！唐三冷哼一声，旋即再次将矛头对准了朱晨。唐三 det 朱晨，你的原始真解呢？快点上传，别墨迹！你刚刚把那玩意说的这么神，谁知道是不是在骗人？不过你放心，我的紫极魔瞳如今已经达到芥子境界，能够看穿一切虚妄，真假如何，我一看便知。提示：群成员唐三已被群主朱晨禁言720个小时。朱晨没有跟这货废话，直接给他来了一个禁言套餐。萧炎，漂亮！灵动，朱兄，你应该直接把他踢出群，这种人留着太恶心了。萧炎，灵动兄弟说的对，这货留在这里一直偷学我们上传的东西，自己就拿了一个垃圾货出来，根本就是想空手套白狼啊！朱晨，我也想啊，可是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权限，就连禁言也最多只能禁他720个小时。萧炎，卧槽，那你这个群主的权力也太小了。朱晨，估计是我现在修为的还低，群里很多权限都还没开放吧，等下次权限开出来，我再狠狠弄他。萧炎，行，我别的要求没有，只要能禁止他下载我们地宫法就行了。说实话，我本来还挺期待你上传那原始真解的，但是一想到群里有这货在，我甚至都不想你上传了。朱晨，没问题，等下次权限开出来，我第一时间禁他。朱晨发完这条弹幕后就退出了聊天群，接着他又拿出了那块原始真解宝骨，在犹豫了一会后，还是选择开始参悟起来。这原始真解虽然只是残缺的神影篇，
但以他目前的修为，参悟也足够了。反正先练着吧，等过几天灵动把祖师充完能，到时候再修复完整的原始真解也不迟。心里这么想着，朱晨也是立刻进入了全神贯注的参悟状态。他身上流着太古朱雀的血脉，诞生之时又天生异象，自带传承宝术，修炼天赋比之那些顶尖的初代天骄也不遑多让。参悟起这原始真解，自然手拿把掐。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就过去了2个半月。在这2个半月时间里，朱晨除了吃喝拉撒外，几乎都沉浸在参悟原始真解的状态当中。这原始真解被描述为万法之源，蕴含着对修炼本质、天地规则和大道治理的深刻阐释与理解，让他在修炼上有了一种全新的感悟。很多以前无法理解的东西，在通过参悟原始真解后，他几乎全都明悟了，仿佛意识上的某种枷锁被打破。而在参悟原始真解期间，朱晨的修为也在飞速增长，尤其是在他将这篇原始真解全部悟透之后，因为对大道的解析变得更加透彻，他的第5个神环洞天竟也被直接开了出来。叮！当第5个洞天开出来的那一刻，朱晨的耳边也响起了一个熟悉的提示音。聊天群提示：鉴于您的修为有所增长，群主权限进一步开放。聊天群提示：私聊模式上线，待开放，群主有权开放。聊天群提示：黑名单设置上线，待开放，群主有权开放。聊天群提示：群主禁言时间延长至365天。聊天群的群主权限终于升级了，而且这次升级直接给朱晨带来了3个新功能。不对，准确的来说应该是2个，因为那个禁言时间延长并没有什么卵用。朱晨心神一动，迅速打开那2个新功能查看起来。私聊模式，该模式开放后，群友之间可以进行单独私聊，但所有人的私聊内容群主可见。黑名单设置：群友在上传功法和群发物品时，可对相应人员进行拉黑处理，被拉黑的人将无法接收该群友上传递功法和群发的物品，群主可随意更改黑名单设置。这2个功能虽然是对群内所有人开放的，但身为群主，朱晨却是掌握了绝对的控制权。完了，这下彻底变成权限狗了。从功能面板上收回目光，朱晨不由得苦笑起来。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他以前最痛恨的就是那种能利用特权搞事情的人，没想到如今自己竟然变成了这种人，而且还在搞特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只是参悟了个神影篇残卷，竟然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这么久。看来老话说的没错，修真无岁月，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朱晨切掉功能面板，顺势换到了聊天群页面。这时他发现自己的物品页面有一个东西正处在待接收状态，而且群里还有不少人艾特过他。他先是打开物品框看了一眼，发现是一瓶金光灿灿的丹药，发送人正是萧炎。看来药老的黄级丹练成了，这2师徒还挺有趣，练完丹药居然还主动给发快递。朱晨笑了笑，将那瓶丹药取回。药老炼制的黄级丹一共有2枚，而且这2枚还都是6品巅峰的品质，其药性比那些普通6品炼药师和7品炼药师练的高了不知道多少倍。朱晨刚打开药瓶，一股浓郁的丹香之气就从瓶子里面飘了出来，同时还裹挟着一丝精纯的灵气，不愧是出自药老之手。若是这2枚黄级丹下肚，我的修为应该还能再增进不少。朱晨对药老炼制的这2枚黄级丹非常满意。不过现在并不是炼化丹药的时候，他将丹药收入洞天，接着又翻上去查看了一下那些艾特过自己的人。萧炎、Nick、朱晨，朱兄，你的黄级丹搞定了，我老师一共炼制了2枚，你在吗？萧炎、Nick、朱晨，朱兄，我把黄级丹给你发过去了，你要是上线了自己接收一下。灵动、Nick、朱晨，朱兄，我的祖师充完能了。灵动、Nick、朱晨，朱兄，韩立兄弟说他还想借一下祖师，既然你不在，那我就先借他了呀。韩立、Nick、朱晨，朱道友，林道友的祖师在下先借用一下，若你有需要，可随时通知在下。这2个半月时间艾特过他的人有不少，其中灵动艾特的次数最为频繁，这货几乎是祖师每充完能一次就会跑上来艾特他一下，都快把朱晨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咱这个五祖也太实在了。就在这时，朱晨的目光突然瞥到了另一条艾特自己的信息，那条信息是唐三发来的。唐三带着朱晨，你不要以为自己是群主就能为所欲为，我告诉你，我未来会成为神界之王，立足于天。你这次如此辱我，待我成为神王之日，我定要竭尽所能查出你的位置，我要让你为自己这次的行为付出代价。看完这条信息，朱晨差点笑出了声。这个唐三还真是拎不清情况啊，斗罗世界的神王竟然还妄想立足于天，真是笑死人了。你咋不说你想独断万古呢？朱晨切掉唐三的信息，随后直接将聊天群拉到了当前位置。此刻群里正有不少人在踊跃发言。萧炎，哈哈，灵动兄弟，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将那紫火和青莲地心火成功融合了。老子的招牌技能佛怒火莲终于是面世了，太给力了，真想立刻给那唐三来上一发。灵动厉害啊，我现在除了朱兄的朱雀宝术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萧炎，朱兄的朱雀宝术虽然厉害，但别人的东西拿来用始终是不妥，你应该自创武学，自己创造的东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漩涡鸣人，我觉得萧炎大哥说的没错，我最近也在自创武学。萧炎，可以啊，鸣人兄弟，没想到
你竟然也在走这个路子，有前途！漩涡鸣人啊，大家都在进步，我怎么能落下呢？对了，朱晨大哥他已经有2个多月没出现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萧炎，你放心，他马上就要出现了。漩涡鸣人，真的吗？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也会未卜先知？萧炎，未卜先知倒不会，不过前几次你只要说这句话，他马上就会出现，就跟下了咒一样，说不定这一次也是。朱晨，萧炎，卧槽，朱兄，你还真来了呀！萧炎用力地揉了揉眼睛，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结果发现那3个问号竟然还真是朱晨发的，于是他连忙又发了一条信息出去。萧炎，朱兄，上次我发给你的黄级丹，你收到了吗？朱晨，收到了，替我向药老说一声辛苦。萧炎，收到就好，你下次要是还想炼丹的话，随便招呼我，最近群里炼丹的活都是我在接，前几天韩立兄弟已经给了我不少订单，我最近可忙了。看到萧炎这条信息，朱晨顿时错愕了一下，这小子在群里疯狂接单，这是在拿药老当小日子整了。与此同时，斗破世界沙漠驿站的某间客房内，正在炼丹的药老突然感到了一阵心慌，奇怪，怎么最近老是感觉有人在惦记我？难道是上次带着萧炎那小子提前拿到了青莲地心火，被那蛇人族的美杜莎女王盯上了？药老皱着眉头思索片刻，随后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连忙转头看向隔壁房间的萧炎问道：臭小子，你是不是又在你那个群里给我接活了？没有，最近就只有韩立兄弟让我们帮忙炼丹而已，其他人手里估计都没药材吧。萧炎的声音很快从房间外面传了进来，听到这话，药老这才稍稍松出一口气，真是见鬼了，那个叫韩立的家伙哪里来的那么多灵药？他家难道是专门搞种植的吗？药老现在也是有苦说不出，他为了能让萧炎在那个聊天群里站稳脚跟，多结交一些厉害的朋友，上次对方在提出想让他代为炼丹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本以为那个聊天群里应该没有多少人需要炼丹，毕竟炼丹是需要自己提供药材和丹方的，而他只负责炼。可是谁能想到，他刚让萧炎把话放出去，就有一个叫韩立的家伙带着大量灵草宝药和一张名为增元丹的丹方找上了门。当时看着那一大堆灵草宝药，他人都快麻了。不过那韩立还算厚道，在送药来炼丹的同时，也给了他不少恢复灵魂力量的灵药，让他的灵魂得以迅速增长。也正是因为有了那些灵药恢复灵魂力量，他上次在地心深处才能帮萧炎顺利拿到那青莲地心火。除此之外，对方为了感谢萧炎帮自己炼丹，在得知萧炎提升炼丹之术需要很强大的灵魂力量后，还当即在他们那个聊天群里上传了一本名为《大眼诀全篇地功法》。萧炎在修炼那篇功法后，灵魂力量得到了巨大提升，直接从凡境突破到了灵境。而他作为萧炎的老师，自然也学了那本大眼诀。不过他不是被聊天群选中的命运之子，就算修炼那大眼诀，也只能自行参悟，无法直接获得别人的心得感悟。但即便如此，这篇功法对他的灵魂力量提升也很明显。他觉得自己若是将这功法融会贯通，修至大成，说不定能够突破困扰自己多年的瓶颈，将灵魂力量提升到地境。此刻的聊天群内，因为许久未见朱晨，其他人都热情地上来跟他打起了招呼。灵动更是实在，他知道朱晨这次上线肯定是来找自己借祖师的，于是还没等朱晨开口，他就自己先把祖师送了过来。不过在送完祖师后，他又在群里叮嘱了朱晨一句：灵动，朱兄，你修复完原始真解后，可千万不要在群里上传啊。朱晨，为什么？灵动这话让朱晨不禁皱起了眉头。他记得自己上次在群里介绍原始真解的时候，灵动跟萧炎他们可是对这功法都很感兴趣的，怎么现在才2个半月时间没见，这些人就变性子了？灵动，你在群里上传地功法，我们大家都可以下载，我学不学无所谓，但我就是不想让那个唐三学。萧炎，对，我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唐三实在是太恶心了。上次韩立兄弟为了感谢我帮他炼丹，在群里上传了一本名为《大眼诀全篇地功法》，我们大家都下载了。这本来没什么，毕竟大家能在群里上传功法，肯定是做好了功法被其他人共享的准备。可是你知道那个唐三在下载完功法后说了什么话吗？朱晨，他说了什么？朱晨此刻也有些好奇。灵动跟萧炎宁愿放弃修炼原始真解，也不想便宜了那唐三，看来那家伙肯定是又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正想着，萧炎的弹幕又出现在了聊天群内。萧炎他说自己上次帮了韩立兄弟的忙，韩立兄弟还有几瓶灵液尾款没有给他结清，这次地功法就算是尾款了，他是不会感谢韩立的，也不会拿出自己地功法来共享。然后为了贬低韩立兄弟的那篇功法，他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说那篇大眼诀只是略微提升了一些他的精神力而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萧炎，妈的，那大眼诀我也学了，我老师也学了，他好不好我能不知道吗？这货自己丢个垃圾东西在群里，我们还没说他呢，他倒先嫌弃起别人的东西了。你说这人恶不恶心？萧炎越说越气，恨不得现在就去斗罗世界给那唐三吃一记自己最新研制出来的佛怒火莲。听完萧炎的陈述，朱晨心里也是对那唐三更加厌恶了。这个聊天群里的人都不错，怎么就出了这么一颗老鼠屎呢？他叹了口气，
正准备在群里说些什么，不过就在这时，那唐三却是先一步在群里发了言：“唐三，好啊，朱晨你就听他的，别上传那什么原始真解了，这样你就可以继续把你那个功法说的天乱坠，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真假。还有，你别总是给我玩禁言那一套，这样只会更加证明你怕了我。当然，你要是还继续想禁我的话，那就禁吧，对我来说又没什么损失，大不了就不说话。反正你们上传地功法我还是能下载。”朱晨笑了，看来这家伙还真是不知死活。朱晨，你用不着激我，原始真解我会上传的，你等着好了。萧炎，别啊朱兄，这货在群里已经下载很多功法了，你那个原始真解那么牛逼，要是也被他下载了去，那岂不是正合了他的心意？灵动，他就是在用激将法，我也看出来了。唐三，行啊，要死大家一起死，以后这个共享功能你们也别想用了。哦对了，忘记告诉你们，我这里别的没有，技能可是多得很。我现在除了前世所学的唐门功法和暗器百解外，还有魂骨技能和魂技，而且我是双武魂，以后光身上的魂技就20个，用是足够了。不像某些人以为自己弄个什么破火莲出来就以为很了不起了。萧炎，草你妈！单挑灵动，萧兄，你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干他！唐三冒号两个傻子，说不过了就只会瞎叫唤，我都懒得搭理你们。萧炎跟灵动都被气坏了，尤其是萧炎，他费了好大劲才撸出来的佛怒火莲，此刻居然被对方说的一文不值，神可忍，殊不可忍。看来刚刚升级的权限功能好像可以派上用场了。朱晨嘴角微微上扬，他没有在群里说话，而是默默地打开了那2个刚刚开通的功能。群提示：群主朱晨开放了私聊模式。群提示：群主朱晨开放了黑名单设置。聊天群里出现2条横屏通知，刹那间，正在群里激烈交流的萧炎等人顿时都安静了下来。萧炎跟灵动他们在看完那2条横屏通知后，眼睛都亮了。那个私聊模式咱先不管，先把唐三拉进黑名单再说。嘿嘿，朱兄真是太给力了，要什么来什么。这下唐三这家伙就再也拿不到群里的好处了。萧炎第一时间把唐三拖进了自己的黑名单，接着又给群里的其他人发去了一条私聊信息，提醒他们别忘了拉黑唐三。然而他才刚刚把私信发出去，就有人给他回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是韩立发来的。韩立，私聊交道友，其实你跟林道友大可不必在群里对那唐三宣战，这聊天群此前有过规定，群友之间禁止打架斗殴，你们2个就算真去了对方的世界，恐怕也奈何不了他。看到韩立这话，萧炎也是立刻想起了这件事情。这个聊天群刚出现的时候，好像确实给过这样的提示。可恶，难道就真治不了这家伙了吗？一气之下，萧炎直接挥拳砸烂了身前的桌子，把正在隔壁炼丹的药老吓了一跳。就在这时，韩立又给他发来了一条私信：韩立，私聊交道友，你跟你的老师都是炼丹师，想必对灵草宝药之类的资源应该很感兴趣吧？萧炎，私聊，这还用说吗？我老师曾经被奸人所害，现在只剩下了灵魂体，我还要找一些灵药给他恢复灵魂本源和炼制8品丹药生骨融血丹，灵草宝药肯定是缺得很。萧炎赶紧回了一句。不过这条私信发出去后，他忽然想起这韩立身上好像就有很多灵药，于是又立刻补了一条信息过去。萧炎，私聊，韩立兄弟，你现在跟我说这件事情，难道是想资助我吗？韩立，私聊，十分抱歉，韩某身上此前虽有一些灵草，但上次结丹之时已经用去了不少，如今剩下的也不多了。不过韩某知道一个地方有很多不错的灵草宝药。萧炎，私聊，哪里？韩立，私聊，就在那唐三所在的斗罗世界，韩某这里有遗迹，兴许可以从那斗罗世界里拿到不少灵草宝药，不过需要萧道友你暂且委曲求全一下，最好也同林道友知会一声。萧炎，私聊，忍辱负重吗？没问题，只要能干那个唐三，我什么都愿意做。2人就这样在群里开始偷偷密谋起来。自从唐三上次在聊天群发过那些灵草的图片后，韩立心中便一直惦记着那些东西。本来他是不会去打自己群友的主意的，毕竟大家在这里相聚一场也算是缘分，但这个唐三的为人实在是令他感到不齿，尤其是在经过上次玄古洞府那件事后，他心里对自己这个群友更是有了一种深深的厌恶感。若不是聊天群友规定群友之间不能自相残杀，他真恨不得直接用辟邪神雷将那无耻之徒电成黑鸽的形状。这2个家伙，朱晨看着韩立跟萧炎的私聊内容，心中不禁替唐三捏了一把冷汗。他自己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根本没有时间去弄这个唐三。本来他是打算直接禁言对方1年，好让自己的耳根清净的。不过在看到韩立此刻已经盯上了那唐三后，他也就懒得去处理这件事了。唐三这家伙能被韩立盯上，这辈子也算是完了。他相信以韩立的本事，即便这聊天群友规定群友之间不能自相残杀，对方也有100种方法弄死唐三。想到此处，朱晨也是放心的退出了聊天群。接着他取出灵动送来的祖石，毫不犹豫的进入了祖石空间。跟上次修复神道术的时候一样，朱晨在将原始真解宝骨放置到祖石空间后，就立刻开始利用祖石的修复功能修复起了原始真解。哗，光芒闪动间，只见一道道晦涩玄奥的符文顿时从宝骨上面夺窜而出，
带着长长的尾痕，犹如千万细丝将整个祖师空间笼罩其中。这些符文一开始还是残缺不全的，有很多地方甚至连纹路都没有。但是随着宝骨上面的光华开始不断扩散出去，那些残缺不全的符文竟也开始渐渐呈现在了朱晨面前。成功了！朱晨心头一震，眼中露出难以抑制的狂喜之色。真正的原始真解乃是尸骸先帝自创的先帝法，只是尸骸先帝留下来的那3篇原始真解并不完整，故此也有很多人将其称之为准帝法。修炼此法虽无法破王成帝，但修炼到准先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原始真解最宝贵的东西并不是其功法内容，而是它对天地奥秘和符文起源的阐释，以及让人感悟大道本质的作用。朱晨本来还在担心舞动乾坤的世界位面等级太低，祖师无法完全修复这原始真解，没想到居然成功了。看来这祖师来到他这个世界后，能力也得到了质变。此物能在舞动乾坤世界修复所有功法，到了这里照样能够修复该世界的所有功法。妈的，这能力提升的貌似有点变态啊！先看看这些符文能不能拓印下来。朱晨赶紧取出一块空白的宝骨，开始快速刻录起来。他现在的修为才动天境，还无法参悟完整的原始真解。不过他可以先用其他宝骨将这些内容临摹下来，待日后再行参悟。就是在拓印这些符文信息的时候，他只能看，不能记，更不能去参悟，否则会受到严重的反噬。而就在朱晨忙着临摹原始真解的时候，韩立跟萧炎他们也是在聊天群里开始了他们的计划。萧炎 net 唐三，堂兄，我跟灵动兄弟刚刚想过了，以前是我们2个说话太大声，是我们不对，我们现在跟你道歉，希望你不要介意。灵动不错，大家都是一个群的，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兄弟了，没必要把关系闹得太僵，毕竟大家以后还是要相处的。韩立交道友跟林道友所言甚是，诸位身处不同的世界，却能在此处相遇，也算是一种缘分。堂兄在下之前也想过了，在下的大眼诀之所以对你帮助不大，极有可能是因为你本身的精神力过于庞大，所以才会出现如此情况。韩立，此外，堂兄你上次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帮在下，在下也是不甚感激。尽管最后你没帮上什么忙，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下上次答应要给你的灵液，现在就如数奉上，希望堂兄不要嫌弃。为表诚意，在发完这条信息后，韩立也是当即将上次答应给唐三的那几瓶灵液发了过去。虚天殿副本马上就要开了，所以先放一些元瑶和紫灵的图片给各位看官养养眼线。斗罗世界、武魂城、史莱克学院休息区。哼，这3个家伙突然对我改变态度，肯定有问题。你们以为我是白痴吗？看着韩立等人发来的信息，唐三的嘴角顿时露出了一抹不屑之色。事出反常必有妖，这萧炎跟灵动之前在群里一直跟他作对，甚至还屡次对他出言不逊，一副要跟他势不两立的样子。现在那朱晨开了新功能，这2人又一反常态，开始跟他套起了近乎。这里面明显有猫腻，他又不傻，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这其中的问题？不过那韩立这次送来的5瓶灵液又是实打实的，这让唐三心里又不禁产生了一丝疑虑。如果这3个家伙只是为了套路自己，根本没必要送这么大的礼。更何况朱晨这次开通的黑名单设置明显是对他不利的，仅凭这一点，这3人也没有对他这样的必要。我倒要看看你们3个到底想搞什么鬼。唐三思索片刻，随后也是在聊天群里回了一条信息。唐三，你们几个少在这里装腔作势，就你们这点伎俩骗3岁小孩还行，想要骗我，下辈子吧。萧炎，堂兄果然机智过人，看来想要在堂兄你面前耍小聪明是没用了。既然如此，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其实我有一事相求，希望堂兄可以帮个忙。发完这段话后，萧炎立刻给自己狠狠地抽了2下。操，让我说这种违心的话，真是太恶心了。不过韩立兄弟倒是厉害，竟然早就知道这唐三不会轻易相信，还给安排了后手。正说着，唐三的弹幕又出现在了群里。唐三，什么忙先说出来听听。不过我不一定会帮你，毕竟你我之间也没什么交情，而且我这人一向只跟强者交往，若不是看在韩立刚刚给了我5瓶灵液的面上，像你这种废物，我甚至都懒得跟你废话。草泥马的，你就继续装吧，等我到了你那里，看我怎么弄死你。萧炎咬牙切齿的呢喃道，那双紧握的拳头开始咯咯作响，恨不得现在就锤死唐三。不过在聊天群里，他对唐三却是依旧保持着一副谄媚的求人态度。为了能够打消唐三的戒心，萧炎果断将自己之前被纳兰嫣然退婚羞辱，然后还跟纳兰嫣然立下3年之约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他希望唐三到时候能够来斗破世界帮忙镇个场子，因为到时候他要面对的可不是纳兰嫣然一个人，而是一整个云岚宗。而灵动看到萧炎在群里开始找唐三求助，也是顺势道出了自己跟林朗天的深仇大恨。他也想请唐三在几年后的林家宗族族会上过来撑个场子，因为他要在那场宗族族会上提前杀掉林朗天，一雪前耻。在听完这2人的叙述后，唐三心里也是稍稍放松了一些警惕。萧炎跟灵动此刻提到的事情，他之前也在群里听这2人说起过，看起来不像是在撒谎的样子。唐三，这群里这么多人，你们2个怎么不去找他们，
偏偏来找我。还有韩立，他上次来找我帮忙，上环给了一点凌辱。你们两个该不会认为我会免费出手帮你们吧？唐三虽然放松了警惕，但并没有立刻答应萧炎跟灵动的请求，因为他从小的教养不允许自己这么做。萧炎因为朱兄他们修炼起来就经常找不到人，你这次也看到了，朱兄他一修炼就是2个多月，我怕到时候自己找他们帮忙，他们又在修炼，所以才想请堂兄你帮忙的。至于报酬方面，你放心，到时候你若是过来帮忙，我肯定会有重谢。而且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以后会是斗帝，能够轻易炼制地品丹药。倘若你下次有丹药想炼，我也可以帮你，而且免费。灵动，我也是。你要是过来帮我，以后你想找人打架，我也可以过去帮忙。还有我的祖石，你要是想用，我也可以借你。不过现在祖石被朱兄借走了，并不在我身上。你要是想借的话，可能要等几天。萧炎跟灵动此刻的态度不可谓不诚恳。唐三本来是不想理会他们的，但是一想到帮忙有好处拿，而且自己过去就是挣个场子，好像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心里也不禁开始异动起来。哥，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呢？就在唐三沉吟之际，穿着一袭短裙的小舞突然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对于自己的爱人，唐三并没有对其隐瞒，他毫不犹豫地将萧炎跟灵动的事情告诉了小舞。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答应这2人的请求。小舞听完后却是忍不住掩嘴轻笑起来。其实这件事情是你自己想差了，这2个人找你帮的忙都是几年后的，我想他们找你帮忙是假，想要巴结你才是真的。巴结我？此话怎讲？唐三目光闪烁地看着小舞问道。小舞眼睛微微一眯，笑着分析道：你自己想啊，你之前在那个群里说过自己是未来的神王，未来的神王哎，而且还是双神位的神王，古今无双。我想他们2个肯定是想通了，知道自己斗不过你，于是就想跟你和解。只是他们也是爱好面子的人，不方便直说，所以才想用这种方式先跟你缓和一下关系。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听完小舞分析出来的情况，唐三犹如醍醐灌顶，瞬间豁然开朗了。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小舞你厉害啊，竟能一眼看破那2个家伙的目的。那是，人家可是活了10万年呢，阅历自然要比你丰富啊。不过那2个家伙之前一直在群里辱骂你，你这次可以答应他们，但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一点代价，省得他们下次再对你不敬。哈哈，知我者小舞也，我刚刚也是这么想的。唐三伸手摸了摸小舞的头，眼中露出一抹宠溺之色，同时他也在群里给萧炎跟灵动回了一条信息：唐三，你们2个也别装了，你们的真实目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我可以不计前嫌，原谅你们之前的愚蠢行径，但是从今天起，你们2个不管是在这个群里还是在别的地方，以后见到我唐三，把头低下做人，否则你们将会受到来自神王的怒火。这几章主要写虐唐三，本来我想直接写唐三相信萧炎他们的，不过转念一想，唐三虽然人品不行，但毕竟也是主角，智商还是有的，我要是直接相信就显得有点弱智了，于是就写了这章。抱歉啊，这章可能有点啰嗦了，但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交代清楚的，毕竟作为一个群里的潜在反派，写得太弱智就不好了。同时通过这些细节，我也可以把韩立谨慎布局起来环环相扣的性格呈现出来。萧炎，行，只要堂兄你下次肯过来帮忙，以后在群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绝无二话。灵动，我也是。萧炎跟灵动很快在群里给出了回复。哼，2个跳梁小丑也敢跟我称兄道弟，真是不知所谓。看着这2人如今卑微的态度，唐三脑海中不由得回想起了他们此前在群里辱骂自己和对自己不敬的画面，心情顿时变得通透了许多，仿佛便秘多年的东西被一下子拉了出来，有种说不出的快感。不过就在下一秒，他的目光又情不自禁地落在了朱晨的群名上，嘴角渐渐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笑容。朱晨啊朱晨，你以为自己开了这个黑名单就能制裁得了我吗？你群主的身份有个屁用，出来混最后还是要靠实力的。看看这萧炎和灵动，他们之前这么敌视我，现在不也还是被我弄得服服帖帖？还有那个韩立也一样，他们修仙界的结丹修士虽然厉害，但如今的我也已经是45级的魂宗了，若是再让我对上他，我未必会输。自从上次从凡人修仙世界回来后，因为见识了结丹修士的可怕，唐三也曾一度陷入了自闭。韩立他们的强大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过压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大。之后的半个月时间，他开始发愤图强，努力修炼，不辞辛劳，最后终于在全大陆魂师精英大赛开始之前成功突破到了40级，成为了一名魂宗级别的强者。而随着修为突破，再加上后来又强行吸取了万年魂环的关系，他那失去的自信也终于是渐渐回来了。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魂师大赛开始前夕，他又当着其他人的面当众否定了大师提出来的替补计划。他建议泰隆直接回家喂鸟去，由自己从第一场开始打。大师和弗兰德等人怎么劝都劝不住。魂师大赛开始之后，唐三便一直沉浸在了赛场中，于实战中磨砺己身，在极限中突破自我。最终在来到武魂城参加决赛之前，他以惊人的天赋成功突破到了45级，将戴沐白和奥斯卡等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种修为提升速度，就连他那个废物师傅玉小刚都惊呆了。当然，他的修为之所以提升得这么快，
韩立给的那几瓶灵液是功不可没的。兴许韩立自己也没想到，那些被他稀释了无数遍，几乎被丢到储物袋角落的废液，居然能帮唐三的修为提升这么多。然而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因为唐三在魂师大赛上的表现过于耀眼，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了全大陆最具潜力的一匹黑马，威名直逼武魂殿的黄金一代。他现在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受到无数人崇拜。但正因为如此，唐三心里的那股傲气和自信也在不经意间膨胀了起来，甚至开始有了想要在群里树立威信的想法。是的，他觉得自己现在又行了，即便是在面对那些修仙世界的结丹修士，他也有绝对的自信能够将其拿下。至于萧炎和灵动这两个货色，他是至始至终都没有放在眼里。他现在在群里唯一忌惮的人就是那个化神器的亡灵，不过他也就是忌惮而已，并没有惧怕对方的意思，因为他之前已经从韩立说的话中了解到了他们修仙世界的修为境界。结丹之上是元婴，元婴之上便是化神，而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自信拿下结丹修士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再提升2个境界，等修为突破到魂帝，拿下化神修士也绝对不在话下。区化神迟早会被他踩在脚下，弹指可灭。萧炎，对了，堂兄，我上次看你手上好像有很多珍贵的灵药，这些都是你自己种植的吗？就在唐三自我意淫的时候，萧炎又在聊天群里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唐三，你问这个干什么？萧炎，堂兄你不要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知道的，我是个炼丹师，对灵药的研究比较深，我看你上次拿出来的那些灵药品型似乎都很不错，所以比较好奇你是怎么培育的。整天就知道炼丹，能有什么出息？唐三眼中露出鄙夷之色，一个只知道炼丹的家伙，在修炼上必定会有所懈怠，以后难成大器。这样的垃圾竟然也会成为自己的群友。唐三，我跟你们这些人不一样，我有一个地方能够自己培育灵药，我无需动手，每隔一段时间去采摘一次就行了。萧炎，我去，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福地洞天。堂兄，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马上也去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来自己培育灵药。唐三，呵呵，看来你还真是无知，这种福地洞天哪有这么容易就能找到？我看你还是跟你那个废物师傅回去好好炼丹吧，别再出来丢人现眼了。萧炎，真有这么难找吗？那你是怎么找到的？难道你有能寻宝的特殊宝贝？萧炎此刻已经差不多快把自己的牙龈咬碎了。唐三，这世上哪有这种宝具？我当年也是在追杀一个受伤的封号斗罗时，在一个名为落日森林的禁区无意间撞见的。封号斗罗是我们这边实力最顶尖的强者，不过那个封号斗罗现在已经被我的手段折服，成为了我的手下，任我驱使。因为装逼装过了头，唐三无意间说出了落日森林这个地点，不过他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那冰火两仪眼周围有碧灵七绝守护，一般人根本难以靠近。别说这萧炎不在斗罗世界，就算他在也没关系，去了一样的死。萧炎，没想到堂兄竟然还有如此能耐，当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唐三，你少在我这里拍马屁，我的高度是你一辈子都无法触及的。草你祖宗！萧炎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在屋里狠狠地问候了一遍唐三的先辈家人，等骂痛快了，这才长舒一口气，给朱晨发去了一条私信。萧炎，私聊，朱兄你在吗？能不能麻烦你帮个忙？完美世界祖师空间内，朱晨此刻正在全神贯注的铭刻原始真解上面的符文，这种不能参悟但又要仔细记下所有内容的拓印对他来说难度极高，因为在抄录过程中，天赋越高的人越是会被符文上面的信息吸引，一不小心就会沉浸在这些玄奥的符文当中。总算是抄完一半了。片刻之后，朱晨终于放下手里已经刻满符文的宝骨，如释重负地松出了一口气。因为精神消耗太大，他准备先休息一下，等精神恢复一些，再来继续抄录剩下的那一半符文。祖师空间没什么好做的，闲来无事，朱晨便打开了聊天群，想要看看群友们在干什么。然而他刚打开群聊页面，几十条私信就直接弹了出来，这些私信都是萧炎发来的，而且内容也大致相同，都是来找他帮忙的求助信息。这家伙不是跟韩立他们要组团去对付唐三吗？怎么突然来找我了？朱晨一脸诧异的自喃道。上次因为要抄录原始真解的关系，韩立跟萧炎密谋的内容他并没有继续看下去，所以他只知道韩立等人想要对付唐三，但他们具体要怎么做却是毫不知情。朱晨，私聊什么忙？直接说。朱晨也懒得去翻萧炎他们的私聊内容，直接回了一句。没过多久，萧炎就给他回了一条信息。萧炎，私聊还是朱兄你给力啊，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套到唐三他那个种植灵草宝药的地方了。我记得你上次好像说过，自己可以无需其他人开通跨界通道，就能直接去其他的世界，所以我们想请你帮个忙，去唐三那里把那些灵药全部摘来，让他狠狠出一波血，最好把他那块灵药宝地也给炸了。你放心，到时候你可以拿走大头，我们3个可以少分一点。朱晨反复看了几遍萧炎发来的这条私信，等确定里面的内容后，差点就笑了出来。这3个家伙费尽心思搞了半天，原来就是想让自己去斗罗世界偷药啊！朱晨没有立刻回复萧炎，而是打开群主权限，把斗罗世界的位面通道直接开放了。群提示：群主朱晨已经开放了斗罗世界的位面通道，
在位面通道关闭之前，所有位面之子都可自由进出斗罗世界。聊天群里很快出现了一条全屏通告：唐三、萧炎、卧槽，朱兄，你还有这权限啊？灵动，哈哈，这下舒服了。朱晨，这只是我的初始权限。萧炎啊，你怎么不早说？朱晨也又没问。萧炎现在那个后悔啊，早知道朱晨有这个权限，他刚刚还跟这唐三废什么话呀？直接过去拿佛木火莲往对方脸上对就是了。灵动，多谢朱兄。萧兄，我们别浪费时间了，直接动手吧。萧炎，等我一下，我憋个大的。唐三，你们三个想干什么？唐三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连忙擦干腚部，从蹲坑站了起来。坏了，自己好像被套路了。灵动，干什么？当然是来干你了。萧炎，妈的，老子今天就让你尝尝佛怒火莲的滋味。萧炎跟灵动发完最后这条弹幕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跨界功能，直接来到了斗罗世界。因为位面之子相互有磁场绑定的关系，他们两人出现的地方正是唐三所在的史莱克学院休息区的公厕。草尼玛的唐三，老子忍你很久了，给我死！萧炎过来之前已经提前搓好了一个佛怒火莲，看到唐三后，他二话不说，直接将手里的火莲砸了过去。轰隆隆，刹那间，一朵巨大的青色火莲顿时从史莱克学院的休息区绽放了开来，带着无穷无尽的毁灭之力，将方圆数百米内的建筑群尽数笼罩。灼热的气浪以连绽放为中心，一波接着一波扩散出去。当火莲彻底绽放的那一刻，整座武魂城都仿佛剧烈震颤了一下，大地层层崩裂，地面上的裂缝犹如巨蟒一般，疯狂地朝四面八方蔓延出去。当烟尘散尽，火光退去，史莱克学院的休息区，包括隔壁的星罗帝国皇室队伍的休息区，已经被彻底夷为平地，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与此同时，凡人修仙世界在乱星海飞遁了1个多月的韩立，终于是根据虚天残图的指引，来到了虚天殿所在的位置。他在这里看到了天上那座宏伟的宫殿，不过他并没有立刻进入其中，而是带着驱魂在下方海域藏了起来。距离虚天殿开启应该还有几天时间，现在进去也只是在那里干等着，不如先去斗罗世界一趟，弄些灵药回来提升修为。韩立算了算时间，在心中权衡了一下利弊后，便毫不迟疑地打开了跨界功能。然而当他跨界来到武魂城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片破败的废墟残垣。那片废墟上面此刻正有3个人在怒目对峙着，其中一人正是之前跟他见过面的唐三，而另外那2个人正是萧炎和灵动。只不过此刻的萧炎和灵动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身上还各自带着多处伤势。反观那唐三，不但身上毫发无损，嘴角还轻轻仰着，一副怡然自得的表情，跟周围那破败不堪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萧道友，林道友，你们2个刚才对他动手了吗？韩立眉头一皱，当即闪身出现在了萧炎跟灵动身旁。对，他们动手了，不过可惜没用。回答韩立的人是唐三，他看到韩立过来，眼中顿时露出了一抹不屑之色。我本来还以为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也跟这2个废物一样愚蠢，居然让那朱晨开通位面通道过来找我的麻烦。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个聊天群的规则吗？群友之间无法自相残杀，那个朱晨就算开通了位面通道，把你们送过来又能怎样？只要有这个规则在，你们今天谁来了也没用。你们攻击我，受到反噬的反而是你们自己。韩立没去理会那唐三，而是转头看向了萧炎跟灵动。你们2个没事吧？萧炎咬牙切齿地盯着唐三，没事，只是受了一点反噬而已。灵动站在一旁紧紧攥着拳头。韩立兄弟，你来的正好，你有办法让我揍死这个混蛋吗？韩立轻叹一声道，韩某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所在的聊天群能够连接各大位面，这说明它的规则必定是凌驾在所有世界意志之上的，这规则就连身为群主的朱道友都无可奈何，你们又何必执着于此呢？萧炎眉头紧锁，我知道，但我就是不甘心。韩立刚准备再说些什么，但就在这时，几道强大的气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神识感应范围内。这里很快就要有人过来了，我们先离开这里，按照原计划行事。说完便直接化作一道青光遁离了此地。萧炎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随后也是毫不犹豫地展开紫云翼，带着不会飞的灵动一起离开了。而就在他们3人离开后不久，几个拥有封号斗罗气息的身影也是蓦然现身于此，将身处废墟中心的唐三围了起来。这几人正是武魂殿镇守在武魂城的封号斗罗，其中一个身材高挑，手持黄金权杖，头戴金冠的绝色女子尤为耀眼，正是武魂殿教皇比比东。唐三，又是你！比比东来到这里后，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废墟里的唐三，眼中不禁闪过一缕金芒。他此前就曾派人暗杀过唐三，只是那次行动最终因为剑斗罗晨星等人的干预失败了。后来唐三一行人来到了武魂城内，由于这座城市是他们武魂殿的管辖范围，他作为教皇不好明目张胆的再出手，最终只能暂时撤去了对唐三的暗杀令。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今天居然敢在武魂城内私斗，而且还破坏了这么多建筑，这不是在公然挑衅他们武魂殿的权威吗？此子不除，将来必成大患。武魂城内禁止私斗，唐三，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城内的法纪，本座现在要带你回武魂殿进行审判，你可有意见？比比东面无表情地看着唐三说道。
语气中带着一股不容人拒绝的强大气场。然而，面对比比东的威胁，唐三却是毫不畏惧，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父亲一直在暗中关注着自己。他父亲现在可是96级的昊天斗罗，不但有10万年亡妻魂环，还有一身的昊天宗绝技魂环一炸，天下我有，区区武魂殿又怎能奈何得了他？更何况他可是未来的神王，这比比东算什么东西？一个1级神器的垃圾继承者也敢来带走自己？教皇殿下，刚刚是有人来这里暗杀我，我只是进行了自卫而已。我想您现在应该要做的是尽快去追查那几个来暗杀我的人，而不是在这里故意刁难我。唐三主动向前迈出一步，目光直视比比东，而他说的这些话也刚好被赶过来的大师和弗兰德等人听了去。一时间，所有人的脸上全都露出了惶恐的表情，包括大师。小三这是疯了吗？那可是武魂殿的教皇，他怎么敢这样跟对方说话的？有胆气，不愧是大师的弟子。比比东用冷漠的眼神瞥了一眼人群中的玉小刚，旋即朱唇轻启，淡然道：但就算是这样，你今天也必须要接受武魂殿的调查，多说无益，跟本座回去吧。看在大师的面子上，本座不会为难你的。月关、鬼魅将唐三带回去，如果有人反抗，以叛逆罪论处，格杀勿论。比比东也懒得跟唐三废话，金杖一指，便让身后的月关和鬼魅冲了上去。面对2位封号斗罗带来的压力，大师他们即便开出武魂融合技也难以抵挡，很快就倒下来了。戴沐白他们想要过来帮忙，却被月关一个魂力压迫，直接震在了原地。在武魂殿面前，史莱克学院的这点班底真的只是屎，丢出去连一点浪都打不出来。然而唐三不愧是拥有主角气运的位面之子，紧要关头，七宝琉璃宗的救援到了，独斗罗独孤博也相继赶到。有了3位封号斗罗镇场，史莱克学院这边终于是稍微减轻了一些压力。不过遗憾的是，这里是武魂城，而这次跟随比比东一起过来的，除了月关和鬼魅这2位封号斗罗外，还有好几位武魂殿的长老，那几位长老也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唐三这次在武魂城私斗，毁坏城内建筑，这已经违反了他们武魂殿在城内立下的法治规则。比比东自认为带走唐三调查合理合规，又岂能因为七宝琉璃宗的干预而就此作罢？如果这次放任唐三不管，以后他武魂殿在人前还有何威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武魂殿身为这座城市的规则制定者，就必须要维护这城内的规矩。如果你们七宝琉璃宗要继续为这唐三出头，那就别怪本座不讲往日情面了。比比东挥动金杖在地面用力一震，毫不犹豫地亮出了自己身上的魂环，黄紫紫黑黑黑黑黑红，魂环配置直接拉满。当最后那个红色的10万年魂环亮出来的那一刻，剑斗罗晨星等人瞬间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之色。老鬼，亮魂环！好！月关等人看到比比东亮出魂环，也是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剑斗罗、古斗罗还有毒斗罗3人也没有丝毫迟疑。刹那间，场上的所有封号斗罗全都将自己身上的魂环亮了出来，一股股强大的魂力气息犹如泰山压顶般，瞬间笼罩了整片废墟。唐三虽然读过斗罗小说，知道封号斗罗之上还有神旨存在，但此刻也是他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封号斗罗同时对冲魂力，那股强大的魂力压迫让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差点直接跪在地上。而小舞和戴沐白等人比他还要不如，等级最低的大师此时更是已经直接趴在了地上，连头都抬不起来了。七宝转出有琉璃，就在这时，顶级辅助宁风致也出手了。然而他不出手还好，一出手竟直接把小舞身上的相思断肠红震了出来。尽管小舞第一时间就将那相思断肠红重新捡起，但他身上那股独属于10万年魂兽的气息还是在不经意间泄露了出去。其他人或许无法察觉到这股气息，但在场的那些封号斗罗却是全都感应到了，这是10万年魂兽。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落在了小舞身上，因为身上的魂环感应，比比东立刻认出了小舞的身份。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漏网之鱼。与此同时，武魂城郊区的一条步行街上，就在小舞气息泄露的那一瞬，一个靠坐在屋檐墙角处的灰袍男子也是从地上缓缓站了起来。终于还是暴露了吗？既然如此，那你们武魂殿欠我的账，我也是时候该算一算了。灰袍男子望着唐三所在的方向轻叹一声，随后单手一握，一把威风凛凛的锤子赫然出现在了他手中，正是昊天锤。而另一边，之前离开赛区的萧炎3人已经来到了武魂城外，不过他们也没有在这里久留。从武魂城出来后，他们3个就立刻兵分3路，分别前往了不同的地方。灵动去的是落日森林，萧炎是七宝琉璃宗，而韩立则是直接赶往了天斗城。时间一晃眼就过去了3天。这3天时间里，朱晨他们所在的世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一切都非常平静。王林一直在筹备跟红蝶的那场对决，以及自己如何在战后脱身的事情。漩涡鸣人跟着自来也修行去了，而朱晨则是依旧沉浸在祖师空间，仔细临摹着那后半篇的原始真解。这原始真解的内容越是往后，其符文内所蕴含的信息就越复杂，哪怕只是拓印，也需要消耗不少精力和时间。不过朱晨却是乐在其中，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若是将这完整版的原始真解全部拓印下来，绝对会受益无穷。
然而，相比于其他世界的平静，斗罗世界这几天却是炸开了锅。首先是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联合举办的全大陆魂师精英大赛被迫取消了，原因是唐三违规乱纪，不服武魂殿的制裁，带人群起反抗。双方在大战一场后，武魂城被毁去了一角，城内死伤无数。武魂殿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取消大赛，并且收回了那3块冠军魂骨。而唐三则是抛下自己的同伴，带着小舞跟自己父亲一起离开了武魂城。另外一件事情是，天斗帝国附近的宗门家族全都遭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洗劫。被洗劫的宗门甚至包括了七宝琉璃宗、蓝电霸王龙家族和天斗皇室这等一流势力。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个洗劫之人正是唐三。因为这件事，唐三不但被武魂殿列入了通缉名单，就连七宝琉璃宗和蓝电霸王龙家族也是对其恨之入骨。尤其是七宝琉璃宗，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前脚刚帮唐三一同对抗武魂殿的霸权，结果那唐三转身就把他们的家偷了。宗内囤积多年的所有灵草宝药几乎全被洗劫一空，一株都没有给他们留下。此刻，七宝琉璃宗内，宁风致正脸色难看地坐在宗主椅上，满眼都是懊悔。他之前看中唐三，是因为对方给了他女儿一株仙草，将他女儿的武魂提升了2个品级，然后对方又是唐昊的儿子，背靠昊天宗，于公于私，他都想结交对方。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那唐三居然趁他们不在七宝琉璃宗的时候，把他们宗门内的灵草宝药给抢了。怪不得对方在武魂城一战后，立刻就跟着他父亲跑了，原来是想卡个时间差来这里弄他们。早知道对方是这样的人，他先前就跟武魂殿联手将对方拿下了。风致，你说那唐三会不会觉得是你暴露了他爱人的身份，所以才故意来洗劫我们七宝琉璃宗的？就在宁风致懊悔不已之际，站在他身边的古斗罗突然拖着下巴分析了一句：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陈星神色凝重的接上话道：上次那一战，唐昊虽然力压了武魂殿教皇和众多长老，但自己也受了伤，我想他一定是想借助灵药恢复伤势，所以才来抢我们的。毕竟有些珍贵的药草也就只有我们这样的大宗门才有了。听到这里，古斗罗再也忍不住了，只见他怒哼一声道：昊天宗当年为了自己不顾那些附属势力的死活，封闭山门，现在这唐昊父子又干出此等行径，当真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我现在甚至严重怀疑，他当初接近我们，给蓉蓉仙药，卖我们暗器，就是想要利用我们对付武魂殿。闻言，剑斗罗也是不由得轻叹了一声：我们上三宗虽对外宣传同气连枝，共同进退，但实际上这些年也是在明争暗斗。那唐昊估计就是想借此机会削弱我们七宝琉璃宗的实力，好稳固他们昊天宗在上三宗之首的地位。古斗罗咬牙道：还好上次武魂殿的教皇没有为难我们，不然我们几个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就离开武魂城。剑斗罗和古斗罗此刻分析出来的情况，让宁风致那原本就已经非常难看的脸色又更加阴沉了几分。那唐昊父子狼子野心，自私自利，还对自己的盟友背后捅刀子，他七宝琉璃宗以后跟他们势不两立。没想到三哥竟然是这样的人。大殿外面听着屋内宁风致三人的谈话，宁荣荣心里对唐三的形象顿时崩塌了。他本以为唐三是一个好领袖，能够带着他们史莱克七怪走向辉煌，不曾想对方之前的所作所为居然都是有目的的。还好这次武魂殿发现的早，揭穿了他们父子俩的真面目，不然他可能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与此同时，蓝电霸王龙家族族长，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那唐三确实是小刚族叔的弟子，而且小刚族叔和柳二龙他们两个好像已经逆子。玉元镇直接打断了那个族人的话，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怒斥道：立刻传令下去，把玉小刚这个逆子给我绑回来。是族长。那个在汇报情报的族人见玉元镇满脸怒色，根本不敢多说半句，连忙应下后就转身跑离了。玉元镇如今年岁已高，寿元将近，之前他一直在族内闭死关，企图寻求突破，再延续个100年寿命。然而这次他闭关失败，刚出来就听到族中后辈说起家族被人洗劫的事情，而那个洗劫他们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正是他那个逆子的徒弟。当时他差点就被活活气死了。之后玉元镇立刻派人去调查了这件事情，本来他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但就在刚刚，随着族人将详细情报打探回来，他的心也彻底死了。他觉得这一定是自己那个逆子为了报复他才这么做的，毕竟当年对方和其堂妹柳二龙的婚事，他也是极力反对的，而且也是他亲自将其赶出了家族。为了给族里人一个交代，玉元镇这次决定大义灭亲，哪怕自己那个逆子是个废物，他这次也要将其带回来，然后加以软禁。以后没有他的允许，那逆子是别想再迈出蓝电霸王龙家族半步了。然而对于外界发生的那些事情，作为始作俑者的唐三却是毫不知情。此刻的他正在唐昊的指点下，和小舞一起在瀑布下面修炼。唐昊本来是想让小舞先回星斗大森林的，毕竟对方如今的修为不高，跟在自己儿子身边只能是累赘，搞不好哪天就被别人抓走变成魂环了，那他儿子以后岂不是要少掉一个10万年魂环了吗？不过在唐三的坚持下，唐昊最终还是答应让小舞留了下来。只不过每天看着这两人在自己面前撒狗粮，唐昊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毕竟他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而且
还是一个单身10几年的老光棍，每天看着一对年轻人在自己面前耍来耍去，这哪里受得了？尤其是小五这货，天天穿着一套露底短裙在自己面前跳来跳去也就算了，竟然还要练那些高曝光度的柔技，这对唐昊来说简直就是在遭罪。这几天他每晚都要去瀑布下面冲凉消火才能入眠，不然根本睡不着。而就在唐昊忙着冲凉的时候，落日森林深处，韩立和萧炎则是已经根据灵动的指引，在冰火两仪眼完成了汇合。看来唐三那家伙没有骗我们，这里果然是一个天生地养的宝药库。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拿吧！你们快看，那个泉水也不错，阴阳之力汇聚，也是一种炼丹的罕见材料，完美世界。这一日，经过几天时间的努力，朱晨终于是将原始真解完整的拓印了下来。他将快要耗完能的祖石收起，准备将其还给灵动。但就在打开聊天群的那一刻，一堆物品接收提示和几个私聊信息却是突然弹出，映入了他的眼帘。那几条私信是萧炎他们发来的，大概意思是他们已经在斗罗世界成功收取了不少资源，还把唐三的那块灵药宝的给洗劫了。而那些物品就是他们3个送来的战利品，都是些不错的灵草宝药。这3个家伙居然还真的给我分赃了。朱晨也没跟萧炎他们客气，果断将这些灵草宝药收了下来。斗罗世界虽然是玄幻地板，但里面的一些灵草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生长在冰火两仪眼附近的那些灵草，在提取到他这个世界后，灵气更是异常浓郁，都快赶得上那些列阵境修为的太古遗种了。不过朱晨这次也没想到，萧炎跟韩立这3个家伙竟然会这么大方。自己上次也就是帮忙开通了一下斗罗世界的位面通道罢了，之后几乎什么忙都没帮。这3人事后居然还把所获之物分给自己一份，要是群里的人都能像他们这样，那该多好。一念至此，朱晨的脑海中又不禁想起了那个唐三，这家伙留在群里始终是个祸患，把整个群弄得乌烟瘴气的。要是下次自己能够开通踢人权限，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他给踢了。萧炎他们去斗罗世界闹了一遭，估计那唐三肯定会在群里骂人，先去给他一个禁言年餐，省得见了心烦。朱晨将祖石送还给灵动，随后立刻将画面切换到了聊天页面。正如他所料，那唐三此刻果然正在群里狂吠。唐三带着萧炎灵动，你们这2个废物，这次要不是你们过来捣乱，武魂殿的那3块魂骨我就到手了。这个仇我暂且记下，以后定要让你们100倍奉还。唐三韩立还有你3个人里面就属你心机最深，嘴上口口声声一个堂兄，没想到竟然串通那2个废物来搞我。下次别让我带到机会，不然我一次就操翻你。唐三，你们3个全部都有屈死之道，待我成神之日，我一定要想办法修改这个聊天群的规则，将你们全部抹杀。唐三带朱晨还有你，我也记住你了，你这次帮他们3个开通斗罗世界的位面通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唐三，你们几个不要以为自己不说话就没事了，你妈！这几天的聊天群信息几乎都是唐三一个人在发。朱晨简单的扫了一眼，发现这家伙开始还在群里正常的质问和威胁萧炎3人，但是萧炎他们没有一个人理他，然后他好像就破防了，开始在群里破口大骂起来。话说的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已经连续骂了好几天了，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来骂几句。最近的一次发言还是在几分钟之前，把一个好好的聊天群弄得跟个垃圾场一样，臭气熏天，真是个傻逼。朱晨懒得在群里跟这个家伙废话，直接选定他的群名就准备禁言。然而就在这时，唐三的群名选项中却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信息，该群友唐三在主角聊天群中连续辱骂他人数天，已经严重违反了本群互帮互助共促成长的初衷，群主有权替换该世界的群员名额，是否替换？操，还有这种好事？朱晨先是一愣，旋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替换。妈的，这要是不替换，那他就是真的傻逼了。下一秒，只见几行选项信息蓦然跃出，提示开始搜索斗罗世界拥有主角气运的位面之子。替换人物1：唐昊，斗罗世界昊天斗罗，武魂为大陆第1器武魂昊天锤，杀戮之都杀神之一，身负血海深仇。儿子唐三乃斗罗世界正位主角。替换人物2：比比东，武魂电墨带蛟皇，斗罗世界最年轻的巅峰斗罗，历史上第一个解决双生武魂多魂环附加属性超过身体承受极限的人，罗刹神的传承者，杀戮之都10位杀神之一。替换人物3：千仞雪，斗罗大陆第1位先天满魂力20级的天之娇女，天使神的继位者，拥有比正位主角唐三更加强大的天赋。提示群主可选择1人进行群员替换。斗罗世界的群员替换名额一共有3个，都是该位面声名显赫亦或者潜力非凡的角色。朱晨扫了一眼，先把唐昊取消了，下梁不正上梁歪。这个唐昊跟他那个儿子唐三都是一丘之貉，除了草魂兽就是拿自己的老婆玩祭献，啥也不是，没有资格进群。最后朱晨将目光放在了比比东和千仞雪上面。说实话，这2个人挺难选的，一个是美艳动人气质高贵的绝美淑妇，一个是冷艳无双超凡脱俗的绝色少女。如果可以不用选择，朱晨很想2个都要，但要是只能2选1的话，他心里还是更加倾向于后者的。原因无他，只因为千仞雪的那层壁垒还在，就他了。朱晨没有思考太久，
果断选择了千仞雪。群提示：群员唐三因严重违反群规，破坏聊天群和谐氛围，现已经被群主朱晨移除主角聊天群。群提示：斗罗位面新群员千仞雪加入聊天群。聊天群里很快出现了2条提示信息，这2条提示信息就像是2颗重磅炸弹，直接把在群里潜水的萧炎等人全都炸了出来。萧炎，卧槽，朱兄，你这也太给力了！灵动踢得好，这个唐三要是再骂下去，我都快受不了了。韩立耳根总算是清静了。漩涡鸣人，是啊，他已经在群里骂了好几天了，我都快被烦死了。王林，现在可以去斗罗世界杀掉他吗？从群友们的反应中不难看出，这唐三此前在群里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众怒。不过现在好了，随着唐三被移除替换，这个主角聊天群总算是迎来了本该有的样子，相互帮助，共同成长。千仞雪主角聊天群，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们说的话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你们为什么会认识唐三？就在众人因为唐三被换掉而欢呼雀跃之时，刚刚加入群聊的千仞雪也在群里发了言。萧炎，你先说你是谁？你跟唐三是什么关系？萧炎率先在群里回了千仞雪一句，因为唐三之前在群里的表现，他现在对斗罗世界的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他很担心这个新入群的家伙跟唐三会是一个德行。千仞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千仞雪虽然对这个突然出现在自己脑海中的聊天群非常好奇，但天性警惕的他并没有选择立刻在群里暴露自己的身份。萧炎，你不说也没关系，朱兄他肯定知道。朱晨。萧炎见千仞雪什么都不说，只能向朱晨求助起来。他觉得朱晨对群里所有人都了如指掌，肯定也认识这个叫千仞雪的新人。朱晨，你们放心吧，他跟唐三是敌对关系。朱晨知道萧炎他们现在对斗罗世界的人非常反感，于是先出言解释了一下千仞雪跟唐三的敌对关系。毕竟不管怎么样，这千仞雪都是他选进来的，自己总不能让人家一进来就被其他人敌视吧。随后他又话锋一转，跟千仞雪介绍起了这个聊天群的各种功能，以及他们这些开潮元老。千仞雪听完后整个人都懵了，对于这个诡异的聊天群，他之前有想过很多种可能，可却怎么也没想到这竟然会是一个连接其他世界的地方。千仞雪，所以说你们都是来自各个世界的位面之子，而我是因为那唐三严重破坏了群规，所以才被替换进来的。朱晨，你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你是被我选进来的，因为当时的替换人员一共有3个，而我选择了你。听到朱晨这句话，群里其他人对千仞雪的警惕顿时卸去了大半。这个千仞雪既然是朱晨自己选进来的，那对方的人品肯定不会太差。萧炎，朱兄，这件事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瞧这事闹的，都怪那个唐三，害我现在看到斗罗世界的人就以为是跟他一样的德行。灵动，既然千兄是朱兄亲自选进来的，那我们大家以后就是兄弟了。在下灵动，以后请多多指教。朱晨，她是女的。灵动，什么？她是女的？萧炎，卧槽，群里竟然来了个女的。韩立，难怪此人的名字如此女性化。王林，对我被修道之人来说，男女皆一样，你们何必如此大惊小怪？除了王林，其他人对千仞雪是个女人的身份都表示非常惊讶。不过此刻的千仞雪却是对朱晨产生了一些兴趣。千仞雪，朱晨，你认识我吗？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朱晨，不能说了解吧，总之非常熟悉就是了，因为你是我看过的一本小说里面的女角色。朱晨在解释的同时，也将斗罗小说的文本一并传给了千仞雪。他在群里的一贯风格就是坦诚相对，因此对千仞雪这个新人，他也没有必要去刻意隐瞒什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可能？我居然是一本小说里的女角色？千仞雪在翻看了吉言小说里面关于自己的内容后，差点破防了。他本以为朱晨就是在装神弄鬼，想要以此来博取自己的信任。可是当他看到这小说里面的内容跟自己曾经的经历还有以后的计划都如出一辙后，他终于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不知道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小说世界，但这个聊天群的群主绝对是个世外高人。千仞雪，一想到这个聊天群居然真的可以连接其他世界，看来我以前真是孤陋寡闻了。朱晨，我们之前在群里还上传了一些功法，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学一学，对你有好处。千仞雪，我看到了，谢谢提醒。千仞雪对朱晨道了一声谢，随后立刻打开下载页面，将上面的那些功法全都下载了下来。随着大量地功法信息和心得感悟钻入脑海，千仞雪几乎是在瞬间便掌握了这些功法，这让他心里对这个聊天群更加感到震撼了。直接下载就能掌握一门技能，就算是神技也不过如此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从群里下载的技能，除了那个控鹤擒龙比较鸡肋外，其他的技能简直超乎他的想象，太强了！尤其是那个朱雀宝术，其描述的威力简直比传说中的神技都强。朱晨，怎么样？这些功法还合你的胃口吧？千仞雪，除了那个叫控鹤擒龙的控制技能，其他的技能个个都超出了我的想象。萧炎，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说。那你知道这个控鹤擒龙是谁上传的吗？千仞雪，谁？萧炎，就是那唐三。千仞雪，原来是他，难怪如此。萧炎，对了，
朱兄说你跟那唐三是敌对关系，他现在已经不是咱群里的人了，要不要我们过来帮你干掉他？灵动，不错，只要你开口，我们马上过来干他。其实之前唐三被踢出群的时候，萧炎跟灵动第一时间就打开了跨界功能，他们本来是想立刻过去干掉唐三的，只可惜斗罗世界的位面之子被替换之后，那世界原本被开放的位面通道也被重置关闭了，这让他们失去了随时去那个世界的能力。千仞雪，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过那种表里不一、卑鄙无耻的小人，我想亲手解决掉他。萧炎说得好，看来你对这唐三的印象也不怎么样嘛。千仞雪，其实我本来还对他挺欣赏的，甚至还想试图拉拢他，但他前几天做出来的那些事情让我深感不耻。萧炎，他怎么了？萧炎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千仞雪，那家伙上次为了掠夺资源提升自己，在个大宗门家族大肆洗劫抢夺宝药，就连我也被他抢了，亏我以前还对他以礼相待，没想到他竟是这种狼子野心之辈。千仞雪之前还在奇怪，那唐三上次来天斗皇宫洗劫的时候，实力怎么一下子提升了这么多，原来对方之前也在这个聊天群里，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萧炎，可，你说的没错，他干出来的这些事情确实是无耻。灵动，太无耻了。韩立看到千仞雪跟群里的人相处的还算融洽，朱晨也是放心的退出了聊天群，随后他推开许久未开的木屋门，径直去了柳神那边。完整版的原始真解他目前还不能修炼，但是柳神应该可以。倘若柳神能够参悟此法，或许可以凭借此法破王成帝，提前成为一尊准仙帝。对于自己未来的大老婆，朱晨自然不会小气，更何况柳神以后的修为越高，对他来说也有极大的好处，毕竟他以后可是要拿下柳神的。复制仙王修为和复制准帝修为，那肯定是选择后者了。柳神来到那段木桩面前后，朱晨直接抬头喊出了柳神的名字。柳神本体所画的这段木桩，如今已经重新焕发出生机，不再是焦黑如墨，而是有了些许绿意。看来柳神的涅槃非常顺利。小友，这时正在指点石猴他们修炼的石云峰突然拄着拐杖赶了过来。小友啊，祖祭灵他这2个月应该是在恢复的关键时期，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你可莫要惊扰到他啊。然而他话音刚落，一个空灵悦耳的声音就从那段木桩中缓缓传了出来：朱晨，你来寻我，所谓何事？伴随着这个声音响起，只见那段木桩上面也同时飘出了大量的绿色光点，那些绿点犹如充满生命气息的荧光一般汇聚而来，最后在朱晨面前快速凝聚成了一个清秀绝伦、被万千光华笼罩的绿裙女子，正是柳神。跟上次相比，柳神此时的法身明显变得更加凝实了许多，气息也更加令人捉摸不透了。你是柳神？石云峰直接愣住了，他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柳神的法身。对方身上虽然被一层朦胧的光晕笼罩着，不见真容，但他能感受到，这就是他们10村的祖祭灵柳神。柳神淡淡的点点头，旋即美眸流转，再次看向朱晨，缓缓道：短短2个月时间，已经又开辟了一个洞天。朱晨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柳神你就别取笑我了，2个半月才开了一个洞天，这种速度似乎也没什么值得自豪的吧？2个多月时间从4洞天突破到5洞天，这种速度若是放在寻常修士身上，确实能称得上是天才了，但是跟那些纯血凶兽和初代天骄相比起来，只能算马马虎虎，没什么好炫耀的。泰而不骄，道心稳固，你能在此等年纪便做到这一点，属实难得。柳神十分欣慰地看了朱晨一眼，随后继续开口道：不过修为上的提升固然重要，但剑从火中生，真正的强者是在战斗中走出来的，一味的提升境界只会让你的修为沉浮不定，根基难固。柳神的提醒，朱晨自然是听出来了，而且他也很认同对方这个观点。真正的强者身上都有一股气吞山河、披靡天下的盖世之姿，而这种气场只靠一味的修炼是无法磨砺出来的，唯有在无数次的战斗中脱颖而出，横扫同境之敌，方能在自己身上逐渐形成这种无敌之势。这就好比是一把绝世剑胚，若是不经历千锤百炼的打磨和淬火，又怎能除去杂质，蜕变成一把绝世宝剑？对了，柳神，我刚刚修复了原始真解，你看看此法对你的修炼有没有帮助？听完柳神的提点后，朱晨也是立刻进入正题，将自己那些拓印着原始真解的宝骨取出，送到了柳神面前。这是柳神只是用神识扫了一眼那些宝骨，瞬间就被上面那玄奥的符文吸引住了。而朱晨也终于是在柳神那张古井无波的俏脸上，第一次看到了惊讶的神情。此法甚是玄妙，已经涉及到仙道领域，尤其是那最后一篇符文，即便是我也无法看透，这真的是你修复的吗？柳神盯着那些宝骨沉吟了片刻后，这才缓缓抬起头，重新看向朱晨。只不过此刻的他眼眸深处已经带上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如果说此前他对朱晨的态度还是那种长辈对晚辈的关切之情，那么现在他已经完全将朱晨视为了同辈之人。因为那原始真解的终极篇，他目前虽然还无法透析全部，但他已经能够隐约感觉到此法或许跟自己追寻了无数万年的地境有关。倘若能够将此法参悟透彻，或许他真的能够破开那一层困扰了自己无数万年的瓶颈，破王成帝。对，是我修复的。朱晨毫不避讳地承认下来。
柳神眸光闪动，犹豫了一会道：“此法的终极篇，能否借我参悟一段时间？”这还是柳神第一次主动开口向人讨要东西。没问题，你先等我一下。朱晨本来就是打算将这修复后的原始真解交给柳神的，所以对柳神此刻提出来的要求自然是没有拒绝。不过在此之前，他准备先将这完整版的原始真解上传到聊天群里。柳神虽然有着仙王的见识，但准地之境又岂是那么好突破的？对方这一界搞不好就是几万年，因而为了安全起见，他必须要做两手准备。反正现在唐三已经没了，群里这个上传功法的功能，他完全可以当成技能储备库来用。什么时候想要参悟了，直接下载下来就行，既方便又快捷。朱晨上传功法只是用了几秒钟时间，之后他便将那几块记录着原始真解的宝骨全部送给了柳神，包括对方之前给他的那块真骨。柳神接过那些宝骨后，不由得愣了一下。他不知道朱晨刚刚收回那些宝骨的几秒钟时间到底干了什么，但是对于朱晨的大方，他心里却是有着极大的感触。毕竟这终极篇可是触及到了地境的地法，这种东西若是放到上界，别说是他了，就算是仙域和异域的那些老家伙，恐怕也会不计一切代价过来抢夺。柳神薄唇轻启，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但就在这时，江晨又突然从身上拿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骨盒。柳神，这个东西你能帮我打开一下吗？这是上次朱燕他们抢夺的山宝，此物怎会在你手上？柳神目光微微一凝，这山宝的来历他自是清楚，此物出世之时，他也曾想过去夺取，只是他当时考虑到自己的修为尚未恢复，不想在此间暴露身份，引来仇家，故此才带着整个石村挪移到了这里，避开了那场灾劫。后来那件山宝最终落谁家，他就不清楚了。没想到这东西最后居然会落到朱晨手里，只是运气好，侥幸捡到了而已。朱晨笑着解释了一句。柳神闻言也没有多问，他玉指轻弹，将朱晨手中的骨盒引到自己身前，旋即摆动双臂，打出一道道绝印。下一秒，只见一头浑身缭绕着赤炎的凤凰顿时冲天而起，将整片天空都染成了红色。真皇宝术，朱晨心头一动。凤凰跟朱雀虽然都是火中神鸟，但前者的实力明显要强了许多。柳神能够施展真皇宝术，想必实力已经恢复了不少。那只真皇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后，突然调转方向，带着一股灼热的火云俯冲而下，径直钻入了柳神面前的骨盒当中。紧接着，柳神身上也快速飘出了一条条碧绿的枝条，将骨盒紧紧缠绕。那些柳枝开始如灵蛇一般在骨盒外面游动起来，然后也跟那真皇一样钻入了骨盒当中。当所有的柳枝尽数没入骨盒之后，漂浮在柳神面前的骨盒骤然爆发出了一阵耀眼的光芒。随后，朱晨便看到骨盒上的一个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仿佛有一股恐怖的力量即将破盒而出。开！这时，柳神又突然伸出右手，将指尖轻轻点在了骨盒上面。哗！霎时间，只见一道道光束顿时破开骨盒，直接从里面飞了出来。那些光束并没有飞窜出去，而是在柳神的引动下，一一落在了朱晨身前。当其上的光芒散去，只见一件件华光流溢的宝物赫然出现在了朱晨眼中。这些都是至尊殿堂的传承，里面一共有3样东西。第一样是至尊殿堂的镇教传承6道轮回天宫，这是一种驾驭宝术的法，能够让施术者将多种宝术融合叠加，从而爆发出最强的一击。第二样东西是至尊殿堂收集的宝术，这些宝术的威力虽然不及十凶宝术，但也是极为难得的太古宝术，关键在于数量多，简单易学。至于第3样东西，则是至尊殿堂当年获得的一种十凶宝术，名为草字剑诀。此术源自9天10地，叶如利剑，共9片，一剑可裂星辰，绝世霸道。相传该剑诀曾在太古时期就已拥有显赫声名，能断时空，裂宇宙，乃是至尊殿堂的镇教之宝。吾曾听闻上界至尊殿堂的传承中拥有无上宝术，没想到竟是这6道轮回天宫和草字剑诀。随着修为恢复，柳神的记忆也在不断完善，因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山宝中蕴藏着的东西。柳神，这些宝术和功法你想学吗？朱晨大方地看向柳神问道。柳神目光闪烁，你愿将此传承与我共享，有何不可？朱晨大手一挥，直接将这些东西送到了柳神面前。柳神修为越强，他以后的获益就越多，他巴不得柳神现在就破王成帝，到时候他地上加地，说不定直接就寄到了。柳神并非优柔寡断之人，他见朱晨愿意将这些东西跟自己分享，也没有矫情。不过他只是将草字剑诀借走参悟了，而作为回报，他也将自己的柳神法和真皇宝术送给了朱晨，这让朱晨不由得激动了一番。柳神法乃是柳神的本命神通，其内蕴含着柳神对生命奥秘的解析，同时也包含了毁灭与重生的涅槃之法，能在毁灭中焕发生机。修至大成，可让万千柳条化作秩序神链，洞穿八方，拥有无尽威能。此外，修炼此术之人还能通过不断涅槃重生，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至于真皇宝术，那就更加不用多说了，十凶宝术之一，威力绝对不逊色于草字剑诀。朱晨是太古朱雀的血脉继承者，修炼着同样承载着火之属性的真皇宝术，于他而言
可以说相得益彰。我的法你可以学，但这草字剑诀和真黄宝术，在你的修为还没有踏足真神境前，最好不要轻易施展，否则恐会招惹祸端。柳神在将这2样宝术传给朱晨后，又对他叮嘱了一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朱晨自然懂。他也知道柳神是为了他好，所以才会这样说，但他可不想这样畏首畏尾的修炼。在将那2样宝术收入洞天后，朱晨立刻抬起头，目光直视柳神道：柳神，你刚刚自己说过的剑从火中生，真正的强者是在不断的战斗中磨砺出来的。如果我一直担心别人会来对付我，从而畏手畏脚，那我想我以后也不会成为这世间的最强者，横扫天下一切敌了。话音落下的同时，他的身上也是轰然爆发出了一股令人敬畏的气势，那是唯有少年之尊才有的无敌之势。只不过这气势上少了一份锐气，终其原因还是他经历的战斗太少了。你既已有如此决断，我也无需再多言，但你要记住，想要走无敌路的人不止你一个。太古年间，仙古时期，也曾有不少经验绝伦的少年天才想要以绝顶之姿走出一条无敌路，横扫天下敌，但他们最终都折陨在了这条路上。此路注定布满荆棘，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柳神轻叹一声道：无敌路，这是一条每个强者都想走但又不敢走的路，因为修士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亲自面对任何战斗，无法逃避，哪怕对手的修为要远远超过自己，他们也必须要战。倘若不战而逃，亦或者是稍微显露出一丝怯战的心态，那么他们的无敌心就会崩毁。道心有损，轻则修为跌落，永无寸进，重则功毁人亡，身陨道消。柳神告诫完朱晨后，便主动散去了法体。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至于接下来朱晨要怎么选择，那就不是他能干预的了。小友，你这是获得了天大的机缘啊！石云峰从刚刚开始就一直站在附近，柳神跟朱晨之间的谈话他也都听到了。他虽然修为低弱，而且也没有什么见识，朱晨跟柳神谈论的很多东西他都听不懂，但有一件事情他是看出来了，那就是朱晨从柳神身上又得到了莫大的机缘。朱晨转身看向这位年迈的老村长，刚准备张嘴说些什么，不料这个时候10村巡逻队的一个村民却是突然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村长，不好了，出大事了，你先别急，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石云峰连忙上前问道。那村民用力地吞了吞口水，神色惶恐地说道：我们跟火国公主一起去外面狩猎时遇到了一群匪徒，他们不但抢了我们的猎物，还要把我们全部抓回去。火国公主为了掩护我们撤退，一个人留在了那里。石云峰听完后顿时勃然大怒，你们狩猎队可都是我们10村实力最强的男人，怎么能把一个女娃娃留在那里呢？那个村民脸色难看地说道：村长，那群匪徒当中有动天境的修士，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石虎和石山都被他们打成重伤了。那些匪徒在什么地方？朱晨从石云峰身后迈步走出，眼中闪过一缕强烈的杀意。火灵儿是他钦定的媳妇，那群匪徒敢动对方，怕不是在找死。他们就在西北方向30里外的森林里，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在不在那里。那个村民伸手向朱晨指明了一个方向。朱晨见状没有丝毫犹豫，双翼一展，身体瞬间化作一道流光腾空而起，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天际尽头。朱晨震动双翼，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那个村民所指的位置。他在空中往下方森林看去，刚好看到一个身穿红裙的双马尾少女正在跟10几个膘肥体壮的大汉游斗。只见那少女身法轻盈，娇小的身躯在林间不断来回游走，时不时地凝聚出火球攻向那些壮汉。那些壮汉虽然在人数上占了优势，但一时间也奈何不了那红裙少女。那红裙少女正是火灵儿。而在森林的另一边，那里还有几个人躺在地上，看他们的衣着应该是10村的狩猎队。那些人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双手双脚都被人用绳子捆死了。朱晨收回目光，随后调转方向，一个振翅俯冲，身体犹如一道利箭般直接落在了火灵儿身后，将那些追上来的匪徒全都吓了一跳。朱晨，你怎么来了？火灵儿回头看见这个熟悉的背影，顿时又激动地跑了回来。只不过此刻的他已经香汗淋漓，那张粉嫩的小嘴也是轻微的张着，急促地喘着粗气。朱晨瞥了一眼那几个追上来的匪徒，这才看向火灵儿，那些家伙都不会飞，你怎么不跑？火灵儿双手环胸，气鼓鼓地看着那些匪徒道：你是不知道这些家伙有多可恶，他们想要把狩猎队的人抓回去当人质，然后胁迫老村长把村里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本宫要是走了，那狩猎队的人怎么办？在10村的这2个多月时间，火灵儿早已跟这些淳朴善良的村民们打成了一片。如今10村有难，他怎么可能丢下这些村民一个人逃跑？那些追击而来的匪徒看到来人只是一个小鬼，脸上纷纷露出了玩味的笑容。刚才那个村民逃走后，他们还以为对方会喊来什么厉害的帮手呢，没想到就叫来了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鬼头。看来那个10村真的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人了。这是一个凶神恶煞的匪徒，抡着狼牙棒走了过来，狞笑着看向火灵儿道：小妞，你就别挣扎了，我们老大看你还有几分姿色，只是想把你聒噪。朱晨抬手一挥，一道红色的即时闪电瞬间跃出，直接贯穿了那人的脑袋。周围的其他人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那个人瞪着双眼，满脸错愕地倒在了地上。不好，这小鬼手里有宝具，该死，
给我弄死他！对，杀了他，他手里的宝具就是我们的了。那些匪徒反应过来后，立刻拿起武器朝朱晨杀了过来。朱晨也没对他们客气，屈指一弹，那道红色的即时闪电再次跃然而出，积雷所过之处，所有的匪徒全部都在瞬间被洞穿了脑袋。顷刻之间，那10几个追击而来的匪徒便纷纷倒在地上，没了气息。这些匪徒的修为都是斑血境，朱晨连跟他们周旋的兴趣都没有，直接用极尽神识就给秒了。一群废物，也敢动我的女人！朱晨收回手，嘴里忍不住呢喃了一句。然而他不经意间的这句话，却是让身后的火灵儿瞬间羞红了脸。臭流氓，你刚刚说什么呢？谁是你女人了？本宫可从来没说过自己是你的女人啊！火灵儿轻哼一声，抬起玉臂，作势欲打。朱晨没有闪，而是任由对方那轻飘飘的拳头砸在了自己身上，接着嘴角一撇，笑道：反正都是迟早的事。你看你都跟我出来2个多月了，我估计你的父皇现在都以为你是跟我私奔了呢。听到朱晨说起自己的父皇，火灵儿脸上的神情顿时愣了一下，她犹豫了一会，突然认真的说道：朱晨，我们都已经出来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该回去了呀？要不然我父皇他真该担心了。朱晨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行，等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我们就回火国去。石村虽好，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家，现在元始真解已经到手，而且还意外获得了至尊殿堂的传承和柳神赠予的真皇宝术，此行的收获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接下来也是时候回火国了。火国乃太古朱雀陨落之地，那里充斥着下界最为浓郁的火灵之气，像他们这些主修火属性功法的修士，在那里修炼也会更有益处。臭小鬼，竟然敢杀我的手下，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就在这时，一个戴着眼罩的壮汉突然从附近的密林中走了出来。终于肯现身了吗？我还以为你要躲到我们走了才出来呢。朱晨转头看向那个独眼壮汉，嘴角挂出浅浅的笑意。这家伙藏身在附近，他刚才早就知道了。之所以不主动识破，是因为他想看看这货到底想躲到什么时候去。朱晨，这人是这群匪徒的头领，他的修为已经是洞天境了，你要小心啊！火灵儿凑上前来，小声的提醒道。朱晨淡淡一笑，洞天境有什么好怕的？我现在不也是洞天境了吗？哈哈哈！那匪徒头子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真是大言不惭。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鬼，竟然也敢说自己是洞天境？你不要以为自己手里有一件了不得的宝具，就认为自己可以跟洞天境的修士抗衡了。老子现在就来告诉你，何谓洞天境。说话间，那匪徒头子顿时握紧双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身上的那个洞天显化而出，一股强大的洞天气息瞬间蔓延开来。洞天境修士不仅能直接汲取天地精华，悟生出道符真意，而且还可以在洞天中温养自己的宝具和符文，使宝具和宝术的威力更强，实力绝非斑血境修士可比。就比如火灵儿，他如今的修为已经是斑血境后期，身上还修炼了朱雀宝术和酸泥宝术，同阶之中已少有敌手。但是在面对洞天境修士的时候，也同样会很吃力，哪怕对方只是一个刚开辟了一个洞天的修士。越阶战斗说说容易，可是能够真正做到的人，即便是放眼整个9天10地，那也绝对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毕竟这世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荒天帝。如果这次来支援的人是10村的其他村民，这匪徒头子一个人就能全部处理掉。可惜他这次遇到的是朱晨，本来像你这种小角色我可以直接灭杀的，但你既然这么想装逼，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洞天吧。朱晨目光平静地看着那个匪徒头子，身上渐渐散发出耀眼的神息。紧接着，只见一个个附带着血色神环的洞天顿时在他身后显化而出，背生洞天神环笼罩无尽光辉。1个、2个、5个，你竟然已经开了5个洞天！匪徒头子双目圆瞪，脸上的笑容逐渐被恐惧所取代，身体轻微的颤栗着，就连说话都开始结巴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年纪轻轻的小鬼居然已经是开出了5个洞天的修士，而且对方身上的洞天此时还被无尽的神息光辉笼罩着，血芒隐现，似乎要比他的洞天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区5个洞天就能把你吓成这样，看来你的见识也就只有这种程度了。朱晨说完，便一个箭步冲到那匪徒头子面前，随后单手按住对方的脸，直接将他的头砸进了地面。轰！大地轰然一震，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开，只见以朱晨为中心，方圆数百米的地势瞬间被一股巨力震得4分5裂，溅起了大量碎石尘埃。当烟尘散开，那个刚刚还在装逼的匪徒头子已经彻底没了气息，头都被砸烂了。好强！火灵儿人都看傻眼了。刚才朱晨动用手段秒杀那些斑血境匪徒的时候，他倒没有太大惊讶，因为一个洞天境修士想要杀掉一群斑血境修士，确实如探囊取物般简单。可是现在这个匪徒头子也是洞天境的修士啊！虽说朱晨如今已经开出了5个洞天，但是想要杀掉一个同境修士，应该也不会这么简单吧？没想到对方依旧是一击就搞定了，而且更离谱的是，他刚刚甚至连宝术都没用，光凭肉身力量就把一个同境修士杀得毫无还手之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火灵儿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
这些匪徒该不会是10号杀掉的那些人吧？看着躺在地上的匪徒头子，朱晨突然想起了10号在原著中杀掉的那些土匪。他记得这个匪徒头子好像还会一种召唤祭灵的手段，怎么对方刚才没用呢？难道是死得太快了吗？朱晨嘀咕了一声，旋即转身回到了火灵儿那边。朱晨，你身上是不是修炼了什么厉害的宝术啊？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强了？火灵儿面红耳赤地看着朱晨问道，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不断闪烁着期待的目光。自从朱晨极境突破后，他为了追随朱晨的脚步，最近也是在努力修炼。可惜他的天赋有限，不管怎么努力，在斑血境的力量也始终无法突破9万斤。本来为了顾及面子，他是不想来问朱晨的。可是刚刚在看到朱晨的实力后，他终于是改变了主意。朱晨的修为突破速度这么变态，而且在同境中也能以无敌之姿碾压对手，这等天赋已经远远超出了下界8域的所有初代天骄。他觉得自己要是再不抓紧时间突破，以后恐怕再也无法与其并肩而行了。修炼原始真解会让你获得全新的感悟体验，不过你最好将斑血境修炼到极境再学此法，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朱晨直言相告道，他知道火灵儿也是个要强的女人，不然对方也不会一直卡在斑血境不突破，去追求那难度极高的极境了。斑血境，极境吗？火灵儿贝齿轻咬薄唇，语气中带着一丝遗憾和不甘。将斑血境修炼到极境的难度，只有尝试过的人才知道。他已经尽力了，奈何天赋有限。我下次给你弄点炼体的丹药，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帮你修炼到斑血境极境吧。就在火灵儿心情失落之际，朱晨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让他的瞳孔瞬间收缩了一下。然而还没等火灵儿细问，又有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森林的另一头传了过来，朱晨小友，你们没事吧？是村长石云峰带着村里的其他男丁赶来了。朱晨过去跟石云峰等人简单的交涉了一下这里的情况，在将所有的后续事情全部交给对方后，他便带着火灵儿一起先回了石村。那些匪徒如今已被他全部处理，接下来就是给狩猎队松绑治伤的琐事，他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不如先回石村，毕竟他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参悟酸泥宝骨、修炼6道轮回天功和真黄宝术，还有找萧炎炼丹。等柳神参悟完草字剑诀，他还要去学草字剑诀。这么一合计，朱晨突然发现自己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要比牛马还忙。妈的，上辈子996卷的不够，这辈子又跑到这玄幻世界来卷了吗？回到石村后，朱晨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他连忙回到那间木屋，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聊天群。原始真解这门功法跟别的功法不一样，修为不足若是强行参悟，可能会受到功法反噬。他之前匆匆忙忙地上传完原始真解后，都忘记提醒群里的那些人了，也不知道那些家伙是不是已经在开始参悟原始真解了。打开聊天群页面后，朱晨率先看到的是一连串夸他的弹幕，其中萧炎夸得最是起劲，不过夸着夸着，群里就突然没了动静。朱晨，那个大家现在还好吗？朱晨尝试着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但是没有人回应他，这让朱晨不由得紧张起来。坏了，该不会真出事了吧？就在朱晨犹豫要不要去其他世界看看情况的时候，群里终于有人发了一条弹幕上来：王林，朱道友，你之前上传的原始真解太过玄妙，修为低的人若是强行参悟，怕是会累及自身。看样子王麻子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群里还是有聪明人的。正想着，群里又出现了一条弹幕，这次发信的人是韩立。韩立，朱道友，你这原始真解内蕴含的大道真意实在是太深奥了，在下刚刚只是参悟了前面几段符文信息就晕了，方才醒过来。朱晨只是晕过去了吗？没有其他的症状。韩立还流了一点鼻血。不过这原始真解对大道的阐释真是匪夷所思，在下仅仅只是参悟了奈神影片的前半段内容就受益匪浅，甚至已经隐隐触摸到了天地灵气的玄妙规律。在下现在的灵气吸收速度和修为增进速度都要比之前提升了不少，若非亲眼所见，在下真的很难相信这世间竟能有如此逆天之法。这是自韩立入群以来第一次发的长弹幕，看来这家伙对原始真解的评价已经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地步，否则以对方的性子，断然不会一口气说这么多话。见王林等人地功法反噬似乎不太严重，朱晨也是如释重负地松出了一口气。朱晨，怪我刚才有急事没有来得及提醒大家，这原始真解乃是我这个世界目前最顶尖地功法，是一位先帝所创，仅仅只是奈神影片就能提升你们的宝术威力和强化你们的肉身，让你们纵横人道领域。而那超脱篇更是触及到了仙道领域，它阐释了大道本质与超脱红尘的法则，若是参悟透彻，可助你们突破人道领域桎梏，成就仙机。朱晨，至于那最后的终极篇，那是破王成帝的关键，不过此篇章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通过参考他人的法来完善自己的法，从而实现自己创法的逆天之举。毕竟修炼别人的东西，学来的也终究是别人的感悟，那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道，也不是你自己的法。如果你们哪一天真的触及到了这个层次，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朱晨此刻在群里说的话，让王林和韩立两人都深有感触。修炼前人传承下来的法，虽然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变得更加强大，但那终究是别人的东西，感悟再深也不可能达到创法之人的高度。若是想要突破自身，实现超脱，唯有自己创法。
寻道、正道，不如自己创道；学法、悟法，不如自己创法。这一刻，王林跟韩立仿佛感悟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眼界和心境一下子豁然开朗了。王林没想到朱道有对道语法的理解能有如此高度，王某此番感悟颇深，不胜感激。王林毫不吝啬地对朱晨表明了谢意。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自己要如何才能破解朱雀子设下的那场杀局，此前始终没有什么头绪，但经过朱晨这番话的提点后，他终于顿悟了。通过借鉴他人的法来完善自己的法，那他的命运是不是也能同样如此？如果他将来的命运是注定的，那他就来亲手打破这该死的命运枷锁，将自己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朱雀子想让他跟红蝶一战，无非是想在暗中坐直旗手，好让自己那2个弟子在最后吞掉他跟红蝶。可如果他能在约战时限到来之前将修为晋升到阴变期呢？那这场所谓的10年之约是不是就毫无意义了呢？虽说这样做可能会引来更大的祸端，但至少可以证明我的命数是可以被改变的。婉儿的命我自己会救，不需要别人来染指。王林眸光闪动，望着院里正在嬉戏的周如，心中已然有了一丝决断。韩立的修为虽然不及王林，但在经过朱晨的提醒后，他对自己未来要修的道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既然融合3000大道最终会被天道同化，那么他就在这一世自创法则，并其那所谓的3000大道以身为道，自成祖境。到时候即便是天道亲临，又能奈他何为？朱晨，总之原始真解的等级太高，我建议大家先从神隐篇入手，循序渐进，不要操之过急。等以后修为提升上来了，再去参悟超脱篇和终极篇里面的内容。朱晨在群里继续提醒了一句，他认为韩立等人此前受到的反噬之所以不痛不痒，极有可能是他们参悟的都是神隐篇。要是下次他们去强行参悟超脱篇或者终极篇，那遭到的反噬估计就不会像这次这么简单了。对于朱晨的提醒，王林跟韩立都牢牢记在了心中。为了表示感谢，他们2人也将自己目前最厉害地功法拿了出来。提示君元，王林上传了古神诀。提示君元，韩立上传了清源剑诀全篇。王林，朱兄，王某此法乃古神炼体之术，虽然比不上你的原始真解，但也颇具神效，修至大成，可徒手毁灭星辰。韩立，朱兄，王前辈，在下手里现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唯有这清源剑诀尚可，还请2位莫要嫌弃。看到王林和韩立把自己当箱底的东西都交了出来，朱晨就知道自己没看错人。说实话，他对王林的古神诀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他的元神分身跟古神的修炼方式很像，都是汲取天地灵气淬炼己身，只不过前者的吸收速度要更快一些，但后者也有一个特殊的能力，那就是掠夺吞噬。修炼古神诀的修士可以直接吞噬其他修士的金丹、元婴等能量体，转化为自身灵力，并且在吞噬丹药的时候不但不会产生耐药性，而且吸收效率还能提升数倍。更重要的是，此法和其他功法并无冲突，修士在修炼古神诀的同时，还能修炼其他体系法术，并形成互补。至于韩立的清源剑诀，此术虽然不及王林的古神诀，但其中有几个剑阵威力还行。朱晨此前并没有接触过剑道，但现在他已经获得了草字剑诀，说不定这几个剑阵以后会对他有些用处。就在这时，群里又有人发来了一条弹幕：萧炎，我靠，我就是睡了一觉，怎么群里又多了2个牛逼地功法？对了，朱兄，你刚刚上传的那个原始真解太给力了，我只是参悟了前面几行符文信息，就感觉自己好像跟天地融为了一体。萧炎此刻的情绪也是显得异常激动，他刚才在参悟原始真解的时候也晕了过去。一开始他还以为朱晨上传地功法有问题，不过醒来之后，他竟发现自己对天地规则的领悟似乎变得更加透彻了，尤其是在自创斗技的见解方面，仿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而这仅仅只是他参悟原始真解前面那半段的收获，他很难想象自己要是将这完整的原始真解参悟透彻，会有多大的收益。斗帝之境，天阶斗技或许不是他的顶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没过多久，灵动跟千仞雪他们也都纷纷从晕厥状态中醒了过来。跟王林等人一样，他们这次在参悟原始真解的时候，虽然也受到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噬，但收获也同样是巨大的。尤其是千仞雪，他在感悟到原始真解内蕴含的那些大道真意后，竟让自己的天使武魂破镜升华，直接从6亿天使武魂蜕变成了12亿天使。虽然魂力等级没有提升，但是魂力气息却是比先前要强大了数倍。没想到我的天使武魂形态居然还能进一步蜕变，12亿天使，这可是大天使级别的终极武魂啊！千仞雪感受着自己身上蜕变后的武魂气息，心中对朱晨愈发感激起来。魂师的力量来源于武魂，而朱晨之前给他的那个原始真解，能让他的武魂破镜升华，于他而言如恩同再造。这种大恩，他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报答才好了。这群里的人都上传了自己地功法神通，我若是没有点表示，怕是有些不妥。思索片刻后，千仞雪也将自己身上的武魂修炼法上传到了聊天群中。斗罗世界地功法体系有些特殊，因为他们的魂技都是需要靠猎杀魂兽获取的，
而且每个魂师身上的武魂不一样，猎杀魂兽吸收魂环后的魂技也会各不相同，所以千仞雪无法直接上传自己的天使魂技，他能将自己对武魂修炼的感悟上传到群里，已经算是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了。千仞雪，各位，我身上没有什么好东西，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我这些年来对武魂修炼法的心得感悟，这里面还包含了天使武魂的所有魂技。不过你们那边的世界应该没有武魂，所以我不知道这对你们会不会有帮助。上传完武魂修炼法后，千仞雪又在群里惭愧地发出了一条弹幕。他的天使武魂虽然在斗罗世界是最为顶尖的武魂，但是跟朱晨他们上传的那些功法比起来，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他不奢求群里的人都去学自己的武魂法，他只希望这些人可以看到自己的诚意，自己并不是那种只会拿别人好处却一点都不付出的小人。萧炎武魂修炼法，这个之前那唐三怎么从来没提起过？灵动那家伙就是来群里吃白食的，你指望他能拿好东西出来啊？漩涡鸣人，可他上次不是也上传了一个技能吗？萧炎，你说那控鹤擒龙啊，我有加强版的息掌，你要不要？我马上上传。这玩意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玄阶低级斗技，狗都不学的那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萧炎等人虽然还没有下载千仞雪上传地功法，但千仞雪此刻在群里的说话态度已经甩了那唐三几十条街，这让他们心里对这位新人不禁又多了几分好感。而与之相对的唐三则是又在群里被他们狠狠地吐槽了一番。群里的人很快都下载了千仞雪上传的武魂修炼法，不过正如千仞雪所担心的一样，这武魂修炼法到其他世界虽然也做了一定的调整，不再是需要用魂力修炼了，但是其魂技的获取方式依旧没有改变，而且相对于威力而言，这魂技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可取之处。唯一值得参考的就是那第7魂技武魂真身了。该魂技若是用灵力催动，配合原始真解，竟然可以施展出类似于法相金身的效果。用斗气和元力催动，虽然气势稍减，但也能得到不小的增幅。主要是这个技能到了他们那里，可以不用借助武魂就能施展出来，只需要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便能映照出独属于自己的真身法相。王林，你这武魂修炼法的第7魂技倒是有点意思。韩立，此术怎么感觉有点像高级体修的金身法相？萧炎，什么叫像？我感觉这就是金身法相。灵动的第7魂技不错呀，看上去好霸气。众人纷纷对千仞雪上传地功法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见大家都没有嫌弃自己的东西，千仞雪这才如释重负地松出一口气。这时韩立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在群里艾特了一下千仞雪。韩立千仞雪，千道友，你们那边有一个叫落日森林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冰火泉眼，其泉眼附近有不少仙草宝药即将成熟，你过段时间可否替在下前去采摘一下？那冰火两仪眼周围的仙草，他们上次本来是想全部摘回来的，可是在采摘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一些仙草必须要在那种阴阳交替的环境中才能生长，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成熟的仙草，一旦摘下来，要不了多久就会药性尽失。参天造化漏倒是可以让他们加速成长，可韩立那点存货当时全拿去搞惊雷烛了，根本分不出多少给这些仙草用。因为不想破坏那些仙草的药性，于是韩立便做了一个打算，那就是等下次时机成熟后再来摘取。反正斗罗世界的位面通道当时已经被朱晨打开，只要他算准时间，应该可以先拿唐三一步摘到那些仙药。只是他怎么也想到，唐三那家伙居然在群里违规被替换掉了，而斗罗世界的位面通道也因此进行了重置，所以他现在只能请千仞雪帮这个忙了。千仞雪，你说的是那个冰火两仪眼吧？没问题，到时候那里的仙药什么时候成熟了，你告诉我一声，我去帮你摘。千仞雪毫不犹豫地应了下来，但很快他又察觉到了不对劲，连忙在后面补充了一句：千仞雪，不对啊，你们跟那唐三的关系不是不好吗？怎么他以前还邀请过你们来斗罗世界啊？萧炎，朱兄是这个聊天群的群主，他可以随意开放其他世界的位面通道，那唐三就算不答应也不行。萧炎接过话，替韩立解释了一句。千仞雪，原来是这样，看来群主他还挺厉害的呀。萧炎，你这不是废话吗？他要是不厉害，能上传像原始真解这种级别地功法吗？灵动不错，朱兄虽然年纪不大，但他的实力可要比我们几个厉害多了。千仞雪也是，如果他是那种平庸之辈，也不可能坐上这个聊天群群主的位子。朱晨，千仞雪，你别听他们两个的，我就是运气好，侥幸做了这个群主罢了。对了，萧炎，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萧炎，你跟我还客气啥？什么忙直接说好了。朱晨，你能不能尽快帮我炼制一批炼体丹？我这里有一些药草寿血，你看看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的话，你帮我去弄点回来，下次我用别的东西给你换。朱晨说完，就把萧炎他们上次送来的药材又还了回去，并附带了一些太古遗种的宝血。这些太古遗种宝血能在石村进行药浴，提升体质，想必也能拿来炼丹。要是不能炼的话，那就全当是送给萧炎的炼丹费好了。萧炎，没问题，炼丹这种事情包在我身上。萧炎爽快地答应下来。朱晨谢了一句，随后便直接退出了聊天群。这次在群里又得了不少收获，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他准备好好消化消化。与此同时，斗罗世界
一处森林瀑布的下方，有3个身影，此刻正围坐在一块巨石上面商谈着一些事情。这3人不是别人，正是此前被替换出聊天群的唐三，以及他的父亲唐昊和随时准备祭献的小舞。唐三现在已经将关于聊天群的事情如实告诉了唐昊。唐昊一开始并不相信他说的话，直到他那个大笑时展出朱雀宝术、影分身以及大眼诀这些斗罗世界没有地功法后，他这才开始相信。不过注重脸面的唐三并没有告诉唐昊和小舞自己是违规被人踢出了群。他告诉2人的理由是，那个群里的人品都有问题，自己要是继续跟他们交涉下去，恐怕也会误入歧途，所以主动退了群。爸爸、小舞，你们放心，我现在虽然离开了那个聊天群，但是那些人地功法我已经全部学会，只要假以时日，我必能成为这斗罗世界的最强者。而且我现在还知道了很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比如天斗帝国的那位雪清河皇子，就是武魂殿教皇比比东之女千仞雪假扮的。只要我掌握着这些信息和资源，这个世界以后迟早会是我们的。武魂殿算什么？那不过是我的垫脚石罢了。唐三目光笃定地看着唐昊和小舞，语气中充满了自信。随后他又话锋一转，看向唐昊问道：爸爸，妈妈的本体现在应该就在你手里吧？唐昊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道：是在我手上。怎么了？唐三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意。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让妈妈快速恢复，我们先把妈妈种到那里去，这样她就可以提前复活了。孩子，你说的是真的吗？唐昊一听自己的老婆可以提前复活，瞬间激动了起来。这几日他每天看着唐三和小舞搞来搞去，早就已经憋坏了。如果阿银能够提前苏醒，那他的相思之苦就能提前结束，说不定到时候还能生个2胎。他们老唐家的血脉这么强，一个唐三就能横扫当今，年轻1倍，就连那武魂殿的黄金1代都要在他面前黯然失色。要是自己能够多生几个，区区武魂殿他又有何惧？当然是真的。那个地方名为冰火两仪眼，乃是钟灵天下之秀，天地灵气汇聚之所，若非有特殊机遇，千万年也未必能够形成那样的宝地。种植在那里的仙草不但可以吸收更多的灵气，而且生长速度也能提升10倍。妈妈的本体是蓝银皇，要是把它移植去那里的话，绝对可以加快它的复苏时间。对于自己的父亲，唐三并没有任何隐瞒，他直接将冰火两仪眼的事情说了出来。唐昊一听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宝地，眼睛都直了，当即便决定要去那里看看。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是先将自己老婆留下来的那块魂骨交给了唐三。这块10万年的蓝银皇魂骨不仅拥有飞行能力，而且还具备了无与伦比的恢复特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三看过斗罗小说，对这块魂骨自然再熟悉不过。他在装备好这块魂骨后，瞬间感觉自己又行了。这时他的脑海里忽然回想起了上次在凡人修仙世界时自己不会飞行的窘境，眼中顿时闪过一缕不屑之色。哼，韩立，现在我也有飞行技能了，你应该庆幸我已经离开了那个聊天群，跟你们彻底断了联系，不然你们下次若是再敢来斗罗世界，我定要让你们有来无回。落日森林距离唐三几人目前所在的地方并不远，唐三带着唐昊和小舞只是用了半天时间就赶到了那里。然而当他们来到冰火两仪眼的时候，唐三脸上的神情却是不由得愣了一下，因为他发现这里有很多药草都已经被人摘走了，留下来的都是那些还没有成熟的仙草。孩子，怎么了？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唐昊注意到唐三一直皱着眉头，立刻过来询问了一句。没什么，应该是独孤博那老东西之前来过这里，把一些成熟的仙草都摘走了。唐三思索片刻后说道，他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观察过周围的情况，那碧灵七诀并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里的仙药虽然被摘走了，但此地却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这说明摘走那些仙草的人对这个地方非常重视。如果是萧炎那些家伙的话，以他们上次对自己的恨意，肯定会把那些没有成熟的仙草也给强行摘走，甚至直接毁掉这处宝地，根本不可能还会给他留下这些还没成熟的仙草。因而他觉得此前摘走那些仙草的人肯定是独孤博，毕竟这个地方除了他们之外，也就只有独孤博那个老家伙知道了。爸爸，你先把妈妈种下吧，独孤博那边你可以放心，我待会在妈妈附近留下一个记号，下次他若是再来，绝对不会动妈妈的。唐三将唐昊引到一处灵气最为浓郁的地方，示意对方将那株蓝银黄种下。唐昊知道自己的儿子跟毒斗罗关系不错，于是也没有多想，果断在脚下挖出一个坑洞，小心翼翼地将手里的老婆种在了那里。随着根须没入泥土，在冰火两仪眼的特殊环境下，那株蓝银黄也渐渐散发出了更加耀眼的魂光，蓝银黄开始了加速生长。同时唐昊也感受到了自己老婆的魂力波动似乎变得更加明显了，这让他心中更加坚信了自己儿子之前说过的话，这个地方真的可以让自己的老婆提前复苏，自己有生之年终于有机会再生个2胎了。阿英，你快醒来吧。一夜时间匆匆过去，第二天一早，完美世界石村木屋，经过1夜时间的沉淀，朱晨终于是将酸泥宝术完全参悟了，并且因为事先修炼了原始真解的关系，他在参悟酸泥宝术的过程中还从中掌握了一丝至刚至阳的雷道法则。除此之外，他还利用空余时间将亡灵的古神诀和韩立的
清源剑诀也下载了下来。正如他先前预料的情况一样，这股神诀的修炼方式跟他那具元神分身的力道法则相辅相成，两者在融并之后，那具元神分身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顿时加快了不少。不对，准确的来说，那已经不是吸收了，而是掠夺，强夺天地造化，炼为己用。朱晨之前窥测了一下，他那具由盘古精血所化的力道元神，如今的肉身力量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单臂一晃，至少也有1000万斤之力，一拳下去，即便是在不动用任何宝术的情况下，也能在瞬间将一座山脉轰成碎片。仅仅只是过了1夜时间，朱晨的实力又有了不小的增幅。唯一可惜的是那2颗黄极丹，朱晨本以为自己在吞服下那2颗黄极丹后，应该可以成功开辟出第6个洞天，毕竟那可是药老亲手炼出来的极品丹药。结果2颗丹药下毒炼化之后，他的第6个洞天依旧是没能开辟出来。看来开辟神环洞天所需要的灵力要比普通洞天多了不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要想开辟出10个神环洞天，光靠火国的那点家底肯定是不够了。想到此处，朱晨不由得叹了口气。果然，不管是在哪个世界，资源永远是最重要的。没有资源，哪怕他穿越到玄幻世界，成为了一名修士，最后也只能沦为底层牛马，一辈子任人欺压。不过还好，他有聊天群在，就算在自己的世界搜集不到资源，也可以去其他的世界搜集。而且除了聊天群，他还有那个多子多福系统。心里这么想着，朱晨的目光也是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正在一旁熟睡的火灵儿身上。此时的火灵儿虽然还很年轻，但也已经是出落的亭亭玉立。如果说云韵是那种成熟的桃子，甜美多汁，那么这个时候的火灵儿就是即将成熟的樱桃，吃起来或许会有点涩口，但绝对清甜无比。操，我怎么能想这种事情呢？这可是自家媳妇，以后迟早是我的人，而且柳神就在石村，我他妈要是在这里干出迷星号这种事，到时候柳神会怎么看我？朱晨用力地晃了晃脑袋，将脑海中刚刚浮现出来的那些马赛克画面全都甩了出去。妈的，都怪那唐三，跟这种家伙在群里待了一段时间，自己的思想都变龌龊了。为了彻底冷静下来，朱晨连忙打开了聊天群，准备找人说话分散一下注意力。然而就在他打开群聊页面的那一刻，韩立的艾特信息也同时弹了出来。韩立带着朱晨王林、朱兄、王前辈在下刚刚遇到了一点麻烦，2位可否前来助在下一臂之力？朱晨看到这条信息后，正准备说些什么，不料这个时候群里有人却是先忍不住跳了出来。萧炎，韩立兄弟，你这也太不够义气了，我把你当兄弟，还给你免费炼丹，可你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我，这是瞧不起我萧某人吗？韩立，交道友不要误会，在下此番遇到的麻烦颇为棘手，需要一些实力强悍的帮手才能解决。韩立赶紧解释了一句，不过他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更让萧炎坐不住了。萧炎，卧槽，你这是在说我实力垃圾，帮不上你吗？不行，这次说什么我也要过来证明一下。你赶紧打开位面通道，不然我就去找朱兄开。灵动，有架打怎么能不叫上我呢？见韩立要找人干架，灵动也立刻跳了出来。上次在斗罗世界因为聊天群规则的原因没能干掉唐三，他到现在手一直都是痒的，正想找人发泄一番。然而面对这2人的热情，韩立却是犯了难。他并不是不想叫萧炎和灵动过来帮忙，只是这次他遇到的麻烦可是数位元婴级别的修士，而萧炎和灵动的实力他之前是见过的，这2人过来基本上就是白给。在他眼里，现在能帮上自己忙的恐怕也就只有化神期修为的亡灵和实力深不可测的朱晨了。朱晨，行，我正好也想要试身手。就在韩立沉吟之际，朱晨的信息突然出现在了聊天群内。韩立，多谢朱道友。韩立欣喜若狂，他在群里道了一声谢后，便是立刻打开了自己这边的位面通道。而在同一时间，朱晨也是通过位面通道直接迈步来到了虚天殿内。只不过他刚一现身，瞬间就感觉到好几道不善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这里是乱星海的虚天殿吗？朱晨没去理会那些人，而是抬起头看了一眼自己头顶那片金碧辉煌的宫殿群。以他的阅历，自然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什么地方。朱道友，这次有劳了。这时韩立的传音突然在脑中响起，朱晨转身看去，只见韩立那家伙此刻正站在一处毫不起眼的墙角，脚下穿着踏云靴，手里掐着某种遁术的绝印，一副随时都会跑路的架势。朱晨抽了抽嘴角，正准备说些什么，但就在这时，他附近的虚空中又出现了一阵扭曲感，紧接着只见又有2个身影通过跨界通道来到了此处。这2人不是别人，正是萧炎和灵动。韩立，萧道友，林道友，你们2个怎么过来了？韩立担心这2人不会传音，于是立刻在群里问了一句：萧炎，你自己不是开位面通道了吗？灵动，就是，如果你不是想让我们过来帮忙，干嘛开位面通道啊？韩立，搁在下开位面通道是为了给朱道友和王前辈让路。韩立直接无语了，自己刚刚开位面通道主要是为了方便朱晨和王林可以随时过来，没想到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全来了，合着自己刚才的警告都白讲了。萧炎，没事，反正我们来都来了，难道你还想赶我们回去吗？灵动，别废话了，韩兄，待会你指哪个我们就干哪个，绝对不会给你添乱的。
灵动在群里发完弹幕后，就立刻捏着拳头，用他那对凌厉的目光望向了站在石柱上面的那些人，眼神中充满了挑衅。韩立，你们两个不想走也没事，但是千万不要乱来。此地名为虚天殿，乃是一个上古修士开辟出来的空间，里面藏有无数机缘。只不过这里已经有好几个元婴修士来了，那些人不是我们能够轻易招惹的。韩立行事谨慎，即便是已经研读过《凡人修仙》小说，知道这处虚天殿里的很多秘密，也没有妄自尊大，反而变得更加小心了。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为了不引人注意，甚至还故意挑选了一处极为偏僻的墙角作为等候区，而朱晨他们如今出现的地方，也是在这边墙角落。此时，在这虚天殿内的元婴修士，除了那蛮胡子外，其他人已经全部到场。那个老鹰逼玄谷也在这里，不过他这次夺舍的人是金青，因为对方没有修炼玄阴诀，与他所修之法无法契合，因而他在夺舍之后的修为也没有跟原著一样达到结丹后期巅峰，只有结丹中期的修为而已。但他的神识和手段都是元婴级别的，在一众结丹修士当中，也算是一个颇为棘手的人物。这3个人能够在虚天殿内进行空间挪移，难不成身上有什么了不得的古宝不成？虚天殿中间的一根石柱上，看着突然出现在殿内的朱晨3人，极阴老祖那阴冷的目光不由得闪烁了一下。他此前一直在关注韩立那边的情况，朱晨跟萧炎他们刚刚跨界过来的时候，他也全都看到了。不过以他的见识，自然不会联想到跨界这个词，而是将朱晨3人当成了是拥有空间古堡的小辈。至于这3人的修为，他也没去在意，因为这乱星海的元婴修士他都认识，那3个人断然不可能会是元婴修士，更何况他们还跟那韩立混在一起。能跟一个结丹初期混在一起的人，想必也就是几个结丹小辈罢了，即便身怀古宝也不足为惧。哈哈，虚天殿还没开启吗？看来满某还是赶上了呀。就在朱晨等人来到虚天殿后没多久，又有一个身披金甲满脸胡子的壮汉从殿外一路狂奔而来，直接落在了殿内最中央的位置。当这壮汉现身于此的那一刻，一股磅礴如海的气息顿时如海啸般蔓延开来，瞬间震慑住了殿内不少修士。来人正是乱星海最强体修炼托天魔功的蛮胡子。见到这蛮胡子，在场的所有本土修士中，除了那修为跟他一样的万法门门主万天明外，其他人全都皱起了眉头，包括那个已经盯上韩立的极阴老祖。我靠，这个大胡子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灵动兄弟，你要不要上去试试他的身手？看到那蛮胡子一出场，就给在场所有人来了一个下马威。嘴碎的萧炎顿时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然而他这句话刚说出口，韩立的脸色却是瞬间沉了下来，并且脚步下意识地往后方挪了几步。这虚天殿内虽然被隔绝了神识，但在场的那些元婴老怪，哪一个不是五感超绝的人物？萧炎这家伙不用神识传音，直接当面说出那些话，这不是在故意挑衅那蛮胡子吗？果不其然，就在韩立挪动脚步的时候，那蛮胡子的目光也是猛地瞪了过来。小鬼，刚刚是你说想来试试蛮某的身手？蛮胡子一个闪身来到萧炎面前，其速堪比瞬移，差点把萧炎吓了一跳。萧道友，此地虽然禁止斗法，但这些元婴老怪个个都不是善茬，你最好认个错，不要激怒他。韩立在暗中对萧炎传音道，同时脚步又微不可察地向后挪动了几步。萧炎此刻也看出了这个蛮胡子不凡，不过他这次过来之前可是在群里放过话的，要是现在认怂，那他以后还怎么在群里混？老师帮我！萧炎一边联系药老，一边抬头看向面前这个比自己整整高出2个头的蛮胡子，强装镇定道，那话就是我说的，好小子，有胆气，在这乱星海已经很久。萧兄，你跟他废什么话？朱雀宝术第3季裂天。蛮胡子刚拧开嘴角想要说些什么，但灵动那裹挟着朱雀虚影的拳头已经呼啸而至，直接砸在了他身上。轰！一股灼热的气浪震荡开来，蛮胡子体外自动显化出一件金光璀璨的铠甲，挡住了灵动的拳势。朱雀虚影轰然炸裂，不过那蛮胡子也仿佛是受到了重击，身体如炮弹般倒射而出，在空中径直划出了一道数百米长的白痕。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极阴老祖等人面面相觑，一时间都有些错愕。虚天殿在开启之前，凡是前来闯关之人，不论修为如何，皆不可在此处斗法，这可是星宫双圣当年立下的规矩。没想到今天竟然有人敢在这里动手，而且动手的对象居然还是那在乱星海声名显赫的蛮胡子，这让他们所有人都有些意外。要知道，这个蛮胡子的修为可是已经达到了元婴中期，且其所修的托天魔功更是号称乱星海防御第1地功法，就算是遇到元婴后期的修士，也能硬汉片刻，绝对称得上是最顶尖的魔道强者了。这几个年轻人是谁啊？怎么看起来如此面生？老朽从未见过这几个小辈，他们敢对蛮胡子动手，莫非背后有星宫的人在撑腰？不可能，虚天殿开启之前不可在殿外斗法，这可是星宫双圣当年亲自立下的规矩，若他们是星宫的人，岂会坏了这个规矩？周围的修士纷纷围拢过来，他们在远处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所有人都在猜测萧炎一行人的身份。这一刻，萧炎他们无疑是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人物。韩立看着周围那些人投射过来的目光，肠子都快悔青了。他自修仙以来一直都非常低调，除非形势所迫，
否则绝对不会去做危险的事情。顶撞修为比自己高的前辈，更是万万不敢。没想到这次因为萧炎，自己直接成为了万众瞩目的风云人物。早知道这个家伙的行事风格如此莽撞，自己刚才就在群里私聊朱晨和王林了。在公众聊天频道里发什么言啊？小鬼，你在找死！蛮胡子立身于半空之中，双拳紧握，浑身血气蒸腾，仿佛一头刚刚苏醒的蛮兽，满眼都是抑制不住的怒意。灵动刚才的那一拳虽然没有伤到他，但却让他颜面尽失。今天就算是坏了双圣立下的规矩，他也要让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付出代价。下一刻，只见那蛮胡子瞬间化作一道金光落在灵动身前，单臂爆出一阵光晕，带着震耳欲聋的破风声，猛地朝灵动砸了过去。灵动再次施展出朱雀宝术，想要以法破例，奈何他的修为不足，即便是有了朱雀宝术加成，最后也还是没能抵挡住蛮胡子那寒怒一击，直接被震飞了出去。千钧一发之际，朱晨毫不犹豫地伸出手，用掌心抵住灵动背部，将他接了下来。给老子滚开！见又有人插手，蛮胡子身上再次爆发出更加强大的气势，他右脚猛踏而出，地面炸裂的同时，那裹挟着璀璨金芒的拳头也是撕裂虚空，毫不犹豫地朝着灵动面门轰了过去。这家伙好强！灵动瞳孔剧烈收缩，蛮胡子那拳头还没落下，他就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宛若山岳般的重压气场。这一拳的力度无异于一座万丈巨山撞击而来，根本不是他能够抵挡的。就在这时，朱晨突然一把抓住灵动的衣服，将他拉到了自己身后，同时一步迈出，直接挥拳跟那蛮胡子轰击而来的拳头撞在了一起。轰！当两人双拳相撞的瞬间，整座虚天殿都仿佛剧烈震动了一下，金色的光芒在两人拳头交汇处炸裂开来。紧接着，只见一股恐怖的气浪顿时以两人拳头为中心暴涌而出，将那些围拢过来的修士纷纷逼退。全场除了少数几个元婴修士外，其他人全都被这股气浪震飞了数百米。你竟然接下了老子这一拳，这怎么可能？蛮胡子双目圆瞪，眼中露出前所未有的震撼。刚才那一拳他已经动用肉身全力，并且还催动了几层的托天魔功，其内所蕴含的力劲足以将一名元婴初期修士重创。没想到眼前这个小鬼居然能够轻易接下自己这一拳，这就是乱星海第一炼体修士的力量吗？我看也不过如此。朱晨缓缓抬起头，目光淡然地看向那蛮胡子，背后五大神环动天开始逐一显化。随后他拳上的力度突然暴涨，直接将这体型比自己魁梧数倍的蛮胡子轰飞出数千米，径直撞在了极阴老祖等人所在的那根石柱上。嘶！当蛮胡子被朱晨一拳轰飞出去的那一刻，虚天殿内的所有修士全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乱星海第一体修蛮胡子居然在肉身力量上输给了别人，这件事要是传出去，怕是会惊动整个内外星海吧。这些人肉身力量强悍，刚刚出招时还有妖兽虚影显化，这分明是妖族啊！就在这时，也不知道是谁突然喊了一句，霎时间所有人的脸上全都露出了无比凝重的神情，同时他们在看向朱晨等人的时候，眼神中也都带上了强烈的敌意。在乱星海，人妖两族的仇恨是与生俱来的，妖兽吃人提升修为，人猎杀妖兽获取妖丹，双方若是在外相遇，往往是你死我活的局面。难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几个家伙，原来他们都是妖族。妖族肉身强悍，修炼之法也大多以妖体为主，怪不得蛮胡子不敌。该死，虚天殿乃是我人族之地，怎么会有妖族混迹进来？他们定是知道这里屏蔽了神识，所以才胆敢如此。随着朱晨他们是妖族的言论不断传开，虚天殿内所有的人族修士全都对他们投来了不善的眼神。原本一些不想过来掺和此事的修士，此刻也都纷纷起身围了过来。其中以万法门门主万天明的态度最为明确，他自诩为正道魁首，生平行事最注重名声。此次若是能够将这些伪装成人族修士的化形大妖诛杀，那他在乱星海的地位今后将不会再有人撼动。不过这万天明也不是傻子，能够化形的妖兽都是度过雷劫的大妖，等阶至少也是8阶，修为相当于人族的元婴初期修士。而刚才那个化形为少年模样的大妖，能在肉身力量上横压蛮胡子一头，搞不好还是一头9阶的妖兽。他若是强行出手，绝对不是明智之举。蛮兄，看来这次我们正魔两道要联手除妖了。万天明飞身来到蛮胡子刚刚被砸进去的那根石柱附近，面色凝重地开口道：哼，这是蛮某跟他之间的事情，关你屁事！蛮胡子一拳砸开扣在自己身上的柱石，满脸怒意地从石柱坑洞里面飞了出来。万天明跟石柱上面的极阴老祖等人注意到他的嘴角已经有了血迹，顿时都愣住了。这蛮胡子的托天魔功已经修至大成，身上还披着顶级防御法宝黄灵甲，就算是同阶修士的全力一击也未必能伤得了他。没想到对方刚刚只是承受了那只化形大妖一拳，就被震伤了肺腑。看来那只化形大妖的修为恐怕要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强啊。蛮兄，万门主这次的提议我们或许可以采纳，这些妖族明显也是奔着虚天殿内的机缘来的，我们若是不在这里将他们除掉，万一他们进了内殿，岂不是会坏了我等的好事？极阴老祖沉着脸对蛮胡子建议道。青翼居士闻言也是连连附和。眼下
当务之急是先联手处理掉这几只潜入虚天殿的化形妖兽，他们正魔两道的纷争可以先放一放。不过蛮胡子此刻只想找回自己刚刚丢掉的颜面，根本顾不了这些。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刚刚那个小鬼要交给我。他说完便再次爆发出浑厚的修为之力朝朱晨暴掠而去。这一次他将托天魔功催发到了极致，人还没冲到朱晨那边，体外便先凝聚出了一尊几百丈高、气势磅礴的璀璨虚影，那是他的法相精神。然而就在蛮胡子准备爆发全力跟朱晨一战的时候，一个浑身冒着白色火气的身影却是先一步凭空出现在了他身前，将他拦了下来。是萧炎，他出手了。不过此刻的他身上的气势已经跟之前判若两人，不但修为直接暴涨到了斗宗层次，双眼还被一层阴冷的白色火焰缠绕着，散发出阵阵令人心悸的气息。原来是药老上身了。滴滴带打开始，老子要找的不是你，给老子滚开！蛮胡子一拳砸出，试图逼退萧炎。焚！药老没有多言，抬手间便是唤出一股青白色火柱迎向了蛮胡子。双方在虚空中直接大打出手，青白色的火焰不断从两人的碰撞中爆溢出来，将周围的空间都烧出了一道道裂痕。萧兄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看着正在虚天殿中央和蛮胡子激烈交手的萧炎，灵动感觉自己都快认不出对方了。萧炎上次在跟紫金翼狮王打的时候，虽然也让药老上过身，但当时他身上的气场可没有这般强大，怎么如今一下子变得这么变态了？站在两人身后的韩立此刻也是一脸震惊，没想到这萧炎居然还隐藏修为了，难怪刚才敢这么嚣张，连元婴修士都敢硬碰。药老是魂体，他的灵魂力量越强，能借给萧炎的修为就越多。我估计萧炎一定是把韩立兄弟的大眼诀传给药老了，所以才让药老快速增长了灵魂力量。朱晨开口解释道。灵动闻言这才恍然大悟过来，同时他心里也对萧炎更加羡慕了。大家身边都有一个灵魂体，为什么萧炎的药老能上身，自己的雕爷就不行呢？难道真是因为人妖殊途吗？被药老上身的萧炎修为已经达到6、7星斗宗的层次，凭借一手古灵冷火和青莲地心火的优势，他竟跟开了高达的蛮胡子打得难解难分，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蛮兄他一个人拖住了一个。万门主，我们何时动手？极阴老祖从蛮胡子和萧炎的战圈中收回目光，转头看向万天明问道。就是现在。万天明眸光一闪，瞬间将一把青尺长剑握于手中。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一个浑厚的声音突然从虚天殿的门阙之上传了过来。虚天殿内禁止斗法，两位若再不住手，就休怪金某不客气了。这个声音带着一股强大的修为之力，好似9天惊雷落于世间，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得耳膜嗡嗡作响。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巨大的门阙之上，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3个人，其中一个是身穿金白色长袍戴着兜帽的男子，另外一人的服饰跟前者差不多，只不过他的长袍颜色是黑色的，最后一个则是一名身材修长的女修。这女修虽然脸上蒙着紫色纱巾遮掩了面容，但依旧容光摄人，秋眸灵动，体态轻盈，绝对是个人间尤物。此刻出现在虚天殿门阙之上的3个修士不是别人，正是来自星宫的2位长老和妙音门门主紫菱，而站在中间的那位白袍男子更是星宫的大长老金魁。此人是星宫双圣的师弟，实力已然达到元婴中期巅峰，比蛮胡子和万天明还要厉害。金魁长老，此地魂进来了3只化形大妖，我等正在处理此事，不过这3只大妖的修为都不弱，光靠我等之力，怕是很难将他们镇压。极阴老祖见到星宫来人，立刻过去将这里的情况道了出来。他跟星宫的关系虽然不好，但眼下大局为重，他也顾不了许多了，主要是他还想留一些力气去虚天殿内争抢机缘。极阴说的不错，这3只化形大妖的实力深不可测，他们此番潜入虚天殿定有什么阴谋。金魁大长老，不如我等一同出手，将其镇压如何？万天明看到极阴都能拉下脸来去舔星宫的人，也是当即闪身过去跟金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星宫之人做事向来滴水不漏，他可不想这次光自己出力，而让这些家伙作弊上官。名声固然重要，但是这虚天殿内的机缘他也同样不想错过。在万天明和极阴老祖的指引下，金魁的目光也是立刻落在了朱晨跟灵动身上。而在同一时间，紫菱也注意到了站在朱晨身后的韩立。韩立此刻的站位虽然有些靠后，但以他对这位韩前辈的了解，对方如今能够站在那里，想必跟万天明嘴里说的那3只化形大妖肯定是有关系的，要不然对方早就跑没影了，岂会还站在那里？哼，老夫都已经出言警告了，你们2个还不住手，那就休怪老夫不客气了。金魁并没有完全相信万天明和极阴的话，但是那蛮胡子跟药老此刻还在虚天殿内大打出手，这让他颇为恼怒。他再次当众给了2人一次警告。蛮胡子对金魁还是十分忌惮的，他见对方真的动了怒，于是立刻不甘地退了回来。小子，这个世界的修士实力都很强，你最好悠着点，为师现在的灵魂之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要是来个更强的，你们几个恐怕会有危险。药老见状也没有追击，他跟萧炎叮嘱了一声，随后便是将身体的控制权还给了对方。不过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修为撤回，此刻的萧炎依旧是拥有着斗宗级别的战力。虚空踏步，
空间挪移，这就是斗宗的实力吗？第一次拿到斗宗体验卡的萧炎异常激动，全然忘记了药老刚才的叮嘱。他看了一眼已经退回去的蛮胡子，旋即嘴角一勾，笑道：“怎么了，大胡子？你刚刚不是还很嚣张吗？这么快就不行了？”蛮胡子本来就有火气在身，此刻被萧炎这么一击，顿时坐不住了。然而就在他抑制不住怒火，想要不顾一切上去撕碎萧炎的时候，极阴老祖的传音却是突然在他脑中响了起来：“蛮兄稍安勿躁，我等这次来虚天殿是为取宝，何必在这里浪费精力？交给星宫的人来处理便是。”眼前这3只化形大妖固然棘手，可自诩为正道的万天明等人也不是什么善茬。极阴老祖可不希望蛮胡子在这里消耗太多法力，不然等他们待会进了虚天殿，万天明那群人必然会先对他们这些魔道中人下手。蛮胡子虽然做事莽撞，但此刻也是听出了极阴老祖话里的意思。他狠狠地瞪了萧炎一眼，旋即对极阴老祖传音道：“你放心，万天明那家伙蛮某从来没有放在眼里，不过待会进入虚天殿后，那个用火的小鬼你不能动，蛮某要亲自捏死他，那是自然。蛮兄看上的猎物，乌某又怎会去动歪心思呢？”极阴老祖虽然嘴上答应的爽快，但心里却是早就已经将朱晨3人盯上了。这3只化形大妖的肉身都极为厉害，要是能够练成尸魁，对他来说绝对是一大助力。不过现在还是要看金魁对此事的态度，若是对方想要在这里干掉这3只化形大妖，那可能就没他什么事了。万天明和极阴老祖等人各怀心思，都没有再对朱晨等人出手，而是纷纷围聚到了金魁身边，一副以他为首的架势。朱晨虽然不知道这些人在暗中谋划什么，但看到他们此刻做出来的小动作，心中也已经猜到了几分。这个世界的人族修士个个都是老阴逼，韩立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也真是难为他了。走，我们去最中心的那根石柱。朱晨背后双翅一震，身体瞬间化作一道长虹，落在了虚天殿最高的那根石柱上。他没有说话，而是站在那里，目光直勾勾地看向了站在天阙之上的金魁等人，气场全开，让周围不少人纷纷侧目。他们没想到，在这虚天殿内，居然还有人敢主动挑衅星宫的大长老。万天明眉头紧锁，看着朱晨站着的那根石柱，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怒意。那根石柱原本可是他的地方，哈哈，朱兄霸气！萧炎看到朱晨站在了最高的那根石柱上，也立刻瞬移了过去，灵动紧随其后。韩立犹豫了半天，最后给朱晨发了一个传音：“朱兄，我在一旁策应你们，以防万一。”然而他这边传音刚刚落下，灵动就回过头来叫了他一声：“韩兄，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赶紧过来啊！”韩立随着灵动这一喊，金魁等人的目光也是纷纷落到了韩立身上。韩立直接人妈了。就在这时，那金魁也终于开口了：“几位道友，老夫金魁乃是星宫大长老，尔等之前在这虚天殿内斗法，本是违规之举，不过念你们是初犯，老夫可以不予追究。但是来这虚天殿之人都需握有虚天残图，不知几位身上可有虚天残图？”金魁现在很是为难，他很清楚万天明等人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借自己的手来除掉眼前这几人，他不想被别人当枪使。况且那些人刚才连蛮胡子都束手无策，可见实力绝非一般。不过如今这里所有修士都认定那几个人是化形大妖，他要是置之不理，以后星宫的威严恐怕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他只能用那虚天残图说事了，希望这些人手里能有虚天残图，这样他就有机会和稀泥了。毕竟他们星宫曾经立过规矩，只要手里握有虚天残图的人都能进入虚天殿寻找机缘，到时候就让王天明和蛮胡子他们继续跟这些人去斗吧，最好斗个2败俱伤。反正他们星宫开启这虚天殿本来就是为了削弱乱星海正魔2道的实力，至于那几个人是不是化形妖兽，等进了虚天殿，他有的是手段来验证。虚天残图那是什么东西？灵动好奇地看向萧炎问道。萧炎一脸懵逼地摊了摊手：“你问我怎么知道？我也刚来。”听到2人的谈话，在场的其他修士顿时又都愣了一下，这些家伙连虚天残图都没有，居然就敢跑来虚天殿？难道他们不知道没有虚天残图是进不了虚天殿的吗？这下我放心了，这虚天殿乃是一名上古修士开辟出来的异空间，哪怕他们是化形大妖，若是没有虚天残图，也断然不能进入其中。不错，他们没有虚天残图，我等便多了一份机会。见朱晨几人都没有虚天残图，万天明他们都暗暗松出了一口气。这几个生人的修为虽然不弱，但没有虚天残图就进不了虚天殿，对他们来说也就构不成什么威胁了。此刻所有的压力又都给到了金魁身上，这些人手里都没有虚天残图，那自己接下来如何和稀泥？金魁长老，这几个人既没虚天残图，又是化形大妖，分明就是想过来食人夺宝，还望大长老出手将他们镇杀，以壮星宫声威。我等虽然修为不足，但也愿从旁协助1、2。就在金魁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万天明又在一旁义正言辞地提醒了他一声。跟万天明一条心的天雾子和木藤子见状，也立刻跟着附和了2句。随着这3位正道翘楚相继表明态度，在场的其他修士也都纷纷站了出来。恭请星宫长老除妖，恭请星宫长老除妖！众人群情激愤，呼声一浪盖过一浪。金魁知道自己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为了顾及星宫的颜面，他只能选择出手了。既如此，
那老夫就代表星宫替大家除掉这4个人吧。金魁目光扫过朱晨4人，双手快速舞动，果断开启了这虚天殿内的禁制。糟了！韩立注意到那金魁扫来的目光，立刻意识到了危险。他在群里发了一句快跑，随后身形移动，毫不犹豫地朝殿外遁去。但他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因为此刻的虚天殿已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封锁。嗡！这时一道震人耳膜的轰鸣声突然从天上响起，整座虚天殿开始剧烈晃动起来。众人抬头望去，只见那片映照在他们头顶的宫殿群，此时居然缓缓沉了下来，宛如泰山压顶。那片宫殿群每下沉1分，朱晨他们身上的重量就会徒增1倍。不过其他人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显然这里的禁制只针对他们4人。看来这宫殿群果然有问题。朱晨目光凝视着天上那片压落下来的宫殿群，心中渐渐升起一股战意。他现在修的是无敌道，需要的就是具备一股披靡天下的气势。今日这虚天殿的禁制投影，就是对他最好的磨练。你们3个自己小心，我去破掉他这个禁制。朱晨对萧炎他们说了一声，随后双翼一展，强行顶着天上压落下来的成倍重力，直接冲向了那片宫殿群。救！随着一声嘹亮的凤鸣声响起，只见朱晨的身影在半空中顿时化作了一头浑身被赤焰包裹的万丈朱雀，遮天蔽日的火焰瞬间笼罩了整座虚天殿。朱雀仙翼，气吞山河。天上那片正在下沉的宫殿群被朱晨所化的朱雀强行托举在了空中，并开始慢慢的退了回去。露出原形了吗？看来你果然是一头妖兽。既如此，那老夫就更加不能客气了。金魁也是个狠人，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是全力以赴。他快速催动体内法力，开始掐动绝印，将虚天殿内的禁制一道道激活。砰砰砰！天上的宫殿群开始爆发出阵阵耀眼的金色光芒，同时一道道恐怖的气息也从天上传了下来。这一刻，那片原本如同倒影般的宫殿群仿佛变成了真正的宫殿，延绵数十里，横压一方海域。宫殿群又开始下沉了，而且这次下沉的速度要比之前更快。它每沉落1寸，天上的虚空都会突然震荡一下，旋即掀起一圈宛若海浪般的空间波动，向4面8方扩散出去。那座宫殿群好似带着煌煌天威，是要将朱晨镇压下去。朱兄，快去帮他！萧炎跟灵动察觉到情况不对，立刻飞身上去想要帮忙。就连韩立也毫不迟疑地祭出了自己一半的惊雷竹剑。事到如今，他们4人能否杀出重围，只能靠朱晨能不能破开这虚天殿内的禁制了。如果朱晨失败，那么他们3个也都会死在这里。快去拦住他们！金魁急忙喊道。万天明和蛮胡子没有犹豫，当即闪身过去，将萧炎和灵动截住。双方二话不说，直接开打。而韩立则是被极阴老祖盯上了。不过韩立并没有跟萧炎和灵动那样选择硬扛，而是遁术全开，一边用金雷烛上的辟邪神雷抵挡极阴老祖攻杀过来的失火，一边闪转挪移，不断利用周围的地形进行掩护。他的速度比不过极阴老祖，修为更是差了一个大境界。但是有朱雀宝术的双翼加持以及极尽神识的干扰，就算是极阴老祖一时间也无法将其拿下。3人中最惨的就是灵动了，他的修为最低，又没有带打符物，若非之前得到原始真解后，让他对身上所有的神通法术都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和升华，面对剑修万天明的攻击，他根本抵挡不了几招。现在他虽然拖住了万天明，但也依旧挨了万天明不少打。雷火相融，法则显现，别我破！朱晨怒喝一声，身上的气势开始再度暴涨起来。与此同时，他所画的朱雀背后也出现了5个被神息光辉笼罩的神环洞天。轰轰轰！当那5个神环洞天显化而出的瞬间，一道道狂暴的雷霆之力也从那些洞天之中流窜了出来，并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了他的朱雀法身上面。此时此刻，他的朱雀法身上不但有能够灼穿虚空万物的朱雀神火在焚烧，而且还背负上了一层无尽的雷霆之力。这些雷霆之力可不是普通的雷电，而是蕴含着一丝雷霆法则的劫雷。雷霆与火焰并驾齐驱，继而化作一道带着毁灭气息的雷光柱，直冲云霄，竟瞬间破开了天上那片宫殿群，将整片宫殿倒影击穿了。破！禁制被破，受到反噬的金魁顿时张嘴喷出了一口老血。尔等找死！金魁被彻底激怒了，他爆发出全身法力，双手掐诀，想要施展神通轰杀朱晨。然而就在这时，虚天殿中，只见一个身披锦缎长衣、满头白发的俊朗青年突然从虚空中迈步走了出来。紧接着，整座虚天殿内蓦然响起了一个冰冷刺骨的声音：“王某的朋友，是你想杀就能杀的吗？”此时来到这虚天殿的白发男子正是王林，他刚刚在周易那座仙塔内修炼，并没有看到韩立在群里的信息。后来在元始真解的帮助下，他以周易那圆满的痴情意境为戒，观其一生，窥其全景，终有所获，成功完善了自己的生死意境，将修为突破到了化神后期。出关之后，他本来是想来聊天群里感谢一下朱晨的，结果正巧看到了韩立在群里最后留下的那2个字。在得知朱晨等人全部去了凡人修仙世界，于是他也毫不犹豫地跨界来到了此处。卧槽，你是王林兄弟吧？正在跟蛮胡子交手的萧炎看到又有人跨界而来，脸上顿时露出了无比激动的神情。他虽然没有见过王林，但是群里的其他人他之前都见过，唯独王林没有，所以
他一眼就猜出了这个白发男子的身份。王兄助我！正在被万天明追着打的灵动看到亡灵后，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加速飞了过来。那万天明想要继续追击，但却被亡灵瞥过来的一个眼神直接吓了回去。此人的眼神好可怕！万天明如临大敌，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此地虽已隔绝神识，无法探查到其他人的修为，但眼前这位突然出现的白发男子却给了他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对方刚刚看他的眼神，就好像是在看蝼蚁一样。这种类似的感觉他以前也经历过，可那是他在结丹期时遇到元婴修士才会滋生出来的无力感。如今他都已经是元婴修士了，没想到竟然还会再次出现这种感觉。难不成眼前这个白发男子是化神修士？亡灵前辈！韩立看到亡灵过来，也是立刻跑到了他身边。吉英本想趁机擒住韩立，却见到万天明此刻竟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他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当即一个闪身退到了数百米外。蛮胡子那边也很快停了手。身为体修，他对危险的感知要比其他人更加敏锐。亡灵来到这里后，虽然没有动手，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寒意，已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阵窒息感，包括那正准备施展神通的金魁大长老。阁下是谁？金魁皱起眉头，目光凝重地看向亡灵，语气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警惕之色。但作为星宫大长老，身居高位多年的他也没有露出丝毫惧意。这虚天殿内藏有无数阵法禁制，刚刚朱晨破掉的那股禁制投影，不过是这外殿的其中一个禁制而已。只要这虚天殿还在，他就能继续激活这里其他的禁制，施展出远超自身修为的手段。在此地，即便是那些元婴后期的大修士，他也能硬汉一二。万天明和蛮胡子等人看到金魁站出来，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这白发男子面对他们这么多元婴修士，依旧从容不迫，一看就知道绝非等闲之辈。既然现在有人愿意做这个出头鸟，替他们试探对方的深浅，他们自然乐意了。王某的名讳，你还没有资格知道。王林垂眼看向金魁，一脸淡漠地问道：方才就是你想动手杀我朋友？语态中带着一种来自上位者的蔑视。金魁在王林身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可以肯定，眼前这个白发男子的修为绝对在自己之上，说不定已经达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的程度，这不是他可以抗衡的存在。一念至此，金魁也是立刻收敛了自己身上的气势，他恭敬地对王林拱手抱拳一拜：这位道友，老夫是星宫的大长老，如果聒噪。王林冷哼一声，随后一股属于化神后期的强大气息顿时锁定在了金魁身上。砰！金魁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被一股恐怖的灵压震在了门阙梁柱上，双膝跪地，连背脊都被压得变了形。看到这一幕，万天明跟蛮胡子等人全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双膝跪在地上，身体不断颤抖的金魁，那些元婴修士的脑中全都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两个字：化神。这金魁的修为可是元婴中期巅峰，就算是元婴后期大圆满的修士，也绝对无法靠气息就把他压制成这样。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只有那传说中的化神修士了。虚天殿内竟有化神修士莅临，刹那间，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有化神修士在这里，他们还争抢什么机缘？命还要不要了？王某不会重复同一个问题，你既不肯说，那么就可以死了。王林伸手对着金魁轻轻一握，下一秒，只见那跪在门阙之上的金魁身体顿时炸成了一团血雾，元婴尽毁，形神俱灭，整座虚天殿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万天明、蛮胡子还有极阴老祖三人此刻已经背脊发凉，脸上全都充满了惶恐之色。杀掉一个元婴中期巅峰的修士，竟然就跟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这就是化神修士的实力吗？汪门主，快走！另外，那个星宫长老看到金魁被人瞬杀，立刻施展遁术就朝虚天殿外疾驰而去。临走前，他还故意对紫菱喊了一声。紫菱闻言，那张精致的俏脸顿时变得蜡白如纸。这个混蛋在此时对自己喊出这样的话，分明就是为了吸引那个化神前辈的注意，这是在拿他当弃子使啊！前辈，紫菱对着王林恭敬一拜，刚想解释两句，但就在这时，虚天殿的入口处却是突然传来了一阵撞击声。随后他就看到那个刚刚遁走的星宫长老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从自己眼前倒射而出，径直撞在了宫殿尽头的一堵壁墙上，将那处壁墙都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紫菱回头望去，只见刚才那个身化万丈朱雀的少年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虚天殿入口。老子生平最看不上眼的就是这种喜欢耍心机的家伙。朱晨一边扭着脖子，一边捏着拳头来到殿内，随后双翅一震，身体瞬间化作一道肉眼难见的流光，撞向了那个正在从碎石堆中挣扎起身的星宫长老。轰！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全场，那个星宫长老连开口求饶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朱晨直接轰杀了。不过朱晨并没有跟王林一样连对方的元婴都抹灭，而是用洞天收走了元婴，准备下次炼化。他已经修炼了古神诀，可夺天地万物为己用，这修士的金丹和元婴都是大补之物，可不能浪费了。朱道友，这时王林也带着萧炎等人飞了过来，王林当面向他表达了谢意。朱晨一听对方的生死意境已经圆满，并且修为也因此突破到了化神后期，顿时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没想到这王麻子的悟性这么高，才拿到原始真解这么短时间
竟然就能凭借其上感悟的大道真意，以别人的圆满意境为界，补全了自己身上的意境，并借此机会突破了修为瓶颈。韩立也在这时过来对朱晨等人表达了谢意，他非常感谢朱晨跟王林他们能过来帮忙，当然如果灵动没来的话就更好了。几人闲聊了2句后，王林便将目光落在了极阴老祖那些人身上。韩道友，这些人你打算怎么处理？按照他以前的行事风格，这些人既然已经对萧炎他们动了手，那肯定是要杀的。但是上次在化凡的时候，他已经将自己身上的煞气炼化出去，所以他现在的杀性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重了。当然这只是他目前的想法。自从看完仙逆小说，在得知杀戮本源和墨灭本源能够融合后，他如今正在考虑要不要重修煞气，提前将这2种本源修出来。2位前辈，我等刚才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你们和你们的朋友，现在我等愿意以礼赔罪，希望2位前辈能够网开一面，放我等一条生路。极阴老祖见势不妙，立刻主动上前对着王林和朱晨恭敬一拜，同时将自己的储物袋取出，小心翼翼地放到了他们脚下。做完这一切还不够，他又转过头去对自己那个孙子乌丑使了个眼色，让对方也把身上的储物袋丢了出来。极阴老祖虽然心狠手辣，但在为人处事方面却是非常圆滑，很会审时度势。那白发男子能够瞬杀金魁，其修为定然已经达到化神，而那疑似化形大妖的少年能够强行硬汉虚天殿内的禁制，并轻易将一位元婴初期的星宫长老轰杀，修为也绝对达到了元婴后期的程度，说不定也是一位化神期修士。这种人绝对不是他们极阴岛可以招惹的。看那韩立的样子，8成是已经跟这2位前辈搭上了关系。自己刚才对其出手，要是现在不拿出足够多的诚意，到时候那2位前辈论罪下来，自己定然也会是跟金魁一样的下场。有了极阴带头，万天明跟蛮胡子也立刻咬着牙将自己身上的储物袋献了出来，并态度诚恳地向王林和朱晨解释，自己刚才绝非有意得罪，这一切都是误会。青翼居士和天雾子等人先前虽然没有出手，但为了明哲保身，他们也各自都拿出了一些珍藏的好东西。周围的结丹修士见这些元婴大佬都在破财免灾，也都纷纷效仿起来，什么灵石法宝丹药统一股脑的丢了出去。很快朱晨等人面前便放满了一大堆储物袋。卧槽，原来抢劫的感觉这么爽啊，真是太羡慕了。萧炎跟灵动看着面前这一大堆储物袋，眼睛都直了。他们2人背后虽然都有家族，但如今他们都是只身一人出来闯荡，身上穷得叮当响，每天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修炼资源？韩立跟蛮胡子等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怨，如今这些人又主动贡献出了这么多资源，他也没想过于刁难。不过就在他准备做出决定的时候，王林却是出言给了他一个建议。韩道友，王某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帮你惩治这些人。韩立心神一动，转身看向王林问道，还请王前辈告知在下。王林点点头，旋即面无表情地看向极阴等人，王某给你们3息时间，你们把自己的魂血交出来，否则死。此话一出，极阴老祖等人顿时皱起了眉头。把自己的魂血交出去，那不是相当于把他们的命交出去吗？这跟死有什么区别？就在极阴老祖等人犹豫之际，王林已经开始了倒计时。蛮胡子双拳紧握，眼中露出强烈的不甘。万天明脸上的表情此时也是阴晴不定，他很想现在就施展遁术逃走，可问题是在一个化神修士面前，自己真的能逃得掉吗？这时王林的声音又在他们耳边响起，带着一阵强烈的压迫感。修为最低的天雾子和木藤子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2人银牙一咬，率先献出了自己的魂血。青翼居士见状也是叹了口气，双指一点眉心，果断将自己的魂血送到了王林面前。最后妥协的是极阴老祖和万天明，只有蛮胡子始终没有表示。就在王林即将念出最后那个数的时候，只见那蛮胡子突然挺直身躯，目光闪烁地看向王林道，是可杀不可辱。蛮某虽然是个粗人，但也有尊严，前辈若一定要多多相逼，那蛮某就只有领教前辈的手段了。话音落下的同时，他的身上也是轰然爆发出了一股令人窒息的血气。这蛮胡子的修为竟在此时直接突破了元婴中期，达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的程度。这蛮子疯了吗？竟然燃烧元婴！极阴老祖等人纷纷脸色大变。燃烧元婴虽然可以让修士短暂提升修为，但是元婴燃尽之后，修士的下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形神皆陨，且不入轮回。这个代价太大了，他们都没想到蛮胡子居然会做出这种决定。既如此，那王某就成全你。王林目光平静地看向蛮胡子，下一秒，只见一股惊人的修为气息轰然落下，直接将那蛮胡子镇压在了地上。砰砰砰！蛮胡子身周的空间开始如破碎的镜面般扭曲起来，并且炸出阵阵恐怖的音爆声，仿佛他体内的血肉骨头此刻都在这股可怕的威压下被碾碎了。啊！蛮胡子大叫着，挣扎着，想要从地上站起来，可最后都被王林镇压了回去。很快，蛮胡子身上的黄鳞甲便出现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裂痕，这些裂痕如同巨蟒般快速蔓延到了甲胄全身，仅只是支撑了2息时间。这件在乱星海拥有极大声名的顶尖防御法宝，就这样在所有人的眼中炸成了碎片。而与之一同碎掉的，
还有蛮胡子那坚硬如铁的身躯。这蛮胡子虽然燃烧元婴短暂获得了元婴后期大圆满的实力，但是在化神后期的亡灵面前依旧是不堪一击。随后亡灵伸手一握，直接将他的元婴抽出，一把捏碎。看到这一幕，极阴老祖等人全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那蛮胡子刚刚都燃烧元婴了，没想到在这位化神前辈面前依旧是败得如此惨烈，甚至连一丝还手的余力都没有。化神修士当真是恐怖如斯啊！王某说过，不交出魂血者死。亡灵别过头来看了极阴老祖等人一眼，随后抬手一挥，直接将这些人刚才奉献出来的魂血送到了韩立身前。他虽已练去煞气，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是那种心慈手软之辈，该杀人的时候他还是会杀，而且绝不留情。这2章本来想写亡灵大开杀戒的，可是仔细想想，一群元婴想要对一个化神动手，这简直太降智了。凡人修仙界的元婴修士都是老阴逼，我要是这么写的话，似乎挺败笔的。还有关于蛮胡子的问题，这人的形象就是那种不屈服的硬汉，而且他寿元将近，要是以魂血要挟的话，肯定不会屈服，所以最后改了一下之前写好的设定。说实话，这些人的人物性格都很立体，要是瞎几把写，把他们的人物性格都写得不伦不类，简直是辣眼睛。我不知道这个处理结果好不好，但感觉要比他屈服认怂好一点。写同人就要写那些配角的人格魅力，这一点感觉挺难的。多谢王前辈。韩立对着亡灵抱拳一拜，这才将对方送来的那些魂血收下。有了这些魂血，韩立就等于是拿捏住了极阴老祖跟万天明等人的命脉，只需心念一动，便能让他们形神俱灭。同时，这些元婴修士以后还必须要确保韩立的安全，因为如果韩立死了，他们也同样会陨落。极阴老祖等人这次也算是倒了血霉，本来好好的来虚天殿寻找机缘，结果却撞上了亡灵这个煞星，最后不但没有拿到一丝好处，还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全都搭了进去，包括他们自己的命。不过跟金葵和蛮胡子等人相比，他们又是幸运的。如果他们遇到的是化凡之前的亡灵，刚才怕是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咚！就在这时，一声洪亮的钟鸣突然在虚天殿上空响起，余音绕梁，金声玉震，仿佛从九霄云外传来的天籁之音，让所有人精神陡然一震。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虚天殿最中心处的那扇宫阙大门，此刻已经在那钟鸣声中缓缓升起。宫门之内宝光缭绕，并有玄奥无比的阵图在上面隐隐闪烁，散发出阵阵令人心悸的空间气息。那是进入虚天殿外殿的传送法阵，殿外之人只要进入其中，就会被立刻随机传送到外殿第3层中的某个区域。望着那座金碧辉煌的宫阙大门，所有人的脸上全都露出了渴望的神色。为了等这一刻，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准备了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可是现在进入虚天殿的传送法阵近在眼前，在场的所有人却是没有一个敢越雷池半步。诸位，虚天殿已经开启，这些东西在下稍后再分配给大家，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进去寻找机缘吧。韩立收起地上那些储物袋，转身看向朱晨跟王林等人说道：朱晨他们这次是专程过来帮忙的，如今虚天殿开启，他自然也不能小气，有资源大家一起分享，这样才能共同进步。那这些家伙怎么办？萧炎伸手指了指极阴老祖那些人。极阴老祖见朱晨跟王林望过来，连忙躬身抱拳道：两位前辈放心，我等愿守在殿外，替你们看守此处，绝不让任何人进去打扰你们。万天明用鄙夷的眼神瞄了极阴老祖一眼，他没想到这个极阴居然如此狗贼，才刚刚被人收走魂血，这就已经在开始替那些人卖命了，还真是天生给人当狗的料。然而还不等他鄙夷完极阴，那青衣居士也毛遂自荐地站了出来，谄笑着对朱晨和王林说道：巫道有所言极是，我等愿镇守此处，绝不去内殿染指虚天鼎内的宝物，两位前辈大可放心。木藤子和天雾子相互对视一眼，随后也迫不及待地做出了相同的表示。王林淡淡的点了点头，接着眸光一转，看向了还没表态的万天明。万天明瞬间被吓出了一头冷汗，连忙弯腰抱拳道：前辈放心，在下一定会守住这里的，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王林从万天明等人身上收回目光，旋即转身看向朱晨跟韩立他们道：诸位，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动身吧。好，那我们里面再见。朱晨也没客气，率先振翅冲入了虚天殿。他如今正缺资源凝聚洞天，这虚天殿乃上古修士开辟出来的洞府，里面的法宝他看不上，但那灵渊之地的阴灵灰和熔岩道内的火属性灵气刚好是他所需要的。来都来了，总不能白跑一趟吧。朱兄，等等我们。萧炎跟灵动也立刻跟了进去，王林紧随其后。韩立刚想动身，但就在这时，他忽然间想起了什么，脚步一顿，转身看向了场内那些结丹修士。他用凌厉的目光在那群结丹修士身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了一个俊朗不凡的青袍男子身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直龟缩在人群当中，准备伺机而动的玄古上人。不好，这小子果然是上次来闯本座洞府的那个人。玄古暗道不妙，他挪动脚步退到了旁边的一名结丹修士身后，同时手中掐定诀印，准备随时冰解逃走。玄古道友，可否将九曲灵参的丹方让与在下？这时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在他脑中响起，这家伙竟然认识我。玄古脸色微变，
他不动声色地看了吉英一眼，见对方没有什么反应，这才对韩立传音道：“道友认错人了吧？在下只是乱星海的一名散修，可不认识什么玄古白骨。”韩立笑了，他继续传音道：“道友何必隐瞒？在下又不会将此事告诉吉英老祖，在下只求9曲灵参丹方，还望道友成全。看来道友对本座的身份已经了如指掌，既如此，那本座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你要的9曲灵参丹方，给你。”玄古也是个聪明人，他见韩立知道自己的身份，却只对自己传音，就明白对方只是想跟自己做个交易，于是毫不犹豫地将那9曲灵参丹方交了出去。多谢玄古道友。韩立接下玄古丢来的9曲灵参丹方，随后笑着对他抱了抱拳。只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传音，而是直接开了口。玄古听到这个名字，奈吉英老祖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瞬间将目光锁定在了玄古身上。该死的小鬼，你敢阴我！见吉英看向自己，玄古二话不说，直接冰解肉身，以玄魂之体快速朝虚天殿外遁去。然而就在他飞遁到虚天殿入口的时候，韩立的12柄惊雷竹剑已经裹挟着密密麻麻的辟邪神雷从天而降，直接封住了出口。辟邪神雷专克鬼修，生路被断，玄古瞬间陷入了绝境。多谢韩小友相助，师尊，没想到你竟然没死，还转修了鬼道。吉英老祖抬手打出几道天都尸火，将玄古禁锢其中。玄古还想施展手段逃遁，可他如今不但没了肉身，就连修为也只在结丹中期，根本不是吉英老祖的对手，很快就被吉英用天都尸火炼化了。吉英道友，此人甚是狡猾，你可要检查仔细点，莫要让他再死而复生。韩立见吉英老祖动手，也没去阻拦，只是叮嘱了一句，便是收走那12柄惊雷竹剑，转身飞进了虚天殿。这玄古上次夺舍了他朋友金青，还将他的一部分是金虫杀了，他自是不会放过对方，今日设计将其坑杀，也算是了却了与他之间的一番因果。可恶，这小子仗着自己有化神修士撑腰，居然敢公然叫老祖你道友，他不过是个金丹初期修士，有什么资格跟老祖你平辈而论？见韩立等人全部离开，乌丑顿时一拳砸在墙壁上，咬牙切齿地抱怨起来。他现在心里可是憋屈到了极点。上次攻打隐煞门的时候，他在韩立手中吃了不小的亏，本来想着这次终于能在虚天殿找回场子了，没想到对方居然又跟2个化神修士扯上了关系，这让他的复仇计划一下子又落了空。吉英老祖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地玩弄着手里的天都是火，和一个结丹小儿平辈而交，他心里也同样憋屈。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现在那韩立手中捏着他们这些元婴修士的魂血，自己还能怎么样？难怪那小子手里有那么多惊雷珠，看来一定是那2个化神修士给他的。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够结交化神修士？万天明心里此刻也非常不爽，他可是万法门门主，堂堂的正道魁首，元婴中期大修士，今日居然会被一个小小的结丹小辈拿捏，这要是传出去，自己还有何颜面？不过一想到那韩立背后有2位化神修士在撑腰，他心里又立刻平衡了许多。自己现在被一个结丹小辈捏着魂血，而那结丹小辈又认识2位化神修士，这不就是等于自己也跟那2位化神修士有了关系吗？其实大家用不着这么悲观，我等此次虽无缘这虚天殿内的宝贝，可却因此与2位化神修士建立了联系，说不定这也是一场天大的机缘呢。散人出身的青翼居士此时倒是显得非常乐观，在他眼里，自己这次能够在化神修士手中活下来，已经是一件天大的幸事了，其他的根本不敢奢求。就在万天明和吉英老祖等人相互感慨的时候，虚天殿内的那些结丹修士也都在各自做着打算。大部分人见这次的虚天殿已经被人包场，就连那些元婴修士都没有入场券，索性不再逗留，果断选择了离开。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始终守在门外犹豫不决，这些人要么是大限将至，想要来此地采摘些寿元果回去续命的，要么是有非去不可的理由。比如紫菱，他此次前来虚天殿是为了寻找一些外界没有的药草回去炼丹，然后冲击结丹期，重振妙音门。本来他是想通过韩立一同跟进去的，可当时他看到韩立似乎并没有想要跟自己相认的样子，便没有主动开口提出这个要求。快看，有人强行闯关了！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哗。紫菱抬头望去，只见几个结丹修士此刻正在施展遁术朝虚天殿的传送法阵飞驰而去。那几人的遁术极为精妙，闪转挪移间居然还会有残影滞留在原地，让人分不出真假。不过可惜，那几个人刚遁到法阵面前，就被万天明扫过来的一道剑光斩了。见此情形，另外那些同样抱着侥幸心理的结丹修士顿时都放弃了闯关的打算。有这些元婴修士守在这里，他们根本不可能闯过去。然而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不会再有人闯关的时候，一个黑袍人却是突然纵身跃起，毫不犹豫地朝传送震遁了过去。不知死活的东西！吉英老祖抬手打出几道天都尸火，想要将其截杀，可那个黑袍人却在尸火临近之时，反手丢出了几枚雷珠。轰隆隆，那些雷珠在接触到天都尸火的瞬间，顿时炸出了一股恐怖的青色火雷。青雷火焰和天都尸火相互碰撞，掀起的气浪竟直接将那黑袍人撞进了传送法阵。不好，有人进去了！那人用的是青火雷，
难道他是青阳门的人？没想到竟然有人能在元婴修士的阻击下闯进虚天殿，此人能闯，我等也未必没有这个机会。呵呵，老夫寿元将尽，此次虚天殿之行是最后的希望，即便在这里陨落，也算了此残生了。老子也是在争抢机缘中陨落，也比在自己洞府作画要强。说得好，我辈修士本来就是在与天一争，今日老夫便以金丹之躯硬汉元婴，虽死无憾。那黑袍人的成功闯关，瞬间在场内引起了一片哗然。一旦激起千层浪，那些原本已经放弃闯关打算的结丹修士，此时又重新燃起了信心。他们开始奋不顾身地朝虚天殿内冲去，场面一时间开始变得有些无法控制。吉英，看你干的好事！万天明狠狠地瞪了吉英老祖一眼，随后双手掐诀，当即在自己身周凝聚出成千上万把光剑，朝那群结丹修士攻杀而去。青翼居士等人也相继动了手，不过那些已经赌上性命的结丹修士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都纷纷施展手段，试图抵挡这些元婴修士的攻击。层出不穷的法宝不断在空中炸裂开来，卷起阵阵能量漩涡，席卷全场。仅一个照面就有10几个结丹修士死在了万天明等人手里，但也有几个结丹修士凭借法宝负伤遁进了虚天殿内。混迹在人群当中的紫灵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修为虽然只是假丹境界，但身为妙音门门主，手上的法宝却有不少。凭借这些法宝和周围那些结丹修士的掩护，他终于是拼死冲进了虚天殿。你们找死！眼看又有2个结丹修士要闯进传送阵，万天明终于是收起了脸上的轻视，开始认真起来。只见他挥手向下一压，刹那间，一柄遮天蔽日的金光巨剑顿时在虚天殿上空凝聚成型。随后，巨剑贯空而下，带着浩瀚天威，径直插在了那扇宫阙大门面前。咻咻咻！当巨剑落地的那一刻，无数道剑光瞬间飞射而出，当场便将那些闯关的结丹修士全都斩了。糟糕，刚刚因为轻敌被放进去了3个，这如何是好啊？青翼居士皱着眉头说道，脸上满是愁容。万天明等人的脸色也同样不太好看，他们刚刚才跟那2个化神修士保证过，绝对不会有人进去打扰，结果转眼间就有人跑了进去。这要是里面那2个化神修士怪罪下来，等待他们的下场恐怕不会比那蛮胡子好到哪里去。诸位稍安勿躁，老夫有一计，或许可解大家的燃眉之急。这时吉英突然带着他那个小孙子乌丑站了出来。我等之前跟那2位化神前辈承诺过要镇守此处，但我这孙子没有。方才那几个借助法宝遁入虚天殿的结丹修士都受了重伤，老夫这孙子或许可以进去将那些人杀了，这样里面那2位大人就不会责怪我们了。他一边对万天明等人这样说着，一边则是给乌丑传音道：小丑啊，老祖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你在进去之后先去将那些结丹修士杀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在里面找点东西出来。若是遇到那2位化神修士，你就说自己是进来追杀那些闯入之人的，说不定还能因此获得一些机缘。其实万天明他们刚才是可以将那些结丹修士全部阻击下来的，奈何当时有人搞小动作，这才让紫灵那些人侥幸闯了进去。而这个搞小动作的人正是极阴老祖。虚天殿第1层的凌渊之地内，朱晨跟萧炎他们进来这里后就被传送阵随机送到了各个区域，所有人都被分开了。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资源进行收割。这凌渊之地游荡着无数阴灵力魄，这些阴魂虽然很凶，有些实力强大的鬼王僵尸，甚至连结丹修士见了都要退避3分，但他们死后留下的阴灵灰同样也是世间少有的好东西，尤其是对那些需要凝练神魂的修士来说更是大补之物。朱晨等人自然不会放过。萧炎，卧槽，这个地方真是太爽了，大家都悠着点啊，让我多搞点阴灵灰回去。我老实说，这些东西可以助他恢复灵魂力量，他要是恢复了，以后炼出来的丹药品质绝对能翻上一番，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萧炎此刻正在一处枯草平原上猎杀阴灵，不断收取着那些阴灵残留下来的灰烬。药老也出手了，2人左右夹击，分工合作，杀得不亦乐乎。韩立，抱歉，这些阴灵灰对凝练神魂颇有功效，在下也有用处，大家接下来就各凭本事吧。韩立看到萧炎发来的弹幕，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壮大神魂能让他的神识之力更强，而他操控惊雷逐渐靠的就是神识，所以这些阴灵灰他同样很需要。灵动，哈哈，说得好，接下来大家各凭本事，谁也别让着谁。萧炎，靠，来就来，我这里有2个人，难道还怕你们不成？有了比试就有了动力。萧炎等人发完弹幕后就开始加快速度收割起了自己附近的阴灵。然而就在这时，王林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上来，王林，诸位，王某还有要事在身，先回去了。众人见状顿时都惊呆了。萧炎，我去，你现在回去，那这虚天殿里的东西你不要了吗？灵动，是啊，来都来了，好歹拿点回去吧。萧炎他们十分不解，这虚天殿第1层就有这么多凝练神魂的好东西，那殿里的东西肯定更不得了啊。这王林兄弟是太富了还是咋地？竟然这么快就回去了。王林，此地的机缘虽不错，但没有我所需之物，你们几个自行决断便好，不必管我。王林说完这句话后便是直接退出了聊天群。虚天殿内的资源大部分只适合化神期以下的修士，对已经是化神后期的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他现在需要的是仙玉，大量的仙玉。
因为在仙逆世界，修士从化神突破到阴变是需要用仙玉来堆的，若是没有仙玉，他就无法突破。而虚天殿这里明显是没有仙玉的，这一点在亡灵进来虚天殿后就感受到了，所以他没有在这里久留，当即便回了自己的世界。接下来他有2个选择，一是强行吸收那座仙塔内的仙玉，突破到阴变期；二是提前去炼魂宗，让遁天老祖带自己去抢仙玉。亡灵为此陷入了沉思。那座仙塔内滞留着周易的一丝问鼎意境，若是放在之前，他是无法强行吸收里面的仙玉的。但是上次在参悟原始真解后，他对大道规则的理解已经变得更加透彻。现在只要他想，就能在不惊动周易那丝意境的情况下，强行抽取仙塔内的仙玉，为己所用。不过周易对他有恩，他若是这样做了，便等于是恩将仇报，这不是他的行事作风罢了。还是先去炼魂宗看看吧。亡灵轻叹一声，不再多想。他起身走出仙塔，在将周如安顿好后，便是直接施展遁术前往了毗卢国。然而他刚离开仙塔守护范围，一直在暗中盯着他的朱雀国使者也是立刻跟了上去。与此同时，凌渊之地的最深处，就当萧炎等人在外围疯狂猎杀那些阴灵力魄的时候，朱晨已经只身一人来到了一处断崖附近。朱雀乃是天生地养的至阳体，能够感受到附近阴气的汇聚之所，而这处断崖便是整个凌渊之地阴气最浓郁的地方，这里的阴灵力魄也是最多的。放眼望去，天空中几乎到处都是飘荡着的阴灵，密密麻麻，数之不尽。不过这些阴灵对朱晨似乎极为忌惮，看到他就远远的避开了，根本不敢靠近过来。应该就是这里了。朱晨低头看了一眼脚下这片被阴雾笼罩的无底深渊，旋即双手掐诀，毫不犹豫地轰出了一记酸泥宝术。砰！当那只张牙舞爪的酸泥雷兽冲入崖底的那一刻，整片峡谷顿时剧烈晃动了一下。紧接着，只见一道耀眼的电流犹如一张交织的大网般铺展开来，瞬间蔓延出去了几十里地，将弥漫在附近的阴霾之气都给冲散了。好！这时断崖下方突然传来了一阵鬼哭狼嚎般的嘶鸣声，好像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崖底苏醒了。朱晨站在断崖边上，目光凝视着崖底。很快，一头阴气浓郁的鬼王和食腐者就从下面冲了上来，数量差不多有好几百只。这些阴灵鬼王和食腐者身上的气息要比那些游荡在外面的阴灵力魄更强，几乎可以跟结丹期修士相媲美了。他们从崖底出来后，立刻咆哮着朝朱晨冲了过来。朱晨也不客气，当即催动朱雀宝术和酸泥宝术迎了上去。朱雀神火是世间至阳之火，可克制一切邪物，而酸泥宝术上面蕴含的雷霆之力，同样是所有魑魅魍魉的克星。朱晨同时具备2种宝术，杀这些浑身都是阴气的邪物，完全没有一点压力。仅只是片刻功夫，这群沉睡在崖底的阴灵鬼王和食腐者就全部被他尽数诛杀，化作了漫天的阴灵灰。随后，朱晨果断将5大洞天显化出来，开始当场炼化这些阴灵灰。这些鬼王和食腐者所化的阴灵灰浓度要比那些普通的阴灵更高。朱晨通过洞天之力将这些阴灵灰炼化后，不但神魂得到了增强，修为也增长了不少。这是他之前在路上无意间猎杀了一头阴灵鬼王后发现的。而他之所以来这里猎杀阴灵鬼王和食腐者的原因，也正是这个。有好东西吃，干嘛还要去盯着那些普通的阴灵呢？随着朱晨进入炼化状态，周围的阴灵灰顿时如潮水般汇聚而来，在他体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球。时光流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又有2道身影从附近飞了过来，其中一人正是先前逃入虚天殿的紫菱，而另外那人则是在极阴老祖等人的授权下追进来的乌丑。妙音门门主，别跑了，就你这假丹修为，是逃不出老子的手掌心的。乌丑紧紧地追击在紫菱身后，嘴角微翘，脸上满是玩味之色。他刚才从传送阵境来后没多久，就遇到了正在被一群阴灵围攻的紫菱。上次在隐煞门的时候，他就看上了这女人，甚至当时还动了要将其抓回去当炉鼎的想法。如今在这里再次遇见，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他眼里，像紫菱这种修为低下却容貌出众的女修，就是拿来当炉鼎用的。紫菱没有言语，只是一味地催动遁术全力飞行。此刻的他面色非常难看。这乌丑曾经在魁星岛杀了他的父母，与他有大仇，而他努力提升修为，重振妙音门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掉此人。没想到今天自己居然贿赂到对方手里，你逃不掉的。老子看上的女人，还从来没有一个逃掉过。乌丑甩出法器，从紫菱身旁掠过，他故意打偏了角度，只是用毛口擦掉了紫菱肩头的一缕纱缎。当那片如玉之般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乌丑那双浑浊的眼睛顿时又露出了一抹邪淫之色。啧，不愧是乱星海第一美女，这姿色不当炉鼎可惜了。听着身后传来的笑声，紫菱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自己大仇未报也就算了，要是再落入这杀父杀母的仇人手里，那他还有和颜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父母。就在这时，紫菱突然看到前方一处断崖上，似乎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在缓缓滚动，是阴灵煞，有人在那里吸收阴灵煞。紫菱眼前一亮，他不知道那个正在吸收阴灵煞的人是谁，但此刻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全速朝那里飞遁而去。请前辈救救小女子，
前辈若肯出手相助，小女子可以为前辈做任何事情。紫菱快速落到那黑球面前，恭敬地对黑球里面的人抱拳一拜。然而那黑球里面并没有传来任何动静。紫菱见状，心底不由一沉。正当他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身后的乌丑已经追了过来。跑啊，怎么不跑了？你以为这里有人，老子就不会抓你回去了吗？乌丑将手里的船锚往肩上一扛，旋即冷笑着看向满脸惨白的紫菱，威胁道：你现在跑得越起劲，等老子把你抓回极阴岛后，你就会越惨。你就算想自杀也没用，因为老子会把你的尸体炼成尸块，然后再留着慢慢玩，好好的玩。乌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角的余光也在不断打量着那颗黑球。汇聚在这里的英灵沙他刚刚也注意到了。一开始他还有所忌惮，但是在看到紫菱向黑球里面的人求助无果后，他的顾虑也就随之打消了。如果这英灵沙球里面的人真是那2位化神修士或者韩立他们，刚刚紫菱在求救的时候，对方早就给出回应了，哪怕是一个滚字也好。没有回应，那就意味着里面的人肯定是怕他跟紫菱之间的事情牵扯到自己，故此才选择了沉默，想要明哲保身。想必躲在这英灵沙球里面的人，定然也是之前逃进来的几个结丹修士之一。老子刚刚都把话说得这么嚣张了，这人还是不敢吱声，看来也定是受了重伤。正好等老子擒下这庙阴门门主，再把他一并收拾了，也省得再去其他地方找。乌丑在心里默默盘算着，同时迈开步子朝紫菱逼近过去。紫菱被齿轻咬薄唇，不断向后挪动脚步，眼中满是对乌丑的憎恨和恐惧。他最后看了一眼那颗黑球，见里面的人依旧没有反应，转身就走。哗啦啦！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沉重的锁链声突然在身后响起。紫菱暗道不好，刚想施展手段，却发现自己那满是伤痕的娇躯已经被一条黑链紧紧缠住。这条黑链不但束缚住了他的身体，同时还禁锢了他身上的法力。老子现在还有正事要办，待会再跟你好好玩。乌丑抽动锁链，将紫菱甩到一旁，随后抬手祭出极阴老祖之前给他的2具天都尸魁，直接将那颗阴灵沙球围了起来。这2具天都尸魁的实力相当于2个结丹巅峰的修士，有这2具尸魁在，足以让他在结丹期中横行无阻。就算这黑球里面的人是之前那个丢清火雷的家伙，他也不惧。给我上，杀了里面那个人！随着乌丑一声令下，那2具天都尸魁顿时挥出利爪，以左右夹击之势快速朝黑球包抄了过去。而乌丑自己也在同一时间运转玄阴大法，于空中凝聚出一只阴魔手，狠狠地朝那黑球拍击而下。黑云席卷，恐怖的玄阴魔气瞬间笼罩了整片峡谷。不过就在下一秒，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那2具天都尸魁在逼近阴灵沙球的瞬间，一双手突然从黑球中探出，直接掐住了他们的脖子。随后在一阵雷火交加的轰爆声中，这2具拥有结丹巅峰修为的天都尸魁竟当场炸成了碎片。而乌丑轰出去的那只阴魔手，也在距离黑球不到3寸的地方，被一只从黑球内钻出来的火鸟撞成了漫天飞灰。当烟尘散尽，只见一个面容俊秀，身后还有6个神环笼罩的少年已经站在了那里。听说你刚刚想要杀我？朱晨抬眼看向乌丑，冰冷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开来。前辈，这一切都是误会，小的不知道是你在这里啊。看到黑球里面的人居然是那2个化神修士里的其中一个，乌丑当即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连说话都开始结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朱晨一步迈出，瞬间来到那乌丑身侧。乌丑没有多言，连忙施展遁术朝远处飞去。只不过他刚飞出去没多久，身上就燃起了熊熊烈火。乌丑催动玄阴大法，试图用玄阴魔气弄灭这些火焰，谁料那些玄阴魔气反而加快了朱雀神火的燃烧速度。须臾之间，这位在乱星海恶名昭著的极阴岛少主就被烧成了灰烬，尸骨无存。妈的，就凭你也想暗算我？朱晨看着乌丑消失的地方呸了一声，他刚才正在阴灵沙球里面开辟第6个洞天，这个乌丑突然对他出手，差点害他开辟失败。好在最后关头，他总算是把那第6个神环洞天开了出来。不过经过这件事情，朱晨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以后在野外突破修为，自己可不能这样乱来了，必须要找个安全点的地方，或者让人帮忙护法，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尤其是在这种充满尔虞我诈的修仙世界，出门在外，多长的心眼子总归是没错的。多谢前辈方才出手相救。乌丑死后，紫菱身上的锁链也自动失去了法力，他赶紧走上前来，对着朱晨深深抱拳一拜，态度恭敬到了极点。这位前辈抬手间就能轰杀一名元婴修士，他一个小小的假丹修士可不敢有丝毫怠慢。朱晨转过身来，目光在紫菱那苍白的小脸上扫过，莞尔一笑道：外面有一群元婴老怪守着，你一个假丹境的修士居然能闯进来，看来手段也不小啊。这句话犹如一记晴天霹雳，直接在紫菱的脑海中炸了开来。他急忙后退2步，躬身弯腰，再次对着朱晨深深一拜。前辈，小女子只是想进来在第1关采摘一些灵药，绝对不会染指内殿的东西，倘若前辈不信，小女子愿献出魂血。说完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滴魂血送到了朱晨面前。不过朱晨并没有收下这滴魂血，
而是抬手一挥，又将之送回了紫菱体内。用魂血控制别人的生死，那是亡灵的手段，不是他的。就在这时，朱晨的目光不经意间瞥到了紫菱那身残破的纱裙上，望着对方那白皙如玉的肌肤，还有那张妆容精致却又略显憔悴的俏脸，饶是以朱晨的心性，也是不由得被惊艳了一番。这女人不愧是凡人修仙世界的第一美女，即便现在浑身狼狈，那张憔悴惨白的脸上还蒙着纱巾，也依旧是无法遮掩其身上那种惊艳绝伦的风姿。很难想象，对方若是精心打扮一番，会有多么的倾国倾城。前辈，紫菱注意到朱晨的目光一直在自己身上打转，那张原本就已经毫无血色的小脸，瞬间又惨白了几分。这位前辈，该不会也想要将我当作炉鼎吧？紫菱的天塌了，他没想到自己才出狼窝，转眼又进了更危险的虎口。自己在那乌丑手里，或许还有一丝逃跑的可能，可是在眼前这位实力堪比化神修士的前辈手里，他怕是连一丝逃跑的可能性都没有。紫菱眸光闪动，在犹豫了片刻后，他再次对朱晨抱拳施礼道：“前辈，小女子曾经立过誓言，不管是谁杀了那乌丑，都愿奉他为主。若前辈不弃，小女子愿成为前辈的侍妾，追随前辈左右。”啊！这下轮到朱晨有些不知所措了。自己刚刚就是多看了这紫菱一眼，欣赏了一下对方的美，怎么对方这就以身相许了？妈的，这可是韩老魔的女人啊！韩老魔现在是他的兄弟，他怎么可能干出这种挖墙脚的事呢？朱晨很想拒绝紫菱这种冲动的行为，可是看着这紫菱如今楚楚可怜的样子，他又有些于心不忍。算了，韩立他一心求道，我这个做兄弟的自然是要帮他一把的。女人只会影响他追求大道的速度，既如此，那这些孽缘因果就由我来替他承受吧。朱晨在心里挣扎片刻，最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妈的，干了！多子多福系统必须要开枝散叶，不然他以后怎么解决黑暗动乱？怎么去干那些祭道之上的强敌？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天下苍生，他决定牺牲自己。想到这里，朱晨心中的那种负罪感顿时消退了不少。他抬头看向紫菱，轻咳两声道：“侍妾就不必了。如果你真要跟着我，那就做我的道侣吧。”此言一出，紫菱那紧绷的娇躯蓦然一怔，整个人都呆住了。他刚才是因为不想成为别人的炉鼎，所以才主动提出要当侍妾的，没想到眼前这位前辈居然想让他做自己的道侣，这让他不禁有些受宠若惊。前辈，你此言当真？紫菱有些激动地看向朱晨，询问道。朱晨淡淡一笑，这还能有假的吗？当然，你要是不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离开。紫菱闻言又是一愣，这位前辈的行事作风好生奇怪，难道化神修士都是这样的吗？不对，他肯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现在就离开，他肯定会立刻杀掉我，或者强行将我当成炉鼎。紫菱沉默了一会，旋即再次对着朱晨施礼道：“前辈。”紫菱虽然修为低下，但也不是那种出尔反尔之人。紫菱此前即已立下誓言，自不会反悔。只要前辈肯收留紫菱，紫菱愿追随前辈左右，永不背弃。谁杀了乌丑，就奉谁为主。这句誓言是他曾经以道心立下的。修仙者不可轻易立誓，因为一旦起誓，便会与道共鸣。若违背誓言，以后他的修为怕是很难再有寸进，搞不好还会诞生出心魔。更何况眼前这位前辈不但帮他杀了乌丑，还从乌丑手里就下了他，此番恩情实难报答，唯有以身相许。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跟你讲。见紫菱已经下定决心跟自己，朱晨也没有再隐瞒身份，他将自己是跨界而来的事情告诉了紫菱。反正这种事情对方迟早会知道的。紫菱听完后又一次愣在了原地。朱晨此刻透露出来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了。不过很快，他的脑海中就想到了一个地方：灵界。是的，就是灵界。传闻中，他们目前所在的世界只是人界，而在人界之上还有一个灵界，那是一个只有化神修士才有资格飞升的广袤大世界。莫非眼前这位前辈就是来自那里？心里这么想着，紫菱脑海中混乱的思绪也是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朱晨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紫菱眼中成为了一个来自灵界的大佬。他见紫菱脸上露出恍然的神情，还以为对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心里不禁有些欣慰。跟聪明的人说话就是方便，一点就破。两人随便闲聊了几句，相互了解了一下彼此，随后便是施展遁术朝灵渊之地的更深处赶了过去。片刻之后，他们来到了这灵渊之地的尽头，这里依旧有一个传送法阵。朱晨没有犹豫，当即带着紫菱迈入其中。当两人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一处被墨水甲山环似的园林。此地名为灵渊水榭，是虚天殿第一关到第二关的中转站。萧炎他们此时还在灵渊之地猎杀那些阴灵，所以朱晨跟紫菱是第一个来到此地的人。朱晨环顾四周，在不远处又看到了一个传送阵，不过那传送阵目前还没有开启，这应该是通往第二关冰火道的传送阵，它是有时间静止的，只有时间到了，阵法才会开启。紫菱站在后面轻声提醒道：“时间静止。”朱晨眼中露出感兴趣的神色，他走过去仔细地观察起了那个阵图结构。之前在击穿那虚天殿投影静止的时候，他通过原始真解的解析，已经对这里的静止有所了解。对他来说，
这个所谓的时间静止其实并不复杂。他抬手打出几道法力，将之灌入阵图当中。下一秒，只见那传送法阵上顿时闪起了耀眼的金芒，一股微弱的空间磁场随之蔓延开来。传送法阵竟然开启了！紫菱眼前一亮，难以置信的呢。难道？据他所知，这里的传送法阵都是上古阵法，只有知道虚天殿禁制的人才能开启。没想到朱晨居然只是随手打出几道法力，就把这上古传送阵启动了。走吧！朱晨回头看了一眼紫菱，旋即立刻走进了传送阵内。紫菱也没有犹豫，连忙跟了进去。从灵源水榭通往冰火道的途中，会有一片灵气浓郁的山林之地。这个地方种植着许多灵草灵果，只要是通过第一关的修士，都可以在这里随意摘取灵草作为通关奖励。韩立需要的那9曲灵参就在此处。紫菱来虚天殿的目的，也是为了能来这里摘取自己想要的药草回去炼丹。不过这些东西对朱晨来说并没什么太大用处。此地的灵草灵果大部分都是星宫那些人留下来的残羹剩菜，只有极少数已经开了灵芝的仙草果还勉强过得去，但那些东西抓起来太费劲，性价比不高。朱晨不打算在此地逗留，直接带着紫菱遁去了冰火道入口所在的地方。当然，要是在路上看到一些有价值的灵草，他也会随手摘下丢给紫菱。然而他这种随意的行为却是在不经意间让紫菱倍感触动。望着眼前这位一路带着自己采摘灵药的便宜道侣，紫菱的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暖意。他从小父母双亡，虽是妙音门门主，但那妙音门早已被星宫架空，在外人眼里他就是星宫的一条狗，只能在星宫的庇护下苟延残喘。从小到大，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付出了诸多心血。今天还是第一次有人愿意无偿的送这些灵草灵果给他，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在奔波了半日之后，朱晨终于是带着紫菱来到了这处山林之地的尽头。这里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建筑废墟，虚天殿第2关的冰火道就在这片废墟的最深处。待会我要去熔岩道吸收炎火之气修炼，你最好跟着我。朱晨一边迈步朝废墟深处走去，一边对身旁的紫菱叮嘱道。紫菱十分乖巧的点了点头，没有多言。那乌丑刚刚已经追进了虚天殿，说不定吉英等人也都跟进来了。他要是不跟在朱晨身边，万一遇到那些人，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毕竟其他人可不知道他现在已经跟这位朱晨前辈结为了道侣。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了废墟尽头。这里一共有2个入口，另外一个是前往寒冰道的，2条通道皆可通往虚天殿第3关。朱晨没有犹豫，果断选择了熔岩道。走进熔岩道后，呈现在朱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熔岩的海洋，岩浆四溢，就连呼吸的空气中都充斥着灼热的炎火之气。紫菱的修为还不到结丹，来到这里后顿时就受不了了。朱晨挥手打出一道火罩将其护住，这才让他好受了些。随后朱晨便在附近找了一处岩隙最为浓郁的地方，盘膝而坐，将身后6个神环洞天显化而出，开始借助洞天之力疯狂吸收此地的火之灵气。这里的岩隙中充斥着一股火毒，这种火毒极为致命，就算是那些专门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修士都无法直接炼化吸收。但是朱晨不同，他体内流淌着上古朱雀的血脉，朱雀遇火而生，任何火焰对朱雀来说都是可以吸收炼化的，自然也包括这里的岩隙。随着朱晨6大洞天齐开，周围的岩隙瞬间如潮水般朝他这边汇聚了过来。开辟神环洞天所需要的灵气虽然要比普通的洞天更多，但是神环洞天的功效也不是普通洞天可比的。朱晨此刻将6大洞天同时显化，其吸收岩隙的速度不知道要比普通的洞天快了多少倍。阵起！看到朱晨开始修炼，紫菱连忙取出自己珍藏的几杆阵旗，分别插在朱晨周围，在他身旁形成了一个防护法阵，然后他自己也在附近安静地坐了下来，开始替朱晨护法。时间1分1秒的流逝过去，随着朱晨不断吸收这熔岩道内的岩隙，此地的温度也开始一点一点地降了下来。1天之后，朱晨的头顶上空已经出现了一朵巨大的火云，这朵火云以他为中心渐渐汇聚起来，最后形成了一个遮天蔽日的漩涡。等到第3天的时候，充斥在熔岩道内的岩隙已经全部汇聚到了朱晨这边，守在附近的紫菱都看呆了，以一人之力牵动一方空间内的所有灵气，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太震撼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真的很难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第7洞天，给我开！就在这时，朱晨突然睁开双眼，双手快速摆动，在身前接连打出了好几道绝印。下一刻，只见那片盘踞在天上的火云漩涡，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旋转起来，最后化作一股气势惊人的火云龙卷，直接钻入了朱晨体内。朱晨的身上开始渐渐散发出耀眼的神息，与此同时，一个闪烁着血光的神环洞天也在他的眉心处飘了出来。这个神环洞天一开始还有些虚幻不真实，但是随着天上那片火云漩涡尽数没入朱晨体内，这个洞天也很快变得凝实了。朱晨终于成功开辟出了第7个神环洞天。然而就在这第7个洞天开辟出来的时候，朱晨的脸色却是突然变了一下，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体内居然还有一些火毒没有被炼化。难道是这几天吸收岩隙的速度太快，大量的火毒囤积在体内，所以才残留了一些吗？既然如此，那就再炼化一遍吧。
在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后，朱晨便再次调动体内的朱雀神火，开始炼化这些火毒。然而他这不练不要紧，一练就出事了。因为此刻囤积在他体内的那些火毒根本不是普通的火毒，而是他之前吸收妍希速度太快，那些妍希内残留的杂质被堆积在一处，与他体内的朱雀神火产生了共鸣，竟演变成了一种邪火。这一缕邪火如今已经跟他的朱雀神火融为一体，但又无法被朱雀神火同化。这两种火焰在他体内相互排斥，使得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一样的症状。他的双眸渐渐布满了血丝，身体也开始变得滚烫起来，仿佛有一头可怕的火兽想要撕裂他的身体，从他体内破体而出。这种感觉，前辈，你怎么了？紫菱见朱晨情况有些不对，立刻担心地跑了过来。只不过他刚来到朱晨身旁，就被双目赤红的朱晨一把拉了过去。朱晨这次足足坚持了2个半小时才将火毒炼化。等那缕邪火彻底熄灭之后，他不但将里面的火灵之气全部吸收了，而且还通过多子多福系统成功开辟出了第8个洞天，可谓是收获满满。就是苦了紫菱，这丫头刚刚才被乌丑追杀了半天，身上的伤势还没完全恢复过来，这次又被朱晨拉去折腾了这么久，还是在这酷热难耐的熔岩道，差点没晕死过去。其实朱晨本来是可以靠朱雀血脉强行压制住那些火毒的，不过他当时注意到那些火毒里面同样蕴含着一丝精纯的火之灵气，若是将之强行压制，就会浪费掉这一丝火灵。恰好那时紫菱主动凑了上来，他心念一动，就想到了借对方元婴中和掉那些火毒，然后再将那一丝火灵吸收的想法。虽说这个方法有点对不住紫菱，但他们2个现在已经是道侣了，这种事情迟早要面对的，毕竟他总不能放着这么一个大美女在自己眼前，光看不用吧，那不成棒槌了。然而朱晨并不知道，他刚才在炼化那缕火灵之气的时候，因为阴阳交合、乾坤互补的关系，紫菱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尤其是他最后的那一击，犹如临门一脚，竟助紫菱捅破了结丹的最后那一层瓶颈，让他成功凝结出了一颗金丹。短短2个半小时，抵过了他数年时间的苦修，这是连紫菱都没有想到的结果。抱歉啊，刚刚修炼的时候出了点差错，把你弄疼了吧？朱晨收拾了一下地上的东西，起身看向紫菱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关切之色。这种事情道侣之间虽无需多言，但他刚才毕竟有点强的意思，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有点。紫菱低着头轻轻地应了一句，他脸上的纱巾此时已经消失不见，只是那张厌绝当时的精致脸蛋上，如今却是蒙上了一抹异样的红晕，看上去更加楚楚动人了。朱晨此刻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索性转移了话题。这里的火灵之气已经被我全部炼化，我们现在去第3层吧。说完便一把拦住了紫菱的细腰，背后双翼一震，身体顿时化作一道流光，朝熔岩道尽头飞遁而去。紫菱全程没有说话，只是有些恍惚地盯着自己那条白皙的手腕，眼眸中依稀透着一丝复杂之色。那里曾经有一颗他珍藏了100多年的朱砂痣，但此刻已然消失不见。在前往熔岩道尽头的路上，朱晨他们遇到了许多铁火蚁，那些铁火蚁从沙层底下冲出来，想要攻击他们，却被朱晨一个振翅全部掀飞了。这铁火蚁对饲养是金虫的韩立来说或许是好东西，但对他并无半点用处。朱晨带着紫菱从遮天蔽日的虫群中飞掠而过，很快便抵达了熔岩道尽头。跟上层的凌渊之地一样，这里也有一个离开的传送阵。不过就在朱晨准备带着紫菱飞入阵中的时候，一只100米多高的黑蚁却是突然从沙层底下钻了出来。那是铁火蚁的蚁后。我知道。紫菱刚想出言提醒，但朱晨已经震动双翼加速冲向了传送阵。那只蚁后刚从沙层底下爬出来，还没来得及站稳身形，就被他一拳轰飞了数千米。那庞如山丘的身躯在空中接连撞断好几根石柱，最后才重重的摔在地上，溅起了一地烟尘。朱晨没去管那蚁后的死活，在一拳轰飞对方后，便是直接带着紫菱飞进了那传送阵中。2人通过那传送阵来到了一处空旷的石殿废墟，这里有4座巨大的门阙，分别立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这些门阙内也都有传送法阵布置着，每座门阙都会通向一个藏宝阁，但其中只有3个门里面有宝物，而且进去的人只能拿1件宝物，一旦拿到后就会被传送至极妙幻境，而那极妙幻境便是虚天殿外殿的最后一关。至于剩下来的那座门阙，则是会直接传送到下一关，进入内殿。朱晨对这里的法宝没有兴趣，也不想浪费时间去闯那什么极妙幻境，索性果断绕开了那3个藏宝阁，通过原始真解找到了那座直通内殿的门阙。与此同时，凌渊之地内，萧炎他们经过这几天的努力，终于是将此地的阴灵力魄消灭的差不多了。韩立还抽空杀了2只产生了灵智的气灵鬼王，现在这里就只剩下了一些零散的阴灵还在漫无目的的游荡着。也许建造虚天殿的那位上古修士也没想到，后世竟然还有人会对这里的阴灵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戮。萧炎，诸位，这里的阴灵杀的差不多了，我们去下一层吧。灵动，好，我也正有此意。韩立，这虚天殿的第2层是冰火道，不过在去冰火道的路上会经过一片种植着灵草和灵果的仙灵之地，我们可以在那里先采摘一些自己所需要的灵草。萧炎，我去，既然还有这种好事，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闪人吧！
萧炎一听有地方可以采摘灵草，眼睛都亮了。他突然发现这个虚天殿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地方，此地的阴灵灰可以让他跟药老的灵魂之力得到提升，接下来又有大量的灵草和灵果摘取，哪个炼药师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萧炎他们一边在群里聊着，一边马不停蹄地朝灵渊之地尽头赶去。几个时辰后，萧炎和灵动先后来到了那处灵渊水榭。韩立因为路比较远，稍微耽搁了一点时间。然而，就当萧炎和灵动通过传送阵来到灵渊水榭的时候，两人刚好看到远处有个黑影从另外那个传送阵离开了。咦，刚刚那人不会是朱兄吧？灵动揉了揉眼眶，转头看向萧炎问道：“肯定是他，怪不得他刚刚在群里都没说话，原来是想抢先一步去那里采摘灵草。”萧炎一本正经地拖着下巴分析道。两人正说着，韩立也从后面赶了过来，他们将刚刚看到的事情告诉了韩立。韩立没有说话，而是径直走到那座传送阵面前仔细观察起来。这传送阵上面有朱道友留下的法力气息，看来应该是他强行开启了这里的传送法阵。听到韩立分析出来的情况，萧炎跟灵动更加确定了刚刚那人就是朱晨，于是他们不再迟疑，立刻催动传送阵前往了第二关冰火道外围的仙灵之地。虚天殿内殿是一座巍峨的高塔建筑，此塔名为虚天塔，立在一处独立的空间，塔内的结构酷似一个大型迷宫，有着数之不尽的十字路口，而且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扇小门可以往里走。因为无法用神识探查，一旦走错方向，便会永远迷失在里面。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座高塔内还有不少上古傀儡在守护。这些上古傀儡的修为足以比坚结丹后期修士，且因材质特殊，就算是元婴修士想要将其击溃，也要颇费一些手脚。紫菱在来虚天殿之前，虽然做过一些功课，但他当时只是研究了外殿的一些信息，对于这内殿的情况可以说全然不知，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到这内殿，所以此刻面对这宫殿迷阵，他也束手无策了，只能紧紧地跟在朱晨身后。朱晨对这种迷阵也没有什么研究，不过他相信一个道理，那就是以力破巧，任何迷阵都是通过周围的环境布置来困住敌人的。既然如此，那他就打破周围的环境，直接一条路走到底就是了。管他什么迷阵，他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走。想到便做，朱晨随便选定一个方向，然后走到那堵阵墙面前，蓄力一拳轰出，直接将这阵墙砸出了一个窟窿。接着他步子一迈，便带着紫菱穿墙到了另一个地方。接下来朱晨如法炮制，一拳一墙，以最直接也是最霸道的方式，带着紫菱不断深入高塔。在他砸墙通关的时候，周围的阵墙会不断更换位置，试图迷惑他前行的方向。朱晨索性闭眼不看，继续砸墙执行。如果有傀儡袭击，紫菱会提醒他。两人就这样相互配合，不断朝高塔深处行进而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来到了一处八角阵盘面前。朱晨知道自己找对地方了，于是立刻带着紫菱踩了上去。轰！就在他们踩上那阵盘的瞬间，脚下的阵盘陡然一震，随后开始像升降机一般快速朝穹顶飞升而去。在上升过程中，附近的天井楼层中会有上古傀儡不断出现攻击他们，不过这些东西对朱晨来说完全没有威胁，他只是略微出手就将所有的傀儡全部轰碎了。材质坚硬的傀儡最怕什么？那就是遇到比他们更硬的拳头，而朱晨别的没有，拳头绝对管饱。只不过他这一路闯关下来的霸道手段，却是把一直跟在身后的紫菱着实吓坏了。紫菱的修为虽然不高，但身为妙音门门主，他的眼力劲还是有的。这内殿高塔的阵墙都有特殊的阵法保护，而且材质也绝非凡品，就算是那些元婴修士想要将其轰碎，也绝无可能。还有那些人形的上古傀儡也是一样。结果朱晨一路上连法术都没用，光靠肉身力量就将这些东西随手轰了个遍。通关方式也完全不跟着阵图布置之人的套路走，差点把整座内殿高塔都打穿了。这种霸道的破阵方法，他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哪是在破阵啊，分明是在毁阵！咔咔！就在紫菱心里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脚下的阵盘突然停了下来。朱晨没有多言，果断跳下阵盘，继续带着紫菱一路向前横冲直撞，见墙就砸，见傀儡就轰，颇有一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气势。在这种力不可挡的威势下，朱晨对无敌道的理解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更加深刻。他现在每挥出一拳，都会带起一阵恐怖的拳劲，那不是纯粹的力量，而是一种意境，一种独属于他的拳意，无敌的拳意。朱晨就这样一路破关斩将，约莫1个时辰后，他终于是离开了这座满是迷阵的高塔建筑，来到了虚天殿最中心的那处高台。此地便是虚天殿内殿最核心的地方，通天灵宝虚天鼎就在这里。不过这玩意需要靠通宝诀才能使用，朱晨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取一样东西，那就是钱蓝冰焰。这钱蓝冰焰能在此地燃烧上万年，恐怕已经成为了一个类似于异火的火种。他若是能将其吸收炼化，说不定可以让修炼的焚诀等级更上一层楼。焚诀在完美世界虽然算不上什么厉害地功法，但它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可以无限进化。主要是朱晨所修的朱雀宝术和马上就要开始修炼的真黄宝术都属于火属性神通，跟这焚诀有相辅相成的效果。若是焚诀的等级越高，
他这些火属性宝术的威力也能得到相应的提升。这就是那传说中虚天鼎所在的那殿高台吗？紫菱在来到这里后眼睛都看直了，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来这里，没想到今天竟然被人带了进来，也算是开了眼界了。朱晨径直走到高台中间的那处深渊面前，低手看去，只见下方有一口大鼎正在被一圈湛蓝色的火焰簇拥着，烈焰熊熊燃烧，仿佛在锤炼鼎内的那些东西。前辈，你也是为了这虚天鼎而来的吗？紫菱也跟着走了过来，不过他只是向下看了一眼，就立刻退了回去。这东西没什么大用，我要的是下面那些钱蓝冰焰。朱晨伸手指了指深渊下方，随后转身看向紫菱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去救来。”说完便纵身一跃，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深渊。朱雀圣体万火不侵，在跳进那满是钱蓝冰焰的深渊后，朱晨便是立刻运转焚诀，开始快速炼化起了这里的钱蓝冰焰。与此同时，冰火道外面的仙灵之地内，萧炎等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采摘后，也终于是收获到了不少灵草宝药。萧炎，这次虚天殿之行真是太给力了，韩立兄弟，你下次要是还有这种资源丰富的副本，可一定要叫我们来啊，咱们可是自家兄弟。萧炎此刻高兴坏了，他身边有药老跟着，在寻找灵草宝药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药老的帮助下，他在这里可是找到了不少好东西。他已经决定了，等这次回去之后，就立刻让药老帮忙炼丹，争取在去迦南学院之前，把自己的修为提升到斗王层次，最好是斗皇，到时候他就可以在薰儿面前狠狠地装一波了。区区古族算什么？他有这聊天群辅助，在修炼速度方面绝对不会比那些远古家族的少年天骄差。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有他萧炎在，萧族就没有没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萧族依旧会成为远古8族之首。韩立，虚天殿开启时间有限，既然大家在此地也有收获，那我等就抓紧时间去下一关的冰火道吧。韩立此刻也已经根据小说内容的提示抓到了那9区灵参，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捕获此物，如今东西已经拿到，自然也没了继续待在这里的打算。萧炎，行，那我们在冰火道门口集合。朱兄、灵动兄弟，你们2个也别在这里找灵药了，我实话跟你们说吧，这里有价值的灵药基本上都已经被我拿到手了，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等我老师下次炼完丹，我会分给你们几颗的，做兄弟在心中大家有福同享。韩立，交道友如此慷慨，在下先在这里谢过了。萧炎，谢你妹，大家都是兄弟，这不是应该的吗？对了，之前你拿到的那些储物袋，到时候可别忘了我那一份啊。韩立，那是自然，等在下离开虚天殿，定会将先前所得之物分成5份，我等5人1人1份，如何？萧炎，哈哈，这个可以，不愧是我萧炎的好兄弟。萧炎觉得自己现在这些群友实在是太给力了，要么打架牛逼，能随手轰杀群友遇到的强者，要么做人豪迈，会主动分享资源，就跟自己一样。这样的群友，他真希望能再多来几个。灵动，你们都要走了吗？那我也走了。刚摘完1株灵草的灵动这时也发来了一条弹幕：萧炎，我们在冰火道门口集合，到时候大家一起闯关，也好有个照应。对了，朱兄人呢？他怎么还没动静？朱晨，灵动，朱兄上次不是要找你炼制大量炼体丹来的吗？我估计他肯定是想在这里多找一些灵草给你，所以才没空看群里的信息。萧炎，不是吧？他这么拼，那我们怎么办？要不要等等他？灵动，我无所谓。韩兄，你怎么看？韩立，殿下还是那句话，虚天殿开启时间有限，既然我等现在联系不上朱道友，那在下认为我们可以先继续闯下去。若是我们在内殿找到一些朱道友用得上的东西，可以给他留着。韩立在沉默了一会后，给出了一个十分中肯的建议。萧炎和灵动都觉得他这主意不错，于是立刻执行起来。几个时辰后，萧炎他们3人先后抵达了冰火道入口。在寒冰道和熔岩道的选择上，萧炎没有犹豫，果断选择了后者。他有青莲的星火护体，在那地心岩浆都敢潜泳，自然不惧这区区的熔岩道。灵动虽然没有异火，可却修炼了朱晨的朱雀宝术，对于高温火焰已经有了一些抗性，因此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熔岩道。韩立就更不用说了，那熔岩道里有他需要的铁火饮，所以他肯定是要走这条路的。对了，在下这里有些辟火法器，林道友和萧道友可以任选几件，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韩立见灵动和萧炎也选择走熔岩道，于是立刻从储物袋里取出了一些辟火法器。这些法器都是他刚刚在过来的路上从那些修士的储物袋里整理出来的，差不多有10几件，其中以辟火衣、寒冰珠和灵犀配的防护性最佳，足够他们通过熔岩道了。然而当他们装备完辟火法器，走进那熔岩道后，却是惊讶地发现，这熔岩道里面的温度居然跟外面差不了多少。这里虽然有遍地的岩浆，但那些岩浆已经全部凝固，如今只剩下了一大片黑乎乎的火山岩还在那里散发着余温。韩兄，这虚天殿的熔岩道难道就这种程度吗？萧炎一脸懵逼地看向韩立问道。刚才韩立在分给他们辟火法器的时候，把这熔岩道说得异常危险，就连空气中都携带着火毒，为此他也拿了2件辟火法器以防万一。结果没想到这熔岩道居然只是一处火山岩地，奇怪，不应该啊。韩立此刻也是一头雾水，他记得原著中的熔岩道可不是这样的，
难道朱晨上次给他的那本《凡人修仙》小说内容出错了？我们先去前面看看再说。韩立轻喃一声，旋即立刻施展遁术朝前方飞驰而去。萧炎跟灵动在对视一眼后，也果断跟了上去。三人掠过脚下的熔岩地，很快来到了一片黑色的沙漠地带。就在这时，韩立忽然间感应到了什么，身形一顿，毫不犹豫地唤出了是金虫群。萧炎跟灵动一开始还不知道他想干嘛，直到远处飞来一群遮天蔽日的黑蚁，这才恍然大悟。两人刚想出手，却被韩立拦了下来。两位不必动手，在下的是金虫专克这些铁火蚁，就让这些是金虫去对付他们吧。说完，他便驱使虫群朝前方那片铁火蚁杀了过去。在是金虫群的开路下，韩立三人开始快速朝熔岩道深处行进而去。路上不断会有铁火蚁群从附近围聚过来，但最后他们都成了是金虫的养料，全被是金虫啃了。然而随着他们不断深入熔岩道，敏锐的韩立终于是发现了一些问题。这里的铁火蚁群似乎之前才刚刚被人唤醒过，也就是说有人跑在了他们前面。结合这熔岩道内炎火莫名消失的情况，韩立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朱晨。韩立带着朱晨，朱道友，你是不是已经走过熔岩道了？韩立立刻在群里艾特了一下朱晨，想要确认一下自己的猜测。然而看到他发出来的信息，萧炎跟灵动却是先愣住了。朱晨不是还在后面采摘灵草灵果吗？怎么突然就跑到他们前头去了？萧炎张了张嘴，正准备开口问些什么，但就在这时，聊天群里又出现了一条弹幕：朱晨，我已经在虚天顶这边了，你们从熔岩道进来后，可以先去藏宝阁内收取法器，也可以直接来内殿，内殿的路我都给你们打通了。我去，朱兄他竟然都跑到内殿去了，刚刚是谁说他还在后面摘灵草的？萧炎看到这条弹幕后直接惊呆了，他本以为朱晨还跟在自己后面，没想到对方现在都已经跑到内殿去了。灵动尴尬的挠了挠头，看来朱兄他的速度还真是快啊。两人正说着，却见朱晨又发来了一条信息：朱晨，对了，萧炎，虚天顶附近的前蓝冰焰已经诞生出火种，能够让焚诀升级，你可以尝试着去吸收一下，就是难度有点大，你最好让药老帮你一把。萧炎看到朱晨这条弹幕后当场乐疯了，这虚天殿内居然还有能让焚诀升级的火种，妈的，这个副本果然是奔着他来的。萧炎，多谢朱兄告知，我马上就来。在群里对朱晨表示感谢后，萧炎立刻迫不及待地朝内殿狂奔而去，灵动紧随其后。韩立还要培养自己的是金虫，无法立刻脱身，但也加快了手里的动作，让是金虫群更加卖命地啃食起了那些铁火蚁。与此同时，虚天殿内殿吸收完前蓝冰焰的朱晨已经回到了石台之上，那口虚天鼎也被他一起抬了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拿走虚天鼎里面的东西，只是从中抽取了一颗补天丹送给了紫菱。这补天丹能够改善修士的灵根，但他所修之道并不需要这种东西，拿之无用。至于虚天鼎内的其他东西，他也看不上眼。那虚天鼎看似是通天灵宝，实则就是一把钥匙，人家10号后期都拿几道神兵独断万古了，他总不能拿个这玩意去碰吧？那可太掉档次了。我准备回去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此间事了，朱晨也终于到了跟紫菱分别的时候。说实话，他心里还真有些不舍。这紫菱乖巧懂事，在路上虽然没有什么言语，但却一直在身后默默地帮助他，这些朱晨都看在眼里。可惜现实是残酷的，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无法长久待在这。每个世界都有天道规则，他凭借聊天群跨界来此，虽可暂时蒙蔽天道窥测，但若是长时间待下去，肯定会有被发现的风险。我准备回妙音门。紫菱犹豫了一下后说道，他以为朱晨是要回灵界了，故此也没有强留对方。在他眼里，自己跟朱晨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这次在虚天殿能够得到朱晨的庇佑，来内殿拿到一颗补天丹，这已经是一份天大的机缘了。其他的事情他根本不敢奢求。行，那在临走之前，我再送你点东西吧。朱晨带着紫菱来到一处已经荒废的传送阵上，随后抬手打出一道法力注入其中，刹那间，两人脚下的传送阵顿时开始运转起来，光华四溢，灵犀涌动。下一秒，朱晨跟紫菱便被传送到了一处灵气浓郁的石室。这间石室并不大，但布置却十分精奇，整个石室分别由10根造型奇特的玉柱支撑着，墙壁上都刻有凤凰和龙形的图案，看上去极为精致。不过朱晨此刻的注意力并没有在这些东西上面，而是被石室中央的那口灵池吸引了过去。因为那口灵泉中此时正有一位肌肤胜雪的长发女子在沐浴。袁瑶，这家伙怎么也进来了？朱晨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正在沐浴的女子，只不过他有些想不明白，外面有一群元婴老怪守着，紫菱能跑进来也就算了，没想到这个女人也跟着跑进来了。合着那群元婴老怪全他妈是吃屎的吗？一群人看门，结果竟让好几个结丹修士溜了进来啊！当朱晨跟紫菱来到这间石室的时候，正在沐浴中的袁瑶也是立刻注意到了传送阵这边的动静，看到有2个人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还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他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尖叫。不过当他看清楚朱晨的面容后，那张已经被泉水打湿的小脸又瞬间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情。朱晨之前在殿外一拳砸死一个元婴修士的画面，他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完了完了，这可是一个实力堪比化神期修士的化形大妖，我怎么会在这里碰到这个家伙呢？袁瑶紧绷着身体，脑海中一片空白。这时他忽然注意到了站在朱晨身边的紫菱。咦，那不是乱星海庙阴门的门主吗？他怎么会跟在这位前辈身边？难道这位前辈也是个好色之徒？心里这么想着，袁瑶也是立刻给自己找到了一条活路。他急忙从灵泉中站起身来，然后正面看向朱晨，深深抱拳一拜：前辈，只要你不杀小女子，小女子愿意为奴为婢，永远侍奉你。袁瑶此时也是没办法了，他还要复活自己的师姐，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倘若这位前辈肯放过自己，自己牺牲色相又有何妨？看着袁瑶那完美无缺的身材，朱晨也是微微愣神了一瞬，没想到自己一进来就能看到如此香艳的画面，这尼玛是不付费就能看的东西吗？紫菱安静地站在一旁，没有说话。修仙界实力为尊，一个强大的修士身边有几个侍妾或炉鼎可太常见了，他可不会因为朱晨身边多几个女人而滋生出那种小女人心态。虽说他此刻心里确实很不是滋味，但这是修仙界无数万年来一直在维系的规则，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他也没有资格去改变。紫菱，你想要一个奴婢吗？朱晨从袁瑶身上收回目光，随后转头看向紫菱问道。这袁瑶虽然主动倒贴，但她可不是那种禽兽，更何况紫菱还在这里呢。自己要是当着紫菱的面跟袁瑶乱来，那成啥了？紫菱明显被朱晨此刻说的话愣了一下，不过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急忙转身看向朱晨道：前辈，这位道友能够来到这虚天殿内殿，想必也不是那种泛泛之辈，紫菱身边不缺奴婢，如果这位道友愿意的话，紫菱愿跟他以姐妹相称。他们妙音门女修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朱晨刚刚在看袁瑶时的神情变化，他可是瞧得一清二楚。对方明明是想要把面前这位身材绝艳的道友收入后宫，问自己缺不缺奴婢，估计也是为了找个借口罢了。不过即便是这样，紫菱心里还是很高兴，至少对方肯问自己这个问题，说明他也很在意自己的意见，是在尊重自己。这要是换成其他的化神修士，估计都不会来征求他的意见。姐妹吗？也好。朱晨并不知道紫菱心中所想的事情，他见紫菱想要跟袁瑶以姐妹相称，便是立刻询问起了袁瑶的意见。袁瑶道友，你可愿成为我道侣的姐妹？小女子愿意。袁瑶此刻哪里敢拒绝，当即点头应了下来。姐妹也好，世界炉鼎也罢，只要能够活命就行。见袁瑶如此识趣，朱晨也没有为难她。本来这里的万年灵乳他是准备全部拿走的，但现在他只拿走了一半，另外那一半就权当是给对方投诚的奖励了。至于那养魂木，这是袁瑶复活其师姐眼里的重要道具，朱晨深知这一点，所以并没有拿走，而是只取走了上面的几节根须。养魂木寄养残魂靠的是主木身，缺掉根须并不会影响其作用。多谢前辈赏赐。袁瑶见朱晨将此地一半的珍贵资源让给自己，不禁有些受宠若惊。他本以为自己这次能够活下来就已经很好了，没想到还拿到了这养魂木的主身和一半万年灵乳，这对他来说可是天大的机缘。朱晨拿走那根养魂木后，这内殿第二层的上古禁制也在同一时间被触发了，他们三人被瞬间送出了虚天殿。不过在回到乱星海的时候，朱晨身边就只剩下了一个袁瑶，紫菱已经不见了。前辈，从虚天殿取宝后被传送出来的修士会随机出现在千里之内的不同地方，紫菱道友应是传送去别处了。看到朱晨在环顾四周，袁瑶还以他不了解这虚天殿的传送机制，赶紧解释了一句。朱晨张了张嘴，刚想说些什么，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瞬间落到了自己身上。这股气息自天穹之外而来，仿佛跨越了时间长河和无尽虚空，古老而沧桑，带着一股无法磨灭的意识。这是此界的天道。朱晨紧锁眉头，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处理。袁瑶道友，带我去青阳门吧。朱晨转身看向袁瑶，用不容拒绝的语气说道。袁瑶闻言明显愣了一下，前辈此言何意？袁瑶不明白。朱晨淡淡开口，你不是跟那青阳门有仇吗？既然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那我自是要为你出头的。什么呀？我没多少时间了，赶紧带路。是，前辈。袁瑶见朱晨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银牙一咬，不再犹豫，果断指出了青阳门所在的位置。朱晨看了一眼袁瑶所指的方向，旋即背后双翼猛地一震，在揽住袁瑶的同时，身体已经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天际尽头。从虚天殿海域到青阳门距离不算近，按照正常的结丹修士，全速飞行也得半个月左右，但朱晨凭借朱雀宝术的流光之术，硬生生的将这个时间缩短到了2天半。在第3天的时候，他跟袁瑶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青阳门上空。这青阳门内有元婴中期修士坐镇，其地位在乱星海也算有些名气。不过朱晨可不管这些，他在跟袁瑶确认了一下地方后，便是当即催动8大神环动天，将一头遮天蔽日的烈焰朱雀显化而出，直接撞向了青阳门的山门大阵。轰隆隆！当那只朱雀狠狠撞击在山门大阵上的瞬间，整座青阳门顿时剧烈的震动起来，无数的洞府门楼在顷刻间被土崩瓦解，形同末日。随后在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中，
这座能够抵挡元婴后期修士的超级大阵，竟被直接撞成了漫天的灵晶碎片。朱晨显化出来的那只朱雀也碎了，但那些散落下来的火雨却是在下一秒又化作了无数颗宛若陨石一般的火球，带着铺天盖地的气势，瞬间笼罩了整座青阳门所在的山头。大胆，何人来此？竟敢毁我山门！尔等难道不知这里是逆星盟的地方吗？这时，一声厉喝突然从青阳门内传来。青阳门的老祖出关了，他带着座下几个结丹弟子从山门内飞出，试图截杀来犯之敌。朱晨面无表情地扫过那些人，旋即伸出手掌向下，轻轻一压，劲火焚空，火雨降世，焚尽一切污浊。刹那间，所有的火球顿时倾泻而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落向了青阳门山头。火雨所过之处，所有的一切都被烧成了虚无。那位青阳门老祖还想施展手段阻止这场火雨，但最后也被朱雀神火烧成了飞灰。那些结丹修士和筑基修士就更不用说了，但凡是被火雨沾染到的人，不论修为如何，全都被当场烧成了灰烬，无一幸免。抬手间毁掉一座有元婴修士坐镇的宗门，这就是化神修士的实力吗？看着那正在被熊熊烈火吞噬的青阳门全宗，袁瑶整个人都呆住了。之前朱晨在虚天殿轰杀那星宫长老的时候，他虽然也很震惊，但却远没有此刻这般震撼。因为杀掉一个元婴修士和灭掉一个有元婴修士坐镇的宗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何况上次那个星宫长老还只是元婴初期修为，而如今坐镇青阳门的这位老祖，那可是元婴中期啊！袁瑶道友，这些东西麻烦你带去妙音门，交给紫菱。朱晨大手一挥，将青阳门内所有的修炼资源卷入几个储物袋，将之送到了袁瑶面前。乱星海的势力错综复杂，前有星宫，后有逆星盟，紫菱一个人恐怕难以支撑起整个妙音门。朱晨无法长时间待在这里，因而只能在临走之前，在资源上给予紫菱一些帮助。至于这袁瑶，此女重情重义，修炼天赋也不错，有她辅佐紫菱，朱晨也能安心一些。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在离开之前特地跑来这里灭掉青阳门的主要原因。一来是为了掠夺资源送给紫菱，二来则是彻底解除袁瑶身上的危机。不然青阳门这帮人要是知道袁瑶在妙音门，势必会对紫菱不利。前辈不打算回妙音门了吗？袁瑶接下那些储物袋后微微愣了一下，他已经从朱晨的话中听出了对方要离开的意思。朱晨点点头，我要回去了，不然……轰！话音未落，只见一道紫色劫雷突然破开苍穹，以肉眼难见的速度劈了下来。让开！朱晨推开袁瑶，同时抬手打出一道白雷，跟那道从天而降的紫雷碰撞在一起。他的这道白雷取自酸泥宝树，同样蕴含着一丝劫雷之力，但是在这道紫色劫雷面前，却是被瞬间击散了。不过那道白雷的阻击也同样抵消了一些紫雷的落势。朱晨趁机发动朱雀宝术，这才将其彻底击散。妈的，老子不过是灭了一个下三滥的垃圾宗门而已，这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赶我走了吗？朱晨本来都已经打算要回去了，没想到此界的天道意识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对他出手，这让他心中不禁升起了一阵怒意。经过这2次的天道感应，朱晨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这个世界的天道意识注意到了，无非就是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却牵扯到了这个世界的诸多因果。他在这里牵扯到的因果越多，被天道抹除的几率就越大。而刚刚那道紫色的劫雷就是对他的警告。朱晨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还无法与此界的天道抗衡，不过世人都有3分火，既然此界的天道已经对他动手，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你嫌我牵扯到的因果太多是吧？好，那我就引动更多的因果，看你能拿我怎么样。朱晨仰天大喝一声，随后目光下移，瞬间落在了不远处的袁瑶身上。前辈！袁瑶注意到朱晨那火热的眼神，顿时意识到了什么，那张精致的小脸不经意间僵了一下。袁瑶道友，你之前在虚天殿说过要做我的奴婢，永远侍奉我左右，此话可还当真？朱晨毫不避讳地问道。袁瑶也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小孩子了，他见朱晨这般问道，就知道自己这次肯定是要有所牺牲了，于是立刻对着朱晨恭敬一拜道：前辈与我有大恩，只要前辈不嫌弃袁瑶区区一副皮囊，前辈喜欢拿去便是，不过袁瑶有一事相求，还请前辈成全。朱晨目光闪烁，一说。袁瑶咬了咬那薄如蝉翼的粉唇，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决绝之色，他目光坚定地看向朱晨，再次抱拳道：还请前辈在采补完袁瑶之后，将袁瑶身上的养魂木带走，下次若是有机会，恳请前辈出手将我师姐复活。采补！听到这2个字，朱晨顿时笑了出来。你放心，我不是拿你当炉鼎，我要你做我的道侣。什么道侣？朱晨的这个回答直接把袁瑶干懵逼了。前辈不是已经有道侣了吗？是谁说道侣只能有一个的？你若是愿意，以后也是我的道侣啊！这袁瑶此刻的心情就跟当时的紫菱一样，整个人都是懵的。他从没想过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化神修士的道侣，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结丹修士，又没有什么背景，何德何能啊？你若不愿意那就算了，记得我之前对你的嘱托，回去之后好好辅佐紫菱。见袁瑶犹豫，朱晨也没有多相逼，对方身上虽然有着诸多因果，但他不是千寻疾，强迫别人的事情绝对不会去干。这次就让这个世界的天道再嚣张一下好了，等他下次回来，定要亲手轰碎此界的天道。
朱晨打开聊天群，就准备跨界回去，不料这时袁瑶那怯生生的声音却是突然从身后转了过来。前辈此前赠我养魂木，让我有了复活师姐的希望，这次又远赴数十万里帮我报仇，此番恩情袁瑶没齿难忘。只要前辈不嫌弃袁瑶修为低微，袁瑶愿常伴前辈左右，并以道心立誓，永不离弃，生死相随。袁瑶此刻仿佛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在说完这些话后，竟又在朱晨面前毫不犹豫地立下了咒誓。此咒一旦立下，倘若负咒之人陨落，立咒的人也会同样受到牵连，算是另类的一种魂血献祭了。朱晨也没想到这女人居然会对自己这么狠，这么歹毒的咒誓，说立就立。他回头看向袁瑶，目光笃定地问道：你刚才也看到了，我已经被此界天道针对，随时都有陨落的危险，若前辈陨落，袁瑶也绝不苟活。袁瑶抬头看向朱晨，毅然决然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坚定之色。见此情形，朱晨也不再墨迹，直接飞身来到了袁瑶身前。既如此，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袁瑶俏脸一红，小声的喃道：前辈想要如何？我要你助我修行。什么？袁瑶话还没说完，那张樱桃小嘴就被朱晨直接堵住了。朱晨知道自己这次时间不多，因而故意控制了力度。这一次他只是用了短短2分半钟，就把袁瑶身上的修为之力全部复制了过来。他能感受到自己的体内又出现了一股蓬勃的修为之力，这股修为足够让他去开辟下一个洞天了。但朱晨并没有这么做。从袁瑶身上下来后，他立刻将上次那位星宫长老的元婴和刚刚那青阳门老祖的元婴取出，然后配合此前那些青阳门长老的金丹，全部吞进肚中开始炼化。接着他又将自己的元神分身唤醒，让对方彻底融于自己体内，合二为一。下一刻，只见一股恐怖到令人窒息的血气顿时冲天而起，破开云层，化作一道血柱冲向了穹顶。与此同时，朱晨身上的那8个神环洞天也仿佛是感受到了某种危机，纷纷自动显化而出，以洞天神息之力将朱晨的身体笼罩其中。此时此刻，朱晨的修为虽然还停留在8个洞天，但他的气息却是在融合了元神分身后，在完整的盘古精血酝养下，彻底突破冥文境，迈入到了列阵之境。同时他的肉身之力也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一拳轰出，光是拳风便能掀飞一座山头，将山体生生撕裂。轰！然而就在朱晨融合元神分身的那一刻，一股难以名状的气息也在同一时间自天穹之外降下，瞬间锁定在了他身上。紧接着，在一阵惊天动地的雷鸣声中，只见一道赤色劫雷瞬间从天而降，以摧枯拉朽之势破开那道血柱，直接砸在了朱晨身上。朱晨的身体在顷刻间被那道赤色劫雷包裹，他背后的朱雀羽翼只是坚持了2息时间，就被劫雷撕成了碎片，火翼纷飞。朱晨只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感从体内传来，仿佛自己体内的脏腑和血肉骨架在这一刻正在被这道劫雷一点点的撕裂。妈的，你就只有这点能耐吗？朱晨咬紧牙关，全力抵御着这道赤色劫雷。渐渐的，他的体外出现了一头栩栩如生的朱雀虚影，这是他的本命朱雀，传承自上古凶禽，其祖之威可撼仙王。但是此刻，这头本命朱雀却也在这道赤色的劫雷中一点点的崩解了。轰轰轰！朱晨的本命朱雀在那道赤色劫雷轰击下开始不断崩毁，他的血液在蒸发，肉身在粉碎，就连那遍布四肢百骸的经脉也在劫雷的撕裂下一一化作了齑粉。他的存在此刻正在一点点的被劫雷抹去。劫雷是天道意志的具象化，劫雷想要轰杀他，等于是此界的天道想要将他彻底抹去。凡人修仙世界的天道极为恐怖，就算是成为道祖之境的寒力也不敢与之硬汉。而朱晨如今的修为不过8个洞天，虽说凭借内滴还没有完全炼化的盘古精血，可以让他短暂爆发出堪比列阵修士的实力，但与这天道的力量相比，依旧羸弱的如同蝼蚁一般。朱晨承认自己小觑了这天道劫雷的威力，不过这一切依旧在他的预料之中。那些玄幻小说里的主角不是每一个都能借助雷劫锤炼自己吗？既然这些人都可以，那为什么他不行？是的，他这次就是要借助劫雷的力量，让自己在极限中突破，极尽升华。砰！当朱晨体内最后一滴朱雀圣血被劫雷蒸发的那一刻，他那盘坐在丹田之中，始终在闭目养神的元神分身也在同一时间睁开了双眸。他的元神分身在劫雷的淬炼下，居然渐渐跟本尊融合在了一起。这不是短暂的融合，而是彻底融为一体。他的本命朱雀虽然在劫雷的轰击下消失了，但是体内却出现了另一样东西，那就是他的元神分身。不对，准确的来说，这元神分身此刻已经不能再叫元神分身了，而是成为了他的本命元神。第9洞天开，第10洞天开，盘古精血融。就在本命元神融入本尊的瞬间，朱晨连忙催动体内所有的修为法力，将第9洞天和第10洞天开了出来。轰轰！当这2个神环洞天显化而出的那一刻，朱晨身上的修为气息也在同一时间接连拔升了2阶。然而这还没完，趁此机会，朱晨又接连引出了本命元神那半滴还没有炼化的盘古精血，将之一同融入了自己那正在崩毁的血肉当中。他的血肉被这半滴盘古精血淬洗之后，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快速重组起来。与此同时，
他那10个被神系光环笼罩的洞天，也在肉身开始重组的时候出现了融合的迹象。元神归位，肉身重组，洞天归一。这一刻，朱晨终于是完成了从内到外的蜕变，洗尽铅华，彻底脱胎换骨。上古朱雀虽然厉害，但上限也就是仙王而已。而此刻，他的本命元神已经和本尊彻底融为一体，半低盘骨精血加半低盘骨精血等于完整的盘骨精血。虽说一滴盘骨精血算不上真正的盘骨传承，但也已经有了祖屋之力。而且他的这一丝祖屋之力还是以他自身为重的，并不是传承自其他祖屋。再加上他此前还继承了力之法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算是直接继承了盘骨的力量。毕竟那些祖屋当中可没有人能够继承力之法则，光从这一点而言，他的根脚就比祖屋高了一个层级。前辈袁瑶此刻正站在千米之外，面色沉重地看着被劫雷吞没的朱晨，眼眸中充满了担忧。刚才朱晨被劫雷笼罩之后，他也曾施展手段想要帮助朱晨脱困，可惜他祭出去的法宝和法术一触碰到那道劫雷就直接泯灭了。现在他手里就只剩下了自己的本命法宝，他正在考虑要不要用这件本命法宝去做最后的尝试。尽管他也知道这希望渺茫，但是任何事情若不去尝试，总会留下遗憾。师姐，这位前辈与我有恩，袁瑶不能见死不救，我们此生可能无法相见了，对不起。袁瑶收起手里的养魂木，那双迷茫的眼神开始逐渐变得坚定起来。然而就在他准备祭出自己的本命法宝去做最后一搏的时候，千米之外的那团劫雷中却是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破！当这个字音传开的瞬间，那道原本如雷池般盘踞在千米之外的劫雷，也在同一时间被一股恐怖的力量震散，化作了漫天碎雷。区劫雷，不过尔。朱晨沐浴着雷霆从虚空中一步迈出，身影再次出现在袁瑶的视线。前辈，你还活着！袁瑶激动的大喊。刚才那道劫雷充斥着一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没想到这位前辈被劫雷击中，居然毫发无损。然而就在这时，天穹之上又响起了阵阵轰鸣之声，仿佛有无数人在上面擂鼓，振聋发聩。天上又有劫雷降下来了，只不过这一次它不再是以雷电的形式出现，而是化作了一只遮天蔽日的黑色大手。那只黑色大手从虚空裂缝中缓缓探出，带着浩瀚的天威朝朱晨抓去。这已经不是劫雷了，而是比劫雷更加恐怖的天劫。操！雷劫化形，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朱晨也是晕了，他本以为自己脱胎换骨之后已经足以跟此界的天道碰一下了，没想到对方转手就开了大招，天道化形，以雷霆灭之。这天劫大手的威力，怕是连合体期的修士都能被瞬间轰杀。朱晨转头看向袁瑶，记住我刚刚跟你说过的话，好好辅助紫菱，等我回来。说完便直接化作一道长虹冲天而起，正面迎向了那只天劫大手。轰隆隆！朱晨的身影在临近那只天劫大手的时候突然暴涨开来，顿时化作了一个1000丈高的金色巨人，那是他的法相金身。双方在半空中迎面相撞，爆发出阵阵恐怖的气息，耀眼的光芒瞬间蔓延了整片天空，宛如2颗太阳在空中碰撞，让人瞠目结舌。最后朱晨所化的巨人彻底消散在了空中，连同他的气息也一起消失了。而那只带着煌煌天威的天劫大手也在同一时间化作了漫天雷线，震散了弥漫在天上的云层。完美世界10村木屋。当朱晨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他身上的衣裳已经尽碎，只有一些勉强还能遮体的破布挂在上面，嘴角残留着一丝血迹，看上去略显狼狈。他娘的，这凡人修仙世界的天道简直就是畜生，竟然一下子把雷劫的威力提升了那么多。朱晨骂骂咧咧的从洞天内取出一件新衣服换上，然后又用手肘擦了擦残留在嘴角的血迹。他刚才凝聚出法香金身与那天道大手硬汉虽然受了伤，但最后也是拼尽全力将那只天道大手击溃了。不过他心里也很清楚，凡人修仙世界的天道威力绝对远不止于此，因而在击溃那只天道大手后，他就第一时间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但他并非怕了那修仙世界的天道，只是觉得没有必要继续待在那里了，毕竟那里是他兄弟韩立的世界，他要是继续闹下去就有点喧宾夺主的嫌疑了。你回来了。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柳神来了。我回来了。朱晨转身看向柳神，嘴角挂出一抹淡淡的笑容。柳神美眸微动，目光在朱晨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才继续开口道，才短短10数日，没想到你的修为竟已突破至明文境，看来你在另外那个世界的机缘不小啊。柳神的语气中此刻已经带上了一丝微不可察的惊讶。朱晨离开前的修为不过洞天境，没想到才过去了短短10数天，回来就已经是明文境的修士了，直接跨过了化灵境。此等修炼速度，饶是以他仙王的阅历，也不免有些震撼。还行吧，主要是厚积薄发的原因。朱晨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他这次在凡人修仙世界虽然遭到了天道的劫杀，但是收获也同样不小。首先是在虚天殿得到了乾蓝冰焰，让他所修炼的焚诀等级直接提升到了天阶中级，体内灵气暴涨了一大截。其次是炼化了熔岩道内的炎息，并借助其内的火之灵气突破了一个洞天。此外，他还结交了袁瑶跟紫菱这2位红颜知己，在多子多福系统的帮助下，修为也精进了不少。当然，跟这些相比起来，
他最大的收获还是借助天道劫雷的力量，进行了肉身重塑和洞天归一的过程，并让内元神分身根本尊荣为一体，凝化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本命元神。如今的他虽然没有了朱雀血脉，但却意外将盘古精血彻底激活，拥有了堪比祖物的血脉。更重要的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关系，他身上自带的朱雀宝术并未消失。当然，这也有可能跟他修炼的焚诀有关，毕竟他当时为了让焚诀升级，已经将一丝上古朱雀的本命真火吸收到了焚诀上面。至于他修为暴涨的原因，说起来这也得多亏了那天道劫雷。化灵境一共有3个阶段，分别是肉身重塑、精神重塑和洞天养灵，三者归一便是重塑真我。而朱晨在被劫雷粉碎肉身后，其肉身重组的过程和本命元神归位的过程，刚好帮他完美的走完了这一阶段，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他现在的修为虽然是名文境，但真实战力早已碾压列阵境，即便是面对尊者境的强者，他也有信心击溃。你身上的洞天似乎有点奇怪，能否显照出来让我看看？柳神知道朱晨身上有诸多秘密，因此并没有去深究他修为暴涨的原因，而是话锋一转，开始向他询问起了洞天的事情。因为他刚刚在观察朱晨的时候，感觉到对方的洞天似乎有些与众不同。我就是开了10个洞天，然后将这10个洞天融合归一了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面对柳神的请求，朱晨自然没有拒绝，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身上的唯一洞天映照而出，呈现在了柳神面前。说实话，这个唯一洞天朱晨心里其实并不满意，因为他知道10号是在开了10个洞天后，又融合了肉身洞天，然后才将所有的洞天归一，凝化出唯一洞天的。而他只是开了10个洞天，并没有开出肉身洞天，从理论上来讲，他比10号少了一个，故此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唯一洞天可能不如10号。唯一有些不同的就是他开出来的洞天个个都是独立且唯一的神环洞天，而10号没有。然而柳神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让朱晨瞬间瞪大了眼睛。洞天内显化，寰宇雏形，没想到你已经开出了宇宙洞天。宇宙洞天？这是什么洞天？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此洞天我也未曾见过，但在那遥远的仙古纪元，有人曾以一方小宇宙为仙种，祭炼己身，修出了3道仙气，傲视同代。朱晨知道柳神说的那个人是谁，不过那人是将一方小宇宙炼成了仙种，而他却在洞天就做到了这一点，可见他的潜力绝对要比对方更高。这时柳神又将一块宝骨送到了他身前，这块宝骨正是他此前借给柳神参悟的草字剑诀。此术我已参透，威力不俗，但需领悟剑道真意，方能将此术的威力发挥到极致。柳神缓缓开口，将修炼草字剑诀的一些关键要领告知了朱晨。朱晨知道这些信息可以帮助自己更快地参悟此法，于是立刻向柳神表达了谢意。不过柳神却是话锋一转，又向他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火灵儿走了。在他跨界离开的第3天，火皇亲自带人赶到石村，带走了火灵儿，这让朱晨有些意外。火皇能够找到这里，应该是早就知道自己跟火灵儿在这了，而对方来石村的时候，肯定也看到了柳神。有柳神在，火灵儿的安全绝对可以保证。可火皇为什么还要强行带走火灵儿呢？火皇临走前还留了一封信给你。就在朱晨陷入沉思之际，柳神又将一份信笺送了过来。朱晨打开看了一眼，这才得知火灵儿被带走的原因，原来是百断山小世界即将开启，火皇想让他和火灵儿一同前往百断山历练。信笺的末尾还有火皇特意叮嘱的一句话，对方还希望他在看到这封信后，能够立刻赶往补天阁，从那里的通道进入百断山。朱晨看到这里不禁笑了出来，以他现在的实力进百断山，那不是横扫？其实在朱晨离开的这段时间，石村这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之前去第2祖地的10号回来了，并且还带回来了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10族少年。说起来，这10号也是个执拗的主。朱晨此前都已经跟他说了他父母在不老山，而且他后来也跟柳神证实了这件事。可这家伙最后还是坚持想去第2祖地看看。不过他此行也不是没有收获，除了救回石清风这个苦命人外，他还意外得知了羽族正在全力通缉自己的事情。此外，他在来回途中还猎杀了许多太古遗种，修为精进不少。回来之后没多久就突破到了洞天境，一口气开辟出了3个洞天，把石村村民们都惊呆了。之后他又在柳神的帮助下去了虚神界，在虚神界中连破纪录，打下了赫赫声名。可惜这小子做事太莽撞，后因打碎虚神界石碑，被虚神界封了2年号。朱晨身上虽然已经有了2种师兄宝术，但宝术这种东西没人会嫌多，因而补天阁他肯定是要走一趟的。至于那百断山里面也有诸多资源，他自然也不会放过。柳神，我要走了。朱晨从信笺上收回目光，抬头看向柳神说道。柳神微微颔首，空灵的声音在屋内回荡开来，百断山内亦有机缘，以你如今的实力，此番前去定会有所收获。朱晨望着柳神那绝艳的身姿，心中不禁有所动容。他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忍不住问出了自己很早就想知道的那个问题：柳神，在这无尽岁月中，可有人曾与你并肩而行？柳神闻言明显愣了一下，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朱晨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神识海中还有很多记忆没有恢复，尤其是关于仙古纪元的那一段记忆，
总是模糊不清。他只知道自己以前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是那些人最后都死了，没有轮回，没有转世，真正的消失在了岁月长河中。那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充满了黑暗。柳神每想到此处，便会陷入无尽的悲伤。我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柳神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悲凉的神伤。是吗？那你好好恢复，我先走了。等哪一天我屹立在9天之上，有了与你并肩而行的资格，再来问你这个问题。柳神的这个回答在朱晨的意料之中，故此他也没有多言。在留下这句话后，便是直接从洞天中取出天马车架，离开了石村。与我并肩而行吗？柳神站在屋外，摇手望着朱晨离开的方向，那张清冷孤傲的脸上第一次有了动容。朱晨屡次提起并肩而行这4个字，他又何尝不明白对方的用意？在他的记忆中，今天还是有人第一次在自己面前说出这样的话，他很意外，也很惊讶，但心里更多的还是那股难以抑制的伤感。屹立在9天之上又如何？能与他并肩而行又能怎样？若渡不到界海彼岸，他们这些人最终也还是会在岁月的长河中化作一捧黄土，永坠黑暗。朱晨此刻并不知道柳神心中所想的事情。他在离开石村后，便是根据火皇此前在信笺中留下的地图赶去了补天阁。石村跟补天阁同在荒域，但两者之间却是相隔了100万里之遥。以朱晨的天马座驾飞行速度，差不多要走10天才能抵达补天阁。当然，如果他选择去就近有传送阵的城市，也可以大幅度缩短这个时间。只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打算在去补天阁的路上，先把柳神之前赠予他的那几个宝术和草字剑诀参悟一下。柳神法、真皇宝术、草字剑诀、6道轮回天功，这4种宝术功法，若是放在外面，每一件都能引起各大诸教势力的争抢，哪怕是在上界9天实地，也足以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然而此刻，朱晨手中却是同时握有这4种宝术，这要是被那些不朽大教知道，怕是的羡慕到吐血。柳神的柳神法和真皇宝术主要以涅槃法为引，朱晨此前得过柳神指点，再加上有元始真解辅助，参悟起来并不难。而6道轮回天功乃是至尊殿堂的传承功法，此术里面蕴含着至尊殿堂历代道主的心得感悟，以朱晨的天赋，想要学会也不难。唯一有些棘手的是那草字剑诀。柳神之前虽然给了他一些提示，需要以剑意为引，去悟此法奥妙中的要领，但是这剑意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领悟的。有人顿悟剑意只需一瞬间，可也有人终其一生也未能悟其分毫。朱晨此前以无敌道意外顿悟拳意，修出无敌拳式，一拳可裂虚空，一拳可撼星辰。修至大成后，甚至能够一拳截断岁月长河，纵横古今未来。因为有此经历，所以他知道想要领悟剑意的难度有多高。朱晨用了3天时间参悟柳神法和真皇宝术，初步掌握了这2种法，之后又用了5天时间学会了6道轮回天功。但是唯独这草字剑诀，他足足参悟了2天，依旧是毫无头绪。这时朱晨忽然想起了韩立，这货的本命法宝是青竹风云剑，所修功法又是青元剑诀，或许会对剑意有所了解。想到此处，他便立刻打开聊天群，在群里艾特了一下韩立。朱晨带韩立，韩道友在吗？韩立，朱道友何事？韩立很快在群里给出了回复。朱晨见状也是毫不客气，直接在群里向他提出了关于剑意的问题。不过让朱晨没有想到的是，这韩立对剑意和剑道的理解简直是粗鄙不堪，他甚至连剑式也不懂。在他眼里，剑就是一种法器，不管是剑诀还是剑法，亦或者是剑阵，都是以锋利和数量为主。只要自己的神念足够强大，能控制比别人多的飞剑，便能料敌先机，破敌于一瞬之间。总之就是一句话，谁能控制的剑多，谁的剑质量好，谁就厉害。韩立，朱道友，你觉得在下对剑道和剑意的理解如何？朱晨，你的理解很好，但下次别再建议了。听完韩立对剑道和剑意的理解后，朱晨差点就被他带偏了。妈的，用剑的数量和质量去压制敌人，有剑招就放剑招，有剑阵就放剑阵，主打一个狂轰滥炸，这能叫剑意吗？你丫的，这是在拿自己的顶级装备欺负那些垃圾装备的老实人，好不好？萧炎，朱兄，我记得你不是不用剑的吗？怎么现在也开始玩剑了？看到朱晨和韩立在群里聊剑，萧炎也适时的把话插了进来。朱晨，我刚刚得到了一本剑诀，威力不俗，但是想要参悟此法，需要有剑意为引。我之前没有碰过剑，所以想来找人聊聊，从中感悟一番。朱晨毫不避讳的说道。如今这聊天群里都是些值得交心的人，因而他在说话的时候也没了太多顾虑。萧炎，剑哪有火好玩？你什么时候想玩火了就来跟我说，我教你。不瞒你说，自从学了元始真解后，我发现自己现在玩火强的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萧炎在群里自信满满的发出弹幕，嘴角都快笑歪了。前几日他在虚天殿内殿靠药老的帮助，成功炼化了那前蓝冰焰，不但让焚诀境阶到了地阶高级，修为也大有增长。如今的他已经是一名5星大斗师了，这在以前他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要知道，如果按照原著小说的剧情，他现在也就是一个6、7星的斗师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这前蓝冰焰后，
他在融合青莲的星火和那子精翼狮王的兽火，已经能够做出3色火莲了。如果再加上他老师的古灵冷火，那就是4色火莲。萧炎上次尝试过这4色火莲的威力，一下子炸掉了一整片山脉。按照药老的估算，这个4色火莲的威力已经足以跟天阶低级斗技相媲美了。就算是斗尊强者挨上一下，也绝对是非死即残的下场。朱晨，王火用不着你教，我现在要的是懂剑意和剑道的人。萧炎，那太可惜了，我不懂剑，恐怕帮不了你。不过你上次要的炼体丹我已经炼制出了一批，要不要现在发给你？朱晨，可以，你先发过来吧。萧炎，好。萧炎发出最后一条弹幕后没多久，朱晨就收到了一条提示信息，提示萧炎向你发来了炼体丹154瓶。朱晨瞳孔一缩，竟然有154瓶炼体丹，看来药老最近的灵魂力量恢复的不错呀。朱晨打开药瓶闻了闻，药香扑鼻，血气浓郁，果然是药老出品。这些炼体丹对他来说效果已经不大，但是对火灵儿应该还能有点用处。如今补天阁马上就要到了，火灵儿就在那里，到时候这些炼体丹或许可以让他的修为更进一步。灵动，朱兄，我觉得你要是想找人请教剑道和剑意的话，可以去找王林兄弟，他的修为那么高，应该懂这个东西。这时喜欢凑热闹的灵动也在群里发来了一条信息。朱晨见状不禁陷入了沉思，王林的剑道修为确实不错，可是据他所知，对方的剑道修为应该是在问鼎之后才开始崭露头角的，现在估计也就跟韩立那家伙差不多，不是拿剑硬砍，就是用极品灵石给仙剑充能强劈，没有丝毫剑道意境可言。问了估计也白问。千仞雪群主，如果你想要找人请教剑道和剑意，我这里有个人选可以推荐给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就在朱晨沉吟之际，许久未在群里说过话的千仞雪突然发了一条弹幕出来。朱晨，你说的那人是陈星吧？朱晨自然知道千仞雪推荐的那个人是谁，在斗罗世界，若要论剑道修为的话，恐怕也就只有那剑斗罗陈星了。千仞雪，就是他。我知道以你的实力肯定不会看上他，但如果你只是想要请教剑意和剑道上的问题，他或许可以给你解惑。千仞雪曾经以雪清河的身份拜宁风致为师，在宁风致的引荐下，他也有幸接触过几次七宝琉璃宗的剑斗罗。在他眼中，那陈星的实力或许不是最强的，但是他在剑道上的造诣已然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在斗罗世界无人能出其左右。对方只要站在那里，哪怕不散发出魂力，不动用武魂，整个人也有如一柄出鞘的绝世利剑，锋芒逼人。朱晨，这陈星确实是一个剑道大师，那我就去会会他吧。朱晨思索片刻后回了一句，斗罗世界的位面等级虽然不高，但是里面的人才还是有不少的，而那剑斗罗陈星就是其中一个。对方在剑道上的造诣绝对不会比那些高玄世界或仙侠世界的剑修弱。朱晨现在求剑若渴，加之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人选，索性直接跨界去了斗罗世界。与此同时，斗罗世界落日森林深处，千仞雪正带着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朝冰火两仪眼所在的地方赶去。前几日韩立在群里私聊找到他，说是冰火两仪眼那边的仙药已经可以采摘了，为了帮助群友，同时也为了过来见识一下这个奇特的风水宝地，他便亲自带着2位心腹斗罗来到了这里。然而就在他们靠近冰火两仪眼的时候，千仞雪前面的虚空突然出现了一阵宛如水纹涟漪般的扭曲感，随后一个俊朗非凡的少年从虚空中一步迈出，来到了千仞雪身前。少主小心，保护少主！蛇矛斗罗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一脚踢出手中长矛，矛尖带着锋芒，犹如一条银蛇直逼朱晨而去。一旁的刺豚斗罗也在同一时间将千仞雪护于身后，并毫不犹豫地亮出了自己身上的9个魂环。定！朱晨伸出右手，用食指和中指轻描淡写地夹住了蛇矛斗罗刺来的矛头，接着微微一用力，便将对方手中的蛇矛弹飞出数千米，最后直挺挺地插在了一棵参天大树上，矛身震动不已。什么？蛇矛斗罗瞳孔骤然一缩，看着自己那双颤抖的手掌，他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之色。眼前这少年能用2根手指夹住他全力刺出去的蛇矛也就算了，居然还强行弹飞他握在手里的蛇矛，这是何等的力劲！第9魂技！刺豚斗罗见势不妙就准备开大，却被身后的千仞雪一把拦了下来。住手！那是我的朋友。什么？他是少主你的朋友？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同时回头看了过来，两人的眼神中全都充斥着惊骇之色。千仞雪在天斗帝国潜伏期间，一直都是他们2个在暗中保护，对方平时结交了什么人，他们都一清二楚。但眼前这位实力强到可怕的少年，他们可从未见过。你们2个先退下吧。千仞雪冲着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点点头，旋即连步微移，主动站到了朱晨身前，轻声开口道：“你是朱晨吗？”千仞雪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意外。自从来到那个神秘的聊天群后，他曾幻想过好几次朱晨的样子，可他万万没想到对方居然会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少年。不然你还以为是谁？朱晨笑着耸了耸肩，同时他的目光也落在了千仞雪身上，开始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此刻的千仞雪并没有任何伪装，只见她穿着一件灿金色的工装长裙，一袭金色长发很随意的披散在身后，没有仔细梳理，
与他那一身整齐的工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一种凌乱却又不失精致的强烈顿挫感，很有视觉冲击。其实你这个样子挺好看的，何必整天伪装成一个男人的样子呢？为了区区一个天斗帝国，你完全没必要这样委屈自己。朱晨脱口而出道，他并不是在恭维千仞雪，而是在陈述一件事实。千仞雪女扮男装的目的是为了拿到天斗帝国的统治权，但是在他眼里，对方只要随便在聊天群里下载几个不错地功法，就能横扫斗罗世界了，根本不需要再去用这些小手段。用奇淫巧计夺来的权力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唯有实力打下来的江山，才能力压群雄，震慑宵小。朱晨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观念告诉了千仞雪，然而千仞雪却是有着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用武力夺权固然简单，可那样会有不少魂师因此丧命。若是战争一旦爆发，势必会让整个斗罗世界生灵涂炭，那不是他想要的。他现在伪装成雪清河，潜伏在雪夜大帝身边，虽然麻烦，有时候甚至还要做一些违心之事，但却能避免很多伤亡。因为只要雪夜大帝驾崩，他就能顺利的继承天斗帝国，届时他们武魂殿就能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天斗帝国了。千仞雪的愿望是通过和平手段让武魂殿成为斗罗世界唯一的势力机构，从而让全大陆实现统一。这样一来，像星罗帝国和天斗帝国这样有着自己皇朝统治的国家就能永远止戈了。此外，他还要废除现如今的家族制度和宗派制度，将斗罗大陆打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盛世。到那时候，那些皇亲贵胄将没有特权依赖，家族子弟没有关系可走，所有人的起点都是一样的，公平公正。你的理想很崇高，希望你能成功。见千仞雪坚持己见，朱晨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他从千仞雪手中拿来天斗帝国周边的地形图后，就准备直接前往七宝琉璃宗。然而就在他转过身去的那一刻，一把红芒闪烁的大锤突然横空而至，带着刺耳的破风声，猛地朝他这边砸了过来。少主小心！蛇矛斗罗眼疾手快，在那大锤砸来的瞬间，立刻凝聚魂环之力，将手里的蛇矛刺了出去。第五魂技雷鸣爆碎杀，雷霆长矛与大锤碰撞在一起，电光炸裂，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响彻了整片落日森林。该死，是昊天锤！蛇矛斗罗暗道不妙，他刚想借助毛身卸力，但还是晚了一步。杀神领域昊天九绝阵！一个愤怒的声音从森林深处响起，同时裹挟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杀意，将朱晨跟千仞雪等人笼罩其中。冰冷的气息快速扩散开来，这是领域的力量。蛇矛斗罗只感觉自己手中的长矛好似被一股恐怖的力量压制，身躯一震，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身体更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顿时倒飞了出去。而那昊天锤在震飞蛇矛斗罗后，依旧去势不减，继续朝朱晨和千仞雪这边砸了过来。然而就在下一秒，一只手掌突然伸出，直接将那势如破竹的昊天锤抓在了手里。我没去找你们，你们自己倒是先找上门来了。武魂殿，今天就让我来跟你们做个了断吧。这时，一个披着棕色斗篷、满脸胡渣的男子从冰火两仪眼方向迈步走了出来。他的脚每向前踏出一步，都会有一个耀眼的魂环自身上显化而出，缓缓沉入足底，散发出阵阵恐怖的气息。黄、紫、黑、红，一共9个魂环。当那最后一个红色的魂环出现在众人眼前的那一刻，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的心脏蓦然停顿了一下。武魂昊天锤9个魂环的封号斗罗，最后那个还是10万年魂环。在他们的印象中，只有一人同时具备了这3个条件，那就是当年杀了武魂殿教皇千寻疾的昊天斗罗唐昊。他是唐昊，该死，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相互对视一眼，随后立刻冲到千仞雪面前，将千仞雪紧护在身后。少主，待会我们2个拖住他，你找机会先走。蛇矛斗罗神色凝重地叮嘱道，他跟刺豚斗罗已经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千仞雪也没想到唐昊这家伙居然会在这里。他在那聊天群里虽然下载了很多厉害地功法，但那些功法他目前还没有完全掌握，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付这个唐昊。我赶时间，这人要不我帮你们杀了吧。这时一个淡淡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千仞雪转头看去，刚好看到朱晨一把捏碎手里的昊天锤，噗，武魂破碎，唐昊当场受到重创，张嘴吐出了一大口黑血。昊天锤乃是天下第一器武魂，怎么可能会被人徒手捏碎？他双目圆瞪地看着朱晨脚下那已经只剩下一个锤柄的昊天锤，整个人都麻木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此刻不光是唐昊，蛇矛斗罗跟刺豚斗罗也都惊呆了。他们都知道眼前这位来历神秘的少年很强，但却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的实力居然已经恐怖到了这种程度，徒手捏碎一名封号斗罗的昊天锤，这是他们能看到的画面吗？这就是那聊天群群主的实力吗？好强！千仞雪目光闪烁地看着朱晨，此刻的他心里也同样震撼到了极点。朱晨此刻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太强了！这唐昊连他那99级的爷爷都极为忌惮，没想到在对方手里竟变成了一个随手可捏死的蝼蚁。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他有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眼前那碎了一地的昊天锤
却是在时刻提醒他，这就是真的。皎皎战魂锤，巍巍昊天宗，我看也不过如此。朱晨淡淡的扫了一眼那正跪在地上咳血的唐昊，旋即屈指一弹，随着一根柳枝从其体内横穿而过，唐昊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你是那个聊天群的人？唐昊此前听自己那个好大儿说起过聊天群的事情，如今看到朱晨所用的技能不是魂技，顿时便猜出了他的身份。不过遗憾的是，他此时已经连说话的余力都没有了，只能瞪着眼睛，满脸不甘地倒在了地上。你们继续忙吧，我先走了。朱晨回头看了一眼千仞雪，随后身体瞬间化作一道流光，遁离了此地。少主，你这是在哪认识的高人啊？这实力也太强了。是啊，连唐昊都被他随手灭杀了，难不成他就是传说中的神奇？直到朱晨的身影消失在天际尽头，蛇矛斗罗跟刺豚斗罗这才从震撼中回过神来，两人的脸上此刻依旧充斥着难以置信的惊讶。不该问的别问，那人不是你们能够接触到的，赶紧去把唐昊身上的魂骨拆了，我们继续办事。千仞雪并没有透露关于朱晨太多的信息，连忙招呼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收拾起了现场。这唐昊身上的魂骨朱晨看不上，但是对他来说可是了不得的好东西，必须全部拿下。收拾完现场，千仞雪又一把火把唐昊的尸体烧了，来了个毁尸灭迹。等收拾完一切，他这才带着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朝那冰火两仪眼赶去。半个小时后，聊天群内，千仞雪带着韩立，你要的那些药草我都已经帮你采摘完了，现在就发给你是吗？韩立，多谢千道友帮忙，那些药材你先发给在下到时候会给你一些丹药作为报酬的。这些种植在冰火两仪眼附近的仙药极为珍贵，可惜数量太少。为此韩立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当这些仙药成熟后，先截断它们的根茎，然后再用参天造化漏将这些根茎培育活。培育活的根茎到时再让千仞雪帮忙种在冰火两仪眼附近，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有源源不断的仙药拿来炼丹了。提示：千仞雪向你发来了仙品郁金香。提示：千仞雪向你发来了10万年蓝银黄。提示：千仞雪向你发来了。就在韩立思索间，千仞雪已经将那些药草一一送了过来。不过在清点完这些药材后，韩立却发现这些药草中好像多了一株10万年蓝银黄。奇怪，我记得上次好像是没有这株仙药的。韩立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清楚地记得这株名为10万年蓝银黄的仙草当时是肯定没有的，可现在千仞雪却将这株仙草发了过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株仙草肯定是有人在他们三人上次离开后种在了那冰火两仪眼，难不成是那个唐三回去了？韩立，千道友，你这次去冰火两仪眼是不是遇到了那个唐三？千仞雪，那倒没有，不过我遇到他父亲了。韩立，他可有对你不利？千仞雪，他已经被群主杀了。萧炎，漂亮。灵动，这还真是大快人心啊！下梁不正上梁歪，在萧炎跟灵动眼中，唐三的老爸肯定也是那种令人厌恶的无耻之徒。朱晨能将其杀掉，也算是造福诸天万界了。韩立，人已经死了吗？那就好。韩立也是如释重负的松出一口气。唐三他老爸应该是在替唐三看管那片药园，如今对方一死，他终于可以安心的在那里种药了。韩立动手将所有仙药的根茎一一切除，然后用参天造化漏开始培育起那些根茎。至于那些仙药的主身部分，他则是又转手发给了群内的炼丹专业户萧炎，这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与此同时，杀戮之都内，刚刚登上擂台的唐三不知为何缘故，突然感觉到胸口传来2阵剧痛。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最近修炼太辛苦，身体开始出现应激反应了吗？唐三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而，就是他这一瞬间的愣神，却是让他的同台对手找到了破绽。一记流星锤朝下盘袭来，差点就碎掉了他最重要的东西。另一边，七宝琉璃宗的山门外，经过一路的跋山涉水，朱晨终于是根据千仞雪给的那张地图赶到了此地。剑斗罗陈星在吗？在下有事相求，还请现身一见。朱晨的声音在七宝琉璃宗上空徐徐回荡开来，带着一种不容人拒绝的语气，声震四方。这是一种威慑，也是一种警告。很快，一道凌厉的剑影便从下方的建筑群中拔地而起，带着漫天剑气来到了他面前。当剑影散去，只见一个身穿血色长袍、背悬3尺清风长剑的白发男子，已然身姿挺拔地站在了那里。阁下是谁？找我何事？陈星用警惕的眼神死死盯着朱晨，开口问道。眼前这位少年虽然没有亮出魂环，但却依旧让他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可见对方的实力绝非一般。在下前来论剑，希望剑斗罗可以赐教一番。朱晨抱拳直言道。论剑？陈星眉头一皱，阁下的剑道造诣很高吗？朱晨摇摇头，不高，我今天才开始学。他这个回答让陈星不由得抽了抽嘴角，才开始学剑就跑来找自己论剑，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既然阁下才出窥剑道，那么阁下认为剑是什么？剑道又是什么？沉默片刻后，陈星又开口问了朱晨这样一个问题。朱晨不假思索道：剑乃杀人利器，剑道自然是杀人之道。陈星闻言不禁一愣，他没有反驳，因为他觉得朱晨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剑最开始被打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可不就是为了杀人吗？阁下请随我来。
陈星看出朱晨不是来闹事的，于是也没有多言，果断转身飞回了七宝琉璃宗。朱晨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两人先后走进一间偏厅，大门随之紧闭。因为朱晨刚刚闹出来的动静太大，宁荣荣和七宝琉璃宗的其他弟子都闻讯赶了过来，想要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他们还未靠近那间偏厅，就被宁风致和古斗罗拦在了外面。宁风致和古荣都很清楚，一个能被陈星如此重视，甚至亲自去相迎的人，修为必然不凡。若是他们过去惊扰到了那个人，恐怕会给七宝琉璃宗带来不必要的祸端。既然陈星能够独自应付，那就先让对方去处理这件事吧，他们在外面守着便好。朱晨并没有在七宝琉璃宗待太久，2个时辰后，他就告别陈星，转身化作一道流光离开了。正如千仞雪所言，这陈星的剑道造诣确实很高，可惜对方生错了时代。若是他生在那些高阶位面，一剑修道，成就恐怕会更高。在陈星那里，朱晨终于明悟了自己的剑心，知道了何为剑意，何为剑道，何为剑士。简单来讲，剑意即剑心，乃是剑道中最粗浅的意境。持剑者只需明剑之理，利剑之心便可出窥剑意。出剑时若有剑意加持，威力可倍增。而剑道则是已经接触到了另一个层次。规则，剑的规则，陈星目前就处在这个境界，只是还未修至大成。到了这个境界的剑修，理论上已经可以不用再借手里的剑出招了，因为在他们眼里，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被称之为剑，哪怕是一滴雨水，或者是空气中吹来的一抹微风，都能在他们手中变成一柄无往不利的绝世宝剑。陈星最强的那招我身如剑，人剑合一，便是此道的具象化。至于剑势，顾名思义，就是气势上的体现，没有具体划分。因为剑有强势，也有弱势，一切都得看持剑者在出招时的势当如何。你若剑势如虹，自可一剑斩灭星辰，破尽森罗万象。朱晨觉得这剑势所指的意境，跟自己所修的无敌道似乎有点异曲同工之处，只要一往无前，便能所向披靡。朱晨离开后，陈星也很快从屋内走了出来。早就守在外面的宁荣荣见状，立刻激动地跑了过去。剑爷爷，刚刚那个人是谁啊？竟然让你亲自出面相迎，他好大的架子！宁荣荣的语气中充满了惊讶和不解。他记得自己的剑爷爷一直都是那种很骄傲的人，哪怕遇到的对手再强，也绝对不会妥协。怎么今天那个人一来，只是喊了一声自己这剑爷爷，就老老实实的出去相迎了呢？剑叔，那名少年你认识吗？这时宁风致也跟着走了过来。古荣站在后面没有说话，但他此刻的神色却是显得异常凝重。宁风致他们修为不够，或许没有感受到那名少年身上散发出来的压迫感，但他刚刚可是深切的感受到了，那少年身上的气息已经远远凌驾在了自己跟陈星之上，哪怕是那99级的绝世斗罗也远远不及。他能够理解陈星方才的行为，因为如果换成是他的话，不到万不得已，也绝对不会贸然对那少年出手。他说他叫朱晨，但我不认识他。陈星目光凝视着朱晨遁离的方向，过了许久才缓缓开口：朱晨，此人是谁？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宁风致眉头紧锁，努力回忆着斗罗大陆上的那些强者，可最后却是依旧没有想到任何一个封号斗罗是叫这个名字的。就在这时，站在一旁的宁荣荣突然想到了什么，满脸惊讶地看向宁风致问道：对了，爸爸，我听说武魂殿有位武供奉，虽然已经90多岁了，但外貌却是依旧如同小孩一般。刚刚来我们七宝琉璃宗的，该不会就是那位武供奉吧？不可能是光灵斗罗。古荣开口说道，语气十分肯定，那家伙的魂力等级也就比我高1级而已，绝对不会给我那种压迫感。陈星面色凝重地接过话道：大人虽然不是光灵斗罗，但绝对跟武魂殿有关系。古荣回头看向陈星，你为什么这么讲？是不是那少年跟你说了什么？不错。陈星一脸认真的点点头，他刚才为了感谢我帮忙参悟剑道，给了我一句忠告。什么忠告？古荣跟宁风致几乎异口同声。陈星用凌厉的目光看向两人，神色略显复杂。他劝我们尽快远离昊天宗，千万不要站错了位子。完美世界。朱晨从七宝琉璃宗回来后，因为对剑道有了一些新进感悟，当即便在天马车内参悟起了草字剑诀。这一参悟便是1天1夜。第2天正午时分，朱晨所乘的天马座驾自行落在了补天阁大门外。今天刚好是补天阁广招门徒的日子，补天阁大门外面此刻正围聚着不少前来选拔的修士。这些修士大部分都是自己徒步过来的，只有一些背景雄厚的家族子弟才会有长辈相送，亦或是座驾随行。朱晨所乘的天马车在荒域算是顶尖座驾。那架马车落地后，朱晨人还没下来，周围的修士们便先将目光纷纷投了过去。你们快看，又来了一个座驾随行的家伙。这天马车可是顶尖座驾，据说能日行10万里，只有那些大家族或皇室的人才有。呵呵，不过是一群仗着家族底蕴修炼的20祖罢了。老子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人。这位道友，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听说那众统者11上次来的时候，也是坐这种天马座驾的。众人围在天马车附近，低声议论着。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有人说出众统者11的名字时，人群中一个蓬头垢面的小乞丐脸上顿时露出了蛮不服气的表情。众统者有什么了不起的？看我以后揍不揍他就完事了。说话之人正是前来补天阁拜师学艺的时候。
上次从第二祖地回来的时候，他在路上遇到了补天阁的弟子夏幽雨，因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被夏幽雨赠送了一块天才令。本来他还在犹豫自己要不要来这个便宜门派拜师学艺的，后来因为考虑到石清风的情况，再加上他听说石毅也在这里修炼，故此才选择了此地。至于为什么要乔装打扮，那是因为他上次在虚神界得罪的人太多了，他担心别人会来找麻烦，所以才进行伪装的。他倒不是怕那些人，主要是担心自己身边的朋友会受到牵连。小哥哥，那个众同者很厉害吗？我怎么看到很多人在说起他的时候都一副崇拜的样子？石清风跟在石浩身后小声地询问道。他厉害个屁！石浩冷哼了一声，要说厉害，上次来我们村的那个朱晨才厉害呢。我听柳神说，他的修炼天赋和机缘造化，就算是柳神自己也难以企及。说到这里的时候，石浩的眼眸深处也是不由自主地燃起了一丝战意。不过我可不会认输，我们上次离开石村时，柳神说他已经是6个洞天的修士了，你看我现在也开了5个洞天，要是真打起来，我可未必会输给他。小哥哥你好厉害啊！看到石浩一脸自信的表情，石清风满眼都是崇拜之色。这时石浩忽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他急忙将石清风拉到一旁，然后把夏幽雨之前送给自己的那块天才令偷偷塞到了石清风手中。金风，你待会拿着这块令牌去找这补天阁的人，他们会让你直接进入补天阁的，这样你就不用跟其他人一样参加考核了。石清风接下令牌后愣了一下，那小哥哥你呢？石浩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自信满满的说道，我当然是去参加那什么考核了，你知道的，我这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走捷径，因为那样会少掉很多历练的机会。听到石浩这么说，石清风这才将手里的令牌收下。铮铮铮！就在这时，一道道石破天惊的剑鸣声突然从那辆天马车的车厢内散溢而出，剑动9天，将周围那些前来考核的修士全都逼退了数步。紧接着，只见那车厢内又快速涌出无数道剑影，在漫天剑气的裹挟下，宛如延绵不绝的潮水冲入空中，继而化作了一条由无数剑光凝聚而成的万丈巨龙。巨龙张嘴对着补天阁的山门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恐怖的剑意迅速弥漫开来，瞬间惊动了补天阁内的阁主和诸多长老。很快，一道道流光便从补天阁内激射而出，来到了山门之外。只不过当他们现身的时候，那条万丈巨龙也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解体了，无数道剑影倾泻而下，犹如雨点般洒落大地，最后竟演化出了一大片随风摇摆的青色草叶，铺满了补天阁的山门广场和所有的石台阶梯。这些青色草叶并非剑气凝聚之物，而是真正的青叶草茎，散发着阵阵精纯的生命气息。剑气化形，无中生有，此人的剑道修为怕是已经真至化境。补天阁阁主瞳孔一缩，当即带着慕言老祖等人来到了那辆天马车面前。那些围聚在场上的修士看到补天阁阁主等人亲临，顿时都惊呆了。他们没想到这车架内的人竟能让补天阁阁主和阁内诸多长老一同出来相迎。道友，今天乃是我补天阁广收门徒之日，不知道有此番前来，所谓何事？补天阁阁主走上前来，对着那辆天马车架抱拳问道，神色异常凝重。车内之人刚才释放出来的那道剑气中带着一股不弱于他的气息，这让他不得不重视起来。慕言老祖和熊飞长老站在后面，虽然没有说话，但他们眼神中也都闪烁着警惕之色。抱歉，刚刚在下在剑道上有所顿悟，不小心将剑势放了出来，并非有意滋扰各位。天马车内传来一个爽朗的笑声，随后车厢门帘被人掀开，一个气宇轩昂的少年从里面走了出来。是朱晨，我就说车内这人的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原来是他啊！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藏在人群中的石浩忍不住呢喃了一句：“这人就是小哥哥你经常提起的朱晨啊。”石清风此刻也在好奇地打量着朱晨。上次他被石浩带回石村的时候，朱晨正在其他世界，所以他并没有见过对方。之前关于朱晨的所有事情，他都是从石浩口中听说的。对，你看他是不是跟我一样俊朗不凡？石浩双手环胸，故意摆出了一副帅气的样子。石清风回过头来看了看石浩那身脏兮兮的乞丐装，如实道：“小哥哥，我觉得他好像比你要帅气多了，至少他没有像你一样脏兮兮的。”哼，那是你没品位。石浩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但很快又开口解释起来：“我这是乔装打扮，谁叫我上次在虚神界里打下了赫赫威名呢？要是我不乔装一番，不知道有多少人争着抢着要我，到时候我可能就不能跟你一起在这里修炼了。小友，刚刚那道剑气是你放的？”补天阁阁主看到朱晨后明显惊了一下。修士在修为有成之后，虽说容貌可以永远保持年轻时候的样子，但是眼前这少年身上的那股朝气是做不了假的，对方的真实年龄绝对不大。他很难相信，刚刚那道足以令他们补天阁所有老祖和长老动容的剑气，居然是出自眼前这位少年之手。对，是我放的。朱晨毫不避讳的点点头。为了证明自己，他又随手一指，从指尖射出一道剑气，瞬间将千米之外的岩墙戳了一个大洞。感受到那股熟悉的剑气，补天阁阁主和慕言老祖等人的脸上全都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小友，请问你现在的修为是什么境界？慕言老祖迈步站出，开口问出了熊飞长老等人也都想知道的问题。
明文镜。朱晨淡然说道，语气依旧平静，仿佛是在讲述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只不过他的这个回答却是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住了。他说什么？明文镜？他竟是明文镜修士？不是吧，这家伙的年纪比我还小，我才开了一个洞天，他怎么可能是明文镜呢？我看斑血镜还差不多，如果他真是明文镜修士，那他的修为怕是都能比得上补天阁的那些长老了吧？别听他吹牛，我估计他刚刚就是动用了某件宝具，所以才施展那些手段的。他的修为绝对不可能是明文镜，可他的气息好像还真是明文镜啊！我在自家长老身上感受过，万一他身上有一件可屏蔽修为或者修改修为气息的宝具呢？对，我也这么觉得。依我看，他就是为了免除入阁考核才动这些歪脑筋的。此人心机颇深，大家以后一定要远离他。不错，投机取巧就是不求上进，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强者。众人都不相信朱晨小年纪就已经是明文镜修士，故此纷纷开始质疑起来。有些送自家小辈过来的族中长辈，甚至还将朱晨当成了反面教材，开始言传身教，希望自家小辈以后千万不要结交这种喜欢偷鸡耍滑的朋友。就连石浩也恍惚了，他明明记得自己在离开石村前，朱晨的修为也就是6个洞天而已，这是柳神告诉他的，绝对不会出错。可是现在才过去多久啊，对方就直接明文镜了，连跨2个大境界，这未免也太离谱了。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周围那些人的质疑声让朱晨不厌其烦，他没有去解释什么，而是抬起右脚猛地一踏。下一秒，只见一个清晰可见的符文阵法蓦然出现在了他身后，在体外构建自己的法阵，借助符文阵法之力战斗，这是只有修为达到明文镜的修士才有的能力。这下所有的质疑声都消失了，现场瞬间变得一片寂静，若真可闻。短暂的沉默后，补天阁山门外很快又响起了一片哗然，符文阵法随意念字体外显现，他竟然真的是明文镜。此子能在这般年纪突破至明文镜，莫非他是个少年至尊？什么少年至尊？我看就算是那些上界初代也不过如此了。难以置信，我们荒域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位少年？依老夫看，此子定是某个上界古教的圣子来下界历练的，不可能是下界之人。没错，下界大道法则残缺，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少年初代。未必，你看那武王府的石翼，不仅天生重瞳，而且身上还有一块至尊骨，他难道弱了？此时此刻，朱晨俨然已经成为了全场最瞩目的存在，无数人的目光都在此刻汇聚到了他身上。不过这反而给了内部天阁阁主很大的压力，因为在他眼里，以朱晨如今的修为，别说是在这下界8域了，就算放在那些上界的不朽古教中，都能够成为一方翘楚，横压同代。他一个小小的补天阁，何德何能请来这尊大佛？说不定此子是另有图谋。小友，你来我补天阁所为何事？补天阁阁主目光闪烁，看向朱晨问道。阁主请看这个。朱晨伸手将一块金色的令牌送到了补天阁阁主面前，那是一块人皇令，是火皇当初为了方便他以后在荒域行事给他的。见人皇令如见人皇，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过只在荒域有效，因为出了荒域，火皇的名号就不太好用了。这是火国的人皇令，以补天阁阁主的眼界，自然一眼就认出了这块人皇令正是出自火皇之手。这时他的脑海中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再次看向朱晨，难以置信地问道：你是火国那位拥有上古朱雀血脉的初代圣子？朱晨正是在下。朱晨莞尔一笑，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火皇既然在那封信笺中留言让他来补天阁，肯定是已经打点好了一切。既然有后门可走，那他又何必跟那些普通弟子一样去考核呢？慕言老祖和雄飞长老等人在得知朱晨的身份后，也是顿感惊讶。同在荒域，他们对火国的那位圣子殿下自然也有所耳闻，只是他们数月前才听说对方才从斑血境突破到洞天境，没想到这才短短数月时间，对方竟已经是一位明文境的修士了。此等修炼速度，当真是骇人听闻。火皇此前跟我提起过，你可能会来我补天阁修行，只是我没想到你的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明文境。既然弄清楚了朱晨的身份，补天阁阁主也没有再纠结什么，他亲自将朱晨迎进了补天阁内，慕言老祖等一众补天阁长老相随左右，最后只有负责招生事宜的雄飞长老一个人留在了山门外面。这一幕看得台下那些前来拜学的弟子纷纷露出了无比羡慕的神情，他们在这广场上都已经等了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进去，没想到有些人一来就能被阁主亲自接待，这差距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小哥哥，那朱晨的修为不是才洞天境吗？怎么一下子到明文境了呀？石清风从远去的朱晨身上收回目光，转头看向石浩问道。然而此刻的石浩也是一脸懵逼，根本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怎么会这样？难道柳神他骗了我？不可能，柳神是不会骗我的，肯定是这朱晨修为提升的速度太快，让柳神给我的信息滞后了。石浩拖着下巴沉吟了片刻，最后终于想明白了一切。不过想明白归想明白，对于朱晨这种惊人的修为提升速度，他心里的震撼程度依旧没有减少。他已经暗自决定，等下次进入补天阁，自己一定要去找那朱晨问问，对方到底是怎么修炼的。最爱吃瘦奶。就在石浩思索之际，一声娇喝突然从天上传了下来。石浩抬头望去，
只见补天阁的山门外竟又浩浩荡荡的来了一群骑着飞禽的修士，为首的是一个身披金色盔甲、御姐范十足的女人。此女的身材比例非常出众，该细的地方细，该大的地方大。不对，那已经不是大了，而是2座呼之欲出的雪峰，让人目不暇接。对方的出现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男修士的目光。咦，那不是逐鹿书院的女战神吗？她怎么来补天阁了？我听她刚刚叫了一声最爱吃兽奶，莫非她是来这里买兽奶喝的？可是补天阁好像也不卖兽奶啊！笨蛋，最爱吃兽奶就是那个熊孩子。熊孩子是谁？什么？你连熊孩子都不知道？他可是在虚神界连破多项纪录，连4大家族都敢打的狠人。据说众统者10亿在初始之地留下来的很多记录，就是被他给破掉的。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他。难道他也来补天阁了？8成是，不然这女战神怎么可能会特地跑来这里？我听说他上次在虚神界也邀请过那熊孩子去逐鹿书院，不过当时那熊孩子并没有答应他。天啊，补天阁这次的招生含金量这么高了吗？刚刚来了一个修炼天赋堪比上界初代的火国圣子也就算了，现在又来了一个熊孩子。就算是上界那些传承下来的古教圣地，也不可能一下子收到这么多优秀的弟子吧。10号上次大闹虚神界初始地的事情早已在荒域传开，如今这女战神特地跑来这里，并且当众叫出熊孩子在虚神界留下的名字，很多人立刻便猜出了对方来此的目的，这是来抢优秀生源的呀。补天阁山门外发生的事情，朱晨并没有去关注，因为此时的他已经被补天阁阁主亲自带到了后山的内殿大厅，这里是阁内长老们议事的地方，寻常弟子平时是不得入内的。不过事急从权，在特殊时期，有些事情也是可以变通的。补天阁阁主在将朱晨带到这里后，便是跟慕言老祖等人商量起了他在补天阁内的身份。按照他们之前跟火皇的约定，朱晨跟火灵儿进入补天阁后，本来是要成为核心弟子的。但是朱晨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要知道，明文境的修士在下界那些大教中都是可以成为长老级别的存在了，像他们补天阁的雄飞长老，也不过才华临近而已。如果再让他成为弟子去培养，显然有些不太合适。最后经过一番商议，补天阁阁主做出了一个自补天阁立教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决策，那就是将朱晨直接引入内阁，破格成为一名外室长老。朱晨小友，我等刚才商议了一番，以你目前的修为境界，若是成为阁内弟子，实属有些说不过去，因此我等决定将你破格升为我补天阁的外室长老，你看如何？补天阁阁主将他们商议后的结果如实告诉了朱晨，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把成为长老后的一些好处一并道了出来，比如宗门藏经阁内地功法可以任选，还有宗门内的资源补贴和专属洞府等等。补天阁阁主的这个决定让朱晨有些意外，这里虽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高悬世界，一切以实力为尊，但是把一个刚加入的弟子破格晋升为宗门长老，这是听上去多少有些荒诞了。补天阁在下界好歹是一个大宗门，不应该会做出这种草率的决策才对，除非这些高层全是傻子。阁主，几位长老，你们有事不妨直说，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朱晨目光在补天阁阁主等人身上扫过，他并没有拒绝这些人的晋升提议，但在此之前，他必须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老夫就跟你说实话吧。慕言老祖本来就是个直性子，他见朱晨这般说道，也没有再隐瞒什么，当即便把他们接下来的打算说了出来。原来是他们补天阁的祭灵神藤寿元将近，他们得知百断山内有不老泉，于是就准备找一个实力不凡的年轻弟子去百断山将那不老泉寻来。不过遗憾的是，补天阁近些年来并没有招收过任何成绩突出的年轻弟子，他们这些宗门长老在阁内找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如今百断山开启在即，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倘若到时候还是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他们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随便找个年轻弟子进去碰碰运气了。如果能拿到不老泉最好，若是拿不到，那他们补天阁在荒域的好日子恐怕也要到头了。毕竟祭灵神藤一死，补天阁没了庇佑，最后的下场只能是宗毁人亡，皇朝更替，弱肉强食，这就是荒域的生存法则。补天阁阁主跟慕言老祖等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当他们看到朱晨的时候，心里便当即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而他们拉拢朱晨的最终目的，就是想邀请他进入百断山，帮忙去取不老泉。作为一名穿越者，朱晨对补天阁那老神藤的事情自然一清二楚，只是他没想到慕言老祖等人居然会把这项任务交给自己。他要是去取不老泉了，那10号去干什么？小友放心，我等只需要那不老泉，你在百断山内获得的其他东西，我们一概不要。如果你觉得做我们补天阁长老以后会有宗门上的束缚，也可以做一个客卿长老，你看如何？补天阁阁主见朱晨迟迟没有给自己回复，于是又降低了一些要求。行，那我就帮你们把不老泉取来吧。朱晨这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反正那百断山他本来就是要走一遭的，区区一个不老泉对他来说只是顺手而为，没什么太大的难处。更何况他若是想要拿到那块鲲鹏残骨，也得靠这祭灵神藤。告别补天阁阁主后，朱晨便是跟着慕言老祖来到了一处山清水秀的庭院，此地的灵气要比补天阁的其他地方更加浓郁一些。庭院内不但有一间双层阁楼，
外面还有一大片药田，种植着一些常见的灵草。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洞府了。老夫待会会派一名弟子过来帮你照看药田，在百断山开启之前，你可以安心在此地修炼。木岩老祖一边说着，一边又将一块令牌丢了过来。这是我补天阁的长老令，只此令牌，你可在补天阁内自由出入，不会受到任何拘束。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下次可以跟那名弟子讲。跟朱晨交代完这些事情，木岩老祖就直接转身离开了。朱晨看了一眼那片药田，忽然想起自己手里还有一些养魂木的根须，坏了，上次那些养魂木根须忘记给韩立了。他一拍脑袋，连忙打开了聊天群。朱晨 deck 韩立，韩道友在吗？韩立，朱道友找，在下何事？韩立很快回了一条信息。朱晨想了想，随后将自己在虚天殿内殿拿了养魂木和万年灵乳的事情说了出来。他准备把那些万年灵乳交给萧炎，让药老帮忙加点辅料炼制一些恢复类的丹药出来，到时候大家都能用。然后是关于养魂木的事情，他上次在养魂木上面一共割了8条根须下来，他希望韩立用参天造化漏将这些根须培育一下，到时大家人手一份，一起壮大神魂。萧炎，我靠，没想到朱兄你手里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我们刚刚从那冰火两仪眼收割了一批仙药，你赶紧把那万年灵乳发来吧，我让我老师找找丹方，看看能不能炼制出一些牛逼的丹药。萧炎在听完万年灵乳的功效后，眼睛都直了，这玩意直接喝都能瞬间恢复法力，要是加点其他辅料炼成丹药的话，那还得了。韩立，原来是朱兄你拿走了内殿第2层的东西，在下当时还以为那小说里的信息跟真正的虚天殿有些出入呢。韩立此刻总算是弄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在虚天殿内殿第2层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了，原来全被朱晨捷足先登了。不过在那里他也不是什么收获都没有，至少收走了一口灵泉，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朱晨，抱歉啊，我当时走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来得及跟你说。朱晨这次是由衷的在表示歉意，上次去虚天殿，他不但拿走了韩立的部分资源，还把人家2个红颜知己给睡了。说实话，他挺过意不去的。不过一想到自己这是在帮兄弟斩去孽缘因果，朱晨心里就又舒坦多了。还是那句话，为了群友们的幸福，他愿意砥砺前行，无声奉献。毕竟身为群主，他身上背负的东西肯定是要比其他人多一些的。韩立，朱道友不必介意，上次多亏诸位过来帮忙，在下方能在虚天殿收获颇丰。况且朱道友你现在不是已经把养魂木的根须和万年灵乳都拿出来共享了吗？有了这些根须，在下便能培育出更多的养魂木，到时候我等人手一份，慢慢滋养神魂，必定大有增益。作为本次虚天殿之行的最大赢家，韩立当然没有去怪朱晨拿了自己那点资源。万年灵乳和养魂木虽好，但跟他上次在虚天殿的收获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要知道，他在虚天殿不但拿走了那些元婴老怪和近百名结丹修士的储物袋，而且还得到了铁火椅、虚天鼎、乾蓝冰焰、狼首如意等等诸多宝贝，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更重要的是，他这次几乎是零伤亡就拿下了那么多资源。小说信息中本该要死的一只血域蜘蛛也相安无事，跟这些收获相比起来，万年灵乳和养魂木似乎也并不那么重要了。当然有更好，毕竟谁也不会嫌资源多。萧炎，朱兄，你这养魂木根须要是培养出来，能给我2个吗？我想给我老师也弄一个。萧炎紧跟着又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炼药师最重要的是灵魂力量，那养魂木若真有滋养神魂的功效，对药老肯定也有好处。他想在群里多求一个孝敬给自己的老师。朱晨，没问题，药老最近给大家炼丹也辛苦了，他应得的。韩道友，你觉得呢？朱晨没有拒绝萧炎的孝心，不过培育养魂木的人是韩立，所以他也要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韩立在下这边也没有问题，韩立最近也在找药老疯狂炼丹，自然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萧炎，做兄弟在心中，大家对我的好，我一定会铭记于心，日后必报。萧炎看到朱晨他们对自己这么好，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恨不得让药老加班加点，多整点丹药出来。朱晨都说是兄弟了，你还这么斤斤计较干什么？韩立，朱道友所言极是，我等相聚于此便是缘分，有些事情大家不必计较太深。灵动，我看大家也都是经历过生死的过命兄弟了，要不我们直接结拜吧。看到萧炎等人在群里聊得这么热闹，刚刚结束修行的灵动也跟着掺和了进来。为了能让群里的人关系更进一步，他提出了想要跟众人结为异姓兄弟的建议。萧炎，我赞同，大家结为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萧炎第一个给出了回应。这段时间跟朱晨他们接触下来，他早就已经把群里的人当成是兄弟了，结为异姓兄弟正合他意。韩立在下也没意见。韩立在思索片刻后也很快给出了答案。他曾经也有2个推心置腹的挚友，一个叫厉飞羽，一个叫张铁，可惜那2人如今都已经不在了。现在他身边的人都是些趋利附势之徒，没有一个是能真心相交的，唯有这个聊天群里的人合他的胃口，彼此之间能够互帮互助。若是大家能够结为异姓兄弟，倒也是个不错的想法。灵动，太好了，朱兄你呢？你有什么想法吗？灵动见自己的提议被人接纳，顿时激动坏了。不过这件事情最后能不能成，还得看朱晨的意思，毕竟他才是这个聊天群里的群主。
群里有很多功能都需要他来执行，要是对方不同意，那这件事情做起来也就没了太多的意义。朱晨，我这里当然没问题了，大家要是有这个意思，那下次我把你们所有人拉到一起，大家一起结拜。朱晨也没有扫了灵动他们的兴致，结拜这种事情可以稳固大家的感情，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不过前提是群里不能再出现像唐三这样的人了，否则就会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一念至此，朱晨心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记得这个聊天群会随着自己的实力提升而不断开放新功能和拉新人加入的，可是现在他都已经到明文境了，这聊天群除了中途开放了一个直播功能外，就没出现过什么动静，更别提有新人加入了。千仞雪，那个我也可以加入你们吗？就在朱晨沉吟之际，千仞雪也在群里发来了一条信息，他看到朱晨等人在聊结拜的事情，也很感兴趣。朱晨当然可以，只要你是这个群里的人就行。千仞雪，谢谢。看到那个之前在落日森林里瞬杀唐昊的群主这么平易近人，千仞雪不禁有些受宠若惊。自从加入这个神秘的聊天群后，他一直都表现得十分卑微，有时候看到群友们在聊天，他甚至都不敢搭话进去，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个群里的人每一个都要比自己强大很多。灵动，累了，大家结拜之后是不是要想一个响亮点的名号啊？这样我们下次跨界援助的时候也能霸气的自报家门了。萧炎要什么名号？我们只是结拜，又不是拉帮结派。灵动，结拜也可以有名号啊，就比如林家班，你们看这个名号怎么样？多霸气！萧炎，卧槽，你还是别取名号了。灵动，你要是不喜欢林家班的话，叫萧家班也行啊，我无所谓的。萧炎，别，你饶了我吧。萧炎直接无语了，林家班、萧家班，这是正经人能想出来的名字，也太鸡巴难听了。他们下次去其他世界援助的时候，要是爆出这种名号，不得直接社死。灵动，萧兄，你要是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说出来，大家参考参考吗？灵动见萧炎这不行那也不行，顿时急了。在他眼里，一个响亮点的名号非常重要，搞不好可以震慑住其他人，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且以后要是有新人进来，如果品行合格的话，他们也可以邀请对方加入这个大家庭。萧炎，依我看，我们通过聊天群认识的，而这个聊天群又是跨越了诸天万界，如果你非要弄一个名号的话，炸天帮这个名字怎么样？炸天帮，听到这个名字，朱晨差点就要怀疑萧炎是不是已经被徐缺夺舍了，不然怎么会整这么一个破名号出来呢？灵动，大天帮这个名字可以啊，连天都敢炸，够霸气。韩立在下觉得这个名字会不会太张扬了？萧炎，不张扬，一点都不张扬。你想啊，我辈修行之人本就是在逆天而行，你说我们连天都逆了，难道还不敢炸天吗？当然，我个人认为逆天帮这个名字也不错，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萧炎给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这让本就支持他想法的灵动更加认定了这个名字。逆天帮听上去虽然也很霸气，但没有炸天帮响亮，关键在于那个炸字很契合他们如今的群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群里只要有人遇到强敌，他们开通跨界通道，一股脑的冲过去，那对面不得直接炸了。韩立，逆天而行吗？这个理由倒是不错，既然如此，那就选这个名号吧。韩立在听完萧炎的解释后，也终于选择了妥协。其实对他来说，名号什么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又能有一群推心置腹的兄弟了。萧炎，对了，王林兄弟呢？你可是咱们群里的大佬，我们到时候结拜你可一定要来啊，我位子都给你留好了。萧炎见其他人都没有意见，于是便在群里挨特起了还没有发过言的王林。这王林自从上次离开虚天殿后就一直没有说过话，也不知道是不是又闭关去了。灵动不明白萧炎嘴里说的位子是什么意思，于是赶紧问了一句：灵动，萧兄，你为何要给王兄留位子？难道我们结拜的时候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痛饮一番吗？萧炎，你这个笨蛋，我说的是大家结拜后的辈分，这年头亲兄弟都有长幼之分，异姓兄弟当然也得有了，不然以后听谁的？灵动，原来是这样，王兄修为通天，他来当我们大哥我没意见。萧炎，不，他只能当老二。灵动，为什么？王兄他那么厉害，不应该是老大的吗？萧炎，他是很厉害，但朱兄是群主，老大的位子当然要让他来当了。再说朱兄的实力也未必比王林兄弟弱，你可别忘了，他上次在虚天殿的时候，秒元婴修士也跟玩一样。听到萧炎这话，灵动也是不由地点了点头。从上次在虚天殿的表现来看，朱晨的实力确实也极为强悍，而且对方身为这个聊天群的群主，控制着整个聊天群的权限，由他来做他们的老大，合情合理合规矩。灵动，萧兄，老大老二的位子定了，那么老三老四的位子呢？灵动若有所思地想了片刻后，又在群里询问了一句，他很想当三哥这个位置。萧炎，老三就让我来当吧，你看我给大家炼丹这么辛苦，为群里做了这么多贡献，你们喊我一句三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灵动，可是我也给大家无偿借祖石了呀。灵动有些不服，大家在群里都有贡献，凭什么三哥这个位子不能由他来做？萧炎，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用实力来说话吧，你打得过我吗？灵动，这不公平，你的老师能上你身？灵动直接急了，这萧炎上次靠自己老师上身，连元婴修士都能打，而他就算拼尽全力
也只能借着朱雀宝术的流光被一个元婴修士碾得四下乱窜。若论实力而言，他现在肯定比不过萧炎，这根本就没法打，太欺负人了。萧炎，灵动兄弟，鬼上身也是一种实力，你要是不服的话，也可以让你的雕爷上你身啊。灵动被萧炎气得面红耳赤，不知道怎么回对的他，只能在群里发了一个愤怒的表情。朱晨看着这和谐的一幕，心里不禁感到了一阵轻松。空闲之余，大家在群里聊天打屁，一来可以愉悦身心，二来可以增进感情，这才是聊天群存在的意义啊！叮！然而就在这时，一条提示信息突然跃出，映入了朱晨眼帘。提示：群友王林向你发来跨界请求，是否同意？朱晨瞳孔骤然一缩，他没有任何犹豫，果断选择了同意。他是聊天群群主，去别人的世界可以强行跨界，不用征求别人的同意，但是其他人不行。其他人若是想去别人的世界，是必须要经过别人同意才行的。这王林在群里大半个月没有动静，这次突然发来跨界请求，肯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想要来别人的世界避难。嗖！几乎就在朱晨打开跨界通道的那一瞬，一个浑身血迹斑斑的红发男子顿时从虚空涟漪中摔了出来。那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林，而且还是跟古神本尊融合之后的王林。与此同时，聊天群里原本正在了解拜事情的萧炎等人，也是一下子炸开了锅。萧炎，我靠！我刚刚收到王林兄弟的跨界请求了。灵动，我也收到了，我选择了同意，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王兄他不会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吧？千仞雪，我刚才也收到了。漩涡鸣人，还有我也收到了。韩立带王林前辈，你是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了吗？朱晨看了一眼萧炎他们的弹幕，心里顿时明白了一切。看来王林刚才应该是太心急，把群里所有人的跨界通道全都申请了一遍，能让一个化神后期修士阵脚大乱，并且用如此狼狈的方法跨界逃到他们这边来，可见王林这次遇到的麻烦有多么棘手。王林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朱晨关掉聊天群，连忙上去把浑身是伤的王林扶了起来。此时的王林已经奄奄一息，不但修为被封，胸口还被人打出了一个碗大的窟窿，骨神之躯几乎支离破碎，伤势重的甚至连话都已经说不出来了。朱晨察觉到王林的情况有些糟糕，连忙又打开聊天群，向其他人发出了一条求助信息。朱晨，各位，王林兄弟现在在我这里，不过他受了很严重的伤，修为也被封了，你们谁有可以疗伤的圣药和恢复修为的东西，在线求急。发完这条信息后，朱晨自己也是立刻打开洞天，将里面能够疗伤的丹药全部取了出来。不过他这里除了一些兽血外，就只有萧炎之前帮他炼制的那些炼体丹了，这些东西根本不足以让王林脱离危险。当朱晨那条信息出现在聊天群的时候，其他人全都傻眼了。王林在他们群里可是战力天板，上次在虚天殿，对方以一人之力镇压全场，杀的那些元婴修士连屁都不敢放，没想到对方这次竟然会受这么重的伤。不过惊讶归惊讶，现在救人要紧，灵动他们也没有多想，纷纷将自己身上最好的疗伤药拿了出来。韩立那下有一些清灵散和养精丹，前者是解毒之用，后者是疗伤奇药，应该会对王林前辈的伤势有些作用。千仞雪，我这里也有一些天斗帝国皇室的疗伤药和武魂殿的特供药，群主你先拿去试试吧。灵动，我手里还剩着一些萧兄上次给的丹药，全给你。大家一边在群里发着信息，一边将自己身上的丹药全都发去给了朱晨。而朱晨在取来那些药后也没有犹豫，他直接掰开王林的嘴巴，把所有的丹药全都塞了进去，然后又盘膝而坐，将自己身上的法力输入王林体内，开始帮对方炼化那些丹药。斗破世界，塔格尔大沙漠墨城一家售卖地图的店铺内，萧炎在得知王林的情况后，立刻便将此事告诉了药老。他希望药老能把自己之前炼制出来的生骨融血丹先拿出来给王林用。反正韩立现在已经找到了一处可以种植仙草宝药的福地，这炼制生骨融血丹需要的药材，他们很快就能再凑出来，行吧？反正老夫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肉身，那丹药你想要就先拿就好了。药老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萧炎此前在群里拿了很多可以提升灵魂力量地功法给他修炼，现在萧炎的群友需要丹药，他自然也不会小气。不过作为一名炼药宗师，他觉得王林现在的伤势光靠那生骨融血丹可能还不够，应该再配合一枚破厄丹和一枚负灵子丹。生骨融血丹可以生死人肉白骨，帮助王林修复身上的伤势，而破厄丹和负灵子丹都是恢复修为的上品丹药，若是3种丹药三管齐下，必定能让那王林的伤势痊愈，修为进步。听完药老的建议，萧炎当即便决定要炼制破厄丹和负灵子丹。反正他们刚刚才帮海波东炼制完破厄丹，已经有了破厄丹的丹方，只要时间允许，他们可以马上去将那些药材采购回来。至于负灵子丹，那不过是一枚5品丹药，药材也并不难寻。事出突然，萧炎没有太多时间去考虑，他先是将生骨融血丹发给了朱晨，然后立刻带着刚刚恢复斗皇修为的海波东朝最近的城市赶了过去。这一日，萧炎跟海波东两人在塔格尔大沙漠附近的城市走了个遍，把那里的炼药师工会和药铺里的药材全都翻找了一圈。只要是看到炼制负灵子丹和破厄丹的灵药，不管多少钱，
萧炎都会二话不说直接买下。钱不够了，他就用其他的丹药换，如果对方不换，那他就直接抢。如果在抢药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厉害的角色，海波东打得过就让海波东上，倘若海波东打不过，他还有药老帮忙。药老如今修炼了大眼诀，再加上此前在炼丹的过程中，他还吃了不少韩立送来的可以恢复灵魂力量的灵药，现在他的灵魂力量差不多已经恢复到了全盛时期。上了萧炎后，实力能直逼斗尊强者，在这连斗皇都能横着走的塔格尔大沙漠，根本没人能够拦得了他。等到晚上回到地图铺子的时候，萧炎已经凑齐了一副破厄丹和2副复灵子丹所需的药材，虽说其中有一部分是替代药，但效果也差不多。以药老目前的灵魂力量，哪怕是用替代药，也完全可以将这2种丹药炼制出来。毕竟他之前炼制的那颗生骨融血丹，也大部分是用替代药炼的，效果完全一样。这2个家伙到底在搞什么？看着萧炎师徒忙活的样子，海波东感觉自己好像上了一条贼船。这对奇葩师徒之前找到他的时候，开口就管他要什么净莲妖火的残图，然后还一语道破了他冰皇的身份。他本来是想出手逼问这2人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信息的，结果对方一个大斗师突然变身成为了一名斗宗强者，这他哪里打得过？由于形势所迫，他只能乖乖的将那张残图交了出来。不过这对师徒也没有亏待他，在交出那张残图后，他们立刻就用异火帮他炼制了破厄丹，助他恢复到了2星斗皇的修为境界。说实话，他心里还是挺感激这2人的，所以刚才对方出来叫他帮忙去买药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可是谁能想到，对方在买药的过程中竟然还干出了抢劫的勾当，不但把塔格尔大沙漠周边所有的药材扑抢了一遍，连那些炼药师工会也光顾了。还好当时他蒙着面，不然让加玛帝国的那些人知道他冰皇海波东在塔格尔大沙漠打家劫舍，那还得了，他米特尔家族的脸面还要不要了？拍卖会还想不想开了？一夜无话。第2天一早，药老终于是将那枚破厄丹和2枚复灵子丹炼了出来。这次药老是直接上了萧炎的身炼药的，不但借用了他身上的青莲地心火，连那前蓝冰焰也借来了，用3种异火炼制出来的破厄丹，效果直逼7品丹药。那2枚复灵子丹也都破格升到了6品巅峰。萧炎将其中1枚复灵子丹送给了海波东，算是给对方昨天帮自己打劫的酬劳，另外2枚则是直接发去给了朱晨。海波东接过那枚复灵子丹后，整个人都惊呆了，感动得热泪盈眶。昨天萧炎带着他四处打劫的时候，他还埋怨过对方差点把自己带进了火坑，没想到这小子去打劫竟然是为了帮自己炼制复灵子丹，这份恩情实在是太大了。萧炎小子，你这个朋友我海波东交定了，以后你要是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来米特尔家族找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海波东在收下那枚复灵子丹后，立刻给了萧炎一个承诺。天使投资人正式上线。萧炎想了想道，那好，我马上就要去迦南学院报道了，你就跟我一起去吧，待在我身边，做个打兽保镖什么的。海波东闻言不由一愣，你说什么？你让我一个斗皇强者去给你当打兽保镖？完美事件。补天阁后山洞府，在朱晨跟一众群友的帮助下，本来已经重伤垂死的亡灵终于是被救了回来。不过他的修为并没有完全恢复，哪怕有萧炎给的极品破厄丹和复灵子丹相助，他也只是恢复到了化神中期的修为。亡灵兄弟，你终于醒了。朱晨注意到亡灵的眼皮轻微动了几下，立刻开口叫了他一声。过了一会，亡灵才缓缓睁开双眼。他看到朱晨此刻正在给自己输送法力，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感激之色，多谢朱道友昨日的相救之恩。朱晨笑了笑道，你应该要谢萧炎，多亏了他送来的丹药，不然你不可能这么快就醒过来。说完他也收手站了起来。亡灵此刻已经醒来，他继续输送法力已经没有了任何用处，对方接下来若是想继续恢复，只能靠自己去吸收灵气。不过相比于亡灵如何去恢复修为，朱晨此刻更加在意的是他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难道是李元峰和那巨魔老祖干的？朱晨是个直性子，不喜欢拐弯抹角，他见亡灵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便立刻询问起了这件事情。此事都怪我自己，是我太急功近利了，没想到竟害了炼魂宗和遁天老祖。亡灵从储物袋拿出几块极品灵石，然后开始一边吸收灵气，一边将自己之前的遭遇对朱晨娓娓道出。原来上次亡灵的修为在达到化神大圆满后，因为想急于突破阴变，就去了炼魂宗。他去炼魂宗的目的有2个，一个是为了突破阴变期，一个是为了10亿尊魂幡。他知道自己的梦道化凡之术早在1000年前就和念天、遁天这2位老祖产生了因果，就算自己这次提前去炼魂宗，那2人也不会拒自己于千里之外。这是一次豪赌，赌赢了他就能以阴变期的修为与红蝶约战，届时不管是李元峰和巨魔老祖的劫杀，还是朱雀子的算计，都将会不攻自破。因为只要他突破到阴变期，天逆珠里沉睡的司徒难就能苏醒，到时候在这株雀心，他将无所顾虑，搞不好几年后天道使者莅临，他也能强行改变结局，将婉儿提前救下。这件事情一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念天老祖和遁天老祖亲自来到炼魂宗山门前接见了他，
并且对他提出的要求逐一满足，不但给他提供了突破因变所需要的仙玉，还准备将11尊魂幡送给他。而作为回馈，他也答应了念天老祖和遁天老祖，只要自己学有所成，今后定会将炼魂宗发扬光大。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他闭关吸收仙玉，准备一举突破因变期的时候，朱雀子带人赶到了。他担心亡灵跟炼魂宗的人勾结，坏自己好事，强行要求念天老祖和遁天老祖将亡灵交出去。念天老祖自然是不愿意了，双方因交涉无果，朱雀子只能跟炼魂宗开战。炼魂宗虽强，但也不过是个5级修真宗门而已，门内修士修为最高的只是因变，而朱雀国可是有着数位问鼎修士坐镇的，那朱敲子更是问鼎大圆满的强者。哪怕炼魂宗有11尊魂幡这样的神器在手，最后也还是没能逃过被灭宗的下场。为了掩护亡灵逃出升天，念天老祖不惜以自身所有的寿元为限，请出尊魂幡内的第4魂，强行拖住了朱雀子。不过当他逃出炼魂宗的时候，念天老祖也是被朱雀子打得法体崩毁，身陨道消了。炼魂宗内弟子死伤无数，就连遁天老祖也是身陷险境。直到那一刻，亡灵方才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的命已经注定，强行扭转因果，伤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他身边的人。后来他被朱雀国的几个因变修士追杀，为了不让天逆珠被那些人发现，他只能在聊天群里请求群友跨界求助。当时朱晨要是再晚1秒，他可能就要被那几个因变修士当场轰杀了。听完亡灵的遭遇，朱晨也是忍不住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他没想到对方一个化神修士竟然能在几个因变修士手中逃脱，这运气也是没谁了。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朱晨皱着眉头看向亡灵问道。亡灵沉默了一会，这才缓缓开口，我也不知道，朱雀子已经在我身上种下了追踪印记，那是用他的修为之力种下的，我无法破除，要是我现在回去，他会在第一时间找到我。说到这里，亡灵的脸色突然变得异常难看，他紧握极品灵石的双拳开始微微发抖，那对原本清澈的眼睛也在此时瞬间布满了血丝，一种愤怒与不甘的情绪在他身上快速蔓延开来。可如果我不回去的话，炼魂宗今日必会被灭门，遁天老祖也会身陨道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一个错误决定而起，如果我不去强行扭转因果，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亡灵此时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甚至已经在心里滋生出了一丝悔意。他开始怀疑自己强行去跟自己的命运抗争是否真的正确，如果自己选择妥协，去根据陆墨安排好的剧本走，是否会更好？就好比这次发生的事情，倘若他不去强行逆转因果，至少炼魂宗不会在今日覆灭，遁天老祖跟念天老祖也不会在今日生死道消。这世上没有如果，你既然选择去做这件事情，就应该拼到底，竭尽全力。就在亡灵意志开始消沉的时候，朱晨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自己的命运就该自己来掌握，别人安排的东西就去他妈的吧。亡灵再次陷入了沉默，朱晨的话让他有了深深的触动，我命由我不由天。亡灵低着头，嘴里不断呢喃着朱晨刚刚说的话，直到片刻之后，他这才缓缓抬起头来，目光闪烁地看向朱晨问道，那你告诉我，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朱晨瞥了一眼亡灵手里捏着的极品灵石，淡然道，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又何必再问我呢？亡灵没有说话，只是又默默地低下头去看了一眼手里捏着的极品灵石。刚才在跟朱晨讲述自己遭遇的同时，他也在疯狂吸收灵石上面的灵气，而此刻随着那极品灵石上面的光泽逐渐暗淡下来，他眼中的迷茫也在跟着一点点的褪去。片刻之后，当亡灵再次抬起头来时，其眼中的迷茫已经彻底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对无比坚定的眼神。正如朱晨所言，他刚刚在醒来后第一时间就拿出极品灵石吸收灵气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选择，而且那还是他内心深处最直接的想法，不需要考虑。只不过这次他需要面对的敌人太强了，以他目前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扭转乾坤，因而才有了刚才那一瞬的迟疑和迷茫。但是在经过朱晨方才那无意间的提点后，他终于是有了直面本心的勇气。我命由我不由天，大道茫茫，总归会留下那一线生机，只要他还活着，就还有机会。这一刻，亡灵恍然间好似明悟了什么，心境突然变得平静无比。这次的涅槃重生让他重新顿悟了生死轮回，明白了何为生，何为死。他的生死意境再次升华，向死而生，竟直接达到了因变层次。同时，原始真解的大道真意也在此刻给予了他帮助，让他借此机会触摸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意境，那便是因果。凡事皆有因果之序，先前他试图强行扭转因果，看似破局，实则还是在局内。就如他提前去炼魂宗，这便是因，而炼魂宗因他灭门，这便是果。因果本就是在一根绳上，不管他牵动这根绳的哪个部位，都会因为连锁反应，使得整根绳子都发生变化。动心起念皆是因，当下所受皆是果。昨日因，今日果，今日因，明日果。万法皆空，唯因果不空。万物皆有因，万般皆是果。亡灵感觉自己已经触碰到了因果意境的壁垒，只需一个契机为引，便能顿悟。不过他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朱道友，你的救命之恩，王某记在心上，
倘若王某这次能够活着回来，必会报答你这份恩情。王林丢掉手里那几块已经被自己吸光灵气的极品灵石，起身看向朱晨说道：“因为大家给的那些丹药打底，在经过极品灵石的灵气催化后，他的修为此刻已经成功恢复到了化神中期巅峰。以这种修为回去拯救炼魂宗肯定是不现实的，但他还有天逆珠。这次回去，他不求自己能够救下炼魂宗全宗，只希望能将朱雀子引开。只要朱雀子一走，以遁天老祖的修为，再加上那杆10亿尊魂幡，说不定炼魂宗能够在朱雀国的围攻下逃掉几个人。你这就有点耍赖了，活着回来就报答我，但要是你回不来了呢？那我岂不是亏大了？”朱晨此时也跟着从地上站了起来，他目光笃定地看向王林说道：“况且你这次欠的人情可不光是我一个，你知道昨天救你命的那枚丹药是什么吗？”王林面容苦涩地摇摇头，没有说话。朱晨知道他心里苦，但有些话他必须要说。我告诉你，那本是萧炎拿来救他老师的药，他看到你有需要，第一时间就送了过来。还有，那家伙为了破解你身上的封印，让修为更快地恢复过来，还去做了打家劫舍的勾当。现在他在当地的炼药师工会已经被除名了。韩立他昨天也把自己珍藏的仙草宝药全都送来了，大家拼尽全力救你，只是想让你这个兄弟能活下来。而你现在一句虽死亡矣，就想撇掉所有人努力替你换来的东西，你觉得自己对得起他们吗？朱晨此刻的这些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刺刮在王林心上，让王林有种说不出来的苦楚。群友们的恩情他又何尝不知，可他现在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炼天老祖和遁天老祖对他也有大恩，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炼魂宗覆灭，更何况这次的灭顶之灾还是由他一个人而起。如果他不回去，道心必会受到影响，心魔滋生，此生怕是很难再有突破。那你说我又当如何？沉默了片刻后，王林又再次抬头看向了朱晨，只不过此刻的他声音中已经带上了一丝无尽的悲凉和无奈。然而朱晨却在此时突然笑了出来，你这有什么好纠结的？活着回来不就行了吗？说完他便主动打开了通往仙逆世界的位面通道，走吧，要是去晚了，你的炼魂宗恐怕真的要覆灭了。王林双眸一睁，难以置信道：“朱道友，你这是什么这是那是的？当然是跟你一起去炼魂宗了。”朱晨直接打断了王林的话：“对了，你最好在群里跟萧炎他们也说一声，那些家伙昨天一直在群里找我询问你的情况，我都快被他们烦死了。”王林双眸闪动，一股暖意不禁涌上心头，让他的身体下意识地轻颤起来。但下一秒，他的脸上又露出了无比凝重的表情：“朱道友，你的心意王某心领了，但是王某此次遇到的强敌实在是……怎么？你这是看不起我吗？还是觉得我过去之后会拖你后腿？”朱晨再次打断了王林想要说的话。他发现这王麻子怎么突然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难道是上次强行扭转因果失败，被朱雀子打到道心崩碎了吗？自己这个过去帮忙的都没怕，他有什么好担心的？看着朱晨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王林这才想起对方拥有随时跨界离开的能力，以为对方早已想好退路，索性不再多说，在对着朱晨抱拳一拜后，便是转身迈入了那前往仙逆世界的跨界通道。朱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跟了上去，同时他还抽空给群友们报了个平安。群友们得知王林已经没事，也都纷纷松出了一口气，尤其是萧炎，他这次为了能把王林救回来，可是拼了老命，连炼药师工会都得罪了。如果王林再救不回来，那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萧炎，哈哈，总算是救回来了吗？我昨天晚上可是一夜没睡。王林兄弟，你现在还好吗？萧炎率先在群里发来了问候，接着其他人的弹幕也都纷纷出现在了聊天群里。灵动，太好了，二哥你可不能出事啊！我下次还指望你来林家观战阵场呢。千仞雪，人没事就好。漩涡鸣人，叶下我终于可以放心去吃拉面了。韩立，王林前辈，你的伤势痊愈了吗？在下这边还有一些灵药，你若有需要，可尽管跟在下说。看着大家这些充满关心的弹幕，刚刚跨界回来的王林不由得愣神了几秒。这种被人关心和在乎的感觉，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父母的念子之情，恋人的誓死相守，兄弟的手足之情，这些别人唾手可得的东西，在他这里如今都已经成为过往云烟。他记得上次自己还是在张虎身上感受过这种感觉。王林、王某这次能够死里逃生，多亏了诸位的鼎力相助，这份恩情王某必铭记在心。如果这次王某能够活着回来，一定想办法报答大家。王林一边跟朱晨一起朝炼魂宗方向快速遁去，一边在群里回应了一句。然而他这条弹幕不发还好，一发直接让萧炎等人看出了端倪。萧炎，等一下，王林兄弟，我感觉你这句话有点不太对劲啊。什么叫你这次能够活着回来？你到底想去干什么？灵动，是啊，你还没跟我们说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会受那么重的伤的？是谁打的？你告诉我，我帮你干他。韩立，殿下虽然修为不足，但也愿尽绵薄之力。大家都很想搞清楚王林那边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王林犹豫了一会，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不料这个时候，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从天而降，瞬间覆盖了方圆百里。王林抬眼看去，只见自己跟朱晨的周围，不知何时已经被一团鬼雾笼罩。曾牛，你终于肯现身了吗？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鬼雾中徐徐传出，带着一股强大的修为之力，
在虚空中震荡开来，好似要将王林和朱晨两人镇压下去。小心，有应变修士过来了。王林停下脚步，转身对朱晨叮嘱道：“我知道。”朱晨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眼中不禁燃起一缕强烈的战意。从鬼雾中扩散出来的那股威压，要比王林这位化神修士身上的浓郁了数倍，而且还充斥着一丝精纯的仙灵之气，可见其主人的修为定然在王林身上。他上次在洞天境就能力压元阴修士，如今已经横跨2个境界，突破到了明文境，且还跟本命元神完成归一，实力暴涨了不知道多少倍。正好拿着仙逆世界的阴变修士练手，他倒要看看这仙逆世界的阴变修士到底有何能耐。砰！就在朱晨跟王林对视的时候，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已经从鬼雾中迈步走出，来到了他们面前。此人正是制魔道的老祖燕红。前几日遁天为了给王林搜集仙玉，洗劫了他们制魔道，如今朱雀子带人围剿炼魂宗，他们看到了报仇的机会，于是也跟着凑了过来，试图捡点漏。昨天围攻王林的那几个阴变修士中就有他的份。炼魂宗已灭，你这个漏网之鱼也休想逃脱，今日必死。这时又有一个白发老者从鬼雾中显出了身形，此人也是制魔道的一个老祖，名为沙子，修为跟那燕红一样，都是阴变初期。随着这2位制魔道老祖现身，弥漫在四周围的鬼雾也逐渐散了开来。只不过当鬼雾散去之后，映入朱晨跟王林眼帘的竟是一大群密密麻麻的人影，数量差不多有200多个。这些人都是制魔道的核心弟子跟宗门长老，修为都在元婴以上，其中还有10数个化神修士。他们一出现就联手布下了一个大阵，将朱晨跟王林围困在了阵界当中，举全宗之力来截杀王某。你们制魔道好大的手笔！王林用冰冷的目光扫过那2位制魔道老祖和周围那些制魔道弟子，身上渐渐蔓延出一股强烈的杀意。多说无益，小辈受死！沙子担心王林又会像昨天那样离奇消失，没有过多废话，当即催动法诀，凝化出一只1000丈巨手朝王林抓了过去。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制魔道老祖燕红也毫不犹豫地动了手。朱道友，王某接下来可能顾不上你了，你自己保重。王林对朱晨传音了一句，随后双手掐诀，直接将古神法体显化而出，一拳轰在了那只1000丈大手上。轰！虚空震动，巨手与拳锋碰撞的瞬间，只见一股狂暴的仙力风暴顿时席卷八方。那只仙力大手被王林以古神之力一拳震碎，不过其上磅礴的仙力冲击也让王林身躯一晃，连连后退了数步。区化神修为居然能撼动阴变修士的仙力神通，此子断不可留。沙子老祖面色巨变，他没想到这层牛的古神法体竟有如此威力，连阴变期修士的仙力神通都能一拳轰碎，层牛小儿受死。就在这时，那艳红老祖也裹挟着澎湃的仙力冲到了王林身后，试图在后面给予王林致命一击。不过他刚刚瞬移过来，就被一条翠绿色的柳枝卷住了脚踝。什么？艳红老祖心中一凛，然而还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一只张牙舞爪的雷兽便已经带着满天雷霆从天而降，直接撞在了他身上。艳红老祖的身体被雷兽从1000米高的空中击落，强行震入地底。轰隆隆，大地层层崩裂，一张巨大的雷霆符文瞬间铺展开来，伴随着无尽的电光闪电，将一方空间笼罩。当雷光散去，只见那片区域的地势已然消失不见，只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矗立在那里，冒着焦黑的白烟，让人不寒而栗。他妈的，2个全都去打王林，把我晾在一边，当我是小角色吗？朱晨扭了扭脖子，目光从下方的大坑中收回，旋即望向了那个正在跟王林交手的沙子老祖。什么？那沙子老祖本来就在跟王林的对决中落进了下风，如今看到艳红老祖被人以雷法一击震入地底，瞬间傻眼了。他们刚才的注意力全都在那层牛身上，只想尽快将其除去，彻底灭了炼魂宗的传承。没想到这层牛身边之人实力竟比层牛更加恐怖。制魔道全体长老弟子听令，劫制魔大阵，诛杀此2人。沙子老祖知道自己同时面对朱晨和王林绝非对手，于是果断让阵外的制魔道弟子催动了阵法，试图以法阵之力镇杀朱晨和王林。朱道友，没想到你竟然隐藏了修为，王某之前当真是看走眼了。王林没有去追那退走的沙子老祖，而是转手来到了朱晨身旁。他此前之所以不想让朱晨跟来，是因为他看出来朱晨的修为不如自己，如果贸然跟来的话，可能会陷入险境。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连阴变修士都能硬汉。显然对方上次在虚天殿的时候定然是隐藏了修为，若不然当时对方轰杀一个元婴修士，怎么可能还要出好几拳呢？你不也是一样？朱晨冲着王林笑了笑。王林上次去虚天殿的时候只是神道分身前往，古神本尊并未亲临，但是现在对方已经将古神本尊和神道分身融合。虽说因为昨天的伤势，他的神道修为跌落到了化神中期，可他的生死意境却也意外突破到了阴变境。此消彼长之下，即便是阴变初期修士也能击杀，跟上次去虚天殿的分身完全是2个不同的存在。轰隆隆，就在2人短暂交流的时候，制魔道的那群长老弟子也成功了催动法阵，随着一道道耀眼的光束直冲天际，天穹之上蓦然出现了一团恐怖的血云。这团血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蔓延开来，
瞬间笼罩了整座法阵。朱晨看到奈沙子老祖此刻已经退到了法阵外面，正在配合制魔道的那些长老弟子引动法阵之力。有了应变修士的先例注入，这座制魔大阵的威力顿时拔升到了极点，弥漫在空气中的符文之力开始不断收缩，最后全部汇聚到了那团血云当中。下一秒，只见一头似狼似豹的荒兽赫然从那血云中攀爬而出，张开血盆大口，对着王林和朱晨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这头荒兽的体型大到无边，仿佛遮蔽了整片天空。当他那庞大的身躯从血云中完全爬出来的那一刻，一股浩瀚如海的威压也同时落在了朱晨跟王林身上，差点将他们两人逼到地上。这只魔道不愧是毗卢国三大宗门之一，即便是临时构建起来的大阵，竟也有此等威力。王林此时的神色已经变得异常凝重，面对这有应变修士坐镇的制魔大阵，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那刚刚晋升到应变境的生死化轴召唤了出来。随着生死化轴徐徐铺开，一股恐怖的生死阴阳二气瞬间从化轴之中冲了出来，继而化作两条巨龙盘绕在了王林的古神法香上。砰砰！王林的古神法香开始爆发出阵阵惊人的气息，那些气息在扩散开来的时候，竟直接形成了一道宛若惊涛骇浪般的空间涟漪，开始疯狂冲击制魔大阵的阵法壁垒，仿佛要将其震碎一般。负隅顽抗！沙子老祖冷哼一声，他单手引动法阵之力，对着王林和朱晨所在的位子轻轻一点，随着一个阵字从沙子老祖口中念出，那头原本还在受法阵约束的荒兽顿时双眸一瞪，咆哮着朝王林和朱晨扑了下去。杀！与此同时，王林也催动古神法身，裹挟着生死意境画卷中弥漫出来的阴阳之气，正面迎向了那头荒兽。两个庞然大物在虚空中碰撞在一起，爆发出阵阵恐怖的气浪，声震九霄。融合了古神本尊的王林已经不再擅长用里胡哨的神通法术，一出手就是最直接的近身肉搏，一往无前。那头荒兽在法阵之力的助力下已然有了应变中期的实力，但他的古神之躯此时也已经达到了3星，光是肉身之力就能硬汉应变修士，更别说此刻的他还融入了神道分身的修为和那应变期的生死意境。朱晨看到王林一个人能够对付那头荒兽，没有急着动手，而是打开聊天群，默默地开启了那个新解锁的直播功能。这个直播功能开通之后，使用者的视线会直接投放到直播间内，直播画面就是使用者的直观视觉，同时画面中出现的人，其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压气息也能被群里其他人感受到。萧炎他们之前在群里询问王林的情况，但见王林突然没了回应，本来还在担心，没想到朱晨的直播画面蓦然出现在了群里，这让他们瞬间了解到了王林当前的处境。萧炎，我靠，王林兄弟，你这是在干嘛？你不是刚刚才从鬼门关里回来吗？怎么又去干架了？你就不能消停点吗？萧炎直接人妈了，他昨天为了救王林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连自己老师养老的丹药都拿出来了。本以为王林醒来后应该会休息休息，好好恢复一下伤势的，结果对方第2天就回去干架了。大哥，你要是再被人干一次，我可没有第2颗生骨融血丹救你了呀！灵动、浩强，这就是王兄遇到的敌人吗？感觉比上次我们在虚天殿遇到的那些元婴修士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啊！灵动此刻的注意力并不在王林为什么会去干架的事上，他的目光一直盯着跟王林激战在一起的那只荒兽，心中异常澎湃。这种强者之间的对决看得他心神向往，甚至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不过读书少没文化并不代表他是傻子，他虽然也想过去帮王林干架，但心里却非常清楚，王林跟那只巨兽之间的战斗并不是他可以插手的，那一人一兽每一次的碰撞爆发出来的余波都能将他秒杀，自己要是过去恐怕连1回合都支撑不到。看到灵动的提醒，其他人也很快注意到了王林此刻正在面对的敌人有多么恐怖，尤其是韩立，作为群内的唯2修仙者，他最能深刻地感受到此时正在跟王林激战的那只荒兽到底是什么东西。韩立，此兽身上弥漫着浓郁的阵法之力，恐怕是由某种大阵凝练出来的东西，这种阵兽非常棘手，王林前辈若是无法破阵，此兽就永远不会被打散。韩立若有所思地分析道，他虽然修为不高，但是对阵法之道颇为娴熟，一眼就看出了这只荒兽的来历。朱晨本来是想用直播的方式让群友们感受一下应变期的战斗，好让他们能够在观战中有所受益，没想到竟在韩立这里意外看到了破阵的关键。他之前倒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王林此刻虽然跟那头荒兽打得难解难分，但随着时间推移，朱晨发现王林的攻势已经慢慢疲软下来。反观那头荒兽，在外面那些至魔道修士的法力灌入下，不但身上的伤势能在顷刻间复原，气息也在不断的增长当中，如今已经来到了应变中期巅峰的程度，倘若不加以阻止，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应变后期了。这只魔道能在毗卢国与炼魂宗同存，成为3大宗门之一，果然还是有点门道的。朱晨，韩道友，那你能看出来此阵该如何破解吗？朱晨虽然有底牌可以瞬间破除此阵，但那底牌他目前还不打算用。既然韩立能看出此阵的门道，那就让这小子先来尝试破阵好了。韩立破阵之道虚观阵、入阵，最后才是破阵，在下没在阵中，无法看出此阵的阵眼所在。朱晨，那要不你过来一下？韩立刚想拒绝，
结果画面一转，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朱晨身旁。这是朱晨群主权限中的其中一项，可以将任何一个群员拉至自己身边。不过这个权限有一个坑爹的规则，那就是不能拿群友挡枪，因此他一直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如果能随便用，唐三之前在群里绝对活不过3级。萧炎，我尼玛，韩兄怎么突然过去了？他不是才结丹修为吗？灵动，韩兄为了兄弟甘愿赴汤蹈火，哪怕面对强敌也毫不畏惧，简直是我辈楷模呀！我灵动佩服。萧兄，我们也去吧。萧炎跟灵动看到韩立亲身现阵，还以为他是主动过去帮忙的，顿时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他们没想到韩立竟能有如此大义，明知道对面的敌人可以随手捏死自己，却依旧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这种肯为兄弟两肋插刀的行为让他们深受感动。重情重义的灵动更是忍不住也想跟进去，不过他的这种莽撞行为很快就被萧炎阻止了，因为萧炎看出来了，韩立过去是帮忙破阵的。术业有专攻，他们两个不懂阵法之道，打又打不过，要是过去的话，只会成为朱晨跟亡灵的累赘。帮忙是要看情况的，别到时候过去帮了倒忙，反而拖累了别人。韩道友，现在你已入阵，你看看此阵你能破否？朱晨看向韩立说道。韩立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此刻正在大阵中心，四面八方全是阵法光柱，所有的退路都被封死了。而且他还发现阵法外面还有200多个修为在元婴以上的修士在对自己虎视眈眈。韩立的天塌了，就这个阵仗，怕是化神修士来了都得九死一生。他一个结丹修士能来干嘛？当炮灰吗？朱道友，你这还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给在下啊！事急从权，韩道友尽管找到破阵之法，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就行。行，那在下来试试。不过在下修为低下，待会在寻找阵眼的时候，还请朱道友护住在下，莫要让阵法之力波及到在下。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得到朱晨的保证，韩立那颗悬着的心这才放松了一些。他从储物袋里拿出几十杆阵旗，将之一一抛出，随后双手掐动诀印，打出一道道法力，引动阵旗，试图以阵法之力牵引阵法之力，从中找出这座制魔大阵的阵眼所在。小辈竟然敢出手偷袭老身，老身今日定要将你抽魂炼魄！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道黑影突然从下方那个大洞中飞射而出，来到了制魔大阵外面，正是此前被朱晨以雷道法则镇压的另一位阴变修士燕红。对方脱困之后，立刻配合杀子老祖，将全身的仙力注入到了制魔大阵中，使得此阵的威力又瞬间拔升了一个层次。好，随着大量仙力灌入，那只荒兽身上的气息顿时突破到了阴变后期的程度，对方的攻势开始变得越加凶猛，利爪每挥动一次，都能将亡灵身前的虚空撕出一道裂口。那震耳欲聋的吼叫声更是能摄人神魂，将周围的空间都震出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空间波纹。情况瞬间发生了逆转，亡灵原本就已经渐渐落入下风，如今荒兽再次晋级，他终于是支撑不住了，开始在对方的攻势下节节败退。韩道友，你继续寻找破阵之法，我去帮王道友。朱晨消耗一半法力，在原地留下一具影分身，随后本体直接开出法相金身，和亡灵一同迎向了那只修为已经达到了阴变中期的荒兽。朱晨虽然也修炼了古神诀，但他的古神诀因为盘古精血的影响，已经脱离了古神的进阶路线。如今的他正在向祖屋不断进化而去，而且还是一尊继承了盘古力之法则的祖屋。单凭肉身力量而言，他已经完全凌驾在了3星古神的亡灵之上。有了他的加入，那只荒兽瞬间就被碾压了。给我破！朱晨凝聚体内荒力，牵动法相金身，一拳轰出，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接将那只荒兽的身体打崩了一半。死！亡灵趁势而上，一套王八拳下来，当场将那荒兽的另一半身体轰成了漫天晶体。不过下一刻，随着周围法阵之力凝聚而来，那只荒兽很快又出现在了朱晨和亡灵的面前，毫发无损。朱晨眉头一皱，看来韩立刚刚说的没错，欲灭此兽，必先破此阵。朱道友，在下找到阵眼了。就在这时，韩立的传音突然出现在了朱晨的脑海。朱晨眸光闪动，正准备询问韩立阵眼在哪，然而他话还没说出口，那只重新凝固出法体荒兽却是身形一动，瞬间来到了韩立面前，利爪带着尖锐的破风声猛地抓在了韩立身上。找死！朱晨的影分身此刻就守在韩立身边，见到那只荒兽想要过来偷袭韩立，二话不说，果断催动柳神法幻化出无数条柳枝缠住了对方的身体。随着柳枝快速收缩束缚，那只足以撕裂虚空的兽爪终于是停留在了韩立身前3寸的地方。在这只宛若山岳般大小的兽爪面前，韩立的身体几乎渺小的跟蝼蚁一样。这一爪子要是被抓实了，就韩立那点小身板，再会跑也没用，绝对十死无生。韩道友，阵眼在哪？朱晨一边用柳神法禁锢住那只荒兽，一边看向韩立问道。在4北方巽位，那里是阵壁最为薄弱的地方，只要杀掉那个主阵之人，此阵可破。韩立伸手点出一个方位，朱晨跟亡灵同时凝视过去，只见那个位置此刻正站着一名化神后期的至魔道修士。不好，他们找到阵眼了！那人看到朱晨跟亡灵同时注视过来的目光，瞬间吓得脸色苍白。别怕，
此阵有我和艳红老祖的先例在维持，就算他们找到阵眼也没用。沙子老祖双手掐诀，一边安慰那个站在阵眼位置的智魔道长老，一边继续加大先例输出，是要将朱晨等人困死在阵中。那名智魔道长老听到自家老祖的话，心里这才稍稍安定了一些。区区2个应变初期也想困住我们，不自量力。朱晨眼中露出一抹不屑之色，他让王林帮忙照看韩立，随后一个闪身来到那阵眼位前，双手快速舞动，掐出一个个复杂的诀印。6道轮回天宫，真黄宝术现，酸泥宝术现，碧方宝术现，朱雀宝术现，柳神法现。6道轮回天宫是一种可以同时驾驭多种宝术的法，最多能够打出6种宝术。此刻随着朱晨手中的诀印不断完善，他的身后也是凭空出现了一个个符文法阵。紧接着只见一头头凶相毕露的兽影顿时撕开虚空，借着符文法阵的力量钻了出来。最先出现的是一头浑身沐浴着雷霆的尸兽，正是酸泥。随后又是3只形态各异的大鸟同时破开符文冲入高空，映照世间。其中2只从火海中腾空而起的大鸟样子极为相似，正是朱雀和真黄。另外那只大鸟只有1条腿，形似仙鹤，青色的羽毛之上有着红色的斑纹在隐隐闪烁，正是太古凶禽碧方。碧方宝术能被至尊殿堂历代道主收录到传承之中，威力自不必多说，即便不如十凶宝术，那也是极为靠近的级别。最后在朱晨身后显化而出的是一株通天彻地的神柳。柳神法虽不是十凶宝术，但其威力却丝毫不比十凶宝术差，乃是真正的仙王法。在6道轮回天宫的增幅下，这5种法的威力被朱晨催发到了极致，兽影交错间竟将阵法空间内的虚空都搅动了。然而这还没完，在同时施展出这5种绝顶宝术后，朱晨手中的印诀骤然一变，2指成剑高举于顶，草字剑诀凝。下一刻只见一柄巨大的剑影蓦然凝化而出，带着开天辟地之威，随着朱晨的手指落下，直接朝那阵眼位置劈了下去。与此同时，那4只气势如虹的凶兽虚影和无数条青柳枝也在一声声石破天惊的嘶吼声中猛地撞向了阵眼。6种宝术几乎在同一时间冲入阵眼位置，双方的碰撞并没有任何能量波动溢出，有的只有漫天席卷的剑影和群兽的咆哮声，以及那一条条犹如巨龙般不断在阵眼处交错而过的柳枝。因为这次受到的撞击太过猛烈，而且还是在内部防御最薄弱的阵眼位置，外面那些正在维持阵法的至魔道修士全都遭到了重击，一个个身体开始不断晃动起来，其中有几个修为最弱的元婴修士甚至已经有鲜血从嘴角溢出。咔嚓！就在这时，阵眼位的光柱壁膜开始出现了一条条触目惊心的裂痕，这些裂痕犹如巨蟒般朝4面8方快速蔓延出去，转瞬间便布满了整道光柱。噗！守在阵眼位的那位至魔道长老终于是支撑不住了，他张嘴吐出一大口鲜血，随后身体一个踉跄，脸色苍白的从阵眼位退了出来。而随着他的离位，那道已经布满裂缝的光柱也在顷刻间碎裂了，阵法被破，所有人都受到了反噬，包括那2个应变期的老祖。好！当阵法破除的那一刻，那只修为境界堪比应变后期的荒兽也在一声凄惨的嘶吼中化作了漫天飞灰。该死！这层牛身边有高人，快回去禀告朱雀子！众至魔道长老弟子听命，给老身截住他们，格杀勿论。那2位应变老祖见势不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走，而那些他们之前带过来围剿亡灵的至魔道修士则是全都成为了他们的弃子。你们以为自己还能走掉吗？亡灵面无表情地取出仙剑，在灌入一颗极品灵石后一剑横斩，铮铮铮，恐怖的血色剑芒瞬间席卷而出，当场斩灭了他们其中1人。死！朱晨也在同一时间引动柳神法，幻化出无数条神柳贯穿了另外1人的身体。应变修士跟化神修士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以仙体引动仙力，而这2位至魔道老祖此前为了镇杀朱晨和亡灵，在阵法中几乎灌注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仙力，如今已然黔驴技穷，再加之2人刚刚都被阵法反噬，仙体受了重创，在朱晨跟亡灵面前根本无法逃脱，纷纷陨落。接着朱晨又跟亡灵对视了一眼，2人没有说话，但接下来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不谋而合。2人均是以雷霆之势出手，将那些刚刚受到阵法反噬的至魔道长老和弟子全部杀了，一个都没有留下。韩立站在后面，整个人都看傻眼了，这里这么多化神修士和元婴修士，若是放在他那里都可以成为横扫人界的顶尖势力了，没想到亡灵和朱晨2人只是用了片刻的功夫就把他们所有人都杀了。萧炎，我靠，朱兄和王兄当真是狠人啊，这么多人说杀就杀。萧炎此刻也是瞪直了眼睛，脸上满是惊骇之色。朱晨跟亡灵越级杀人他倒是不惊讶，因为他自己也经常这么干，只要手段足够强硬，别说是越1阶了，就算是越2阶那也是家常便饭。可是朱晨跟亡灵一言不合就把那几百号人全都杀了，这让他心中不禁有些发怵，太狠了。他当年被纳兰嫣然当众退婚羞辱，也不过只是喊出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狠话而已，没想到朱晨跟亡灵竟然这么狠，直接把得罪他们的人全杀了，连给他们悔过的机会都没有。这要是有人敢找他们退婚，不得被连夜灭门啊！灵动，萧兄，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那些人刚刚都想要杀掉朱兄跟王兄了，难道他们不该死吗？相比于萧炎的惊讶，林动此刻倒是显得非常淡定。他觉得朱晨跟王林他们把那些人全都杀掉，这太正常不过了。因为如果换成是他的话，肯定也会这么做。毕竟那些人刚刚都已经联起手来想杀掉朱晨跟王林了。如果朱晨跟王林只是不痛不痒的教训他们一顿，那不就成圣母了吗？对于敌人就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能斩草除根就斩草除根。总之，绝对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隐患。韩道友，此次多谢你前来相助，王某如今还有要事在身，不便与你多言。今日这份恩情，王某改日再报。王林还要急着去炼魂宗看看，因而在杀光那些至魔道修士后，他也没有来得及感谢特意跑过来帮忙破阵的韩立，转身便朝炼魂宗方向飞遁而去。朱晨也没有任何犹豫，果断跟了上去。看到这一幕，韩立整个人又都惊呆了。不是，你们两个都跑了，那这些修士身上的储物袋怎么办？不打算收了吗？这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萧炎，妈的，韩兄你发财了呀！快去舔包，小心其他修士闻讯赶来。灵动，这么多储物袋，这是一个都没拿呀！看到朱晨他们一个储物袋都没拿走，就直接离开了。萧炎跟灵动也是非常意外。要知道，对于任何一个修炼者来说，资源都是最重要的条件。而朱晨跟王林在杀掉那些至魔道的修士后，连一个储物袋都没拿，这太奇怪了。难道他们看不上这些人的资源吗？群里的人都不知道朱晨跟王林为什么不去拿那些储物袋，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韩立发财了。而作为舔包专业户，韩立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他看到朱晨跟灵动离开，当即便动手捡起了眼前那200多个人的储物袋。朱晨跟王林在经过一番全力飞行后，终于是顺利赶到了此地。可惜王林最终还是来晚了一步，因为此时的炼魂宗山门已经被夷为平地，满目疮痍，曾经的山峰洞府如今都已经没了，山门弟子几乎全军覆没，所有人都死了。王林目光凝重，那双如鹰某般锐利的眼睛不断扫过下方宗门废墟，试图寻找一个活口。可惜最后他一个活着的人都没见到。一夜之间，炼魂宗已经被灭门。朱雀子，王林双拳紧握，身上的杀意开始疯狂蔓延出去，将整座炼魂宗废墟都笼罩中期。砰！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然从下方废墟中飞出，来到了他面前。遁天老祖！王林几乎脱口而出，望着眼前这个熟悉的老者，心中不禁泛起一阵涟漪。然而还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那遁天老祖却是率先开了口：王林，当你看到老夫这个样子的时候，说明老夫已经死了。杀我者乃朱雀星14代朱雀子，他抢走了尊魂幡，老夫寿元将尽，死不足惜，但炼魂宗的传承绝对不能断在老夫手上。老夫希望你日后学有所成，能看在我跟师兄帮过你的份上，替我炼魂宗夺回那杆尊魂幡。此刻从废墟里飞出来的遁天老祖并不是真人，只是一缕带着些许记忆的残魄，因而在说完这几句话后，他的身影就直接消失了。朱雀子，你该死！王林眼眶欲裂，再次咬牙切齿地喊出了朱雀子的名字。他身上的杀意和恨意此刻已经浓郁到了极点。遁天老祖和他师兄念天老祖在这段时间对他颇为照顾，不管是丹药还是仙玉，但凡是能够恢复修为的东西，他们几乎都会满足。可是现在炼魂宗遭遇灭顶之灾，不但所有的弟子死了，连宗门老祖都没能幸免。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朱晨对那朱雀子的恨意达到了极点。王兄，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朱晨皱着眉头看向王林问道。他知道王林现在的心情，因为自己一个人的失误把整个宗门都给害了，这换成谁都不会好受。可眼下不是悲伤的时候，10亿尊魂幡是亡灵中后期的神器，而且还是炼魂宗的传承至宝，如今被朱雀子夺走，这怎么能行？念天老祖跟遁天老祖与我有授业之恩，我也算是个炼魂宗弟子，他朱雀子灭我宗门，杀我恩师，夺我传承，其罪当诛。王林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只不过他这边话音还没落下，一个身穿红色华服的老头便是从天而降，直接落在了炼魂宗废墟上空。来人正是朱雀子，对方身后还跟着2个人，一个是身材火辣的柳眉，一个是伪君子钱锋。这2人的修为都是阴变中期，比王林高了整整一个境界。王林，老夫在这里等你很久了，你跟红蝶之间的约战早在10年前就已经决定，如今时限已至，还不速速随老夫去朱雀国？朱雀子的声音带着一股很强的威压气息，直接把王林和朱晨震在了原地。王林想要反抗，但对方问鼎大圆满的修为，岂是他这个小小的化神修士可以抗衡的？仅一瞬间的功夫，王林就因为强行对抗朱雀子的威压遭到了反噬，直接从嘴里吐出了一口老血。这就是问鼎大圆满的修为压制吗？朱晨此刻也在被朱雀子镇压，不过他的肉身已经被盘古精血洗炼，且在迈入明文境的那一刻，他还学10号将原始真解刻入体内，以此冲破了修为枷锁。此时在极致的肉身力量和原始真解的双重抗压下，他的情况虽然也很艰难，但却并没有像王林那样不堪。而且在这股强大的外力压迫中，朱晨还意外发现自己铭刻在体内的原始真解符文竟然正在逐渐融入他的身骨，实现蜕变。明文境是修士脱离对凶兽，
猛禽符文完全依赖的关键阶段。修士必须要在体内铭刻属于自己的天赋符文，这一过程需逐步掌握符文的本质规律，因此存在明显的阶段划分。朱晨目前只是初步接触符文铭刻，仅能模仿简单的阵文组合，因而他的修为境界也只是明文境初期。但是此刻在朱敲子这种带着敌意的修为压迫下，他铭刻在体内的原始真解符文居然因祸得福，开始不断完善，并衍生出了更多的铭文。朱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果断盘膝而坐，借助朱雀子的威压气息补全自己体内的符文。同样的事情，老夫不想再说第二遍。王林，你走不走？朱雀子居高临下的看着王林，身上的修为气息开始不断加强。砰砰砰，空气中不断传出震耳欲聋的音爆声。朱雀子每施压一次，王林就会被狠狠镇压一次。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一座接着一座的巨岳压落下来，那叠加起来的冲击力，哪怕是已经拥有3星古神之躯的王林也有些吃不消。王林此刻死命地咬紧牙关，苦苦支撑着，可他跟朱雀子之间的修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不消片刻，他的身体就在一次次叠加起来的威压下支撑不住了，一只膝盖猛地跪了下去。哼，负隅顽抗，你当真以为老夫杀不了你吗？若不是老夫的弟子想要你的意境，你早已在老夫手中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见王林还是不肯服软，朱雀子的耐心也逐渐消失了。不过这王林是他意境吞噬链中重要的一环，他也不好直接下手，毕竟修士一死，其感悟的意境也就没了丝毫作用。想到此处，朱雀子的目光便是落在了王林身旁的朱晨身上。在他眼里，这个被自己一施压就全力运转修为抵抗的人就是一个垃圾，比之化神器的王林还要不如。但此子的存在却是可以成为他威胁王林的一个筹码。既然你不肯就范，那就休怪老夫无情了。朱雀子淡然开口，给了王林最后一个警告。随后他抬起手指对着朱晨轻轻一点，霎时间，朱晨的体外瞬间被一层扭曲的空间包裹，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空间禁锢的牢笼。这些扭曲的空间不断向朱晨挤压过去，仿佛要将其彻底碾成碎片。萧炎，妈的，这老头好卑鄙，竟然拿朱兄威胁王兄。朱晨此前并没有关掉直播，因而朱雀子此刻所做的一切，直播间里的人全都看在眼里。萧炎是第一个忍不住骂娘的，他很想过去帮忙，但是这朱雀子仅凭气息压制就把王林和朱晨镇压了。他觉得自己过去也是累赘，只能强行忍住了冲动。他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快炼制出一些救命的丹药出来，万一待会王林和朱晨出了事，自己或许还能有补救的机会。灵动，欺人太甚，萧兄，我们一起过去干那个混蛋老头。灵动此时也发来了弹幕，他已经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希望萧炎也能跟自己一起过去。读书少的人考虑的东西一般都不多，在灵动眼中，做兄弟在心中，若是有事还要畏首畏尾，那还叫什么兄弟？干就完了。萧炎，灵动兄弟，你先别冲动，王兄他们这次遇到的敌人非同小可，我们过去只是平白送人头啊。萧炎担心灵动会做出傻事，连忙又在群里发去了一条弹幕。然而这条弹幕刚发出去，他就看到灵动的身影出现在了直播间里。老匹夫受死！朱雀宝术第3季，裂天。灵动跨界现身后，二话不说，直接全力运转体内元气，于空中显化出一头100丈大的炎火朱雀，毫不犹豫地撞向了朱雀子。灵动如今的修为已经在群友们的帮助下突破到了地元境，并且身怀多种强横的神通宝术，实力较之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他现在面对的还是一位元婴修士，或许已经有了一战之力，但可惜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位随手就能捏死一大片元婴修士的问鼎大能。哪怕他拼尽全力施展出了堪比10凶宝术的朱雀宝术，最后也还是没能起到任何效果。朱雀子只是用眼神淡淡的瞟了一眼，灵动全力施展出来的朱雀宝术就自行溃散了。接着灵动自己也是被一股强大的气息镇压，直接从1000丈高空坠落，砸进了地面。师尊，方才那小子出现的方式有些诡异，而且还能施展一种不错的朱雀神通，弟子想过去搜魂一番。钱锋站出来对着朱雀子抱拳一拜，恭敬地说道。他对刚刚跨界而来的灵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要去探索一番，看看能否有所收获。去吧。为师方才见他施展的神通有些古怪，没有下死手，他应该还活着。朱雀子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多谢师尊。钱锋再次抱拳，旋即目光看向灵动坠落的方向，就准备动身前往。然而就在这时，王林的声音却是突然从另一边传了过来，一人做事一人当，跟红蝶有战约的人是我，你们让这2个人走，我随你们去朱雀国。朱雀子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老夫方才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你以为自己现在还有跟老夫讨价还价的资格吗？说完他又对钱锋使了个眼色，钱锋见状这才闪身遁向了灵动刚才坠落的位置，给老子滚！就在这时，又有一道人影突然从虚空中飞掠而出，抬起一脚直接将那钱锋踹飞了出去。来人正是见灵动有难，及时赶过来救场的萧炎。此时的萧炎已经借来药老的修为，气息暴涨到了无限逼近斗尊的层次，而且在赶过来之前，他还在手里捏出了一朵4色火莲。此刻在一脚踢飞钱锋后，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将手里的火莲丢出，直逼朱雀子脸上甩了过去。然而
这朵足以重创斗尊强者的4色火莲，却在靠近朱雀子的时候，被朱雀子抬手一挥，直接用朱雀印震了下来。火莲的轰爆声响彻天地，但并没有波及出去，只是在空中放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哑炮。什么？萧炎瞳孔剧烈收缩，望着那朵被镇压的火莲，眼中满是惊骇之色。这4色火莲已经是他目前能够拿得出手的最强底牌了，没想到居然被对方如此轻易就镇压了下去。又来一个！朱雀子眸光闪动，眉宇间不禁流露出一丝诧异之色。刚才灵动前来救场的时候，他就在奇怪自己的神识感应明明已经扩散到百里之外，却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人靠近这里。后来灵动被他一个眼神镇压，由于对手实力太弱，他才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也留了一个活口，准备等下搜魂炼魄之用。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现在居然又来了一个能够避开自己神识感应的家伙，而且这个家伙的修为明显要比刚才那个会施展朱雀神通的小子强了不少。尤其是对方刚刚甩过来的那朵火莲，上面充满了毁灭的气息，即便是他也不敢轻易硬汉。朱雀子不是傻子，通过这些细微的感应，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些前来援助亡灵的家伙绝对有问题。前锋这个人留活口，为师要亲自搜他的魂。朱雀子看向前锋叮嘱道：是，师尊。前锋刚刚被萧炎踢了一脚，心里极为不爽，但是面对自己师尊的叮嘱，也只能老老实实应了下来。说罢，他便催动仙力冲向了萧炎，双方直接在虚空中激战起来。在药老的帮助下，萧炎如今的修为已经无限接近斗尊，凭借3种异火加持，即便是真正的斗尊强者也能一战。但是现在面对应变中期的前锋，他依旧是全程被逼的只能勉强自保，根本不是对手。两人仅仅只是缠斗了10几个回合，萧炎就被前锋抓住机会，一掌打进了下方的废墟山脉中，溅起了一大片尘土。然而就在前锋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一股强横的符文气息突然从附近传了过来。前锋转头看去，只见那个之前被自己师尊镇压在那里的少年，居然强行顶着他师尊降下去的威压站了起来。不愧是朱雀星的第14代朱雀子，竟然能够逼得我体内的符文进行自我重组，了不起！朱晨抬头看向朱雀子，眼眸中似有符文闪烁，映照出阵阵玄奥的铭文气息。你的修为竟然提升了！朱雀子眉头一皱，他虽然感受不到朱晨身上的修为境界，但通过气息感应，他却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对方的修为就在刚刚明显提升了。临战突破这件事情说来简单，可做起来却是极其困难，因为这还需要有一定的运气在里面，否则没人可以做到。没想到这个跟亡灵一同来练魂宗的家伙，居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惜蝼蚁终究是蝼蚁，即便突破了修为，也依旧改变不了什么。要打就打，哪来那么多废话？朱晨双手结印，果断将自己的金身法相显化，同时运转6道轮回天宫，催动6种至尊宝术攻向了朱雀子。他如今的修为已经突破至明文境中期，施展6种宝术时的威力要比之前斩杀那只魔道老祖的时候更强。当那6种至尊宝术同时攻向朱雀子的瞬间，整片天空都仿佛沐浴在了玄奥的符文阵法当中，虚空剧烈震荡，好似天崩地裂一般。有意思，朱雀子明显被朱晨动用的手段惊了一下，不过也只是惊了一下而已。很快他就施展手印，祭出朱雀印，镇压了朱晨施展出来的所有宝术。刚刚那几种神通不错，但你的修为太弱了。朱雀子淡然开口，目光再次落在朱晨身上，单手结印。下一刻，只见一块遮天蔽日的朱雀黄印轰然落下，带着铺天盖地的气势，直接朝朱晨镇压而去。轰隆隆，那黄印还未落下，朱晨下方的炼魂宗废墟便已经率先遭到了2次摧毁，所有的废墟建筑全都在顷刻间被碾成了碎石粉末，大地层层崩裂，并向4面8方快速延伸出去。朱晨知道自己不是这朱雀子对手，但他心中却没有丝毫惧意，反而有一种强烈的战意在徐徐燃烧。他一脚迈出，以宇宙洞天之力再次显化出法相金身，双手高举，强行将那镇压下来的朱雀印挡了下来。给我开！朱晨轻喝一声，随着手中的力量轰然喷涌而出，他竟硬生生的将那块堪比万丈山岳大小的朱雀印给抬了出去。如此震撼的一幕，看得亡灵目瞪口呆。他没想到朱晨居然可以接连抵挡住那朱雀子的攻势，虽说对方一直在全力防守，但也足够证明了他的实力。毕竟他此刻就算拼尽全力，也只能在朱雀子的威压气息下勉强自保，连还手的余力都没有，更别提和朱晨一样接连接下对方的招式了。不错的肉身。见朱晨用肉身之力强行扛下自己的朱雀印，朱雀子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情。他挥动双手掐出绝印，毫不犹豫地加大了朱雀印的镇压力度。震砰，虚空陡然一缩，朱晨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好似被一股无穷大的力量狠狠压了一下，浑身上下的骨头都在咯咯作响。这朱雀印的力量已然超越了普通的术法神通，被赋予了一层规则之力。朱晨拼尽全力想要去抵挡，可最后还是被那股浩瀚的规则力量镇压了下去。他跟朱雀子之间的修为差距实在太大，仅凭那尚不成熟的肉身之力，根本无法跨越这道鸿沟。朱晨不服输，他唤出本命元神，想要以元神之力做最后一搏。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宇宙洞天却是自行显化而出，一片青绿色的柳叶
蓦然从洞天之中飘了出来。柳神，朱晨心头一颤，望着那片自行飞出来的柳叶，眼眸深处不禁闪过一缕异样的神色。这片柳叶是柳神之前赠予他的信物，其内蕴含着一丝柳神的意念烙印。朱晨刚刚之所以敢跟亡灵来这仙逆世界，其底气来源便是此物。不过朱晨原本是准备在自己面临绝境时再动用这个底牌的，没曾想这柳叶居然自己先从洞天中跑了出来。看来柳神的这一丝意念烙印也已经感受到他此次面临的敌人有多么强大。沙沙沙！就在那片柳叶飘飞出去之后，四周围的虚空骤然停滞了一下，仿佛时间被定格在了这一刻。一道道玄奥繁复的符文阵法开始在天地间映照显化，那些符文相互辉映，凝聚出无数条柳枝腾空而起，交织成一只巨手，将镇压在朱晨身上的那枚朱雀印轻易托举了出去。紧接着，只见一株几万丈高、枝杈纵横、无尽虚空的神柳，在无数符文阵法的神息笼罩下，渐渐显化成形，出现在了这方天地。轰隆隆！与此同时，此界的天穹之上也传来了宛若巨兽嘶吼般的雷鸣声，仿佛有什么恐怖的存在即将降临。柳神的这一缕意识烙印修为太过惊人，已经严重影响到此界的规则秩序。哪怕他此刻还没有做任何事情，可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触发了天道意志的关注。这是什么神通，竟能一击撼动朱雀印？朱雀子脸色骤变，急忙将那朱雀印收了回来。这朱雀印乃是整颗朱雀星的本源之力汇聚而成。刚才他催动的法印虽然没有引动朱雀星的核心本源力量，只是将印寄了出去，但其印本身的重量已经相当于整颗朱雀星了，哪怕是问鼎初期的修士也绝难撼动分毫。没想到那片柳叶所化都神柳，竟然能一击震飞朱雀印。哗！就在朱雀子紧锁眉头之际，只见一道修长的倩影蓦然从柳树中迈步而出，风华绝代，睥睨万物，正是柳神这道意念烙印所化的法相。他从神柳之中缓步走出，一步一连，步步惊世，恐怖的符文气息自柳神脚下不断扩展开来，瞬间便蔓延了整片天地。阁下是谁？为何来此阻拦老夫？朱雀子察觉到眼前这女子的修为非凡，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将双手负于身后，神态自若地看向柳神说道，语气中充满了警惕：汝就此退走，我亦不再出手。柳神没有去回答朱雀子的问题，而是以一副上位者的姿态垂眼望向朱雀子，其空灵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开来，神韵绕耳，声震四方。阁下这是在威胁老夫吗？朱雀子神色凝重地注视着柳神，身上开始逐渐散发出问鼎大圆满的修为气场，试图逼退柳神。然而柳神对此却是毫无顾忌，他虽是一道意念化身，但修为早已超脱凡尘领域，就朱雀子这点能耐，根本不足以让他正眼相看。看来阁下是铁了心要跟老夫作对了。见柳神无视自己，朱雀子心中也是有了一丝怒意，他抬手一抓，一杆黑雾缭绕的大幡便是出现在了掌心之中。十亿尊魂幡。看到朱雀子手中的那杆大幡，亡灵的双瞳顿时收缩了一下，那是他炼魂宗的传承至宝，如今出现在这株敲子手中，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羞辱。朱雀子一手持朱雀印，一手持十亿尊魂幡，心中也是有了一些底气。他抬起头，再次看向柳神，目光闪烁道：阁下应该是来自域外吧？老夫乃朱雀星第14代朱雀子，无意与域外道友为敌，只要道友不再插手我朱雀星的事情，老夫准许你带族中小辈离开，老夫绝不阻拦，如何？刚才在跟柳神交谈的同时，他已经通过修心之经感应了一遍，发现朱晨几人的命魂并不在修心之经上，因而他可以断定这几个身怀诡异神通的修士定然不是他朱雀星上的本土修士，估计是域外哪个世家子弟来他们朱雀星历练的。而眼前这位就连他都无法看透的女子，必然是他们的护道长辈。这种人他没有必要去招惹，只要他们不触及到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吃点小亏，任由这些人离去。他只要亡灵。汝既不愿退走，那便不用走了。柳神见这株敲子不但没有离开，反而还拿出法宝来威慑自己，也没有再多废话，直接伸手向前一点。刹那间，只见无数条柳枝顿时从他背后的符文阵法中夺眶而出，带着摧枯拉朽之势，直逼朱雀子缠绕过去。哼，老夫只是好言相劝，你当真以为老夫怕了你不成？朱雀子抛出朱雀印，快速掐动手诀，于自己身前凝化出数十道金光壁垒，试图阻挡那些柳条的冲势。然而这些足以抵挡问鼎修士攻击的金光壁垒，在接触到那些柳条的瞬间便土崩瓦解了。砰砰砰！仅一个瞬息之间的功夫，那些柳条就从数十道金光壁垒中横穿而过，直接撞向了朱雀子。怎么可能？朱雀子心底一沉，上次他在面对尊魂幡内第4魂的时候，也曾遇到过这种能够捣毁一切的犀利攻击，可那第4魂是念天以命为其催动的，轻易不可施展，而这女子却只是随意抬手一点，便能施展出不弱于第4魂的神通法术，这让他心中不禁滋生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此女的修为恐怕已经超越第1步，达到了传说中的第2步，如若不然，怎么可能轻易施展出这如此可怕的神通？眼看那些柳条就要贯空而至，朱雀子来不及多想，当即祭出自身精血落在朱雀印上，并以指画符。老夫以第14代朱雀子的名义，祭献自身1/10寿元，以血为引，借朱雀星本源法则之力凝朱雀印。朱雀子一边催动法咒，一边再次祭出朱雀印。那朱雀印在脱离他的手掌后迎风见长，
瞬间化作了一尊数千丈高的巨印。巨印与柳条轰然碰撞，爆发出阵阵恐怖的能量波动，轰鸣声响彻天地。与此同时，朱雀子又抬手一挥，将自己手中的11尊魂幡一并祭了出去。尊魂武艺，主魂13现，主魂归一。朱雀子不断打出绝印，催动11尊魂幡，随着那些主魂的神魂之力融入其体内，他的修为气息也在此刻出现了暴涨。虽然没有直接突破第一步，但也已经差不了多少了。这操控魂幡的手段乃是炼魂宗弟子专属，可对朱雀子来说，想要获得并不难，只需要搜魂炼魄即可。而这使用尊魂幡的要诀，便是他搜遁天老祖的魂魄后获得的。阁下逼人太甚，那老夫就只能拼死一战了。朱雀子在融入那些主魂的神魂之力后，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他全力催动尊魂幡，将其内10数异魂魄尽数释放出来，冲向柳神，然后再掐出绝印，将所有神魂一一引爆。砰砰砰砰砰，震耳欲聋的爆裂声在虚空中不断响起。那些冲向柳神的魂魄，此刻仿佛变成了一颗颗悍不畏死的人形炮弹，疯狂地朝柳神炸去。柳神的身影很快就被层出不穷的爆破烟尘吞没了。哼，这11尊魂幡可是连老夫都极为忌惮的至宝，老夫今日就算拼了此宝不要也要！轰！朱雀子见柳神被术以异技神魂吞没，还以为自己稳了，谁料他话还没说完，挡在身前的朱雀印就被一股巨力打飞了出去。紧接着，一条被神息光辉覆盖的柳枝以惊人的速度从虚空中掠出，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噗！朱雀子瞳孔猛地一睁，整个人瞬间僵在了那里。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去看了一眼自己那被柳枝透体而过的胸口，随后张嘴吐出一口老血，当场从天上掉了下去。师尊！钱枫和柳眉回过神来，立刻闪身过去接住了朱雀子。不过此刻的朱雀子已经奄奄一息，到了弥留之际，再也没有了之前那傲气凛然的样子。或许就连朱雀子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位从神柳中走出来的女子，实力竟会如此恐怖。自己一个问鼎大圆满的修士，还用11尊魂幡神魂之力加深，将修为提升到了无限接近于第2步的程度，居然还是被对方一击秒了。这女子的修为深不可测，没想到朱兄竟然认识此等人物。王林也被柳神的实力惊住了。朱雀子在他们仙逆世界虽然不是什么顶尖强者，但是在朱雀星也是霸主级别的存在，尤其是对方还掌控了朱雀印和11尊魂幡这2种神器。没想到在这位神柳女子手中，依旧是没能走过一个回合。朱雀子躺在自己弟子怀里，没有坚持太久，很快就咽了气。朱雀星第14代朱雀子就此陨落。柳神没有再出手，他这道意念分身的主要职责是保护诸臣，谁对诸臣不利，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尤其是那些修为境界比诸臣高的人，他更加不会手下留情。但要是那些修为实力跟诸臣差不多的人想对诸臣动手，除非诸臣遭遇生死危机，否则他是不会出手的。多谢前辈手下留情。柳眉和钱枫知道自己这次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人，也没有在这里久留。两人对着柳神抱拳一拜，就准备带着朱雀子的尸体离开。不过这个时候，朱晨却是突然站了出来，他伸手指了指朱雀子的尸体道：“这尸体可以让你们带走，但是他身上的东西得留下。他们既然已经杀了朱雀子，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朱雀星给占了。这株敲子身上有修心之精，此物乃是控制朱雀星的关键东西。谁要是拿到此物，基本上算是坐稳了朱雀子之位。任何世界都是强者为尊，到了这个地步，柳眉和钱枫根本没有资格说一个不字。然而，就在两人准备贡献出朱雀子身上的修心之精时，一个声音却是突然从他们身边响起：修心之精乃是历代朱雀子所有之物，不能交给非此界之人。柳眉和钱枫转头看去，只见自己身边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男子。这人满脸的胡子杂乱无章，像是许久未曾打理过，头发也随意的披散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教子，身上没有一丝修为气息散溢出来，仿佛凡人一个。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家伙绝对不是什么凡人，而是一个修为极高的修士，否则的话，对方岂能在毫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出现在这里？是你！王林一眼认出了此人，正是上次在雨夜与自己论道的墨志。第3部的大能，王林道友，许久不见了。墨志看向王林，轻轻的点了点头。他已忘入道，能够记住王林，可见对王林也是极为器重。能够在此残破的世界修炼到这等境界，看来如也非常人。柳神一步迈出，来到朱晨身前，将朱晨护于身后，旋即目光凝重的看向墨志，缓缓开口道：“道友不必紧张，我不会对你的弟子出手，我只是过来奉劝你们一句，非此界之人，若是强行介入此界之事，恐会招惹来祸端。”墨志笑着看向柳神，语气中带着一丝从容。以他的修为，自然能一眼看出眼前这女子只是一个神念化身，真身并未降临。轰隆隆，似乎是为了印证这墨志的话，此时的天穹上空顿时出现了一朵气势磅礴的血色红云，红云之中电闪雷鸣，好似有一个巨大的身影正在云层后方随着雷光若隐若现。我等行事本就是逆天之举，天道若阻，我一出手灭之。柳神眸光闪动，他虽是一缕神念化身，但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却是丝毫不比大天尊修为的墨至弱。墨至从柳神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无敌意境，
知道对方不好招惹，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便带着柳眉和钱锋离开了。不过在临走之前，他将朱雀子身上的那些东西全都留了下来，包括那杆10亿尊魂幡，唯独带走了那修心之晶，这也算是他的妥协了。此人修为深不可测，除非吾本尊亲自前来，否则绝非对手。柳神望着墨至离开的方向，轻语一声，其眼眸中神采异动，好似有万千星辰流转，散溢出阵阵恢宏的气场。待那墨至的气息彻底消失，他这才扭动细腰，转身看向朱晨，缓缓开口道：“此地便是你之前所去的另一方世界吗？”“对，但这里只是其中一个世界。”朱晨点了点头道。对于柳神，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柳神在听到他这个回答后，明显愣了一下。这个世界跟他曾经在界海所遇的残破世界完全不同，这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虽说此地的法则依旧有所残缺，但他能够感受到，这里的修士只要离开这方界域，就能前往一个法则更加完整的世界，那里才是这个世界的本源所在。柳神本以为朱晨此前所去的世界就是跟界海那边的世界一样，都是残破的小世界，被大道摒弃，只能在界海中沉沦。没曾想对方所跨越的，竟是这种法则齐全、拥有大道意识的完整世界，而且此界的修士实力也相当不凡。就刚刚现身带走那2个小辈的胡渣大汉，其修为就不弱于真仙境的强者。朱晨能够在这样的世界随意行走，可见他的机缘造化有多么深。不过作为一名仙王巨头，柳神的心境也很快平静了下来。他继续叮嘱朱晨道：“诸天万界皆有大道意识沉睡，你肆意跨界而行，强行介入一方世界，视为变数。在你的修为还没有到达可以无视大道规则之前，行事最好谨慎一些，否则必将遭劫。”柳神的提醒，朱晨深有感触。之前在凡人修仙世界的时候，他就因为行事作风太过嚣张，被那个世界的天道意志针对过。但那又如何？修道之人本来就是在行逆天之事，他要是因为担心天道意志会降下劫数，就畏首畏尾，那这道他不修也罢。轰隆隆！就在这时，一道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又从天上传了下来。朱晨抬头望去，却见那团血色红云不知何时已经沉降到了他们头上，血云压顶，雷鸣震天。此时此刻，整片天空都仿佛沉浸在了这团巨大的血色雷云当中，遮天蔽日，让人不寒而栗。是天道使者来了，不知道这次来的是几星古神。王林目光凝视着天上那团血云，眼中满是复杂之色。10几年前，他曾为了避开这天道使者降下的秩序雷劫，将自己的爱人强行送入一个凡间女子体内，让对方投胎成为了周儒。不出意外，几年后他还要再次面对这天道使者。如果没有看过仙逆小说，王林或许还会觉得这天道使者就是维护世间所有秩序的执法者，乃是大道意志的具象化。他要从对方手中抢回李木婉，只能力战天道。可是现在他对这天道使者已经没有了敌意，只剩下了怜悯，因为他知道这些所谓的天道使者不过是被抹去了神智的古神罢了。说的难听点，他们就是天道的傀儡，一群可怜虫。管他是几星古神，他敢来，我们就灭了他。朱晨一步迈出，一股无敌的气势蓦然从他身上拔地而起，宛若一柄绝世利剑，直冲云霄。天穹上的那团血云被他这股气势搅动，竟然剧烈的晃动起来。紧接着，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从朱晨身后缓缓起身，握紧右拳，俱以山河之势，猛地轰向了那团血云。这是他以本命元神显化而出的法相金身，汇聚了他所有的修为之力和肉身力量，一拳可裂天地，震断寰宇。哪怕是问鼎修为的修士，也绝难在他的拳劲下全身而退。既如此，那王某也陪朱兄你战一战这天道使者吧。见朱晨主动迎战天道，王林也是毫不犹豫地掐动绝印，将自己的古神之躯映照而出，配合生死意境化轴，带着无边的古神之力，直接挥拳撞向了那团血云。然而，就在他们两人以法相金身和古神之躯同时攻向那团血云的时候，一只大道没边的巨手却是破开血云，在雷霆的沐浴中缓缓探了出来。砰！当这只遮天巨手出现的那一刻，天地都仿佛黯然失色了。朱晨法相金身跟王林的古神之躯已有几千丈高，可是在这只巨手面前却如同婴儿一般渺小。两人的拳头轰击在那只巨手上，只是让那巨手轻微摇晃了一下，随后他们两人便在一股恐怖的浩瀚威压下被那只巨手直接拍进了地底。王林因为无法承受那只巨手的恐怖威压，在落地之后又张嘴吐出了一口精血。朱晨的情况要比王林稍微好点，但也同样受到了重创。违抗天道规则者当诛！这时，一个带着无尽沧桑感的声音突然在天穹之上回荡开来。那只遮天巨手重新收回了血云当中，但是就在下一秒，又有一个满头红发、紧闭双眸的男子面孔蓦然从那血云后面探了出来。只见对方的眉心处有6颗星点在闪烁着璀璨的光泽，仿佛夜空中的星辰熠熠生辉。怎么是6星古神？王林脸色大变。6星古神的修为已然比肩境界修士，掌握了天地间的规则之力，绝非现在的他们可以抗衡。还好对方刚才没有刻意针对他们，否则就那一掌的威力，别说是他跟朱晨了，就算是问鼎大圆满的修士也得灰飞烟灭。这就是仙逆世界第2部的实力吗？朱晨目光凝视着那张古神面孔，双拳紧握，
眼中同样充满了不甘。他原以为自己如今的修为，就算无法成为一方巨擘，但自保绝对足够了。没想到在这种级别的强者面前，自己依旧渺小的跟蝼蚁一般，甚至连还手的资格都没有。看来他的修为还是太低了呀！此劫因我而起，与尔等无关。诸臣，你且看好这一战，仔细观摩，对你将来大有裨益。就在诸臣心生迷茫之际，柳神突然闪身而至，替他震散了天地间的天道气息。随后，只见柳神玉足轻踏虚空，一步一步地朝那天穹之上的六星古神走去。他的步伐很慢，但每一步都仿佛跨越了时间长河，一步一瞬，身影飘忽不定，让人难以琢磨。而当柳神迎面走向那六星古神的时候，那六星古神的双眸也是缓缓睁了开来，伴随着一个古老而沧桑的声音从天而降：吾行天之道，尔何敢与天为敌？吾之道无敌于世间，岂能受天道束缚？况且汝不过一具傀儡，代天行道而已，有何资格问罪于吾？柳神单手掐出指诀，以符文真意引动背后那株万丈神柳，幻化出无数条柳枝，破开虚空，从四面八方冲向了那个躲在血云中的六星古神。与此同时，柳神的身旁虚空也蓦然出现了一片片闪耀着无尽光辉的金色柳叶，片叶3000，一叶一界。这是柳神以大法力映照出来的3000世界，是他自己的世界。这些世界中皆有他的神国所在，3000神国，亿万子民，其内产生的信仰之力便是他的力量源泉。这具意念化身虽然无法调动他3000神国中的所有信仰之力，但却也能借用1、2，让他发挥出远超化身当前境界的实力。忤逆天道，此罪当诛。那六星古神见柳神显化出3000世界，汇聚信仰之力，竟加几身，终于是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没有再犹豫，果断选择了出手。下一秒，只见密密麻麻的红色丝线瞬间从云层中激射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柳神的身体紧紧缠住。这些红色丝线皆是由轮回之力凝聚而成，其内蕴含着一丝轮回本源之力，能够束缚住一切目标。世间万物皆在轮回之中，无人可以逃脱。吾之罪，还轮不到你来定断。柳神轻轻抬起右手，屈指一弹间，所有的红绳尽数断裂，化作无数碎丝散落下方虚空。大胆，忤逆犯上！那六星古神怒喝一声，刚想动用其他手段，但柳神却是先一步掐出绝印，自脚下显化出了一个时间阵轮。嗡！随着一股时间法则之力扩散出去，霎时间以柳神为中心，方圆数十里内的时间和空间全都静止了。虽说只是短短一瞬间的停滞，但就是这一瞬的功夫，柳神已经带着3000神国强行迈入了那团红云之中。当时间恢复过来的那一刻，血云层中顿时传来了一阵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一道接着一道的空间裂缝仿佛不要命似的在天穹中割裂开来，震碎了一方虚空。诸臣不知道柳神在那团血云后面干了什么，他只知道柳神在走入那片血云后就再也没有现身过。当那片血云退去之后，柳神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他的气息也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过那自诩为天道使者的六星古神此刻也已经不见了踪影，只有一团红色的劫雷还在那里不断闪烁着，散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雷霆气息。这是唯有天道降临时才能出现的血色劫雷，看来那六星古神应该已经被打散了，否则这劫雷绝对不可能独存于世。王林一脸激动地说道，他在那血色劫雷中感受到了一丝极尽气息，若是能够将之融入法器，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奇效，但想要炼化此劫雷，难度极大，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此劫雷的力量极为狂暴，稍有碰触便能让人在瞬间魂飞魄散。王兄，这劫雷你要吗？诸臣转头看向王林问道。他之前用雷劫断过体，知道这种劫雷的形成条件极为苛刻，如今在这里遇到，自然不想错过。王某想取一些融入生死化轴，只是这可能不会太容易。王林若有所思道，他的生死意境超脱之后便是轮回意境，与执法天道的能力相同，若是能够将一丝劫雷炼入生死化轴，借助这劫雷之力，或许能让他的生死意境提前蜕变。不过这种方法他从来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好，那你自便，我先去了。诸臣收敛心神，随后毫不迟疑地化作一道流光冲进了那团血色劫雷中。看到这一幕，王林直接惊呆了。那道劫雷可是随六星古神一同过来的天道雷劫，其内蕴含的雷霆之力狂暴到了极致，就算是阴虚阳实境界的修士都难以炼化。他目前也就只能靠生死画卷尝试着炼化一丝。没想到诸臣居然直接就冲了进去，这是想拿劫雷断体吗？是不是太疯狂了？王兄，你没事吧？刚刚那个牛逼哄哄的老家伙呢？他跑了吗？就在王林惊讶之际，先前被前锋打进山谷的萧炎也终于飞了回来。他现在身上还带着些许伤势，一身蓬头垢面的模样，像极了街边乞讨的轿子。王兄，萧兄。这时灵动也从下方塌陷的山脉中赶了过来，他的样子比萧炎还要狼狈，浑身是血，衣衫尽碎，就连鼻子都被打歪了。他们两人方才受到重创，全都陷入了短暂的昏迷，因而对这里刚刚发生的事并不知情。为此，王林只能将此前发生的事件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一遍。萧炎跟灵动听完后，顿时都露出了无比惊愕的表情。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昏迷的这段时间，
这里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看来朱兄现在应该是想借着雷劫断体，淬炼肉身。这个我熟，我也可以。萧炎望着天上那团充斥着狂暴能量的血色劫雷，眼中不禁闪过一缕金芒。他上次在读斗破小说的时候，曾看到过自己借雷霆之力淬炼肉身的剧情，而且小说里的那个自己好像还经常用雷霆之力强化傀儡。他虽然还没尝试过雷劫断体的滋味，但既然小说里的自己能够做到，那他肯定也是可以的。想到此处，萧炎便立刻将异火布满全身，凝化出了一个异火护盾，随后身形一闪，毫不犹豫地朝那天穹之上的血色劫雷冲了过去。然而就在他靠近那团劫雷的时候，他凝聚在体外的异火护罩几乎在瞬间就被那团劫雷中满溢出来的雷霆之力击散了。好恐怖的雷电气息！萧炎脸色大变，急忙又给自己套上了一个异火护罩，但结果还是一样。他引以为傲的异火在这团劫雷面前竟然脆弱的不堪一击，甚至连触碰的资格都没有。怎么会这样？萧炎人都麻了，这血色劫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啊？怎么会有那么狂暴的雷霆之力？轰！萧炎正想着，又有一道从血雷中钻出来的雷丝突然劈落下来，瞬间将他轰到了地上。灵动本来也想跟萧炎一样去尝试用那血雷断体的，但是在看到萧炎此刻的惨状后，他当即止住了脚步。我的妈呀，这血雷也太恐怖吧！萧兄有异火护体，居然连靠近他的资格都没有。朱兄他到底是怎么冲进去的呀？这天道雷劫不是任何人都能炼化的，你们两个若是没有克制劫雷的手段，还是不要碰那东西为好，小心引火上身。王林对萧炎和灵动叮嘱了一句，随后立刻唤出生死化轴，飞至那团劫雷面前，开始引动以生死轮回之力炼化劫雷。天道使者和天道雷劫是共生关系，如今天道使者已经消散，这雷劫也待不了多长时间，他必须要抓紧时间炼化才行。萧炎不想放过这次机会，又尝试着来了几次，但结果还是一样。以他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炼化这天道劫雷，就算是有药老相助也不行。反倒是灵动，他见王林用自己的生死化轴为媒介熔炼劫雷似乎可行，于是心念一动，也拿出了自己的祖石，然后以祖石之力引动劫雷，将祖石进行了一次淬炼。他这祖石本就是一种能够泯灭魔气的至宝，而劫雷天生克制阴邪魔障，这两种力量在相互淬炼之下，竟然真的产生了一丝联系。祖石内的能量不但在这次劫雷中变得更加充盈了，而且其内隐藏的祖灵禁魔阵、净化神印还有破魔符也都得到一丝劫雷的力量。就是藏身在祖石内的雕爷命苦了些，好端端直接被雷劈了几下，差点就给交代了。妈的，这样也行？萧炎看到王林和灵动都能借助外物炼化劫雷，眼睛都直了。他也准备借用外物尝试一下，毕竟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吧。不过他现在手里没有什么能拿得出的东西，只有那一对紫云翼和药老之前给的那把玄重尺，还勉强看得过去。他先是拿出紫云翼去尝试了一下，结果紫云翼被直接雷劈成了鸡翅膀，毛都被电焦了。卧槽，我的飞行斗技！萧炎欲哭无泪。他现在的修为也就是大斗师，在药老没有上身的时候，这紫云翼可是他唯一能够飞行的技能。现在这飞行技能没了，他如何能不心痛？操，再拼一把试试！萧炎不甘心自己的紫云翼就这样白白牺牲，于是当即开启了赌狗模式，将那把玄重尺也拿了出来。不过这一次他还没来得及去尝试，就被从内界里飞出来的药老拍了一下脑袋。你个败家的臭小子，自己有多少家底，难道自己心里没点数吗？那天道雷劫的气息恐怖如斯，就这玄重尺能挨得了他几下？再说玄重尺是有形之物，劫雷是无形之物，这两种东西本就相冲，你想借雷劫之力淬炼玄重尺，就算成功了又能怎样？最多就是让你得到一把拥有雷劫之力的武器罢了，这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药老的这番话犹如醍醐灌顶，瞬间让犯了毒瘾的萧炎冷静了下来。不过萧炎心里还是有些不甘，他咬牙看向药老，开口问道：老师，王兄说这无主的天道劫雷也是一种难得的机缘，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这机缘流失，什么都不做吗？药老皱眉道：祸福相吸，任何一种机缘都是跟危险并存的，你现在修为不足，手里又没有什么天地至宝，想要炼化这无形的雷劫，只能用同样的无形之物去尝试一下。萧炎眼前一亮，无形之物？可是我身上有这种东西吗？怎么没有？药老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白了他一眼，你身上的异火不就是无形之物吗？萧炎闻言顿时愣了一下，不行啊，我刚刚用异火凝聚出来的护罩根本经不住那劫雷的冲击。药老神色凝重道：那是你的方式不对，雷无相，火无形，雷火交融本就是暗合天道，你用异火的火源再去试试。萧炎根据药老的指点，将自己身上的异火源一一取出，然后以火源去吸收雷劫。渐渐的，他的火源上面开始出现了一丝丝红色的劫雷之力，雷火交融，竟爆发出了更加恐怖的气息。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火源都可以被劫雷相融，紫金翼狮王的那团兽火就不行，他在接触劫雷的那一刻就给直接炸没了。但对此萧炎也并不意外，异火天生地养，和天道劫雷属同源之物，而兽火不过是一种从魔兽身上锤炼下来的火种罢了。别说是这紫金翼狮王的兽火，
就算是那些石阶魔兽身上扒拉下来的兽火，也不可能和雷劫相容，因为这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很快，萧炎也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炼雷状态，而药老则在此时变成了萧炎他们的安保人员，负责警戒四周。如果有人靠近，他会第一时间告诉萧炎三人。时间飞快流逝，约莫1个时辰后，玄庭在天穹之上的那团血色劫雷终于消散了。王林和萧炎他们都成功的从这团劫雷中得到了一些好处。不过，当那团劫雷消散之后，他们三人却是赫然发现，之前最先冲入劫雷之中，试图以劫雷淬炼肉身的朱晨，竟然消失不见了。我靠，朱兄他不会是被雷劫炼没了吧？萧炎急忙打开聊天群看了一眼，他发现朱晨的直播间此刻已经消失，这让他心中那种不好的感觉又突然增添了几分。完了完了，朱兄的直播间都没了，看来他这次真的是凶多吉少啊！萧炎一脸担心的呢，难道他觉得朱晨肯定是被那天盗雷劫轰没了？王林眉头紧锁，这直播间在他冲进雷劫的时候就消失了，应该是他自己关掉的。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灵动也跟着点点头，就是萧兄你不要乱讲，也许朱兄他是在淬炼完肉身之后就回自己的世界了呢。我当然也希望朱兄他没事啊，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你别说了，我先去群里艾特他一下看看。灵动打开聊天群，连续艾特了几下朱晨，然后开始安静的等待起来。时间1分1秒的过去，可朱晨却是一点回应都没有。聊天群内静悄悄的，仿佛一下子陷入了死寂。与此同时，雪域国内一座巍峨的雪峰之上，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断臂女子正矗立在峰顶，目光凝视着朱雀国所在的方向，眸光闪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砰！就在这时，一条漆黑的虚空裂缝突然在雪峰上空被某种力量强行撕开，恐怖的空间乱流瞬间倒灌进来，将天地灵气搅得4分5裂。风卷残云间，红蝶看到了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少年，竟沐浴着雷霆从那裂缝中坠落，径直撞在了雪峰的山腰处，溅起了一大团血雾。朱晨的话让红蝶刚想迈出去的狱卒停顿了一瞬，他回过头来问道：“阁下此言何意？”就是字面意思，你要是想成为那人的炉鼎，尽管跟他去就是。朱晨从洞天中取出一套衣服换上，这才抬眼看向面前这位冷艳无双的断臂女子。他一开始还以为这女修士就是自己随便遇到的一个路人甲，没想到对方居然是跟王林有战局的那个红蝶。看来人长得帅，桃运还真是源源不断，挡都挡不住。阁下勿要妄言，前锋师兄可是朱雀子的亲传弟子，修炼资源取之不尽，怎会对我下手？红蝶皱着眉头说道，他不相信前锋会将自己当作炉鼎。那朱敲子为了能让他拜入朱雀国，不惜毁掉4派联盟，让他们雪域国强行入驻齐国领域，并且还通过秘法为他们创造了一位应变修士。朱雀国大费周章做这些事情，难道就是为了拿他做炉鼎？这根本不可能。如果你心里真这么肯定自己的想法，那又为什么会因为我一句话就产生动摇呢？朱晨一边漫不经心地说着，一边伸出2指，将自己识海中的那缕极境神识引导出来，然后渐渐地在指尖凝聚出了一柄被红色雷霆缠绕的小剑。这柄小剑是他之前在用天道雷劫淬炼身体的时候，无意间以武魂修炼法凝聚出来的魂剑。此剑的核心正是原本封印在他识海深处的那缕极石。还真别说，这武魂世界的位面等级虽然不怎么样，但他的武魂修炼法还是有一点可取之处的。就比如这柄魂剑，它的存在就跟本命元神一样，会随着朱晨的修为提升而不断增强。倘若朱晨的修为是尊者境，那么此剑就是一柄尊者剑。但要是朱晨能够突破人道领域，踏足到真仙境，那么此剑同样会极尽升华，蜕变成一柄拥有仙道威能的仙器。当然，如果朱晨有朝一日能够破王成帝，那么此剑最终也会成为一柄帝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把本命魂剑的潜力已经超越了真正的无上帝器。红蝶看着正在把玩魂剑的朱晨，那对红色的眸瞳微微闪烁了一下。他对那前锋的突然到访本来就心存疑惑，刚才之所以要那么说，主要也是想自我安慰一番。但是现在听到朱晨的提醒，他越发觉得这前锋此次来他们雪域国是另有目的的，因为他跟王林的约战时间还没到。按照之前的约定，现在还不是他去朱雀国的时候。就算他与王林一战的事情临时有变，也应该会有人来提前通知他才对。可是朱雀国那边这次不但没有提前通知他，还让前锋亲自过来提人，且一副行色匆匆的架势，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红蝶不是傻子，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很快就猜想到了一些事情。不过那前锋毕竟是朱雀国来的使者，就算对方此番前来另有目的，他也必须要去面对。多谢阁下提醒。红蝶感激地看了朱晨一眼，随后身体瞬间化作一道红芒飞向了雪域国都城。朱晨本来不想管这雪域国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这红蝶日后可能会被那伪君子前锋当作炉鼎使用，甚至还要时不时的跪下来舔对方手指，他的心里顿时有些不是滋味。他妈的，好好的一个天之娇女，竟然把人当成母狗来用，这个前锋当真是该死。前锋师兄。红蝶飞到雪域国都城上空后，立刻对着前锋恭敬地施了一礼。前锋目光落到红蝶身上，眼眸深处不经意间流露出一抹贪欲。瓦尔笑道：红蝶师妹莫要客气，
我此番前来是为了通知你一件事情，你跟那亡灵的约战时间临时有变，师尊让我过来先请你去朱雀国。红蝶所修的是绝情意境，心中早已斩断七情六欲。这钱锋眼中此刻流出来的欲念，虽然很快就被压了回去，但还是让他感受到了。看来那个人说的没错，这钱锋果然有问题。钱锋师兄，我最近正在炼制一件法器，目前正在关键时期，可否暂缓几日？红蝶开口说道，态度依旧恭敬无比。这钱锋是因变中期的修士，一人便可灭他们雪域国，他不可能当面违抗对方的意愿。为今之计，只有先稳住对方，再另想办法。不可，师尊有命，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走。见红蝶想要拖延时间，钱锋脸上瞬间露出了不耐之色。区区一个炉鼎，还想浪费他几天时间？这怎么可能？作为一名合格的炉鼎，就应该要有身为炉鼎的觉悟。如果这红蝶不听话，他有的是手段让对方乖乖就范。红蝶，使者大人今日亲自过来接你去朱雀国，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件法器拒绝呢？还不赶紧谢过使者大人！李元峰看到钱锋露出不悦之色，顿时对红蝶说教起来。红蝶没有理他，而是下意识地向后挪了挪脚步。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锁定在了自己身上。是钱锋，这家伙已经在他身上种下了修为烙印。这种修为烙印会时刻向施术者传导他的位置，就跟实时雷达一样。现在他就算想跑都没可能了。钱锋师兄，能不能放过我？红蝶用祈求的目光看向钱锋，成为别人的炉鼎会彻底变成一具没有思想和自我意识的行尸走肉，他不想变成那样。钱锋听到红蝶的话后有些意外，但是下一秒他的嘴角便又露出了一抹淫邪的笑容。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既如此，那我也不装了，今天你必须跟我走，不然我不介意在这雪域国将你炼为炉鼎。听闻此言，一旁的李元峰顿时惊呆了。使者大人，您这是何意？红蝶他不是去朱雀国跟那亡灵赴一战之约的吗？钱锋不屑道，我做什么事情有必要向你们交代吗？我现在给你们雪域国两条路，要么交出红蝶，要么就此灭国。当然你们不愿意交出红蝶也没关系，因为我会自己取。话音未落，他的手掌已经摸向红蝶那张娇艳的俏脸，眼中满是戏谑之色，仿佛红蝶如今已经成为了他的 X 奴一般。使者大人，看着钱锋那放肆的举动，李元峰只能无奈地把头侧了过去。他虽然不想看到红蝶落得这般下场，但作为雪域国的国主，他必须要为整个雪域国着想。如果红蝶一人能够换取他们雪域国一国的平安，他愿意从中做出取舍。天之娇女没了就没了，大不了他们的100年期盼付之一炬，只要雪域国还在就行。我今天就算是形神俱灭，也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然而就在钱锋的手掌即将触碰到红蝶的那一刻，红蝶突然双眼一睁，脚尖轻点虚空，身形暴退的同时，他的双指也是瞬间凝聚出法力，毫不犹豫地点向了自己的眉心。就这么急着想死吗？放心，等我夺了你的绝情意境，吞了你的先天四灵，我会让你如愿以偿的。钱锋一指点出，随着一股仙力在红蝶身周凝聚，只见红蝶的动作瞬间便定格在了那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静止，不管红蝶如何施展手段，都无法再动弹分毫。接着钱锋抬脚迈出，身形再次出现在了红蝶身前。现在没有我的允许，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他伸手捋了捋红蝶披挂在额间的发丝，看着对方那双充满怨毒的眼神，嘴角的玩味之色顿时变得愈发浓郁了。嗡！就在这时，一柄3尺清风突然撕裂虚空，带着惊人的气势从红蝶身前一掠而过。等到钱锋反应过来的时候，他那只伸向红蝶的手掌已经被整个切了下来。钱锋勃然大怒，刚想发难，却见那柄3尺清风在空中转了一圈后，竟又像游龙一般在他眼前呼啸而过，拖着一条长长的红色雷痕，最后被一个白衣少年一把握在了手中。当那少年抬眸看过来的那一瞬，钱锋的双瞳顿时收缩了一下。怎么可能是他？钱锋用力地吞了口唾沫，眼中露出前所未有的惊恐之色。这少年上次在炼魂宗废墟通过秘术召唤来的柳衣女子，修为恐怖如斯，就连他师父朱雀子都被一掌秒杀了。那个画面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放肆，竟敢对使者大人不敬！李元峰见有人敢偷袭钱锋，为了能够在钱锋面前狠狠表现一番，当即挺身站了出来。这少年虽然修为古怪，他看不透，但是在这朱雀星，朱雀国的使者就是天，无人敢惹。他今天要是能够当着钱锋的面诛杀此僚，定能傍上朱雀国这条大腿，这样他们雪域国就算没了红蝶，以后也有了靠山。你是何人？朱晨垂眼看向李元峰，开口问道。本人雪域国国主李元峰。李元峰将双手负于身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与此同时，一股应变初期的修为气息也从他身上快速蔓延了出去，将朱晨牢牢锁定。原来是你这个垃圾！朱晨眉毛一挑，这家伙在原著中曾以大欺小，于半途中串通巨魔族老祖截杀过亡灵，现在又对红蝶被钱锋针对的情况不闻不问，甚至准备将红蝶当作贡品奉献给钱锋，可谓是十足的小人一个。还国主，我呸！大胆，忤逆犯上，被人当面骂垃圾，李元峰当场就受不了了。他连忙掐动手印，将自己的察知意境释放出去，试图封印朱晨身上的修为。像你这种货色，
还是别当雪域国的国主了。朱晨面无表情地抬起手中长剑，旋即一步迈出，在一阵天道雷霆的闪烁下，身影瞬间出现在了李元峰身后。下一秒，只见李元峰那刚刚铺展开来的茶枝蓦然四分五裂，化作了无数个意境碎片。紧接着，李元峰的胸前也出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痕。李元峰感觉到一股胀痛感传来，目光向下一去，竟看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一分为二，断口处平滑如镜，浑然天成。怎么可能？李元峰双瞳欲裂，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的鹰变修为虽然是朱雀国强行提升上来的，但好歹也是个鹰变期修士，没想到这少年竟然一剑就把他的仙体斩了。李元峰二话不说，当即催动诀应遁出元神，想要朝森林深处跑去。然而还没等他的元神冲入森林，那元神的魂体也跟着崩裂了，而且伤口的崩裂位置跟他那具被斩掉的仙体一模一样。直到这一刻，李元峰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方手中的那柄3尺长剑并非普通法器，而是一柄连神魂都能斩掉的绝世宝剑。可惜他明白的太晚了，因为江辰刚才的那一剑不但斩掉了他的肉身，还将他的灵魂也给一并斩灭了。一剑形神俱灭。此剑以极境神石为剑核，被天道雷劫淬炼之后，没想到连神魂都能斩掉。朱晨此刻也是非常惊讶，刚才的那一剑他只是想小试牛刀，没曾想效果竟如此惊人。一个鹰变初期的修士，一剑就被斩了个形神俱灭，这说出去谁能信？前辈，这红蝶虽是我看中的极品炉鼎，但如果你想要的话，尽管拿去便可，在下还有要事在身，先告辞了。钱锋看出朱晨来者不善，连忙主动将红蝶献了出去，随后对着朱晨抱拳一拜，转身就走，毫不犹豫。然而就在他转过身去的那一刻，朱晨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我说过让你走了吗？”钱锋暗道不妙，急忙掐动手诀，想要施展遁术逃离此地，但朱晨却是先他一步动了手。3尺清风瞬息而至，铮铮铮，惊天动地的剑鸣声响彻云霄。朱晨手中的剑还未展出，那铺天盖地的剑势便已经扑面而至，封住了钱锋所有的退路。钱锋被逼入了绝境，没了退路的他只能拼尽全力催动自己的吞噬意境，以仙力凝聚神通攻向朱晨。不过遗憾的是，朱晨的肉身在被天道雷劫洗炼了一遍后，已经变得坚不可摧，哪怕是鹰变修士的意境神通，也无法在他身上留下一丝痕迹。更何况这钱锋在看到他的那一刻就已经乱了阵脚，道心破碎，根本无法发挥出鹰变修士该有的实力。现在就是在负隅顽抗。枪！电光火石间，朱晨已经持剑从钱锋身前一闪而过，钱锋的身体几乎在瞬间被无数道剑芒割裂，成千上万道豁口同时炸裂开来，溅出的鲜血如雨般洒下，染红了半边天。我……钱锋张着嘴，挤了半天都没有挤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最后只能瞪着双眼，满脸不甘地倒了下去。形神俱陨，你也只配一剑？朱晨用鄙夷的目光瞥了一眼钱锋的尸体，接着单手一挥，便直接散去了手中的魂剑。多谢前辈出手相救。钱锋死后，红蝶也终于恢复了自由，他连忙飞上前来，对着朱晨施礼一拜，态度恭敬到了极点，就连称呼也从阁下变成了前辈。显然，朱晨刚才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让这位百年化神的天之娇女深深折服。我杀了你们雪域国的国主，让你们雪域国无缘晋级5级修真国，你不恨我？朱晨转身看向红蝶，目光平静地说道。此言一出，红蝶瞬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前辈说笑了，方才是李元峰他先对前辈您不敬，前辈出手将他击杀，并无过错。红蝶岂敢憎恨前辈？红蝶连忙躬身解释道，划清了自己跟李元峰的界限。他虽然自信骄傲，但不是傻子。眼前这位前辈能够一剑斩杀鹰变中期的钱锋，修为定然在鹰变大圆满之上，说不定还是位问鼎大能。李元峰那家伙刚才以雪域国国主的身份对其出手，而对方只是杀了李元峰一人，并没有迁怒于整个雪域国，这已经是对他们雪域国最大的恩惠了。这一点他岂能不知？朱晨见这红蝶如此识趣，心里也是对他有了一些欣赏。看来你倒是个聪明人，既然如此，那你说说吧，该怎么报答我的救命之恩？红蝶心头一沉，果然这位前辈就自己也是有目的的。罢了，反正那钱锋一死，我在这雪域国怕是也待不下去了，倒不如跟在这位前辈身边，也算是有了一条活路。红蝶在脑海中快速闪过几个念头，最后深吸一口气，果断掐出绝印，将自己的先天四灵召唤了出来。前辈，红蝶身上别无他物，唯有这先天四灵还算过得去，如若前辈不弃，这先天四灵今天就可以煮。不过红蝶有一个请求，希望前辈能够成全。他一边说着，一边又施法将自己身上的一滴魂血引出，直接送到了朱晨面前。然而他那滴魂血还没停稳，就被朱晨随手送了回来。我要你这先天四灵有什么用？拿回去。前辈，你这……红蝶一时间都有些懵了。这先天四灵可是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无数人趋之若鹜的重宝。没想到这位前辈竟然连看都没看一眼，对方连先天四灵都不要，那他到底要什么？我说你们这些女修士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我救了你，按照你们修仙世界惯用的套路，你不是应该要以身相许吗？
朱晨见红蝶呆愣在那里半天都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只能厚着脸皮提醒了一句。红蝶闻言瞬间脸色大变，他连忙后退2步，咬紧牙关道：难道前辈也想拿我当炉鼎吗？朱晨笑着解释道：我又不是邪修，要炉鼎何用？我说的以身相许，是想让你做我的道侣，当然如果你不愿意也可以当我没说，反正老子也不缺你一个道侣啊。朱晨这话让红蝶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他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前辈居然会对自己提出这个要求，这还真是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既然前辈有这个意思，红蝶愿意成为前辈的道侣。红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场便答应了下来。这下反倒让朱晨懵逼了，妈的，这女人答应的这么爽快，该不会是个坑吧？其实朱晨并不知道，红蝶一开始想要提出来的那个请求，就是想让他收下自己，做世界也好，奴婢也罢，都没事，只要能够带他离开朱雀星即可。因为在他眼里，钱枫是朱雀子的亲传弟子，对方这次过来强迫他做炉鼎，朱雀子肯定也是知情的。如今钱枫一死，那朱敲子定然不会就此散了。他要是想活下去，只有2条路可走，一是找到一个修为至少是问鼎的修士作为靠山，二是立刻离开朱雀星。如若不然，他的下场绝对会非常凄惨，搞不好还会成为那朱雀子的炉鼎，任人折磨。虽说做侍妾和奴婢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跟成为别人的炉鼎相比起来，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更何况眼前这位少年模样的前辈相貌堂堂，就算做对方的侍妾，他也不吃亏。前辈放心，红蝶虽已修道100年，但还从未有过道侣，前辈若是不信，可看此处。红蝶注意到朱晨脸上露出迟疑之色，还以为对方觉得自己答应的太快，不是什么忠贞女子，当即便将自己那条右臂抬起，露出了手腕处的那颗手工煞。有意思。朱晨见红蝶都这么说了，也没有再去怀疑什么，反正在这件事上他一个男的又不吃亏。他看了一眼面色微微泛红的红蝶，随后立刻带着对方去了之前那座雪峰，并在那里开辟出一个洞府走了进去。前辈，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红蝶跟在朱晨身后好奇地问道。朱晨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抬手击出了几杆阵旗，将洞府层层护于其中，这才转身看向红蝶，毫不避讳地说道：以我既然已经成为道侣，自然是来这里确定道侣关系了。怎么，你后悔了？他虽然不会去做强迫别人的事，但也不是那种傻逼纯爱男。这红蝶不管是身材还是长相都极为出众，如今对方都已经答应做他的道侣了，他要是再不有所作为，那不是成傻子了吗？只有白痴才会一直被自己的女人吊着，不敢付之行动。真正的男人必须要学会主动出击，随时随地见缝插针，什么婚前不能那啥，订婚后还要约法3章的，全他妈扯犊子，吃到嘴里的才是最好的。红蝶没想到朱晨这么着急就想跟自己行道侣之事，顿时慌了。前辈，那钱枫是朱雀子的亲传弟子，如今他死在雪域国，朱雀子很有可能已经知晓此事，我们现在应该尽快离开雪域国才是上策，最好是想办法离开朱雀星。以我之事，我们可以下次再寻个时间。什么狗屁朱雀子，那老东西早就已经死了。朱晨直接打断了红蝶的话，接着抬手一挥，当即卸去了对方身上的甲胄。红蝶双瞳一缩，什么？朱雀子死了？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要是不信，我待会带你去朱雀国看看。现在别说话。可是前辈，呀！红蝶话还没说完，整个人便如遭雷击，瞬间僵在了那里，眉头紧锁。而朱晨也在同一时间接收到了久违的系统提示。